我都听到了，你能卖50万，我能卖30万，快！小姑娘刚刚说完，在地上摔了一跤，爬起来拉着弟弟继续跑。此时路口的地方，一个长相丑陋的女人被人牙子打得半死，扔在了草丛里。丑八怪居然敢来骗银子，真是胆子不小。马车上坐着不少孩子，全都是在附近村子里弄来的。今天他们可是大丰收，原本还想锦上添花，结果却是浪费了不少时间。马车正要离开，突然小团子一下滚到了草丛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偷偷藏着，直到马车走远才抬起头来。大婶，你还好吧？这小胖子眼瞎吗？穿越了。没错，别人穿越不是大小姐就是王妃，她却成了个丑得可怕、吝啬狠毒的后娘。半个时辰之前，原身居然想把妓女和继子给卖掉。那2个孩子十分精明，偷偷跑掉。人牙子很生气，把原主给活活打死，扔到了草丛里。我能不能跟你回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好害怕那些人牙子。我家穷，养不了闲人。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可以学的，只要您给我住的地方，哪怕1天吃1顿都行。娘，我以后是您的儿子，娘，您别不要我。哦吼，开局就捡了个儿子。九州媳妇儿，你这是上哪儿吃好吃的去了？怎么还带个孩子回来？莫不是你跟别人生的野种吧？我哪能跟老哥嫂子比呀？那么小就住在老根哥家里。你，王小夏，你这个丑八怪，虐待家里几个孩子不过瘾，还弄个回来，你个天杀狠心的，就不怕老天报应吗？原生屋子里之前倒是藏了些好东西，可这几个月全被他送给了那个小白脸。现在屋子里除了一床好的棉被，已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可谓是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此时一个屋子里的几个孩子瑟瑟发抖，他们知道今天后娘没把二姐和3哥卖出去，肯定还会使坏，把粟米拿出来在手里掂量了一番，估摸着也就5、6斤。原本家里6个孩子，如今变身成了7个，这点粮食不把人饿死才怪呢。唉，不管了，吃饱了才有力气想赚钱的法子。会烧火吗？他问了一声。王图图摇了摇头。娘，我不会，我可以学。叮，恭喜小主获得初级地图。声音过后，王小夏脑海里就出现了一幅地图，地图上标识了许多药草的名字，这些药草他认识。药材识别是以前的必学课程之一，这是不想让他饿死在这个鬼地方刻意给的金手指吗？而正当他筹划未来的时候，突然一阵吵闹声从外面传来，随后就见小团子害怕地钻到他身后。孙王氏，你这个不要脸的，居然敢卖我们孙家的孩子，你给我滚出来！他还带了个野种回来呢，看那野种长得跟他还有几分相似。看吧，我没骗你们。族长，这不干不净的人就该沉了堂。九州家的二娃，你说你后娘把你们卖了，这可是真的？李正爷爷，我们不敢说谎。九州家3娃，二娃说的可是真的？后娘说没银子买米了，就把我和二姐给卖了。
那孙老根的媳妇儿就开始在那儿落井下石。九州家的，平时你对这些孩子不好就算了，没想到还给九州戴绿帽子。你这样的女人就该死！哼，真是丢了我们村子的脸。他指了指在王小夏怀里的图图。图图一听这些人要弄死刚认的娘，跑到跟前，伸开双手将娘护在身后。王小夏惊讶小团子的举动，这才刚刚捡到的儿子居然就会护着他了。九州战死沙场，王小夏被九州娘撵了出来，结果作天作地，对孩子也不好。王氏怕九州媳妇儿到时候把那些良田也给败了，用九州得给他们养老的名义，把10亩良田要回去了8亩，就剩了2亩给九州媳妇儿。不过他知道王氏经常偷偷地接近那几个孩子，只不过九州还有3个弟弟，吃饭的嘴不少，也不可能一直接近。他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卖孩子的事情终究很难相信，一脸期待地等着九州媳妇儿的答案。显得你骗谁呢？哎，你们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跟他长得像？老根嫂子，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天生童养媳潜质。再说我今年也就18岁，这娃8岁，你看过哪个姑娘10岁能生孩子的？李正说，你应该知道我的年纪，当初嫁过来上族谱的时候，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没错，他今年刚刚满18，这孩子不可能是他生的。那他卖孩子的事情该怎么说呀？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卖孩子啊？孙老根媳妇儿给孙金香使了个眼色。老二虽然痛恨这后娘，但也不喜欢这爱嚼舌根的老根婶子。可老三是个憨憨，他记得二姐说过的话，便是在旁说道：后娘把我卖50文，卖二姐30文。你们可看到我收钱了？没有。那是你们聪明跑了，若是不跑呀，肯定被这黑心的后娘给卖了。孙老根媳妇儿见孙金香不开口，心里那是干着急。王小夏听完忍不住乐了。你这黑心肝的女人，笑什么？孙老根媳妇儿被这笑容弄得身上发毛。嘿，我笑老根嫂子似乎很想看到我把他们给卖了，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真要卖了还能让他们听到讨价还价的声音，我又不是3岁孩子，做事如此不小心。王小夏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因为这事儿是原身做的，又不是他做的，他也没有必要承认什么。李正说，从我家的老孙家，这几个孩子就从未把我当作娘看待，第一天进门，在我被子里放了死老鼠、死虫子，对我没有半点尊敬。说是换做其他人，恐怕早被这些孩子们给整死了。我看到有人牙子路过，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他们，没想到有些人呢，还真想我把这2个孩子给卖了。你就是想卖了我们，别不承认！孙老根媳妇儿见状，又得意地扯了扯嘴角，期待着这一出好戏的开场。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恶毒，那我就恶毒一回。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想必也不想看到9郎的孩子饿死在我这个恶毒后娘的手里。不如大家把这些孩子们领回家，要怎么教怎么伺候，我不会过问半句。李正叔啊，你也知道我们一家老小10来口，家里的孩子都快养不活，哪儿还有余粮养他们？可不是嘛，那么多嘴吃饭呢。可若是连王小夏都离开，这几个孩子根本就活不下来。原本还想看热闹的村民们，听到青毛家2个媳妇儿都这么说，就都闭上了嘴了。
孙老跟媳妇儿生怕吃亏，也不敢再吭声。不管如何，你都是九州过了门的媳妇，孩子们还得靠你。都散了吧，九州家2娃，你跟3娃跟李正爷爷回家一趟。九州媳妇，你也改变一下对孩子们的态度，谁若是把孩子给养死了，你也会落个不好的名声。王小夏摸摸小团子的脑袋，就冲着刚才这小子知道护着的，他就觉得把这孩子带回来是对的。别怕，娘以后护着你。他摸摸他胖嘟嘟的小脸，谢谢娘。此时原本躲在旁边屋子里的另外3个孩子出来了，其中一个男娃手上抱着个小娃，小娃早就饿了，如今闻到米香味儿，哇哇大哭起来。王小夏回头看了一眼，记忆里的信息告诉他，这是双胞胎的老4孙金石，老5孙金开。老5手里抱着的是最小的老6孙金玉。想吃饭以后就好好干活，否则别想从我这里讨到一口吃的。哎，有没有野菜？有野菜分你们吃一口，说是没有就滚出去。有的。老5一听能吃一口，转身跑回了屋子，将破旧的背篓抱了过来。先喂老6，我们的还得等会儿。后娘，二姐和3哥能吃吗？老4有些害怕地问道。王小夏一个满含冷意的眼神扫过去，3个孩子身子一抖。后娘怎么这么可怕了？哼，找那么多外人来围攻我，还想吃我的东西，做梦！老4和老5听完不敢吭声，他叹了口气，放下碗，将锅里剩下的野菜粥分给了他们3个孩子。老4和老5看到这举动，满脸的不可思议。以前若是这个情况，后娘会把粥吃完，锅洗干净，连舔锅的机会都不会给他们。这么看来，后娘说的可能是真的，不是真要卖二姐和3哥，只是之前他们对她太不敬，给点教训罢了。你们在家待着，我出去找些吃的回来。娘，我跟你一起去。王小夏想着，小团子毕竟是个外来的，一会儿老2和老3回来，保不定还被欺负，那就带上好了。他们刚走没多久，老2和老3就回来了。老2手里拿着李正爷爷给的小半袋子的粟米，看着老4和老5都在厨房，他拿着袋子高兴地冲了进来。老4、老5，烧火做饭。老4和老5站在原地没有动弹，老3早就饿得腿脚发软，冲进去就要烧火，发现炉子里的火还燃着，锅和碗都没洗，他好奇地问道：老4、老5，你们这是吃过了？后娘给煮了吃的，说二姐和3哥不听话，不让给你们留。老2满脸吃惊，那个坏女人舍得给你们煮吃的？老3也愣在那儿。二姐，是不是我们真的搞错了？哼，老2才不会相信自己弄错了，拿着米袋子进去洗米煮粥，吃饱了再说。另一边，王小夏按照原主脑子里的记忆，拉着图图往上走。他们住在小山坡的半腰，这个村子都住在小土坡的这一边。翻过小土坡，后面就是大山，附近好几座大山。正对面的这一座是村子里经常去的，旁边那一座没几个人敢进去，听说里面有不少野兽，即便是村子里的猎户进山都要非常的小心。你可会爬树？爬得不高。没事，会爬就行。不行我帮你。王小夏找到棵大树，帮着小小团子爬上了树杈。娘，你们别走远了，我害怕。好啦，不怕，做娘的儿子必须勇敢。
在这等着就行。风很大，越是站在高处越会觉得冷。王小夏站在树下都能听到小小团子牙齿打架的咯咯声。走了没多久，他就闻到了兔子的味道。他找到兔子窝，在附近找到了一些药草，还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放着一些柴火，估计是平时猎户来的时候剩下的。做好之后点火，再将药草放在火堆上，他用手捏着鼻子，看着烟雾飘起来。今天运气不错，风是往兔子窝的方向吹的。等了差不多一盏茶的功夫，兔子窝有了动静了。2只灰色的大兔子摇摇晃晃地跑出来，窝里跑出来了一只白兔子。兔子窝没动静，他上前扒开草丛看了看，兔子窝里躺着3只小兔子，想着不带走也会成为别人的菜。他把这3只小兔子还有3只大兔子都用藤条绑起来带走。回到那棵树下的时候，他看到抱着树干快要冻僵的小小团子，放下兔子，他喊了一声：图图，跳下来，娘接住你。他知道自己胖，怕一会儿砸伤了娘，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哎，想不到这小子还是一个小暖男呢。还能走吗？王小夏想着要不要找地方生火。娘，我没事，快回去吧。刚才我好像听到狼嚎声了。一手提着兔子，一手拉着小团子，赶紧往林子外面跑。对，是跑。一阵雷鸣之后，天上下起了小雨。王小夏他们回到家的时候，衣服都湿了。王小夏还好，屋子里有几身衣服可以换，图图只能裸奔。王小夏把他扒了个精光，塞到被子里。躺好，等着，娘给你弄些姜茶过来驱寒。他说完，从背篓里拿出2块野姜，拎着兔子去了厨房。老二带着几个孩子在忙着把柴挪到不漏雨的地方，听到声响，看向门口，看到恶毒后娘手里拎着3只大兔子进来，全都愣在那里，开始咽口水。老4老5，把这兔子收拾干净了。哼，不许去！昨晚二姐说了，这个恶毒后娘不会放过他们，迟早把他们都给卖了，可千万不要被她表面的示好给骗了。想到二姐的话，老4老5刚刚迈出去的脚又乖乖地缩了回去。终归恶人需要恶人磨，这2个小反派那么小都不是省油的灯，不给他们吃些苦头是不会低头的。这些柴火都是我们捡回来的，你若是要用，拿你的兔子来换。对了，这老5以后可是个大奸商，为了老3那个大奸臣上位，出了不少钱搞关系。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老3小时候居然还挺老实，那可是玄武国最大的奸臣，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呀。至于这凶神恶煞的老2，长大后那是武艺高强，先是去做了女土匪，后来因为老3的关系成了玄武国的女将军，手握重兵，也成了个大反派。几兄弟里面最老实的其实是老4，还有老大，一个很护犊子的哥哥，也是个有名的书呆子。因为老2和老3树敌太多，最后被老2的敌人剜心挖肺，剁成肉酱喂了狗了。真正便宜的是女主，当今丞相的女儿罗兰西。把猎物找地方放下，他转身走到几个小崽子住的那间屋子的门口，脚步还没站稳，就听里面传来哭声。屋子里小六不安地翻滚着，扯着嗓子哇哇大哭，没一会儿就声音沙哑，像是喘不过气一样。二姐，小六快不行了，怎么办啊？快去把明东爷爷请来！快去呀！没钱，他能来吗？老3打开房门，
看到恶毒后娘出现在门口，慌张的后退了几步，跌坐在地上。求求你，救小六吧！不，老四，别求他，他才不会帮我们。没钱，张婶是不会让明都爷爷来的。没一会儿，一颗小枣核从嘴里吐了出来。小六吐出了枣核，大哭了一声，一张发紫的小脸渐渐地缓和了下来。王小夏见状，又给小六做了一会儿按摩，看着小脸的脸色恢复过来，才把小六给放下来。枣核，这是枣核，小六怎么把这个吃了？这个恶毒后娘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这东西不能吃，吃下去吐不出来就会要命的。现在没事了。哦，你们来2个人帮我做事，就算是救小六的报酬。王小夏说完起身离开。老四和老五对视一眼，站起来跟着王小夏出去。可那个恶毒的后娘为何会出手救小六？肯定是想把小六养大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或许他真的改过自新了，是他救活了小六。别忘了，他今天还想把我们卖掉。他救小六不过是想要把小六稍微养好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真的吗？老三一听慌了，今天若不是二姐发现的快，他们可能就被人牙子弄到那辆马车上去了。厨房里，2只大兔子砍成大块扔到大铁锅里，剩下的1只用藤条绑起来挂在灶台上。想到就剩了些粟米，这些半大的孩子根本就吃不饱。把这兔子拿去李正叔家里换些粮食回来。平日李正爷爷接济了我们不少粮食，若是把这只兔子拿过去，他们媳妇儿肯定以为是为了感谢他们送的。他仔细地在记忆中寻找，最后想到了村头的孙二虎家。孙二虎的爹孙清江跟孙九州的爹孙清毛是堂兄弟，排行老2，他还得跟着叫一声二叔。二叔的大儿子孙大虎在附近的长平县做衙役，孙二虎也算是个猎户，经常打些猎物拿到镇子上去卖，家里条件算是村子里比较好的。拿去孙二虎家，你们2个一起去，再问他们家借1碗盐回来。老四老五点点头，站住，有他们去就行了，你给我留下来整理厨房。王小夏随便找了个借口把老2留了下来，若是让老2去，肯定会把换来的米留下一部分，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坑的。记住我说的话，从今天开始不干活没饭吃，饿死我也不会管。村里有牛车拉人去镇上，1个人2个铜板。原身虽然穷，几个铜板还是有的，让明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叫他一声。王小夏从3屯叔家走出来没多久，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他故意放慢了脚步。突然，一双大手从后面抱住了王小夏，那人恶心巴拉地说道：“哎呀，小夏，几天不见，是不是很想我呀？”王小夏一把拽住男人的手，用力往前一摔，摔得男人哇哇大叫。小夏，你这个……小夏，你别生气，我这2天是去镇上见几位同僚去了，等明年我考取功名，才好回来娶你啊。你答应给我筹5两银子的，现在如何了？我去，这人脸真大，原身真是个十足的蠢货。王小夏扶额看着天，仔细想想小说里的情节。小说里这张得意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后来自暴自弃，成了个骗吃骗喝吃软饭的家伙。村子里好几个搭子，原身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可恶的是，这畜生在原身这里骗了不少银子就算了，在孙九州回来的时候被抓到还倒打一耙，说是原身勾引的他。那一晚之后，原身就开始疯疯癫癫，孙九州这才没有杀了他，
将他扔在村子里自生自灭，自己带着几个孩子离去。抬手一掌打下去，狠狠地把人收拾了一顿。看到人晕过去，他在身上搜了一番，居然找到了半两银子。哼，苍蝇小也是肉啊，更何况他现在身无分文。王小夏刚刚爬上牛车，就见老二钻了上来。三屯叔看是九州家的二娃，没说什么。可王小夏知道老头一大早赶车不容易，从身上拿出了2个铜板。1个就行了。三屯叔知道九州家是什么样，不肯收那么多。老二上车之后，就一直盯着恶毒后娘的包袱。这包袱里面肯定有银子，这些银子都是爹留给他们的，绝对不能被恶毒后娘给卷走了。九州家二娃，你还敢跟着某人去镇上，就不怕被他给卖了吗？可不是嘛，毕竟不是亲生的，还那么多个，不养不也正常嘛？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别人的孩子……唉，越是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嚼舌根的越多。反正原身名声本来就不好，他做透明人更加合适。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干活，不然一会儿你自己走回去。下车。都下车吧，中午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着，半个小时不见人，牛车就回去了。奇怪，怎么那么轻？里面难道不是放了衣服和银钱？别把东西给搞坏了，卖不了钱，我就把你卖了。王小夏扔下一句话，就走在了前面。再找不到能赚钱的门道，这个冬天就得被饿死。他若是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是10年来最冷的一个寒冬。不仅如此，最近战事四起，他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的到来，局势发生变化。总之，现在第一任务就是挣钱，挣钱，多挣钱。你去问问药铺在什么地方。药铺？恶毒后娘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才会突然给他们吃饭，转变了对他们的态度吧？去不去？不去就滚蛋。若是连这个后娘都没了，他们的日子会更不好过。镇上有2间药铺，2间药铺就在一条街，相隔几个铺面。较大的宏远药铺门口站着的小二非常热情，小点的和康药铺门口连个小二都没有。去小的，大的你也没钱看呢。老二生怕恶毒后娘把爹留下的钱给花光了，在旁说了一句。王小夏没理会，又观察了一会儿，他背着背篓进了那间小点的药铺。药铺的掌柜的看到有客人，马上迎了上来。2位是要来抓止血药还是抓伤寒药的？若是止血药，我们店铺已经没有了。啊，您是这里的掌柜的吧？我挖了些药材，您看看收不收？他说着话，抬头看向这掌柜的。这位娘子在下姓胡，正是这家药铺的掌柜，可否让在下看看您挖的药材？夫人，您真打算卖给我们药铺吗？我不知道这些药材的价格，您说说看，若是价钱合适，就卖给您。您放心，在下给的跟隔壁价格是一样的。这些金疮药一起110文，这些伤寒药50文。为何这金疮药比伤寒药贵那么多？实不相瞒，最近边关不是很平静，药店里的那些金疮药全部都给军营的收走了，这价钱呢，比1个月之前可是要高出了好几成，估摸着过段时间还会再贵些。行，等下次挖到药材再给您送来。这是决定卖给在下了？对，卖给您，只要您做到价格公道，以后我挖到药都会卖给您。胡掌柜，我们卢掌柜说了，只要你把铺面卖给他，肯定给你最好的价格，若是不然，你收不到药材也照样得关门。这没底线的竞争，虽然哪个朝代都有，可偏偏遇到王小夏这种护犊子的，今天他要倒霉了。胡掌柜，
你这里怎么还有狗来着？你这个不长眼睛的村妇，我可是鸿运药铺的人，你……王小夏一个耳光抽在小二的脸上，小二被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和康药铺。能结账了吗？当然。王小夏接过银钱，看着胡掌柜慌慌张张的模样，语气依旧平静的说道：“胡掌柜害怕他们吗？”若是怕，我早就妥协了。我不怕，就怕夫人惹上麻烦。他们的做事风格有些不堪入目，您还是带着孩子早些离开的好。老二做梦都没想过，恶毒后娘居然认识草药，还把草药卖了钱，一会儿还得买些米面回家。可就是这个丑八怪，他不仅卖药材给姓胡的，还动手打老子。人群中，一个穿着花布衣服的小姑娘从人群里钻进来，直冲冲地撞到王小夏的怀里，吓得大叫了一声，晕倒在地上。小姐，你这是怎么了？抬头想要骂上几句，看到那张脸的时候，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抱着孩子打算离开，手臂却被人突然拽住。别动他，他得缓口气，喘不上来，容易窒息。人群里，原本看热闹的卢有钱走了出来。他不仅是鸿运药铺在桑木镇上的掌柜，也是一名大夫。他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把和康药铺从这里在镇上排挤掉。已经3个月了，经过他多方面的打压，哪知那不识抬举的家伙居然还能坚持把店开下去。如今这丑八怪敢给和康药铺提供药材，就算今天被冤枉死，那也是命贱活该。看着那小姑娘脸色越发难看，他迈开大步走了过去。你这丑恶妇人什么都不懂，也敢在这儿危言耸听，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位公子，在下是鸿运药铺的卢有钱，若是不嫌弃，在下可以帮这小姑娘看看。王小夏回过神，伸手拿住了小姑娘的脉。滚！你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卢掌柜在这儿，还不快滚开！你这是不吓死这个小姑娘不甘心吗？仗势欺人的小二上前要推开王小夏，却被从后面钻出来的小身影用脑袋撞倒在地上。王小夏有些惊讶，老二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这毒能克制？能克制？张导听到王小夏的话，看着他的眼神突然绽放出光彩。若是您可以克制我们家小姐身上的毒，我愿意出500两。恶毒后娘怎么可能会治病呢？王小夏认真的想了想，最后摇了摇头。暂时没办法。你长得这么丑，赶紧滚回去！没看到旁边的孩子都被你吓坏了吗？也不知道谁家男人瞎了眼，连这么丑的女人都看得上。王小夏没理会卢有钱，背上背篓，拉着满脸焦急的老二往前走。小集市里有个小屠宰场，收吗？收。妹子，这2只兔子挺肥，给100文可以吗？好，钱收好了，外面乱着呢。你们是不是要去买粮食？我带你们去，免得吃亏。张姐说完，走在了前面。王小夏不知道这妇人为何要帮自己，不过有个人带路终归是好些。张姐对集市很熟悉，带着他们直接来到一家米铺，终究还是给了张姐面子，上前招呼了他们。你为什么要帮我？看到你像看到我家妹子，下次需要什么来找我就是。我走了。经过鸿运药铺的时候，一阵打骂声传来，一个男人被轰了出来。男人背上还背着个孩子。大哥，你怎么了，大哥？老二冲过去，把手中的米袋子一扔，随后大哭的抱住被大虎叔背上的人。孙大虎听到哭声回过头，看清楚是九州家二娃，这才把背上的九州大娃给放了下来。小心点，别碰到你哥的伤口，他伤得很重。
他见二娃用力的去摇晃大娃，有些担心，这个是那男人的大儿子？现在家里的情况已经够难了，如果老大再受重伤，那岂不是……带回去吧，我已经尽力了。好。他没有赶着去马车，而是抱着他进了不远处的和康药铺。孙大虎愣了一下，九州媳妇儿自从被大伯家赶出来之后，性格大变，对谁都是骂骂咧咧的，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这样了？他们欺人太甚，掌柜的，要不我们去衙门告他们吧？关子2个口，哪这么容易呀？唉，胡掌柜，借您个地方，还得借点药，等下次来，我再用药材抵偿可行？好说好说，救人要紧。谢谢胡掌柜，您算一下多少银子，过几天我会拿药过来抵。啊，胡掌柜，今儿看到那个病情奇怪的小姑娘了吗？看到了，孙娘子能治？治不了，但是找齐了药可以克制住那病情。说是那个人来找你，你就照我说的这个话告诉他们，他们愿意等，那就3天后来这里。说是他们的人没来，那就算了。好，我记下了。老二擦了把眼泪，抱着米袋子追上去，几人脚步很快回到了镇子上。三团叔，该走了吧？是啊，都快过午了，我回家还有好些事情要做呢。二娃，这是怎么了？哎呦喂，这大娃咋伤得这么重啊？大家先出来，让九州媳妇儿和孩子先上吧。凭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没给银钱。就是，难不成他还能多给你一些啊？是给钱还是给什么呢？哼，我可听说九州媳妇儿在外面有人了。我呸！你们这些家里没孩子呢？九州老大都伤成这样了，照顾点怎么了？王小夏在看地图里显示的那些药材，全都是低等药材，也不知道这金手指会不会升级。若是能找到人参灵芝，发家致富可就容易多了。不过即便是地图上不显示，估计深山里也有这些东西，只是危险跟财富相伴。这具身体现在要对付一些猛兽还不太行。王小夏把人放下之后，开始给他检查伤口。伤得最重的那里又开始渗血了，不缝针恐怕不行了。不过他手上的药不够，还得去找些药回来。大哥怎么样了？不会死对不对？你个不检点的婆娘，九州就这几个孩子，金衣，你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呀！是啊，你怎么能这样？他还是个孩子，可怜的金衣呀，你真是黑了心肝呐！孙八州媳妇儿马氏指着王小夏的鼻子一顿骂。王小夏发现唯独后面那个妇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满脸难过的站在那儿。平时怎么没见你们多心疼你们这些侄子侄女，现在出事了就来数落我，又不是我把他打成这样的。给买药治伤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们既然那么心疼这个侄儿，每人拿2两银子给他看病，或者把他接回老宅养着也行。你钻到钱眼里了吧？我可没有2两银子。大哥不是被后娘打的，我们去镇上的时候，大虎叔背着大哥去药铺，被人给赶了出来，是后娘背着大哥另外找了家药铺，给大哥上药带了回来。要么给银子，要么人领走，要么该回哪儿回哪儿去。图图、老二、老三背着背篓跟我出去，老四、老五看着老大，别让他乱动，免得伤口流血更多。看清楚再挖。老二知道我还欠了镇上药铺的银钱，你们认真一些。娘，是不是之前您拿回去那些都能卖钱？对。娘放心，那些我都记下了，一会儿看到我都挖。跟着图图挖吧，我还得去另外一个地方。娘，那儿有狼。放心，娘会小心点。你们也小心一些，天黑之前，若是我没有回来，你们就直接回家去。背着背篓，转身往那边那座山去了。二姐，
你真相信他能救大哥？他求那掌柜给大哥止血药，现在只有相信他了。为了大哥，我们动作快些。这一片林子很奇怪，其他地方的叶子很多变黄变枯，而这一片林子叶子大多都是绿的。进入林子之后，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还有鸟叫声。这么冷的天，外面的鸟早就躲了起来。这地方泥土显然比其他地方要湿润，不然不会还有那么多绿叶子。他进入一片灌木丛，有条小溪映入眼帘。他往溪边走了走，翻开灌木细碎的枝叶，果真发现了一窝灵芝。再将其中的3朵稍微大点的灵芝摘下，放到篓子里。剩下几朵太小，他用叶子盖上，等过些日子再进来摘。当他要起身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味道涌入鼻息。突然，草木响动，一道白影从灌木丛中跃出。一头白狼张开血盆大嘴，绿油油的一双眼睛充满敌意地瞪着突然出现的人类。王小夏反应迅速地爬上旁边的一棵大树。大白狼见他要爬上去，使劲撞击大树。看到白狼气急败坏的样子，他决定拼一拼。于是他从树上跃下，锄头直接朝白狼脑袋上招呼过去。白狼被砸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爬起来后又朝王小夏猛扑过去。白狼见几次攻击落空，变得异常的愤怒，攻击速度更快了。白狼猛然抓起爪子，在他手臂上狠狠地来了一爪子。王小夏痛呼了一声，随手捡起溪边的小石头，用力砸在白狼的左眼上。王小夏不敢耽搁，发狂动物会更加的危险，连忙找准时机，命中白狼右眼。白狼双目尽毁，疼得在地上打滚。王小夏趁他不备，将小锄头用力扎进动脉。白狼一声哀鸣，巨大的身体晃悠了几下，倒在了小溪边。王小夏满心疲惫地跌坐在地上，手臂一动，伤口撕扯，疼得厉害。这林子有些蹊跷，血腥味太重，肯定会引来别的野兽。等王小夏出了林子，才发现天开始慢慢黑了。他一天没有吃东西，刚才一阵搏斗已经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拖着白狼走到山边上，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坐在地上喘着大气，心里想着，若是老二能来就好了，那丫头力气大，肯定能把这玩意儿给弄回去。可这里那么危险，那个小丫头怎么会来冒险呢？图图回家没看到娘，把背篓一扔，赶紧跑了出去。老二知道这小子是要去山的那边。二姐，他去哪儿啊？你先去做饭，我去看看。二姐小心。老三说完，拿着几个背篓进了恶毒后娘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老五，奶奶和婶子们也都不见了。三哥，你们回来了，大哥还没有醒，大哥额头好烫，可是说胡话了，怎么办啊？奶奶他们没说什么吗？你们走没多久，二婶和四婶生怕吃亏，马上就跑了。奶奶留下1两银子，三婶留下半两银子也走了。外面天已经黑了，风越来越大，天也越来越冷。山脚下，王小夏脑子有些犯晕，眼看身体要倒在地上。娘，你在哪儿？娘！老二想不到这胖小子跑得还真快，手里拿着火把跟上来之后也大喊起来：后娘，你在哪儿？在这儿，图图，老二。娘，您怎么了？娘，别哭，死不了。老二，火把给图图，你把这狼给拖回去，赶紧的，别让人看到了。狼？两人看到那头狼的时候，感觉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快啊，这里太冷，再不回去，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图图和王小夏看到老二这力气，都惊讶地张大了嘴。不愧是天生的武将，真是力大如牛。娘，您别睡。娘，别杀我，娘。王小夏努力地睁开眼睛，看向背篓，说道：“把那三角叶子的药草摘2片，放我嘴里。饭做好了吗？好饿。”做了，早就做好了，我让老五端来。大概是这次搏斗对他损耗太大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的睡上一觉。回头他又看向图图，吩咐道：“若是我太困，就掐我一把，今晚必须给老大把伤口处理好。”娘，我都听您的。好了，不哭，男子汉不能老哭鼻子。王小夏摸摸白团子的小脸，图图重重的点点头，把眼泪擦了擦。老三见这胖小子那么听恶毒后娘的话，真怀疑是不是他的亲儿子。王小夏说着话，闻到饭菜的香味儿，再看端来的菜，就一个野菜，连油都没有。他太饿了，老三端了饭到手里，他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从阎王手里把老大的命给抢回来。以后老娘再也不要过这种日子。说是晚上我额头发烫，也给我灌一碗，熬过今晚，老大的命算回来了一半。速度快些，我得趁着清醒给老大缝针。老二拿来针线，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床边，吃力地给老大清理好最深的伤口。老大身体动了动，却没有抬起眼皮子，他没有停下来，一口气把伤口给缝合。王小夏满脸疲惫地退到一边，脚还没站稳便倒在了床上。快去看看，他晕过去了。图图着急地上前晃晃娘的另一只手，发现娘没有反应，他心急地掐了娘一把。王小夏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子，一张胖乎乎的小脸，满脸担心的表情映入眼帘。死不了，就是很困，让我睡会儿。有了这东西，明天去镇上就能换上些银子。娘，您这身体明儿哪能去镇上？必须要去，做人不能没有诚信。放心吧，我手上的伤没有什么大碍，昨天是吹了风太累了才会病了。王小夏拿匕首去了没住人的那间房子，熟练地将狼皮剥落，又找来柴刀将狼砍成一大块，扔到了藤篮里。等他和图图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王氏又带着孙明东来了。老嫂子，九州大娃的情况跟昨天差不多，真要治就送到县里面，不过得准备几10两银子，还不一定救得活。你这个恶毒婆娘，把银子拿出来给大娃看病。说是有，我们还会吃不饱饭，饿肚子。我打死你！这个泼辣的婆婆一直对原身就有偏见，你若是再敢动手，其他孩子你就一起领回去，我改嫁。她哪敢把这些孩子领回去啊？她拿上一块狼肉，将肉放到背篓，用叶子盖上，才走出家门。还没走到三团叔家里，她被人拽到了一棵大树后面。心肝啊，听说九州老大快没了，我这需要银子呢。你答应给的5两银子，你这个疯婆子，除了我，谁敢要你？谁不要我都轮不到你。谁不知道你跟村里刘寡妇有一腿？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老二、老三、老五看到，三人气呼呼地看着后娘。二姐，先回去，别忘了大哥还躺在床上呢。听到他们的声音，扭头看了一眼，然后给了张秀才一脚，才往三屯叔家去了。不远处的大树后面，刘寡妇气得咬牙切齿，心里埋怨张秀才瞎了眼，怎么会看上九州媳妇儿那个丑八怪？九州媳妇儿，
大娃他如何了呀？伤得太重，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只能慢慢来。哎，那么晚了，你背着背篓去哪儿啊？这是昨儿进城买的狼肉，劳烦三屯叔明儿去镇上的时候叫我们一声，我拿些东西去卖了。哎，不，这些你拿回去给几个孩子吃，明儿我叫你就是了。三屯哪能收这肉呀？听明东说九州大娃要救命得不少钱。王小夏见他们那么好心，把想好的一番说辞先跟梁老说了说。三屯叔，三屯婶儿，我就不瞒你们了，其实我懂得一些医术。我每天给家里干活，去山上砍柴挖野菜。有一天碰到个婆婆，那婆婆住在山里，见我可怜，就收了我做徒弟。我跟她学了好些年。三屯叔两口子半信半疑，三屯婶儿嘴快地问道：那为何之前你不说？若是你婆婆知道你有这本事，肯定不会把你给赶出来。话是说的没错，可我毕竟是续弦嫁过去的，九州又那样了，我就算再有本事又如何？成亲那天，那几个孩子折腾我，我撞在墙上晕过去，醒来之后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啊，还是前2天我被人牙子给打了，头撞在石头上，领回来那娃把我弄醒了，才算捡回了一条命，才想起了过去的很多事情。王小夏继续编，这些事情也得通过谁的嘴说出去。三屯叔两口子在村里人缘好，通过他们的嘴说出去，可比婆婆家里那些人说出去的好。哎，九州媳妇儿，以后有啥事儿跟婶子说一声，婶子能帮的都会帮你。王小夏知道自己这个谎是撒对了，这钱拿着，明儿到镇上买些布回来，我给那几个孩子呀每人弄双鞋。啊，行，听你的。娘，二姐知道错了，您就原谅她吧。娘原谅你们2个了，她嘴那么金贵，该上哪儿上哪儿去。我错了，以后不会再乱说话了。哦，去呀，娘都气坏了，你得有诚心。是啊，娘是真的生气了。昨儿娘还跟我说，让我以后教你们识字，等挣到钱送大哥去私塾。他真说让大哥去私塾啊？老二吃惊的瞪大眼睛。二姐，快去给娘道歉，为了大哥，快去。哎，老四你居然不结巴了？结不结巴有什么关系？快让二姐道歉。娘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可恶，可她的脾气好像更急了，你还是赶紧去道歉吧。老二听完，那像落了秤砣的腿终于抬起来，他小跑着进了那边屋子。娘，对不起，我知错了，以后一定好好听您的话，带好弟弟妹妹们。这是真服气了，这可是未来的大反派呢。整理好药材，他开始吩咐明天大家需要做的事情。明天老二跟我去镇上，趁着天还不算太冷，我们得把冬天的粮食给囤出来，守着家里的粮食和狼肉，还有别让任何人靠近老大。若是奶奶他们再来呢？自己想想办法。老大的伤口还没有完全结痂，不能动，屋子里的火也不能断，太冷也不行。另外我们还得做件事，得在家里挖个地窖，这个冬天可能会很冷，我们的米被其他人看到，不被借光也可能被偷光。可惜啊，他这金手指不带空间，能带空间就好了。正想着，脑子里出现了一排字：10平方100两银子。什么？10平方100两银子？空间还会收钱不成？什么话你们都敢说啊？都是有孩子做娘的人，若是有人把这些闲言碎语
说到你们身上去，你们可还有脸活？三屯婶说完，那些妇人背着背篓跟了上来。王小夏等着三屯婶跟上，3个人一起去了和康药铺。老二，你把背篓里的皮子和兔子拿去卖给上次那位张婶子，卖了之后的银两全都用来买米买面，买好之后就去牛车上等着。三屯婶儿，麻烦您跟这孩子去一趟，我得跟胡掌柜把这些药材分分。王小夏把背篓里的药拿出来，让胡掌柜清点数量之后，又把田衣给支开，才将篓子里的灵芝给拿出来。胡掌柜，看看这个能给什么价？这些可以卖个120两，不知道孙娘子可否接受？王小夏看着胡掌柜一脸真诚，便是点头答应下来。您决定卖我了？卖给胡掌柜了，其他药材抵算那天在这里拿的药钱。胡某在这里多谢孙娘子的信任，以后若是有用得上胡某的地方，你尽管开口。胡掌柜客气，拿了银两我还得去买些农具，还想麻烦田小哥帮忙给我拿到牛车上。嘿嘿，好，您稍等，我给您拿银子去。王小夏跟田一出去没一会儿，他一拍脑门才想起来忘了另一件事，他转身想要追出去，却被不速之客给拦住去路。多谢田小哥走一趟。说完，他给了田一3个铜板。他摸到银袋子的时候，发现银袋子轻了许多。他把手伸进银袋子，发现里面剩下不到10两银子。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一段文字：恭喜小主，10平方空间开启。我去，这是被系统给强制了。他突然想起还有事情没问胡掌柜，便是往和康药房走去。和康药铺这边一片混乱，药铺被砸烂，桌椅板凳被掀翻，胡掌柜额头冒着血，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田一被打得爬不起来。你们欺人太甚，逼得我急了，我就去报官。等你走出去再说，今儿不管你们掌柜的是死是活，他都得把这地方卖给老子。来人，关门。是。转身打算去关门的时候，门外停下一辆马车，马车旁边跟着2个带着佩剑的下人，里面走下来一个身穿着青色大褂的男子。哎呦，张爷，您怎么来了？光天化日之下，卢掌柜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虽然不知道张道的来头，可他不是瞎子，多少能看出这人就算不是达官贵人，也是有钱人家的管事。难怪胡运这狗东西一直咬着不肯搬走，原来早就找到了靠山。这下他是闯祸了。哎呦，误会，只是个误会，还不把胡掌柜给扶起身来？没等他的狗腿子靠近，一个身影从外面窜了进来。王小夏来了，他直接上前踹开那个狗腿子。他冷冷扫了卢有钱一眼：你3番4次想要撵走胡掌柜，用的手段极其肮脏，实在让人唾弃。这妇人是谁啊？难道也是胡掌柜的靠山？来人，将这狗东西送去县里府衙。张道喝了一声，门口进来2个下人，上前就将卢有钱给拿下。哎呀，张爷，小的不知道胡掌柜是您的人呐，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些日子胡掌柜的损失，小的双倍奉还。先带出去，等胡掌柜醒来再处置。是。屋子里，张道将胡掌柜扶着坐在椅子上。多谢孙娘子，多谢张爷了。外面那人说给你双倍的赔偿，你可愿意？愿意，自然愿意，劳烦张爷了。在下想请孙娘子给我们家小姐仔细瞧瞧。行。孙娘子真是个痛快之人，上次多有得罪，张道在这给您赔礼了。张爷客气了，走吧，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多。胡掌柜，
劳烦您也跟着走一趟。马车很快来到一座红砖小院，张道客气地将两人请进去。内院里站了不少下人，看到张道带着人回来，都恭敬地行礼，站在两旁。王小夏他们被带进了中间那个屋子，他身体里的毒提前发作了。孙娘子真是神人，小姐的病不知道为何提前发作了。这毒不知被什么刺激，竟有爆发之势，说再不克制，恐怕这小丫头会命不久矣。你们是否给她换药了？孙娘子怎会知道？上次见的时候我给她把过脉，她虽然中毒，但脉象没有现在这么乱，而这一次不仅脉象乱了，呼吸也不如之前平顺，有人想要她的命。张爷，你可得小心了。这些人怎么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王小夏叹了口气，原本还想着让胡掌柜跟着来学一下针法，现在看来恐怕是行不通了。孙小姐，可有办法救我们家小姐？张道紧张地看着孙娘子，心里祈祷她一定要是小姐的贵人，小姐若是活不了，她没脸回去见主子。我没有把握解毒，但可以稳住病情，拖延她1-2年的寿命，解药可再研究看看。张道一听，单膝跪在了地上，还请孙娘子尽力，无论结果如何，张某绝不追究。王小夏点点头，扒开小姑娘的衣服，拿出银针，在小姑娘身上下针。她的针法行云流水，速度很快，即便是胡掌柜行医多年，也看不出这是什么针法。半盏茶的功夫，就见她额头冒出汗水，这每一针都关系到小姑娘的生死。越到后面，她下针的速度就越慢。这时，小姑娘吐出了一口黑血。好累啊！府上可有参片？给我泡杯参茶喝喝。卓海，用最好的参片给孙娘子泡杯茶过来。没一会儿功夫，给王小夏倒上一杯参茶，送到面前。王小夏连连喝了好几口，果然是好参。现在她舒服多了。小姑娘咳出黑血后，渐渐苏醒过来。张伯，我没事，看看我不是没死吗？小姐，是张伯没本事啊。我给他开道方子，他这身子不能再被人动手脚了。3日之后我会再来。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多谢孙娘子，这是一点心意，还请您笑纳。说着话，他从身上拿出了500两银票，送到他的手里。500两，看来他是个守信之人。以后还望您照顾点胡掌柜的生意，他是个老实人。哎，孙娘子放心，在下也觉得胡掌柜这人不错。胡韵也觉得自己肯定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不然怎会在最潦倒的时候碰上2位贵人。张道将他们送出院子门口，还跟着他们上马车去和康药铺取药。下马车的时候，王小夏故意放慢脚步，对张道低声提了一句：人活着，有些人是不会死心的。张道没想到这妇人如此聪明，竟然猜到了他想要做的事情。王小夏没等张道说话，快步走了进去。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不然那些长舌妇又得说倒了。好，回去吧，我买的东西已经让田小哥送到牛车上。胡掌柜，有劳你们了。他点了点头，却没有跟张道再打招呼。说完之后，他就拉着老二转身出了药铺的大门。张道坐在那儿喝着田姨送上来的茶，心里琢磨着小主子的事情。突然脑海里闪过一道影子，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今儿你奶奶可来了？奶奶没来，3婶和4婶来了，他们说大哥没救了，还想把奶奶给的钱要回去。幸好图图哥机灵，
抱着小六去旁边叫了人过来，把他们给轰走了。哼，哪都有这种不要脸的极品。屋子里，老大还静静地躺着，给老大把了把脉，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能就先这么养着。娘，大哥什么时候会醒啊？说不好，半个月能醒就不错了。他的身子弱，这样养着也没什么不好。碗筷收下去之后，王小夏见时间还早，决定去那片林子看看。他虽然身上还有张500两的银票，可现在不适合漏财。你们若是要去，还像那天一样。王小夏不想他们跟着。娘，那里有狼，您还是别去了。王小夏摸摸小团子的脸，再看其他几个孩子，也是一脸担心的模样。娘今天看了个病人，那病人情况很糟糕。还有，你们大哥也需要一些特殊药材，那些药材药铺没有，娘得走一趟。老四和老五对视一眼，老四站出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也去。”不行，家里还有肉呢。说是你们二婶和四婶再来，发现那些肉该怎么办？王小夏立马回绝2个孩子，说是出什么事儿，小六还那么小，必须有人单独看着，得有一个人能去报信。二婶和四婶又来了，2人如临大敌地关上门。老四老五啊，快把你奶奶给的银子给我们，不然一会儿可要吃苦头了。老四被四婶盯得打了个冷战，轻轻推了推老五：“二婶、四婶，这是奶奶给大哥救命的银子，我大哥还活得好好的，你们不能把这些银子给抢走。”马氏吓了一跳，回过神，赶忙伸手去捂住老五的嘴。哎呦喂，好你个野种啊，你居然敢咬我，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一耳光落在了老四脸上，一个耳光直接把老四掀翻在地上，老四嘴角还渗出了血。老四有些害怕，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时候，听到脚步声传来，他干脆躺在地上装死。阮氏看到这九州四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吓得他脸色发白，往后退了几步，连连说道：“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阮氏吓得转身要跑，马氏也有些害怕。结果2人转身的时候，就见九州五娃拉着自家婆婆站在了院子门口。“四哥，你怎么了？大哥还没好呢，四哥，你不要吓我！”好你个马氏、阮氏，你们这2个不要脸的，那些是老婆子我给大孙子的救命钱，你们来讨要就算了，居然还动手打人，看我今儿个不打死你们！娘，是他先咬我的，娘！马氏还想反咬一口，发现婆婆根本不听，躲开挨打，往院子门口跑。阮氏更是郁闷，好处没讨到，如今却是讨了一顿打，她捂着脸也赶紧开溜。王氏赶走2个儿媳妇儿，回头看看地上的九州四娃。老四看2个婶子被打跑了，睁开了眼睛，眼见奶奶红了眼眶，他也知道奶奶是真心想让他们兄弟过上好日子。“奶奶，偷偷告诉你，后娘说大哥能好。”王氏很想说，那个克死大儿子的扫把星说的话哪里能信呢？话到嘴边，终究没说出来。他把老四扶起来，跟他们一起进了屋子。屋子里，老大躺在床上。王氏走到床边，看看九州大娃，发现大娃的脸色似乎比昨儿看上去好了一些。“你们给我说实话，老大这病是谁给治的？”“是。”老五吞吞吐吐地看向四哥，见四哥点头，才把他们几个当初捉弄后娘的事情跟奶奶说了出来。王氏听完老五的话，万万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后来大儿子没了，
那两房天天闹着说大房吃白食，而他也有些私心。他担心那两房惦记上大儿子的抚恤金，跟自家男人商量之后，才做了恶人，把他们赶出了家门。后来那丫头自暴自弃，对几个孩子不好，他对那丫头无比失望和痛恨，最后还收回了8亩田地。现在想来，若是那丫头会医术，根本就不用委屈留在孙家过苦日子。当初是这几个孩子先动的手，那就是他们孙家的不对。这事儿我们的确不在理，以后你们好好孝顺他。奶奶走了，如若你那2个婶子来闹，你们就直接去找奶奶。他说完站起身来，也突然明白了那天那丫头说的那些话。那丫头是在怪他们孙家。也对，年纪轻轻的还没见过夫君就成了寡妇，任谁心里都是有些怨恨。他只想着当初失去了大儿子，却从未考虑过那丫头的感受。奶奶，您不怪后娘了？唉，她也不容易，这些拿着给你后娘买些粮食。奶奶手上没银子了，今年估摸着会很冷，你们得提前囤些粮食过冬。王氏说完，从身上摸出了半两碎银。老五想着奶奶刚给过银子，不应该那么快又有银子给他们。仔细一看，发现他头上一直戴着的簪子不见了。他到林子口摇身躲进空间，他打算在空间里观察一会儿。等他进入空间，空间怎么变大了？他第一时间想到自己500两的银票，他都还没有尝到赚钱的美妙，又被空间给坑穷了。恭喜小主，空间升级成60平米，小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分割房间。说吧，最高限制是多少？我还等着挣钱盖房，还要养孩子。100平米以后，小主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扩大空间。此后升级一次需要1000两，还得去凑400两，这破地方才会停止吸血。他气得连连咳嗽2声。小主升级有功，奖励万毒经1本。空间升级到100平米以后，可以开启2级药材地图哦。文字消失之后，王小夏手里多了一本万毒经，上面的文字像长脚那般一下子涌入了脑海，而他脑海里很快就呈现出了整本万毒经的内容。太神奇了！刚才他在书里看到了那个小姑娘中的那种毒，又在附近看看，并没有发现猎物和猛兽，这才从空间走出来。走到林子深处的时候，一道狼嚎声传来，他警觉地朝声音来源处奔去。他扒开草丛，看见一头高大的狼正跟一头浑身是血的豹子扭打在一起。2头猎物不远处，一头小豹子像小猫般窝在草丛里，多半是刚刚生下不久的小奶豹。那小奶豹趴着的地方有几朵眼熟的小花，好几朵人参花，说明那里有不少野山参。可有这2头野兽在这儿，他想去挖人参不太容易呀。他转念又看向那头小奶豹，小奶豹萌萌哒，很可爱，只可惜家里没有余粮，不然这小东西带回去给小六做个伴儿也不错。突然，那刚刚生产完的母豹子被那头大狼咬断了脖子，惨叫一声之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母豹子那双眼睛盯着不远处趴在人参花上的小奶豹，那头大狼也同时看向小奶豹，他一步步朝小奶豹走了过去。那母豹子几次想要起身拖住那头大狼，连连试了几次都没起来，最后死不瞑目地断了气。他捡起一块大石头回了空间，拿起大石头瞬间从空间出来，朝狼的脑袋狠狠砸了出去。大狼仰头嘶吼，扭头发现没有敌人，他把脑袋转过去的时候又被狠狠砸了一下，头破血流的他身体摇晃。王小夏见状又来了几下，直到
那头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等了一会儿，确定大狼咽了气儿，他从空间出去，用刚刚买回来的匕首补了几刀。随后他走到那小奶豹的旁边，将它稍微挪了挪，先将下面的人参给挖出来。3只百年山参。弄完这些，他看向那小奶豹，天寒地冻的小东西放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眼看着天快黑了，他背着背篓轻松走出林子。都饿了，吃吧，一边吃一边给我说说今天发生的事情。老五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后娘仔细地说了一遍。原身那位婆婆还真不是坏人，或许把原身赶出来，可能另有苦衷。娘，奶奶好像把爷爷送给她的发簪都给卖了。你们若是不想她担心，就好好活着，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好了，她就会高兴。而且，你们奶奶说的没错，今年冬天会很冷，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囤粮食，另外就是挣钱把房子修修。您现在懂医术，会不会不要我们？他倒是想去过自在的日子，可他就这么走了，男主恐怕不会放过他。外面兵荒马乱的，他又能去哪儿？娘，您别不要我。王小夏回过神，微微一笑，说道：家和万事兴，只要你们不是白眼狼，我就想办法让你们吃上肉，念上书。娘，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行了，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了。从今儿起，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你们也别再埋怨我。吃饭，吃饱了，先去你们床下挖个坑，把米藏到你们的床下，再过几日再卖掉些药，拿出些银钱继续囤粮。那只小奶豹子扔给了老五，老五从喂老大的粥里盛出来一些喂它，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小东西自己的了。入夜，村子里一片安静。王小夏刚躺下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从窗户外面传来，但是那脚步声没到窗户外，突然停了下来。他看了一眼已经熟睡的图图，翻身下床，打算去看看到底什么人会在大半夜出现。会是谁呢？难道是那个恶心的秀才？王小夏洗漱完毕之后，突然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他去后院的栅栏边上看了看，在外面看到了脚印，这明显是男人的脚印，而且还不止一个。该死，村子里恐怕有人盯着他们孤儿寡母。看来他们要做的不只是修缮房屋，还得把旁边的栅栏尽快围起来。娘，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老二也看到了2双大脚印，自然是想到了什么。恐怕大家要辛苦一阵了，走，先回去吃饭，吃完了去干活。娘今儿得去找药，等找到药材卖了钱，到时候让村里的人帮忙把房子修缮，栅栏也得围好，到时候我去山上割点稻刺回来，这样会稍微安全一些。王小夏带着小家伙们准备出门，却见王氏带着家里的几个男人走进院子，都是原身的小叔子们，不过他对这些人没有太多好感，视而不见地背着背篓往前走。昨儿老二和老四媳妇儿确实做得不对，那2个破玩意儿，娘已经教训过了。今儿带着九州几个弟弟把你们屋子修修。那就多谢了，老二，你留下搭把手，图图、老三、老五，你们跟我挖野菜去。老二一下子就明白后娘的意思。有些事情后娘不好开口跟奶奶说，但是她可以。你瞧他那样啊，真是给大哥丢脸。孙六周看不惯这个所谓的大嫂，昨晚媳妇儿因为这个女人被娘给收拾了一顿，他心里更讨厌这个女人。王氏一巴掌呼在老四脸上，故意大声骂道：以后若是再让老娘听到你对你大嫂不尊重，就带着你的婆娘滚出去。孙六周捂着脸委屈地看着娘，实在是不明白娘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了对那个女人的态度。奶奶，一会儿能不能让几位叔叔把院子四周的栅栏修一修？
昨晚上有人出现在后院，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被盯上了。他突然间觉得当初把九州媳妇儿赶出来是个错误，可现在要把他们再带回老孙家也不太可能。老二媳妇儿和老四媳妇儿最近越发的不老实，估摸着要不了多久就得分家，所以他趁着大家还在一个锅里吃饭，借着昨天的事情让几个儿子过来把老大的屋子好好修修。接下来的时间，王氏没再问老二什么。上午他让几个儿子修屋子，下午打算让几个儿子去附近砍树。这破房子加院子最少也得2-3天才能修好。王小夏没有继续在山下徘徊，他一早就上了山。早上挖到不少的药材，如今有了空间就不用那么累，药材都扔到空间里。他记得老大需要药材，还有那个小丫头需要的药材就在这些药材附近生长。若是一下能找到2种药就好了。想到这儿，他有些兴奋，脚下的步子也变得快了几分，忽略了林子的危险性。没等走多远，突然一道影子把他扑倒在地。他摔倒之后看清楚是一头凶猛的猎豹，猎豹朝他呲牙咧嘴，却突然闻到熟悉的味道。他收起爪子，从他身上跳到旁边。他回过神，赶忙爬起身，防备地看着这头成年的豹子。豹子看他的眼神却没有凶狠的光，这让他想到刚才豹子用鼻子嗅他的动作。他心里立马有了个猜测，这有可能是那小豹子的亲爹啊。若是这样，他无比庆幸当初的一抹善心，否则刚才他就会被这豹子咬断脖子，绝对活不到下一集。公豹子朝着王小夏叫唤一声，像是想要等着他说些什么。王小夏看着那双锐利的眼睛，似乎能看懂他的心思。难不成这玩意儿还开了灵智？不管是不是，他决定先跟对方示好。这公豹子可能是这一片林子的王，搞定他去里面采药可就方便多了。公豹子见这人许久没吭声，有些不耐烦地冲他呲牙咧嘴起来。你的媳妇儿不是我杀的，但却是我埋的。你儿子在我家，如果需要，我明天给你带回来。公豹子听完，收起了刚才的咆哮。王小夏似乎感受到公豹子的一抹忧伤，还没等他再次开口，就听不远处传来狼嚎声。公豹子警惕地站起身，随后身影一闪，冲了出去。王小夏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然后拿出匕首，紧紧地跟上去。不远处的一片草丛里，一头灰狼跟一头豹子撕咬着，公豹子冲上前加入了他们的战斗。王小夏看到这一幕，有些后怕。这片林子不只有公豹子，还有其他豹子。不仅如此，还有狼群。看来这地方以后不能来了。他没有继续观战，而是趁他们打斗的时候，快些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些药材。果真在这儿找到了小丫头需要的那种红心草，但是真正要解毒，还得找到另一种叫紫心草的药材，而紫心草生长在冰寒之地，这种地方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次他的运气不错，在红心草的附近发现了老大需要的刺兰果，转身就朝林子口狂奔而去。他一口气跑到林子口，结果看到那头公豹子优雅地坐在那儿，像是在等着他的样子。我去，这都成精了吧？公豹子看到王小夏出现，慢慢悠悠地站起身。王小夏退一步，他往前走一步。王小夏突然听到身后又传来了狼嚎声，那公豹子面露烦躁之色，转头就朝那声音来源处冲了过去。公豹子一跑，他一下子冲出林子，跑出来才拍了自己脑门一下，骂自己太笨了。明明有空间，刚才完全可以躲到空间，情急之下他居然把这事儿给忘了。娘，
您是不是受伤了？扎了几根刺，一会儿你们给我拔出来就行。母子几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小山坡上，两个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将军，看来外面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夫人对孩子挺好。但愿如此吧。那个对建议下手的人一定要死。高个男人拽了拽拳头，正是被传出在战场上阵亡的孙九州。将军放心，我们的人已经做干净了。将军要不要去见见少爷和小姐他们？不了，我们的时间不多，能回来看一眼，本将军已经很知足了。今晚我们就要动身了，那件事情不能耽搁了。孙九州看着渐渐消失的母子，心里告诉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回到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好好补偿一下这个女人。啊，忘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今儿找到可以让老大恢复身体的药，等找到另一味药材，老大半个月之后定能醒来。娘，您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赶紧做饭，吃饱了早些休息。明儿再上山一天，后天我先去一趟镇上给那小姑娘看诊，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借张爷家的马车去县城一趟。老大还差一味药引子，山上没发现，到时候去县城药铺看看有没有卖的。王小夏已经给自己找到去县城的理由，明天再上山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别的值钱药材。得尽快把空间升级到100平，免得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一点都拿不出来。这一夜，王小夏觉得有些疲惫。弄好药草之后，就让几个孩子回去休息。没等图图睡着，就先睡了过去。正当他脱鞋打算睡觉的时候，听到后院有动静。他跑到窗边看了一眼，看到一个身影跳出栅栏，随后二姐追了出去。娘快醒醒，有人！娘！他吓得赶紧过去晃悠起娘的身体。王小夏被图图晃悠了几下才醒来，他想着应该是身上残留了一些毒药，所以才会觉得很累。娘，外面有人，二姐追出去了。王小夏听清楚之后，翻身下床冲了出去。等他跑出院子，来到栅栏后面的时候，就见老二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他担心地上前查看老二的情况。告诉娘，有没有哪里受伤了？娘，我好像看到我爹了。你爹？王小夏看看四周空空一片，不对，孙九州本来就没事儿，后来成为大将军才回来的，就算现在出现也不会是鬼。可他若真的回来，为什么不进去见见几个孩子？为何要偷偷摸摸的？娘，爹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他不要我们了吗？老二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向来坚强他一直都跟大哥护着弟弟妹妹们，而这一刻他心里真的很难过。王小夏回过神，他知道老二是个女汉子，之前原身怎么抽打他们，老二都是护着弟弟妹妹，从来都不会轻易掉眼泪。可女汉子终究是个小姑娘，她突然有些心疼老二，将老二紧紧抱在怀里安抚起来。好了，不哭了，说你爹还活着，肯定会回来。说是他回来不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明有不可言说的理由。今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少一个人知道，你爹可能就会少一份危险。老二慢慢的停止哭声，月光下他睁大眼睛看着后娘。以前这个后娘对他们那么恶劣，那都是因为他们种的因。如今后娘不计前嫌，是真心对他们好，他觉得后娘也不是那么丑了。回去吧，一会儿图图问起的时候，你就说看不清人，那小子看到人影了。图图也是个精明的孩子，不把气通好，瞒不过那小子。老二抽泣几声，乖乖的点点头。他偷偷看了后娘一眼，
他们终于又是有娘的孩子了。王小夏并没有太过注意老二的心思，他心里想着孙九州是不是真的回来了？既然回来了，为何不露面？只是怕假死的事情被拆穿，还是另外有其他的原因？没事儿了，是你二姐看花眼。外面没人，都回去睡吧。等明儿把栅栏弄好，娘就去割些刺回来。娘，那些人是不是来抓我的？王小夏愣了一下。娘，若是那些人要伤害你们，娘就把我交出去吧。你别总是胡思乱想，这个村子很偏僻，外面的人很少来的。图图这几天也在弟弟妹妹们嘴里打听到了一些关于村子的消息，他就怕连累了大家，所以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王小夏见小团子还是担惊受怕的样子，突然想到一个法子，决定跟小团子商量商量。娘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儿子全听娘的。就是要委屈你这张白嫩的小脸了，你确定能承受得住那些指指点点？愿意，娘，只要不再承受那种害怕，我都愿意。我信任娘，娘不会害我的。我去，这张嘴怎么就那么甜呢？既然你那么相信娘，娘不会让你失望的。明儿中午你回来就别出去了，等娘回来再带你出门。谢谢娘。图图听完谢过娘之后，爬到床上睡了。这一晚他没有再做噩梦，在娘的怀里睡得很平静。可王小夏却失眠了。剧情的改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对于他这个新手来说，可能会出现更多可怕的挑战。他要变强，不然别说护着这几个孩子，就算是他也未必能过上好日子。此时离他们家不远处的林子里，孙九州站在那儿迟迟没有离开。他现在没有退路，他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若是让其他人看到他还活着，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将军，时辰差不多了。从身上拿出20两银子，把银子交给韩展。韩展明白的拿着银子离开了一趟，没多久回来跟将军会合。两人一起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第二天一早，王小夏还没起来，房门就被敲得砰砰作响。他翻身下床，打开房门，就见老三他们满脸惊慌地指向院子的中间。房门一打开，看到放在院子中间的一头狼，还有一头跟狼差不多大小的野猪。他上前查看了一番，发现这2头猎物都被咬断了脖子。如此一来，他立马想到送猎物的很可能就是那头公豹子。把那头野猪藏到我床底下，我先去把狼皮给扒了。老五沿着门口去看那些血迹，用泥土稍微盖盖，其他人把院子的血迹都收拾干净，动手吧。大家吃了早饭之后，王小夏把被老四照顾得挺好的小奶豹放到背篓里，然后带着其他孩子一起出了门。路上，老三很是好奇地问候娘：“娘，那猎物是谁送来的？好像是被咬死的。”“很可能是花花他爹。”王小夏低声地说道。“哇，花花的爹是不是很高大威武？我们能去见见吗？”“老四，成年的豹子很危险，娘还得给大哥找药，你就别没事找事了，快点走，一会儿让其他人看到，跟着我们就不好了。”花了1个半时辰，终于来到那片绿林口了。他安抚地摸摸花花的小脑袋。“花花，一会儿就能看到你亲爹了，高兴了吧？”公豹子到了王小夏面前，止住了步子，张嘴把花花咬在嘴里，叼着他进了林子。他跟着走进林子，像老朋友一样对公豹子嘱咐了一句：“你们叙旧，我还得去挖药。”没等王小夏走几步，公豹子把花花放到地上，朝林子里大喊了一声。另一头豹子从树林里慢慢悠悠地走出来，拦在了王小夏面前。
难道豹子也懂得杀人灭口吗？王小夏下意识地摸摸腰间的匕首，防备地往后退了几步，瞟了一眼四周，若是危险得赶紧跑。那头豹子并没有上前攻击王小夏，而是温顺地趴在了地上。公豹子朝王小夏叫唤了一声，语气听起来温柔了不少。王小夏有点明白了，公豹子是让手下给他带路。豹子做保镖是前世也没有过的待遇啊！他放下警惕，往林子里走了进去。走了大半个时辰，他发现这片林子的药材真的很丰富。他好运地发现了一窝灵芝，大的有2朵，小朵的有3朵。他将灵芝都放到空间里，还顺手割了不少藤条扔进去。那豹子突然叫了一声，把正在挖草药的王小夏吓了一跳。回头，不远处出现2头狼。2头狼没等王小夏站起来就冲了过来。豹子仰头大叫，冲上去拦住朝王小夏扑过去的狼。王小夏有几分惊讶，他反应过来之后，撑着豹子的背跳上去，行云流水的动作，用匕首划过那头狼的脖子。狼皮太厚，一刀不足以致死。他动作迅速，又来了几下，看着鲜血喷出，他从豹子身上跳下。豹子上去死死咬住那头狼的脖子，而原来在林子口陪着花花的公豹子早就冲了过来。他咬住另一头狼的脖子，直到把那头狼活活咬死，他才松开嘴往林子口跑去。王小夏擦了一把冷汗，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危险，在林子里随时可能碰到。他开始有些担心花花，若是留在这里，恐怕不一定能活得下去。另一头豹子把狼咬死之后，退到了边上，显然他不准备吃这猎物。王小夏回过神，感激地上前拍拍豹子的脑袋。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说完，将2头狼都收进了空间。看看时辰差不多，今天的收获不错，他也该下山了。一人一豹走到林子口，看到公豹子正趴在地上逗花花玩耍。花花淘气地扯着公豹子的胡须，公豹子怜爱地用爪子轻轻拍着花花的小脑袋。王小夏并不打算去打扰他们，可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不得不跟着公豹子把话说清楚。那个，花花他爹，我得下山去了，明天就不上来了。公豹子扭头看看王小夏，又看看眼前的花花，他似乎在犹豫什么。他起身咬住花花，把花花送到王小夏的面前。王小夏一下就明白了公豹子的意思，恐怕他也明白花花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活下去，所以还是将小家伙托付给他。花花奶声奶气地叫唤了几声，可怜兮兮地看着王小夏。王小夏终究不忍心的，又把花花给抱在怀里。那我下山，你别再去送猎物，免得被村民们发现发生什么意外。说是没有什么事儿，我隔几天上来一次，把花花带上来给你看看，你看行不？公豹子叫唤一声，回头跑进林子。没一会儿功夫，不知道他从哪儿拖出一头大野猪，扔到王小夏的面前。谢了，我要下山了，免得我的孩子们担心。反正只要有我吃的一口，就不会饿着花花。将野猪收进空间，抱着花花转身就跑出了林子，朝山下一路狂奔而去。你可算回来了，赶紧进去看看吧。八周媳妇在你们院子里闹着分家呢。除了小团子之外，老四和老五脸上也有伤。院子里还站着几个孩子，他们是8周和6周家的，几个孩子脸上也都挂了彩。怎么，几个孩子动手，你还想打回去不成？养不教，父之过。我到底是个女子，伸手打男人终究不好，打孩子也不对。但是，身为你们的大嫂，对你们动手，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他上前一个耳光狠狠抽在马氏的脸上。马氏向来欺软怕硬，
以前不是没偷偷打过这所谓的大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第二个耳光又抽在了脸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你居然敢打我！你看我今天不抽死你！王小夏又不是之前的软柿子，见着泼妇过来，拽起她的头发，啪啪啪，又接连抽了好几个耳光，随后一脚把人给踹到一边。娘，您倒是说句话呀！二嫂快要把他给打死了。呸！你们两个没心没肺的，除了欺负我这个老太婆，欺负九州媳妇没了靠山，还知道什么？现在被打就是活该。从今儿开始我们就分家，以后我跟七州一家过日子，别指望我再给你们点什么，饿死饱死老娘都不会管了。分家就分家，必须找李正做个公证人，您不能偏心。我也没几个钱能骗的。七州，让你爹把你大哥家的那8亩地的地契拿来，去吧。你嫁进我们孙家那么多年，连个儿子都没给八州生下，现在还怂恿八州天天跟老娘对着干，你这种人早就该从我们孙家滚蛋。八州，现在当着乡亲们的面给娘一句话，要他还是要我和你爹？就是因为我没有跟你们老孙家生孙子，天天就把我当牛做马的使唤。行了，别闹了。既然娘说要分家，那就分吧。王氏也伤透了心，七州媳妇儿陪在旁边也不好说什么。没一会儿的功夫，七州和孙青毛来了。孙青毛进来看到老婆子被欺负，恶狠狠地瞪了其他2个儿子，把地契送到了九州媳妇儿的手里，随后上前给了孙八州和孙六州每人几个大大的耳光。打完之后，他看向几个儿子吼了一句：都给我去李正那儿，把这个家分了，以后你们爱怎么活怎么活。老大媳妇儿，你这院子等分了家，爹再让人一起来给你们修好。谢谢爹。王小夏看着梁老也不容易，有那样2个儿媳妇儿，家里也不会消停。王小夏开始认真查看小团子脸上的伤，只要这划痕再稍微宽一些，这半张脸就会完全变样，即便是熟人也认不出来了。娘，我这脸可以直接变了是吗？图图真聪明，暂时用这个办法掩盖住你的真脸。但是这个疤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你怕吗？王小夏虽然可以保证将来能够让小团子恢复容貌，但却打算试试小团子的心理承受力。娘说过，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您就动手吧。哎呦喂，娘的好儿子啊，娘刚才唬你的。哎，等过2年那些人把你忘了，娘就给你恢复容貌。愿意，当然愿意。娘您就动手吧，儿子不怕的。王小夏见小团子那么有决心，从空间里拿了些草药捣碎，让他闭上眼睛，敷到他脸上。娘，不疼，凉凉的好舒服。图图这脸可能会出现点情况，你们莫要嫌弃他就行。娘，图图是为了护着我们才受伤的，他已经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怎么会嫌弃他呢？老三第一个表态，最近图图可是教了他们不少心思。明儿娘和你们2姐坐牛车先去镇上，然后看看能不能借马车去一趟城里。你们几个明天谁也别出门，好好守着家里的肉和粮食。娘明儿去问问三屯婶子，村子里哪家有小狗，到时候买2只回来看家。还有就是，不要让村里其他孩子看到花花，花花暂时只能在屋子里玩，等外面栅栏修好了，再放到院里溜达。娘说的话我们都记住了，娘和2姐不在，我会看着弟弟妹妹们的。图图自告奋勇地说道：你们都是娘的好孩子，记得给老大按时喂饭。这2天那边分家，村子里少不了有几个闲事的会来这边转悠。白天我们不在，肉就别动了，回来的时候娘给你们带好吃的。
王小夏等着2个婆子下了牛车，才带着老二去了和康药铺。王小夏给这边送的品类跟上次差不多，田一去跟胡掌柜报了个数。胡掌柜把手上的病人看完，先去给拿了银子。王小夏拿了银子之后，带着老二离开。胡掌柜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孙娘子，你们这是要去张爷那吗？对，我想着把皮子和兔子卖了，然后自己过去也行。孙娘子暂时不用去了，张爷去了城里，他说可能会晚几天回来，让您到时候把住的地方告诉在下，有急事儿能上村子里找您。王小夏一听张道他们去了城里，今天借马车的事情估计没戏了。娘，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城里给大哥买药了？胡掌柜可知道哪里能雇到马车去城里？有的，原本我们也有一辆马车，昨儿我朋友借走了，你们跟我来，我知道哪里有可以雇马车的地方。镇子口此刻并没有停留的马车，胡掌柜见状大叹一声：哎呀，糟糕，多半是战事又开始了，平日这里多少还能见到1-2辆马车。正当他们愁眉不展的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他们面前。赶车的人他们还认识，正是把老大送去药铺的孙大虎。嫂子、侄女，你们可是要去城里啊？大虎兄弟，老大缺点药，我们想去城里买，你这马车是要去城里吗？能不能捎带我们一路？我们可以给车钱的。孙大虎有些为难的看了一眼马车帘子，并没有开口答应下来。要上这辆马车，还得车子里的人答应下来。里面的老爷，求求你们捎我们去城里吧！我哥哥病得很重，若是没有药会死的。要去就上车吧，速度快些，我们赶时间。王小夏一手将老二揽进怀里，随后抬头扫了这2人一眼。2人穿着一般，长相一般，其中一个还盯着他怀里的老二。盯着老二看的那个男人，目光慢慢移到了王小夏的脸上。男人嘴角勾了勾，不经意地浮现出淡淡的笑。该死的，他一直盯着老二，不会是有什么恋童癖吧？马车没有牛车那么颠簸，速度也比牛车快很多。县城离镇上并不远，马车1个时辰就能到。谢谢大虎兄弟了。孙大虎连连摆手，随后从身上摸出了一个银袋子，将银袋子塞到王小夏的手里。这是之前九州哥放我那儿的，他说若是有一天你们特别需要钱的时候再给送过去。原本想着这2日休末就给你们送，今日既然碰上，就直接给你们了。真的是之前留下的，不是昨晚上刚给的？王小夏几乎可以确定，昨晚出现的人就是孙九州。不过孩子是他的，给点钱也天经地义。马车帘子被撩开，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母女2人。胡掌柜带他们进了正源药铺。正源药铺的老板莫掌柜是他的老朋友，做了一番介绍之后，王小夏就随便说了一味药材。药材这边正好有，价格也算便宜，他就象征性的买了一些放到背篓里。买好这些东西，王小夏托付胡掌柜带老二去买些布料和棉花。他想在这条街上看看，一会儿还在正源药铺门口会合。刚才听到莫掌柜说，街上开了5间药铺，最大的就是鸿运药铺。这人跟卢有钱长得有几分相似，多半是有亲戚的关系，心里也提高了些警惕。卢大生这几天接了好几位客人，都是需要灵芝用药。一听着有人要售卖灵芝，立马就放下手中的事情过来了。哈哈哈，这位客人是有多少灵芝可以卖给我们呢？您放心，只要您的东西没问题，价格上都好商量。进了屋子之后，拿出2朵100年年份的灵芝放到桌面上。你看着给，多少银子合适就卖给你，不合适我看下一家。您有所不知啊，您这虽然是上品灵芝，但是最近兵荒马乱的，好东西不好出手啊。
最多只能给到您500两。兵荒马乱，要价可不低，500两太低了，我还是找下家吧。哎，别，我给650两，最多就这么多了啊！若是您还不满意，您可以去货比三家。卢大生给了个差不多的价格。出来之后，他进了一条巷子，结果走到转角地方，被人用匕首顶住了脖子。回去告诉你们家掌柜的，说是还有下次，有好的药材，我也不会再选择你们鸿运药铺。王小夏一字一句的说完，一脚将人踹到地上，转身快步离开。恭喜小主开启100平米空间，开启2级药材地图，小主以后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银钱。他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在附近找了个家具的铺子，买了一张床、几张凳子，让小二把东西搬到刚才那条人少的巷子。等人走了之后，将这些东西收进空间。他又去附近粮铺一口气买了500斤，让小二送到同样地方。收了之后，去买了些糖块，买了些笔墨纸砚，还有一些杂乱的东西。买好之后，他加快步子往正源药铺门口走。此时，老二早就买好东西，眼看天就要黑了，他很担心那2个不省心的婶子会上门来找麻烦。王小夏背着东西走得很快，眼看还有一个路口就要到地方，却看到了之前在马车上的那2人。2人也看到了王小夏，其中一人眼神灼热地看着他，看上去想要过去打招呼，却又欲言又止的样子。王小夏对上那个男人的目光，他警惕地从旁边的巷子钻了进去，谁想那2人居然跟在了后面。他快要走到巷子口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向2个男人，直白地说道：“你们若是要打劫，我没有银子，别再跟着我。”我们不是坏人，只是想问这位嫂子，附近可有村子能收到药材？男人一脸淡定地找了个借口：“不知道，别再跟着我，不然我就喊人了。”将军，药材刘县令那边已经备齐了，我们今天就可以离开。另一个男人开口说了话，他正是孙九州身边的副将韩展，而刚才跟王小夏说话的男人便是孙九州。原本今早上就要离开，结果刘县令那边的药材还没给够，他们又多等了1天，刚刚才把所有药材送上马车，他们打算在县城买些东西，今晚跟着一起离开。没想居然又碰到了这个女人。这是个有胆识的女人，把孩子们交给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儿。他小跑着，终于回到正源药铺门口，眼见老二满脸焦急的样子，知道这丫头肯定是等着急了。他从身上摸出了一块糖，塞到了这丫头嘴里。娘，好甜。老二终于看到后娘，着急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走，找胡掌柜去租辆马车，看能不能今天赶回去，外面太乱，过夜很不安全。莫掌柜见天黑了，怕他们回去不安全，把伙计给叫了过来。陈东，去套个马车把胡掌柜他们送回去，今儿你就在胡掌柜那边住上1个晚上，明天早上再回来。多谢莫掌柜了，我们正愁不知道上哪儿找马车呢。哎，孙娘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胡老弟可好说了啊，若不是你出手相助，胡老弟的店铺那可就开不下去了。多谢。先回去吧，太晚了路上不安全。张提，你也跟着一起去，好有个伴儿。是，小的马上就去。王小夏看了张提一眼，这小子的身上有点军人的气势。马车没跑多远，一群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把银钱留下，不然就要了你们的小命。陈东不仅坐在上面没动，还冲旁边的张提笑了笑。张提扭了扭脖子，不急不慢地从马车上跳下。一个个来，还是全上啊？我先砍死你！被指的人气得不轻，挥动着大刀朝张提砍了过去。张提轻松地闪开，随后一脚把人飞出了数米之外。那些人见领头的被揍，全冲了上来。
陈东依旧坐在马车上，他激动地拍起了手掌。哎，七哥，那边那小子要偷袭你，弄死他！哎，对，再给他几脚，他就舒服了。哎呀，娘，这个叔叔打的拳法好眼熟啊！原主的记忆里并不清楚老二他们回来之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可他在书上的几个章节中看到过一些。老二他们没有回来之前，在军营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是不是你爹也打过这样的拳法？我见我爹的副将打的拳法，好像就跟这位叔叔差不多，却没见我爹打过这样的拳法。果然猜对了。张提当过兵，一个小小的药铺，有个身手那么好的伙计，恐怕那莫掌柜也不简单。若是这莫掌柜跟军营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他手上肯定会一直收那些止血药材。胡掌柜跟莫掌柜关系那么好，这样一来，只要他手上有这些药材，都不愁卖不出去。娘，你又怎么了？胡掌柜，我想问问你们的药铺现在可有麻醉散这种药材？麻醉散是什么？在下并未听过，还望孙娘子指教。啊，这是我师父说过的一种药，说是有人受伤，把麻醉散涂抹在伤口的时候，病人就会感觉到局部的麻感，这种麻感能够让病人减轻因为伤口带来的痛感，用量多了还会让人昏迷。居然有这样的药！如今边关战火不断，你们是没看到那场面呐。之前我跟莫掌柜接过一单生意，我有幸跟着去了一趟战场。那些士兵们为了保家卫国，很多一场仗下来，不及时治疗，成了重伤不治。若是孙娘子的师傅愿意提供这样的药材，那可是我们玄武国将士的福气呀！胡掌柜越说越激动，他想着，若是老莫在这里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高兴坏了。王小夏见胡掌柜这般激动，反倒有些后悔太早把这药给说出来。他想挣钱，但是不想惹麻烦。唉，可惜了，我师父失踪了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了。失踪了？那个药方？药方恐怕就没戏了。不过那些止血的药材，我们山里倒是有一些。等过些日子，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去收点儿。胡掌柜，这件事我要好好想想看看怎么做更合适，免得到时候我把事情做起来，反倒会便宜卢有钱那个小人。啊，对，这件事儿得慢慢琢磨，不能便宜了卢有钱。那个黑心肝的，若不是摊上个有本事的堂哥在县城宏远药铺做掌柜，就他那点本事，根本就不能在镇上如此蹦跶。等他们交谈完了之后，外面的劫匪也收拾完毕。嫂子，我给你们扛东西进去。多谢张提兄弟了，我们孤儿寡母被人看到不太合适，东西放在旁边，让老二回去叫人过来扛就行了。孙娘子家的二姑娘真不简单呐，这力气估摸着比陈东还大。可不是嘛，让我扛那么多东西都有点吃力。过奖了，这丫头天生力气大些罢了。哦，时辰不早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王小夏看着这对奸夫淫妇，干脆站在那儿不走了。嘿呦喂，大半夜的站在这儿，也不怕吓到村里的孩子？张秀才喝得七荤八素的，早就没了方向，这会儿被刘寡妇突然拽了一下，直接吐在了刘寡妇的鞋子上。张郎，你只是吐了而已，看看他有多嫌弃你。蟑螂？还老鼠呢？王小夏再也忍不住了，放开手狂笑起来。张秀才打了个大大的酒嗝，他眼前有些模糊，却能确定是那个丑八怪。他歪着脑袋要凑近，又被刘寡妇一拽，一个扭头，他来了个青龙吐水，直接喷了刘寡妇一脸。这个垃圾你要就收着，最好别再给老娘没事找事儿，不然我会让你们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王小夏的语气云淡风轻，
刘寡妇听的那是满脸恼火，她当做宝的男人，这个丑八怪居然说是垃圾，简直是该死。这话等张郎醒了之后一定要告诉他。张秀才吹了冷风，吐得更加厉害，整个人都往刘寡妇的身上扑了过去。刘寡妇被恶臭恶心的，哪儿还有什么兴趣，翻身把人推倒在地上，歇了一会儿，他又怕被人看见，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人给背回自己家里。真香。这菜谁做的呀？这儿都是4哥做的，野菜也是按照娘的喜好放了不少油呢。好，都是好孩子。吃饭吧，你们大哥的药买回来了，明儿开始给你们大哥喂药，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不过我们早上还是要去挖药材，下午捡柴火，等把栅栏都围上，过些日子再去砍些树回来。王小夏简单跟大家说了今后几天大家要做的事情，不仅要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还得提前去山上找个可以避险的地方，说不定真打起来，这地方也就不能住了。这一趟回来，让他心里多了不少的想法，除了挣钱，感觉要做的事情更多。娘，我们听您的安排，您说做什么就是什么。老二这回跟我去也看到了，外面很乱，没有特别的事情都不要离开村子，就算你们去挖药和捡柴火，也不能走远。娘说的没错，今天我们回来遇到劫匪了，若不是那个药铺的伙计厉害，我们可能都回不来了，所以大家都别乱跑。图图更是偷偷的看了娘好几眼，他还是有些担心那些人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娘，那些劫匪是不是冲着我来的？你是想起什么了吗？王小夏好奇地看着小团子。我见梦里的那些个人穿着打扮并不像穷苦之人，我就怕他们。得了吧，谁也不知道你在这个村子，如今你这张脸成了这样，更没人认得出来。图图确定娘今天碰到的不是抓自己的人，再摸摸自己还包着花布的脸，终于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孙青毛和王氏带着孙六周还有孙二虎来了。他们今儿打算把没做好的栅栏都做好。王小夏没在家停留，把老三留下，让老二带着其他人去大孙山挖草药、挖野菜。他再次上了小孙山。他昨晚半夜的时候醒来，睡不着，就想了一个问题：若是边疆的战火太厉害，即便是敌军不打过来，来一窝流民，村子里也会变得不消停。加上今年是个寒冬，在山里另外找个藏身的地方，恐怕是势在必行。另外，那就是试试2级地图的效果，看看是不是可以尽快找到更值钱的药材。看到花豹子悠哉跟自己并排而行，哎呦我去，会吓死人的！公豹子声音低沉了几分，他乖巧地趴在了地上。有公豹子护着进去之后，收获了不少药材，也收获了不少猎物。一个早上的时间，空间里多了2头野猪、3头狼，还有几只兔子。你既然是花花的爹，那就叫老花。你那跟班就叫花班长，行不？公豹子抗议地叫了一声。抗议无效，不同意以后就别跟着我，我带着孩子搬家。王小夏朝着满脸愤怒的公豹子淘气地眨眨眼睛，他发现这公豹子挺可爱的。公豹子只能认了这个名字，目送这霸道的姑奶奶下山。王小夏一路下山，心情极好，背篓早就装满了。这一背篓药材至少能卖几两银子，不过再也没看到人参灵芝这样的东西。看来他昨天的选择是对的，上百年的人参，关键时刻那是救命仙丹。拿2块肉来，一点油水都没有，不好干活。将2块肉放到篮子里，打算回厨房。开门却看到四婶来了，他又赶紧把肉给放回去。阮氏是故意这个时候来的，他要看看自己男人不在，他们中午是不是有肉吃。他们在后院，有事自己去找。大嫂，你们还没吃呢呀？刚好我也没吃饭，阮氏就想着，既然来了，就算不好吃，
能蹭一口是一口。你到底要不要脸？还好意思来蹭饭吃？有多远给我滚多远！阮氏吃痛的喊了一声，被扯着耳朵扔在了院子里面。娘，您不公平，为啥三哥家能多分3两银子？他不甘心的捂着脸看着娘。因为那一份是我们两老的，以后我们会跟七周住，多分3两银子怎么了？那你们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住呀，爹娘，我们也不会亏待你们的。我和你爹可没这个福气，赶紧滚蛋！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下次再这么不要脸的蹭吃蹭喝，你大嫂打死你也是活该。阮氏摸着脸看了厨房一眼，看着九州媳妇儿手里拿着把菜刀，吓得她在地上哆嗦，回过神之后连滚带爬的往外跑去。爹，我怎么闻到肉味了？老婆子，你去厨房看看，大中午怎么就煮肉了？爷爷奶奶、三叔、二虎叔，我娘让你们先去吃饭，吃了饭再干活。王小夏把菜分了分，她和孩子们去房间里吃，留下一大盘子的肉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王氏进来看到一大盘子的肉，吃惊的愣了一会儿，回过神之后，他气得不轻，指着九州媳妇儿骂道：九州媳妇儿，有些钱要省着花，没有你这样过日子，你真是。王小夏在原主的记忆里知道婆婆勤俭节约惯了，前2年还行，自从孙九州出事儿之后，婆婆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娘，我知道过日子，你们先吃饭，吃了饭我还有事找娘商量一下，或许能解决大家挣钱的问题。王氏一听大媳妇儿愿意把挣钱的法子说出来，倒是有些吃惊。奶奶，吃饭吧，你们也累一个上午了。吃了几口饭之后，老二就关心地问到图图脸的情况。娘，图图的脸真没救了吗？伤口有点深，暂时不能恢复成原来那样。我是个男娃子，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他是个男娃子，又不是闺女，别担心了，赶紧吃饭，吃了饭还得去干活，别想着偷懒。王小夏想着下午去割些刺儿回来，其他几个孩子太小，就在家里帮忙。王小夏背着背篓，带着老二和老三出了门。来到大孙山，他才发现这里的人可不少。哟，这不是九州家的懒媳妇儿吗？今天居然来干活了。可不是，瞅那几个孩子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说来也奇怪，那些孩子之前不是挺讨厌这个丑八怪的吗？怎么现在还和他一起出门呢？王小夏根本就懒得理这些人，他们跟在后娘身后往山上走。王小夏脑海里有地图显示，再往山上走一点，有一小片的止血药材。到了林子口的时候，王小夏让他们在外面等着，他进去逛了一圈，确定这里没有凶猛野兽，才把2个孩子叫进去。可他们刚刚进入林子，就有几个人跟了进来，有大人也有孩子，几个孩子跟得还比较紧。娘，他们跟着我们。没事儿，跟就跟着我挖就行了。王小夏看了那几个人一眼，其中一个妇人正是那天在山脚下指着他骂的那位。既然这样，自然不能便宜了这些人。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暂时不挖药草，带着他们去割刺。以后少跟在他们后面，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挖来做什么？说这话的正是上次指着王小夏骂人的那个妇人崔兰花，挨骂的是他的大儿子孙树林。这孩子跟老三差不多大小，平时可没少欺负九州家几个孩子。娘，他们之前不是挖这些。你还说？走，去挖野菜去。王小夏听到他们的谈话，见他们没有打算离开，皱了皱眉头，吩咐老二和老三继续挖。他在林子里四处走走，反正好东西不能便宜了这些人。他忽然看到了人参花，
趁着那些人没跟上，他速度动手挖出几根年份很普通的人参。他挖完人参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有人跟了过来，他没理会太多，继续往前走，看到一些野菜挖了扔到背篓里。崔兰花就这么跟着。刚才大儿子说了，他们家的孩子挖的根本不是野菜，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上来挖了好几天。大儿子这么说他还不相信，可小儿子也这么说，他就不得不信了。稍稍走了一会儿，王小夏故意加快步子。崔兰花有些跟不上，一个不小心踩到了什么，绊倒在地上。可当他要爬起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旁边有东西在动。蛇，是蛇，好大一条蛇！崔兰花惊叫一声，吓得腿脚移不动步了。王小夏听到喊叫声，转身跑了回来，看到一条大蛇懒洋洋地抬起脑袋，张大嘴要朝崔兰花咬过去。他眉头一皱，这女人真的是够了，没本事浪个什么劲儿啊！这里挖野菜的人很多，若是这崔兰花把自己蠢死了，她也要没个安宁日子。思绪间，王小夏手上不停，速度捡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朝那条大蛇脑袋砸了过去。快走，快点！他想要过去拉崔兰花一把，又担心会惊到趴在地上还没抬起头的大蛇。我走不动啊！你这个丑八怪，竟敢对我媳妇动手，看我不打死你！那好像是条大蛇，我的天啊，它还在动！蛇？哪里有蛇啊？我怕蛇，我怕蛇！都闭嘴！这些人真烦，再这样下去，崔兰花没被咬死也被吓死了。再不把那个女人拽走，等那条蛇再把脑袋竖起来的时候，肯定要被咬伤。他得趁那条蛇没缓过神之前，动手把人给救出来。他扫了他们一眼，冷冷地说道：我若是想要害他，早就走了，不想他被咬死，都给我冷静下来。你们两个跟我走，一会儿我去引开那条大蛇，你们把那个女人给拽走，动作一定要快。看着他从另外一边拿着刺藤去冲那条大蛇，他也不敢怠慢，跟村子里的兄弟一起靠近自己媳妇。大蛇尾巴受了伤，刚才又被砸了一下，他一直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妇人，只要他动一下，就会扑上去咬住他。王小夏把刺藤条当作鞭子抽在大蛇脑袋上，大蛇被抽痛之后猛然扭头，突然快速地朝王小夏游去。他还是转身拼命逃跑。这次他没用空间，一是因为是外物，二是怕被人发现。等把这条蛇引到林子深处，他绕过一棵大树，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头。等着那条蛇跟着绕到树这边的时候，他把那个石头砸了出去。大蛇受伤的脑袋再次挨了重击，脑袋晃动几下倒了下去。王小夏没有停下来，在旁边找石头把蛇脑袋砸了个稀烂。趁着那些人没追上来，他拿出匕首，先把蛇胆给弄出来扔到空间。这可是好东西，不能便宜了那些人。孙杆子他们很快追了过来，看到大蛇脑袋被砸得稀烂。这条蛇能值不少银子，杆子，快把那条蛇给背回去啊！哼，这蛇可是我打的，就算要带回去，也轮不到你们呀。那也是我弟妹看到的。说话的妇人是孙杆子的大嫂姚氏，她也是村里有名的厉害人物，极其爱贪小便宜。她之前可是在镇上看到过有人卖蛇还能卖不少钱。她拿出匕首，抬眸冷冷地盯着眼前那些人。快，别让这丑八怪给独占了！王小夏瞥了他们一眼，手起刀落，速度极快地将头部以下的蛇皮割下来，又拿出背上的柴刀，砍了一大截蛇肉，扔到背篓里。我拿走我该得的，以后你们最好谁也别跟着我们。还有，管好你们家小崽子，这些地方进来了，可不一定有命出去。他扔下警告，起身打算离开。
姚氏知道蛇皮最贵，看着人要走，上前去抢王小夏的背篓。王小夏转身一脚将姚氏给踹飞了出去。他捂着肚子，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狗玩意儿，你们还站在那儿做什么？杆子，把这个女人给绑起来！”他上去割了一截蛇肉扔到背篓，然后抱起自己的媳妇儿往林子外走去，最后只留下姚氏坐在地上骂骂咧咧：“娘，您不是怕蛇吗？刚才那么大条蛇，您怎么就上去了？”当你们面对生死的时候，要能克服心中的恐惧。当你感觉到你战胜这份恐惧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让你害怕的事情了。老二和老三静静地看着后娘，脑海里重复着后娘说过的这些话。过了一会儿，老二嘴里喃喃地说道：“以前爹也说过这样的话。”“是吗？先回去，今晚我们吃蛇羹。”“哎呦，老嫂子也在这儿啊！”三屯婶怀里抱着2只小狗进了院子。“你这是？”王氏不明白三屯媳妇儿抱着2只狗来做什么。老五看到三屯奶奶抱着狗，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谢谢三屯奶奶，这狗真可爱。”九州媳妇儿前2天跟我说，想要养2只狗，他们孤儿寡母的，太不安全。多谢你了，弟妹。来，坐，说说话。王氏拉着三屯婶儿往后院走。王小夏听到三屯婶儿的声音，也走了出来。他拍拍站在旁边的老二和老三，吩咐道：“去，把你们三屯爷爷还有你们三婶儿一起叫过来，今晚全都在这边吃饭。”王氏闻到肉香，又傻眼了。中午吃肉，晚上还吃肉，村子里可没有这样过日子的妇人。他想发作，碍于三屯夫妇在这儿，就没吭声。七周家的一个男娃叫孙大明，一个女娃叫孙和儿，2个孩子也很久没闻到肉香了。不过看得出他们被教得很好，即便是很想吃肉，也乖乖地坐在那儿不动筷子。九州媳妇儿，这是蛇羹吧？三屯叔来之前就听到村子里有人说，今儿九州媳妇儿在山上打了大蛇的事情。九州媳妇，孩子们还得靠你，你可别做冒险的事情。爹，您别担心，我之前失去了一些记忆，现在都想起来了。有些东西也没有那么害怕，而且我懂医术，知道大蛇怕什么，不会有事的。九州嫂子真懂医术啊！不然你以为老大伤得那么重，哪还能活得下来？是啊，连明东都说九州大娃没救了，九州媳妇儿居然把人给救活了，说明九州媳妇儿的医术比明东还高。晚饭过后，王小夏把大家都留了下来，跟大家提起挖药草的事情。爹娘、三屯叔、三屯婶儿，还有二虎和七周，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挖草药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可有兴趣加入？七周媳妇儿周氏一听挖药，就想到刚才说的大蛇，一身不停冒鸡皮疙瘩，有些害怕地看向自家男人。三婶儿，您别害怕，平时我们都在山下挖药草，今天是为了去割刺藤才会进那片林子。娘说了，只要不进那些绿林，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听我哥说，最近城里的药材都在涨价，九州嫂子真的愿意带上我明儿跟我娘一块儿去。能挣钱就是好事，不过去之前得先把九州家的木屋给盖好。来人呐，快来看看呐！九州媳妇儿这个贱人，不仅勾引大进，还勾引我家男人。杆子媳妇儿，你这是在哭丧啊？要哭滚回家哭去！婆娘啊，您是不知道，九州家那婆娘实在太不安生了。之前勾引大进哥不说，现在还勾引我家男人，我不要活了！啪！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就把你婆婆给我叫来。我们家九州媳妇儿顾着孩子顾着家，
可是个好媳妇儿，你再敢败坏她的名声试试？可昨我大嫂都看到了，若不是她勾引我家男人，那蛇皮该是我们家的。哼，干次婶子真不要脸。昨儿要不是我娘，你就被那条大蛇给咬死了。就是，若不是我娘打死了那条蛇，你连命都没了，还想分蛇皮，真是不要脸。你这个不长心眼的蠢货！当时那么多人在林子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我能跟别的女人做些什么呀？啊！孙兰花看向大嫂，见大嫂眼神躲闪，显然自家男人没骗自己。对不起啊，青毛伯娘，是我媳妇儿不对，昨天还没好好谢谢九州嫂子呢。若不是她，我媳妇昨天可能就回不来了。对不起啊，真是对不起了。孙兰花也不是傻到没药救，看到自家男人鞠躬道歉，生气地指着大嫂骂了起来：大嫂，平日我对你也不差，你为何要这么害我？不就是一张蛇皮啊？你那么想要，让大哥给你打去啊？你，哼！啪！姚氏被打得往后退了几步，昨天已经丢了一次脸，今天多少要找回点面子。王小夏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姚氏，然后把人压在身下，连连扇了好几个耳光，打得姚氏哇哇乱叫。孙干子的爹娘过来了，看着自己大儿子儿媳妇儿又出来惹事儿，很是无奈地上前给老嫂子赔不是。大婶儿，是我们没有教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王氏知道清风两口子是老实人，看向九州媳妇儿说道：九州媳妇，看在你清风叔和婶子的份上，这次就算了吧。好的，娘。王小夏这才放开姚氏，站起身来。王小夏整理一下衣服，给七州媳妇儿使了个眼色。七州媳妇儿和二虎娘带着孩子一起跟了上来，到大孙山山脚下附近挖草药。忙碌了一天之后，大家都各自往回走。三屯叔和三屯婶儿离开之后，又突然回来了。这些都是给你和孩子们做的。刚才你婆婆他们在，我不好拿出来。这怎么好意思啊？丫头，你家买个肉都能想到我们两口子，做些鞋子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三屯叔有些犹豫地看了九州媳妇儿好几眼，终究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九州媳妇儿啊，你跟叔说实话，那狼是你捕获的吧？王小夏知道这件事儿瞒不了多久，索性承认下来。三屯叔和三屯婶眼中一片惊讶，那可是狼呀，村里多少猎户都被狼咬伤过，这丫头居然能打到狼，不是普通的厉害。三屯叔，三屯婶儿，这件事还请两老给我保密。以前跟师傅学医的时候也学过捕猎，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会万事小心的。老三，家里有奶奶，明儿你跟我们一起去镇上，图图明天留在家里照顾老大和小六，老四和老五到时候跟你们三婶去挖药。王小夏忙完吩咐大家才去休息。夜里，图图不知道做了什么美梦，嘴角勾起一抹甜甜的笑。他摸了摸他的小脸儿，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想起小团子在书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唉，想不到他就不想了，躺下继续睡了过去。这晚，他又是梦到出任务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他不明白，他都穿书了，怎么还在前世的记忆中徘徊呢？牛车摇摇晃晃到了镇子口，像原来一样就停在这里等着。王小夏等着其他人都下车，带着大家背着背篓往和康药铺走。他们一路没有停留，而且脚步很快，因为王小夏发现今天的流民多了不少，可见边境战事比之前更加糟糕。此时和康药铺门口排了不少人，胡掌柜看他们分出了很多捆，猜测之前说让村民们挖药的事情多半是开始了。他把每捆药材的价格都分别给出来，为了让他回去好给村民们分钱，
还拿来笔纸把价格都做了登记。王小夏接过来看了一眼，最少的是7周价，他家也有100文钱。昨儿周氏也交代过，不管卖了多少银子，全都用来买米。胡掌柜猜想到他今天过来，多半是要去找张爷，不等他问，就直接开了口：张爷回来了，可是他受了重伤，那个姑娘，哎呀，小蝶小姐失踪了。胡掌柜说完一声叹息，这兵荒马乱的，一旦走丢，很难再找到。王小夏突然想起，图图就是被人牙子给拐走的，他跟胡掌柜的想法一样，那姑娘有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张爷伤得重吗？昨儿我过去看了，腿折了，一时半会儿没法下床，要不你也去看看，张爷对你还是比较信任的。王小夏谢过胡掌柜，带着大家从后门离开。离开药铺，他们去找了张姐。张姐依旧是那么热情，带着他们把米和盐都给买了。从米铺里出来的时候，王小夏想着这些日子张姐对他们的照顾，便嘱咐了一些话：张姐，你们也多囤些粮食，我看很多流民今年冬天不会很平静。如果镇上乱了，你们没有地方去，可以去孙家村找9周家。放心吧，我跟你姐夫就2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张姐居然没有孩子。听张姐这么说，拉住了她的手。怎么了，妹子？张姐看这丫头是个冷性子，一直都不是那么好接近，现在愿意拉着她的手说话，她高兴地笑了起来。王小夏趁机跟张姐把了把脉，发现她是难受孕体质，而且身上还被人下了毒。他看张姐高兴的样子，又嘱咐了一声：张姐，最近别吃竹笋、豆腐这些对你不好。啊？难怪我前几天吃了竹笋之后浑身都痒痒，可你怎么知道的？张爷，我娘可是很厉害的大夫呢。老三一脸骄傲地说道。妹子，你真厉害。张姐欣赏地看了王小夏一眼，越看越像她那想不开调和自尽的妹妹。大概知道解毒需要些什么药材，其中2位还得去山上看看，所以没急着说中毒的事情。我们得走了，你记住我说的话。其他人在牛车上等着，说是过了点儿就让三屯叔赶着牛车先回去。哎，孙娘子，你可算来了，劳烦给我们家爷看看。自从小姐失踪之后，他就开始自暴自弃，昨天胡掌柜过来开的药他都给砸了。他止住步子问周海：你们小姐什么时候失踪的？在哪儿失踪的？现在有什么线索？前天晚上他们刚刚从城里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小姐身上的毒又发作了。张爷原本想去找胡掌柜，让他找王小夏给下针，没想到半路他们的马车被一群流民打劫，混乱之下，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给掳走了。屋子里，张道无比自责地坐在床上，他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你就这么认命了？他故意调侃地说了一句：都是我没用，才会把小蝶小姐给弄丢了。意外随时会发生，如今镇上突然乱了，张爷不该自暴自弃，而是得尽快把腿给养好，不然就更加找不到小蝶小姐了。王小夏说着话，上去查看她的伤，左腿骨头爆裂，肌肉受损，虽然胡掌柜做了包扎，但是他能从药味里辨别药材，这用药过于谨慎，愈合效果不太明显。孙娘子，我这腿还能好吗？王小夏没急着回答他的话，又认真的检查了一次。天冷，药膏凉得比较快，等着药膏还温热的时候，他清理完伤口。记住了，药膏温热的时候敷上去，伤口会比较疼，但是效果会好很多。小的记下了。过2日我再来给张爷看看，不过得劳烦您派辆马车送我们回去。哎，当然可以。周海，把孙娘子送回去，顺便去认个路。玄武边疆，黑夜之中一片厮杀，玄武大营死伤无数。
孙九州身受重伤，韩展命悬一线。为了能够活下去，孙九州让人把韩展秘密送走，而他原本的计划是假意投诚，没想到被他身边另一个副将高人捷足先登。将军，您还是走吧，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士兵一边面对厮杀，一边护着他们的将军。孙九州从来不是那种弃兄弟们不顾的人，他捂着还在流血的伤口，坚持要留下来。最后，士兵们无奈之下，只能把他打晕。10几个士兵护送着他从山上小路撤退。等孙九州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伤口已经被简单处理。士兵们在山洞里睡了过去，他们没有吵醒他们，看着他们身上都有伤，想起昨晚大营的事情，也不知道现在那些兄弟们怎么样了。山洞口，一个士兵跑了进来，手里捧着个大锅，大锅里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将军，您醒了，来，快吃些东西，这是我从附近村子里买来的，还热着呢。孙九州鼻子有些发酸，但是不想士兵难过，伸手抓了一把往嘴里送。吃下几口之后，他看向山洞里的士兵说道：我吃好了，现在轮到你们，这是命令，快吃。士兵们早就饥肠辘辘，昨晚到现在他们粒米未进，即便是如此，还是没一个人动手。动手，速度！既然都跑了出来，大家就得活下去。第一个动手在锅里抓了一把饭往嘴里塞，随后其他几个士兵也都跟着下来，很快就把锅里的饭给吃了个干净。夜又渐渐深了，外面传来狼嚎声，伴着狼嚎声的还有急促的脚步声。孙九州很快察觉到有人上山，尽快的给大家安排了一下。他身边只带一个叫雷子的士兵，其他的2人一组，尽量都去找大树，最好是上面有树洞的地方，躲在那种地方比较安全。离开山洞，他们并没有把火熄灭，还故意做出从旁边小路逃跑的痕迹。做完这些，他们才分开往一个方向下山。这一跑就是1个晚上。山坡上，火把像火龙一样在黑暗中划过好看的弧度。那些人越来越近，有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足迹。带头那位大喊一声：快，他们跑下山了，谁若是抓住那个人，悬赏100两黄金。将军，您先走，那些人要追上来了，我去引开他们。不，要么一起死在这儿，要么跟我继续下山。扯着人就往山下跑去。将军，那边是个村子，这个时候进村子可能又出不来了，我们似乎没路可跑了。先下去。孙九州果断地先往山下跑，没想到他们已经无处可逃。一辆马车从村子里飞奔出来，孙九州上前拦下马车，等山上的人发现追来的时候，马车已经跑出了很长一段距离。这位姑娘，得罪了。无碍。随后让车夫改变路线，去了旁边的小镇。院子里有药，有现成的食物，那些人应该不会想到你们躲到了镇上。饭后，那个姑娘还没回来，雷子有些担心地说道：将军，这里不一定会安全，我们还是离开吧。孙九州觉得雷子的考虑没错，他找到纸笔写下了几个字：多谢姑娘出手相救，若是在下有幸活下来，再次相见，定会重金答谢。写完之后，他从腰间拿出了一块形状似钥匙的木牌，将木牌压在纸上，这才带着雷子从后门离开。王小夏让3屯叔把牛车直接赶到了米铺，不然让那些流民们看到他们买了那么多米，肯定是要被盯上的。你张姐貌似病了，好像还挺严重。那您知道她住在哪儿吗？你等会儿，我带你去。王小夏离开前吩咐所有人就在这里等着，小心一点别被盯上。随后跟着董掌柜走了。哎呦，妹子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
去看看你张姐吧，她还惦记着你呢。进屋子，看到张姐的模样，吓了一跳。这才几日不见，张姐一张脸瘦了不少，一双眼睛都有些凹陷，这不是正常的病症。王小夏冲到床边，上前给张姐把了脉，发现跟上次中毒迹象一样，而且比上次还严重了许多。说是他再晚来2天，有可能就得给张姐收尸了。妹子，你张姐她……还好今天来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姐夫，张姐这病医治起来需要时间，你收拾一下。我们今儿来了牛车，你背上张姐跟我回去。好，都听你的。我，王小夏记得张姐还没完，而刘屠夫听完恍然大悟道：哎呦，差点把小丫头给忘了。丫头快出来，我们要出个门。不一会儿，另一边的屋子里，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的从里面跑了出来。王小夏看到这小姑娘，愣在了原地。这不是张道苦苦寻找的小蝶小姐吗？怎么会跟张姐他们在一块儿？这孩子是1个月前你张姐在集市的角落里捡到的。这孩子好像不会说话，她见可怜就带回来了。哎呀，他们家找他都快找疯了。走，先离开，一会儿在牛车上说。娘，张姨病了吗？是的，我们要接回去住一段时间。大家动作快点。三屯叔把牛车赶到胡掌柜门口等着，我去办些事情，很快就回来。王小夏一顿吩咐，便是快步离开这里，往张道住的地方快步而去。到了那座院子门口，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马车，马车旁边站着个妇人，妇人正在责备张道。张道拄着拐棍站在门口，被骂得不敢吭声。一会儿功夫，那妇人骂得满脸通红的上了马车，旁边的丫头又横了张道一眼，跟着一起上马车离开了。人走之后，张道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浊气，身边的周海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抬头的时候看到不远处的孙娘子。张道顺着视线看去，却见孙娘子转身走了。他愣了一下，随后故意大声地吩咐周海：你陪我去前面那条街买些东西。是。周海明白地扶着张爷出了门，两人保持距离地跟了上去。王小夏带着他们走到旁边的巷子，进巷子之后停住脚步，等着张道过来之后淡然一笑道：看来张爷恢复得不错，那我就放心了。王小夏把见到小蝶和找到克制毒性药材的事情都跟张道说了说。张道听完吃惊之余，更多的是感激。在下想把小姐暂时托付给孙娘子，还请孙娘子救小姐一命。王小夏知道张道担心什么，正像他之前提醒过的，或许张道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只是他也怕给家里惹来麻烦。毕竟大家族里有些人不仅心机重，而且还很歹毒。孙娘子放心，这件事在下连他们都不会说。张道说着话，看向站在巷子口的周海。王小夏听他这么一说，稍作犹豫之后才点了头，又从背篓里拿出了几副药材交给张道。这些药也得熬制成药膏，用完之后你的腿就差不多能好了。多谢孙娘子。来，跟婶子进去休息会儿。进屋之后，王小夏嘱咐图图和老三在门口看着，别让任何人闯进来。知道了，娘。王小夏进去之后就把小蝶给弄晕，小蝶身上的毒很不一般，脉搏倒是比上次好了些，但是好像被下了新的毒。到底是谁那么想让这个小姑娘死？不对，这新毒跟张姐身上的一样，也就是说，给张姐下毒的人居然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丫头命不该绝，恰好是这种毒克制了身体里原来的毒性，否则这加重的毒性会让这个丫头毒发身亡。她快速走了个针，把后面种的毒药给解掉，
疲惫地躺在旁边就睡了过去。在外面守着的两人见门迟迟没有开，有些担心。而旁边的屋子里，刘屠夫突然着急地冲出来要找人。你等等，我叫叫。图图说完拍起了房门。王小夏疲惫地睁不开眼睛，听到外面的叫喊声，只能努力地翻身坐起来。看到小蝶睡得平稳，他没有吵醒小家伙，起身走出房门，让小团子进来看着。妹子，你张姐她醒了，看上去还是没力气。检查之后确定毒素清完，他吐了口浊气。媳妇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姐夫，张姐没事了，只是被人连续下了2次毒，身体太虚。王小夏不仅说明白了张姐身上的病症，还把小蝶的事情也跟两人说了说。刘屠夫两口子很喜欢这孩子，听说妹子会把孩子送回去，终究有些不舍。可想着孩子的家人肯定也急坏了，善良他们都微微点了头。放心吧，等张姐好了，我就给她调养身子。你们都还年轻，能有自己的孩子。妹子，这个你拿着，我们不能白吃白住，你抓药也得花钱。既然我都认了这个姐，认了你这个姐夫，就没有把你们当作外人。药都是山上挖的，不用花银子，这些银子千万别再拿出来，免得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惦记。你可把粮食带来了？哎呀，糟糕，着急忙慌的上了牛车，忘了再回去一趟。我找妹子说一声，看能不能借牛车把粮食给拉过来。刘屠夫拍了一把脑袋，说完转身小跑着去找妹子问借牛车的事情。而王小夏刚从屋子出来，就见三屯婶儿慌乱地推开院子门走了进来。三屯婶子，这是出了什么事儿？王小夏眼皮子突然跳得厉害，她有种很不好的预感。不好了，村子边上住的有2户被流民给抢了，你们可千万小心些，别让村子里的人知道你们有粮食。这么快？那2户家住在村口，会不会也不安全？还有你们，家里就你们2老，这样可不行。他认真琢磨了一下，突然想到一个法子。让2户一家搬到你们家住，您看可以不？我们老2口自然没意见，就是不知道2户家怎么想。他有些为难地拧紧眉头，若不是儿子不在，他们老2口也不会想出这样的法子。王小夏拍拍三屯婶儿的手，示意他放心，随后叫上老二一起去趟2户家。下午的时候，因为村民被抢的事情，孙礼正召集每户到祠堂里开会。王氏把开会的内容跟大家说了一遍，他也提倡大家抱团取暖，让大家尽量减少外出。王小夏听完，觉得这李正叔还算是比较有头脑的。李正老哥说了，这个村子的住户太散，若是到了紧急关头，大家也可以躲到祠堂里。九州媳妇，你有什么想法？爹娘，若真是碰到流民进村，躲到祠堂倒还可以，就怕遇到山贼下山抢夺，那就没用了。山贼？对啊，兵荒马乱，加上大雪封山，山上的土匪没有了粮食，城里有衙役看守城门，城门一关，他们很难进去，必然会想到各个村子抢。王小夏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而且还会很快。几位老人听完，脸色都不大好看。孙清江哀叹一声，说道：10几年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边疆大乱，大雪封山，土匪们挨个村子烧杀抢夺。当时李正老哥带着我们躲到了大孙山，这才逃过一劫。若是这样，李正叔应该心里有数，我们也得提前做个准备。明儿一早，2户、七周还有姐夫，你们背着米跟我进一次山，我们得先做个准备，免得到时候一点退路都没有。行，
那明儿我们一大清早就过来，到时候顺便把木头给砍下来。二虎立马同意下来。大家把事情说好之后，其他人就各自回家。他让老二背上他们家的粮食，他则是去把花花背上，背着背篓一起走出家门。刘屠夫昨个看到花花的时候，就知道花花不是猫，而是豹子。他有些不明白，妹子带着豹子上山做什么。一行人跟着王小夏翻过山坡，到了山脚下，眼看去的是小孙山的方向。二虎有些心急地问道：九州嫂子，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二虎兄弟，你跟着我走就是了。老二第一次进小孙山，之前也听过不少关于小孙山的事情，他心里有些害怕，可想想娘去了那么多次，每次都能平安的回来，才稍微定了定心。七周走到小孙山脚下的时候就开始脚软，他把背篓里的柴刀给拿在手上，提高警惕地看着四周。一声豹子的叫声传来：别过来，别过来，过来我砍死你啊！这是豹子的声音。二虎兄弟好耳力，这是花花他爹，不用害怕。王小夏见七周吓得够呛，赶紧出声安慰了一句：老花，带你儿子来看你了。听到王小夏的召唤，狂奔而来。老花后面跟着花跟班，两头高大的豹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吓得七周脚软的跌坐在了地上。娘，这就是老花跟花跟班啊。先进山洞，一会儿再跟他们玩。王小夏拉着老二跟着往前走，其他人跟在后面。经过两片林子之后，他们看到了山洞。一路上，二虎几个都满脸惊讶，不时看看王小夏，全都没有吭声问什么，因为他们都害怕把有灵性的两头豹子给得罪了。终于来到那个山洞口的时候，王小夏发现其中一个山洞居然有人，而且是两个男人。两个男人都胡茬满脸，看上去有些狼狈的样子。发现有人靠近，其中一个男人警惕地拿出了手中的宝剑。二虎一眼看到面前的男人，觉得有几分眼熟。老二更是愣在了原地，揉了揉眼睛。老花和花跟班冲着两个男人大吼一声，准备朝两人进攻。回来！王小夏大喝一声，老花跟花跟班听话地停住脚步，一左一右地站在王小夏和老二的身边。这架势让在场的5个男子都为之一愣。这看似平凡的女人居然驯化了成年的豹子，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你们是谁？这地方是我们先找到的。他总觉得其中一人有些眼熟，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不只是老二，王小夏也觉得其中一人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对不住啊，不知道这地方有人住，我们也是前几天逃难到这里的。若是占了你们的地方，我们另外找。王小夏认真考虑了一下，这里有2个相邻的山洞，2个山洞都合适住人。他们现在选这个稍微小一点，旁边那个比较大一点。如今战乱，有本事的人也会往山上跑。既然他们敢在这里住下，说明不是一般人。能有人帮他们守着另一个山洞也可以。你们可以住在这里，不过得帮我们看着另一个山洞，你们可愿意？可以。孙九州果断地答应下来。当初逃出那个镇子没多久，又被杀手盯上，在交手的时候脸上被剑划伤，如今脸上多了一条长长的黑疤，又长了一脸络腮胡，也不怕有人认得出来。他应下声之后，抬头看向那个女人，却对上女儿直视的目光。糟糕，难道是被那丫头给认出来了？娘，我们还是快些，一会儿还得盖房子呢。好。王小夏说完，带着人把粮食搬到旁边的山洞。到了山洞之后，他将背篓里的花花拿出来，让父子俩叙旧，又吩咐花跟班送二虎他们先下山，免得耽误砍木头的事情。刘屠夫看了妹子一眼，关心地问道：妹子，你和老二在山上也小心一些。姐夫放心，
这里我经常上来，很熟悉。你们下山之后去大孙山砍树，尽量别让其他村民看到你们是从这边过去的。这里东西不少，既然上来了，那就挖些回去。老二点了点头，偷偷的看了那边一眼，拉着娘赶紧往旁边的林子走去，带着老二把背篓挖满，就去回到山洞口。此时花跟班也回来了，他过去把花花放回背篓里，又拍拍老花的脑袋，说道：我们下山去了，你们也小心些。老花叫唤了一声，花跟班留在了山洞，他把母女俩给送下山去。院子里阮氏和马氏不知道上哪儿听说七周一家要搬走，都跑来想让梁老跟他们回家，说白了也就是看中梁老手上有银子。周氏是个心地善良却又比较软弱的女人，即便是想跟两人吵也不是对手，情急之下除了哭什么也不会。王氏看在眼里，气呼呼地把阮氏和马氏狠狠地骂了一顿。你们这两个见钱眼开的蠢货，都给我滚！还有你们，老娘怎么养了你们两个不争气的逆子？你们也给我滚！若是娘真的不愿意要我们这两个儿子，那不如断了关系，不然娘就不要继续偏心下去。他抬眸看向孙八周，忍不住破口大骂：孙八周，看看婆婆被你气成什么样子了！若是你真不想孝顺他们，以后他们我来管，你们也别没事找七周媳妇的麻烦。王小夏，你这个扫把星，你都把你男人给克死了，难道还想克死公公婆婆不成？啪！王氏气得冲上去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马氏脸上，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八周吼道：今儿要么休了你这个贱蹄子，要么就跟我们断绝一切关系，从此我再也没你这个儿子。老婆子，你可别被这两个逆子给气出毛病了。随后拿起旁边的棍子朝两个儿子身上打了下去。别打了爹，别打了，你们之前偏心大哥，现在偏心老三，我们也是你的儿子，你为什么不能偏心一下我们呢？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脸？敢说我和你娘偏心你大哥？这些年若不是你大哥拼命拿回来一些银子，你们早就饿死了。还有七周两口子，这些年来你们两兄弟在他们身上占了多少东西？你真以为我和你娘是瞎子不成？他喘了口粗气，喘足气之后继续说道：你大嫂说的没错，你们这样的逆子还不如不要。走，去李正那里，我要跟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断绝关系。这2天村子都不消停，孙李正家里天天都有人来，刚刚送走一家子，又迎来了孙青毛一家。李正大哥，劳烦你了，我们两口子要跟这两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还请您给做个公证人。从今往后，孙八周、孙六周跟孙青毛断绝父子关系。孙八周、孙六周要断养育之恩，分别给10两银子交给孙青毛夫妇。10两？你们干嘛不去抢啊？我可没有。我也没有，一年到头就那么点银子，上哪有10两？没有可以写欠条，写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说是不行，每年给赡养费也行，每户3两银子。说你们还不同意，那就去见官。见官？孙八周一听都怕了，看一眼媳妇儿马氏，马氏也怕，摇了摇嘴皮子，只能同意下来。不多时，马氏回去拿了银子，签下那张断绝契书，恶狠狠地瞪了王小夏一眼，两口子转身回去了。你们两个考虑清楚没有？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快去拿银子。拿多少啊？10两。孙六周咬牙切齿地说完，气呼呼地看向王小夏。像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人，这辈子也别想着发财。劝你们以后多做些善事，
不然迟早要遭报应。你，孙六周抬手就要打人，结果手还没落下，就被跟来的刘屠夫一脚给踹飞了出去，扑通！你是这个贱人的相好，李正大人，这种人就该紧捉笼。刘屠夫抬手又要打人，却被王小夏给拦了下来。王小夏淡淡的说道：“姐夫，不用跟这种人多废话，别脏了你的手。”你给我听好了，以后若是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我妹子，我打断你的腿。刘屠夫放下手，警告了一句，退到旁边。孙六周可是知道王小夏那贱人娘家对他其实并不好，而且只有个弟弟，根本没有姐姐，也不知道这冒牌姐夫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可面对这野男人的拳头，他有些害怕。等阮氏把银子交到孙青毛手上的时候，孙青毛也被气得浑身没力，站不起来。最后是孙七周把人给背了回去。屋子里，老大努力地在床边走了几步，发现身体还是没有力气。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女人说是因为他伤了底子，可他不信。他觉得是那女人给他下了毒，只有他没用，才会显得他有用。王小夏进来，恰好碰到老大走不稳要跌倒的样子。你的身体现在走多了不是好事儿。后娘是怕我好了，他们就不会为你做事了吗？哼，王小夏就知道这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平时孤傲少语，其实藏着不少心机。给他疗伤那么久，这种话都说得出来，直接把他给气笑了。他们好骗，我可没那么好骗。老大不懂他为何要笑，反正他是不会相信他会回心转意的。大哥，娘为了治好你身上的病，冒险烧伤给你采药，你怎么能这么说娘？我可没有你这种来历不明的弟弟。你……图图一听，气得脸都黑了。王小夏可以不计较自己付出有没有收获，但是不想看到小团子被伤害，拉着小团子转身出了房门。大哥怎么这么说话？娘肯定伤心透了。老五觉得大哥刚才的话说的有些过分了。大哥，虽然我们之前过得并不好，但是这一切也是因为我们而起，娘才是受伤的那个。老三也赞同老五说的。还有，上次若不是娘，小六就死了。大哥，你不该这么对娘的。大哥，你自己想想，若是他不管我们，这样的乱世我们能不能活下来？不好了，山贼进村了，快跑啊！九州嫂子，大伯，快往山上跑，山贼进村了。你看到山贼了？没看到，听山下的人喊的，听到动静我就过来喊你们了。九州媳妇，先跑再说，往山上跑，走！火把虽然不少，却是没有看到有哪家烧起来。看到这情况，他几乎可以确定这是有人故弄玄虚。七周，你护着爹娘他们往三屯叔家里走。二虎，你跟我留下来看看情况，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孙七周听话背上老大，一起往三屯叔家跑。刘屠夫不放心地看了妹子一眼，背着媳妇儿跟在后面。图图紧紧地拉着小蝶，一会儿功夫，他们的身影就消失不见。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一群蒙面人跑到半山腰，带头的看身形是个女人。那最前面的女人，两人都觉得背影很是眼熟。那一群人冲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手里除了扛了几床新被子，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看到这一幕，王小夏嘴角一扬，哼，山贼进门就是为了抢别人的几床被子。马氏，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带着外人来村里抢劫！看来你是不打算再在这个村子里继续待下去了。大哥，打死这个贱人！就是这个贱人害得我和八周不好过。还真是八周媳妇儿。二虎愣了一下，从大树后面窜了出来，在马氏大哥没冲上来之前，不客气的将人一脚给飞了出去。马氏看到二虎吓坏了，快跑，不能让二虎给抓住了，他可是猎户。
哼，就这么点本事，还敢装成山贼抢夺他的东西？他上前一个过肩摔，将马氏摔爬在地上。二虎也很快把马氏大哥拿下，其他人都是马氏娘家村子的，他们连滚带爬的赶紧开溜。王小夏让二虎把人绑到树上，然后再去叫人。他则是等着二虎离开之后，揣着根棍子，对着两兄妹一顿暴打。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马氏撕心裂肺的大喊，原本想让娘家兄弟们都能得到点好处，没想到居然被这贱人给识破了。马氏的哥哥使劲挣脱，希望还有机会跑出去，却不知道王小夏绑的是专业绳结，一般人根本解不开。就你们这么歹毒的心思，还想杀我？先想想自己有什么后果吧！死女人，你想怎么样？马氏的哥哥大吼道：“若不是有刚才那个猎户，他肯定能弄死这个贱女人。”此刻，他像狼一般盯着眼前的女人，恨不得把人给撕碎。骂吧，趁着还有力气。一会儿村子里的人来了，打得你们半死的时候，我怕你们再也骂不出来。王小夏说完，又对两人一顿乱棍打了下去。他很聪明，专挑不起眼的地方打。另一边，二虎给报信之后，村子里的几个年轻人跑了过来，几人愤怒地上来，对着两人又是一顿暴打。几位兄弟，别把人打死了，既然他们对我们家动了手，自然要给个交代，还是把他们拉去李正叔那里吧。对呀，拉去正叔那边。走，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居然敢打我们孙家村的主意！不好了，土包家被流氓给抢了，土包受了重伤，快让人通知大家去帮忙啊！你们把人送去，我去看看。九州嫂子，你也要小心啊，保不定山里还有混进来的流民。二虎听到孙杆子的声音，赶紧下山去帮忙。走之前，嘱咐村里的一个年轻人，务必要保护好九州嫂子。这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王小夏把马氏带着娘家哥哥装扮成山贼，弄得村里人人心惶惶的事情跟孙李正说了。李正老哥，您可别再上火，这身体要紧啊！先把这两人关到祠堂，等下面那件事情处理完了，再来处理这两个蠢货吧。王小夏没有多做停留，把人交给李正书就赶紧走了。这九州媳妇像换了个人似的，听说如今不仅对九州几个孩子好了，对青毛老哥他们也孝顺了。那不是好事吗？九州本来就是个好的，九州媳妇嘴硬心软，之前也是那些孩子们太淘了，如今他媳妇能想过来挺好。这八州和六州两人娶的媳妇，还不如九州媳妇。这回青毛老弟又得上火了。孙李正正想不到八州媳妇儿居然那么大胆，敢带着外村的娘家人来算计九州媳妇儿，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严惩。孙李正稍微顺了口气，带着几个年轻人把这两人押到祠堂。在把人送到祠堂的同时，他让几个年轻人和明东去一趟不远处的马家村，把马家村的李正请过来。马氏现在嫁到他们孙家村，就是孙家村的人，但是马氏的哥哥还得他们自己村里处置。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摊上这婆娘？娘，您不是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他们犯什么事儿，也连累不到我们。王氏擦了擦眼泪，难过的说道：话虽如此，那终究是你的二哥，那婆娘死了就算了，还是会连累你二哥的。孙青毛则是偷偷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行了，断了就断了，死活也不是我们的事儿了，都回去睡吧。他拍拍老婆子的背，转身朝他使了个眼色。王氏心里难过，也不得不顾及九州媳妇儿的心情，擦干了眼泪，他喃喃说道：对，断了就断了吧，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村子越来越乱，那后面新盖的土屋子也不知道能够再住几天。娘，我们要不要提前搬到山上去住？
若是提前，就会被人知道我们藏身的地方。记住，让大家都守住嘴，不然我们会一点退路都没有。明儿我们再搬些米和肉上山放着，从明儿开始，大家轮流守着，大不了白天不干活，晚上必须警醒一些。娘放心，我会跟大家说的。老二经过今晚上发生的事情，意识到后娘是多么的重要。第二天一早，孙礼正就召集各家各户去祠堂开会。男人家的婆娘在那儿哭得死去活来。李正说，今儿马家人必须给个说法。若不是他们做的缺德事，我家男人也不会被伤成这样。听到那妇人这么说，他可不会背这个锅，毕竟背锅是要赔钱的。我没有跟那些流氓勾结，只是想去那个贱人家里抢粮食罢了。李正说，我说的可是实话，我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啊。马立正，这马阿花嫁到我们村子，就是我们村子的人，不管做了什么，也都是我们管教不严。但是这马阿林还有另外几个人都是你们马家村的，他们该如何处置，就看马立正您了。是啊，马立正，只要村民们觉得公道，我们就不把人送官。若是您觉得处理不了，我们就直接送到官府。大虎娘，大虎还在官府没回来吧？孙明东故意提了一声大虎是城里的衙役，免得以为他们孙家村没人。一听孙家村有人在县衙做衙役，马礼正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一直不吭声的马礼正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既然这事儿是我们马阿林做的，看看一共要赔偿多少银子，到时候我会去他们家把这银子要上。马阿林的爹过来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蠢货，自己宵小你兄弟嫂的东西，为何要拉你大哥下水？我们家可没拿任何好处，这些都是你惹出来的事情，你可别连累我们马家。爹，您怎么可以这么说？当初可是您同意了，才让大哥带人跟我来的。行了，你们就别甩锅了，反正都是你们家的孩子，这钱你们马家必须得赔。你们先把银钱给算出来，到时候若是他们不给，就把他们送衙门。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徇私的。马老爹一听，心也凉了，知道这事儿躲不过去，一个劲儿的给女儿使眼色。这事儿是我雇我哥干的，多少银子我赔。害得我们孤儿寡母大半夜跑出来，我们家老大的身子骨还弱，昨晚这么一闹，还染上了风寒，几个孩子还受到惊吓，岂能说没干系就没干系？可不是，不贪心怎么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必须得一起赔钱。九州男人战死沙场，他媳妇可是忠烈遗孤，你们连这样的孤儿寡母都敢下手，无论出自什么原因，都必须受到惩罚。忠烈遗孤，马礼正听完脸更黑了。这些忠烈朝廷会有抚恤金，在各个县衙也都有记录，他们居然连忠烈遗孤都敢下手，实在是太眼瞎了。马阿林，即便是其他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你们的确参与了这件事，除了正常的赔偿之外，必须给九州家赔偿5两银子作为孩子的看诊钱。5两银子，马老爹眼睛快瞪成了铜铃。这二弟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呀？实在是太让他生气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孙八周的影子。马氏啊，八周人呢？八周？马氏突然慌乱地看向自己的父亲。我只是把我女婿和外孙女留在家里住上几天，难道还不行吗？我呸！你是想用我儿子拿来威胁马氏吧？行了，那是八周自己的选择，以后要遭什么罪啊，我们也别管了。马氏见公公这是真不愿意管他们一家人的死活，就爹这态度，娘家不会给他一个子儿，他也不想被娘家拿捏住。
如此一想，他便是对刚才的话进行了反口。是我爹，我爹知道大嫂家这年头还能吃上肉，肯定是囤了不少粮食的。是我爹让我带着我大哥和冯家村几个要好的朋友假装山贼，让村子先乱起来，再去抢大嫂的粮食。我爹不让我说出来，他把我男人还有我2个女儿扣在了娘家。你再敢胡说，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却被二虎一把给推倒在了地上。你要管教你的女儿，我们管不着。孙八周是我们孙家村的人，你最好现在就去把人给放了，不然我们现在就拉你去衙门走一趟。二虎看得出大伯和大伯娘其实是心疼八周，故意这么说了一句。孙礼正正觉得二虎说的有理，目光看向旁边的马礼正。马礼正打了个冷颤，只要不把人送到衙门，怎么解决他都已经不在意了。于是他叫了身边的2人，让他们赶紧去一趟马家村，把孙八周和2个孩子都带过来，等着孙礼正把村子里的损失都给统计一下，加起来差不多20两银子，另外加上赔偿给九州家的5两银子，这25两银子马氏和马家平摊。马氏想着，虽然结果很悲惨，总比他们一家给银子来的强呀，可以后娘家的门是没法回去了。他心里终究有些难过，却把这份难过全都归功于王小夏这个贱人。这个仇不报，他就不叫马阿花。谁鬼鬼祟祟的站在门口，再不说话我就放狗出去了。别放狗，是我，你二哥。二哥？孙七周不敢去开门，他进厨房跟大家说了一声。王氏很想看看八周现在怎么样了，可想到这里不是他做主，便是小心翼翼地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孙青毛还是那句话，这是自作自受，问他有什么事儿，没事就让他走吧，这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孙七周看到大家的态度，知道不能开门，只能在门后喊话。二哥，听娘说了，这里没有多余的粮食，你若是还有什么话就说。爹，我想吃肉。还吃肉呢？饭都没得吃了，让他们开门能进去吃口饭就不错了。是啊，能吃上一口饭就不错了。家里的粮食全都被那些要求赔偿的村民给抢光了，现在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孙八周原本想厚着脸皮带着2个孩子过来蹭一口饭，却连门都进不去。孙灵儿继承了马氏那种狡猾，见三叔不开门，掐了妹妹一把，然后嗷嗷大哭起来。爹，我们好饿呀！爹，我们想吃东西，家里的东西都被抢光了。孙七周听到侄女的哭声有些不忍，他转身打算去厨房把中午剩下的几个馒头拿给二哥。七周，别忘了，我们没钱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想过帮过我们。而且，这些食物都是大嫂的，除非大嫂同意，不然就算扔了喂狗，也不能给任何人。周氏故意把嗓门提高了几分，希望门口的人知难而退。门外，孙八周听到这也没颜面再待下去了。而他没有注意到大女儿的眼神跟媳妇儿有些时候一样的恶毒。他颓废地拉着2个哭喊不停的女儿回到家，还没进屋就听到里面传来媳妇儿的哭声。马氏心里也憋屈，这些年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银钱，如今被掏空了一大半，剩下那些他打死也不会拿出来。抬头看到自家男人带着2个女儿空手回来，他知道肯定是没有讨到好，指着他大骂起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带女儿找顿饭都找不到，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蠢货。若不是你跟你娘家商量去打劫大嫂家里，我们能弄成这样？我没用，我看你才是扫把星。不想过了是吧？不想过那就和离，老娘不信离了你还不能活了。
孙灵儿和孙丽儿两个吓得嗷嗷大哭。精明的孙灵儿赶忙跑出去找四叔四婶。他知道，若是爹娘真的和离，她们两姐妹就可怜了。隔壁的一家子一大早就搬走了，阮氏可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占便宜。知道妯娌联合娘家人做出那样的蠢事，趁着他们去祠堂那会儿的功夫，就让大哥过来帮忙，趁着牛车把东西给搬回娘家去了。此时任凭孙灵儿脑子里有多少小九九，拍着这空无一人的大门，也注定一点劲儿都使不上。等他发现屋子里没人，转身看到娘背着包袱冲出家门，等他追出去的时候，早就没了娘的影子。娘，您不要我们了吗？娘！他站在冷风之中，哭得跪在地上。屋子里回过神的孙八周冲了出去，看到只剩下女儿跪在地上，他知道媳妇儿是真的跑了。他用力一拍脑袋，当初怎么就听信了这个婆娘唆使跟爹娘分家？想到自己的糊涂，他后悔不已。九州他娘，九州他娘在家吗？院子外是明东媳妇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王氏皱了皱眉头。明东是个好人，可他那媳妇儿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让二娃跟你一起去。孙青毛似乎想到了什么，让九州二娃跟着去。老二看着碗里的肉，吧嗒了一下嘴，还是乖乖放下手中的筷子，跟着奶奶一起出了厨房。这个吝啬的老太婆，每次明东爷爷偷偷给他们看病，回去都会被骂，所以他们都不喜欢她。明东家的有事啊？他伸长脖子往厨房那边看了看，一脸羡慕地说道：哟，想不到你们家真是过得不错呀，都这个节骨眼了，还能吃上肉。今儿他姐夫跟二虎上山砍柴，带了只兔子回来，你若是早来一些，还能吃上一口肉。可惜我们几户人家人太多，每人一口也就没了。没了肉，喝上一口汤也可以呀。汤都留给我大哥喝了，我大哥身子还弱，需要补补。哼，没了就没了吧。我过来告诉你，你们家八周啊，被人打成了重伤，现在就躺在我家里。既然你们有钱吃肉，那就赶紧把枕巾给了，把人带走。说完，他便是气呼呼地走了，不给青毛嫂子任何反对的机会。八周被人打成了重伤，王氏心口一疼，他也顾不得其他，转身进了厨房，把事情跟老头子说了说，然后带着七周往明东家去了。等吃过晚饭之后，他支开那些孩子，把周氏单独叫到了屋子里。大嫂，您找我有事吗？说说，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听说马氏已经离开，你该不会担心那两个小丫头吧？大嫂是不知道，二嫂把那两个孩子教成什么样。梨儿还好些，莲儿那真是非常不像话。我们家两个孩子成天不是被他打，就是被他抢东西。以前我也经常看到老四和老五被他欺负。总之，我不想让那孩子跟我们家孩子挨得太近，别让孩子们也学坏了。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的。八周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咎由自取，那么大的人了，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周氏听大嫂这么一说，满脸的愁云总算散去。王小夏紧跟着也开了房门，他去后面木屋子拿了好几块猪肉放到背篓，然后把这些东西塞给二虎，让二虎背回去。二虎还想推脱，见九州嫂子面露不悦，只能背着背篓跟着爹娘一起回了三屯叔家里。1个时辰之后，孙青毛夫妇回来了，他们没有把八周给带回来。回来之后，两口子的脸色也不太好。王氏在九州媳妇儿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被孙青毛给拽着回了屋。老头子，九州媳妇儿心思那么好，八周也知道错了，只要我们开口，他会收留八周的。王氏看到八周被打成那样，终归是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他实在是不忍看下去。九州媳妇的善良是对自己人，而不是对伤害过他的人。
你若是开了这个口，到时候恐怕7州也会因此受到连累。难道你想看到才刚刚好的关系又破裂不成？娘，奶奶下午出去那么久还没回来，肯定是去看二叔了。若是二叔带着那2个姐姐回来，可怎么办啊？老五明显声音里听起来有几分害怕，这是被欺负习惯之后留下的心理阴影。放心吧，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大不了这地方留给你三叔他们，我们另外找地方搬家。王小夏态度明确地告诉老五，既然决定要好好养大这几个孩子，就不会让他们轻易受欺负。好啦，你去搬张椅子到院子，我把你张姨扶出来坐会儿，他不能总在屋子里躺着。老五小跑着去厨房端了2张板凳过来，把凳子放下之后，他又跑到后院看看小丫头和小六。王小夏在屋子里给张姐把脉之后，两人又说了会儿话，这才扶着人来到院子里坐下。张姐看着王小夏，微微一笑地说道：之前我一直没跟你说，其实我有个妹妹，我那妹妹出生脸上带着胎记，那年她到了成年的年纪，媒婆给说了好几个婚事，结果对方见到妹妹之后都嫌弃她丑，我妹妹受不了这种屈辱，最后跳河自尽了。王小夏终于明白为何当初第一次见面张姐就待她这么好，原来这世上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切都是有缘分的牵引，只不过她对书中张姐的记载一点印象都没有。你会不会怪我？毕竟我妹妹她……张姐见王小夏不吭声，怕她觉得晦气，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怎么会？我这张脸啊，从小就没人喜欢。我不是我爹娘亲生的，我爹对我倒是挺好，我娘却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人看。我那个弟弟更是把我当作下人一样使唤。如今能多个姐姐，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王小夏满脸高兴地看着张姐，对于前段时间她的照顾很是感激。小夏，张姐激动地握住了王小夏的手。姐，等事情平静之后，我会帮你查出害你的人，那个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娘，你看，我们挖到很多竹笋。老二背着一背篓的竹笋，一蹦一跳的到了后娘的面前。王小夏看着老二笑眯眯的模样，再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对他的满脸厌恶，自己付出的辛苦还是值得的。哐当，屋子里突然传来一阵东西打翻的声音，母女俩赶忙进去要看个究竟。大哥，你怎么了？老三看着被打烂的碗，害怕地缩在了角落。老大一身戾气地看着碎了一地的碗，吼道：天天喝这些有什么用？我还不是不能跟正常人一样，肯定是他在我的药里动了手脚。不会的，娘不会这么做的。大哥，娘说了，还有1个多月，你的身体就会好很多。老三连连摇头，他不相信后娘会对大哥下毒。老大冷冷一哼，气愤地看着老三：你们都被他收买了，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刚刚走到门口的王小夏把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进去。老二看到后娘一脸失望地离开，他迈步走进屋子里。二姐，你好好劝劝大哥。大哥。老三难受地哭着跑出了房间。老二什么也没说，抬头看了一眼大哥，随后走了出去。老大看着弟弟妹妹都这么信任那个女人，没一个信自己的话，他的拳头打在了床边上。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让所有人看到那个女人的虚伪。老三擦了一把眼泪，看向奶奶说道：我给娘做焖肉，娘最喜欢吃肉了，吃好了娘就会高兴。而这一夜，老二失眠了，他努力想要找到法子化解大哥跟后娘之间的不信任，可他想爆脑袋也想不出什么能用得上的办法。天快亮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哭喊声，
他立马翻身下床。外面不知道谁家又被流民给抢了，声音很乱，应该不止一户人家被抢。那些流民疯了，山脚下的人家几乎都被抢了，看来这地方恐怕是待不下去了。都被抢了。孙青毛往后踉跄几步，若是这样，村子里根本就没法住了。他深吸了口气，回头看向老婆子，嘱咐道：快，你去收拾一下，等天亮看看李正老哥那边怎么安排。若是没安排，我们可能就要上山了。王氏应下声来，想到山上的冰寒，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王小夏则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在太冷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异样，可现在他也顾不上了，至少在山上有老花和花根班守护大家。七周，你去看看下面情况怎么样了？我孙七周很想说不去，却又怕被爹骂，支支吾吾了半天，没把话说出来。王小夏看得出这孙七周的胆子还不如一个狗子，估摸着也是从小被保护的太好。爹，我去吧。李正老哥建议搬到大孙山脚下，很多人都反对，这天太冷，山脚下更冷，大家也没房子住，会顶不住。不过也有同意的，李正老哥的意思是不强求，我和你爹回来找你们商量，你们看看到底是搬还是不搬。周氏看向大嫂说道：大嫂，您说说看，我们上哪儿？我们在小孙山已经找到合适的山洞，山上有花花爹帮着看着，比大孙山要安全一些。王小夏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说了说。王氏听说小孙山，吓得又差点没站稳。他一直以为他们是在大孙山上找的落脚地，怎么去了小孙山？娘，你别害怕，山上有大花的爹，还有另一只豹子帮我们守着山洞，我们早就把粮食搬上去了。那地方就一户人家住着，人少点儿也没那么复杂，我们听大嫂的就对了。孙七周也在旁边开了口，他也担心，若是村子里的人都搬到大孙山脚下，他们家人不少，肯定没地方住。王氏听七周也这么说，又想着还有刘屠夫和二虎，这才稍微把心放下来。他抬头看向九州媳妇，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搬家合适啊？明天吧，今晚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会儿让七周跟姐夫去一趟三屯叔那边，让他们也准备一下，明儿天不亮上山一次，估计还得来回几次才能把东西搬完。另外还得去一趟李正叔那儿，告诉李正叔我们跟着姐夫回老家避难。王小夏觉得那么多人离开，必须得找个合适的借口，所以将姐夫给端出来，反正也没人知道姐夫是哪里人。娘，要不您去看看大哥，他昨晚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哼，你永远喊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要死随他就是。我也不是同情心泛滥之人。老二咬了咬唇，心里很难受。后娘没说错，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而大哥就是这个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哥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他紧了紧拳头，转身出了娘的屋子，回到大哥的房间，带着老四和老五他们收拾东西。老大见谁都没理会他，肚子饿得有些难受，胸口还憋着一口气。最后还是老五实在是看不下去，去厨房给大哥拿了个热馒头过来。大哥，您吃点东西吧。不吃。老大见总算是有人理会自己，故意发起脾气，一把掀翻了老五手中的馒头。这下可把老二给气坏了，上前掀开被子，一把将大哥给拽了起来。大哥，你出去看看现在什么情况？昨晚山脚下都被流民给抢光了，灵儿失踪，丽儿差点被砍死，若不是后娘出手，丽儿就死了。你还在这儿跟他闹脾气，你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大哥？难道要看到我们也像丽儿那样没娘管，出去被人砍死才高兴吗？老大昨晚饿得睡不着，他知道最近村子里有些乱，昨晚也听到了动静，只是没出去看，
并不知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大哥，你醒醒吧！你是我们的大哥，这个时候即便是你不能保护我们，也请你别再作妖了，行不行？老二骂完，哭着跑了出去。老大见老三、老四和老五也都红了眼眶，知道自己这次的确是有些过分。他捡起地上的馒头，大口大口地啃了下去。老三见大哥终于吃东西，转身去厨房倒了一碗热汤过来。老大见那么早闻到了肉味，心里也有些纳闷，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让大家每天都有肉吃？等到午夜的时候，外面的吵闹声又开始了。王小夏合上衣服出去看了一眼，看到山脚下火把像游龙那般晃悠，下面哭喊声不断，还有一些流民开始往半山上跑。大嫂，这些人恐怕要打上来了。抢这家，这家肯定有粮食。抢你妹啊！王小夏差点爆粗口，他上前一脚就把说话的人给踹飞出去。剩下3个男人见是个女人，立马拿着棍子冲上去要揍人。刘屠夫见状上前踹飞一个，剩下2个朝王小夏袭去。王小夏身形一转，避开2人之后，扔掉手中的棍子，拽住2人的衣服，将2人的脑袋用力撞在了一起。2个男人发出痛苦的喊叫声，浑浑噩噩地被扔下了小山坡。刘屠夫没想到妹子居然这么厉害，而另外2个男人并没有被吓退，其中一个还大喊起来：“过来呀，这家有很多粮食，快来人帮忙！”听到召唤声，原本抢其他几户人家的流民一下跑过来6、7个。刘屠夫一点都不客气，手中菜刀挥舞着，2个流民被砍伤。王小夏对付了几个，发现这几个身上没功夫，收拾起来倒是比较容易。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趁乱溜下了山坡。哎呀，妹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姐夫过奖了，不过是师傅教的防身本事罢了。王小夏随便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刘屠夫知道妹子是个有本事的，也就没有再问什么。果然，没一会儿功夫，山坡下上来20多号人。刘屠夫见状有些慌神，却还是嘱咐了妹子一句：“若是一会儿打不过，你就跑，你姐还得靠你呢。”姐夫，别说这样的话，如今我们是共同进退的。准备好了。老大，就是那座院子，那娘们凶狠着，还有个拿着菜刀的，一会儿一定要弄死他们。听说他们居然败给一个娘们儿，抬脚将矮个子踹飞了出去。没用的东西，居然连个娘们都搞不定。骂完，他飞快地冲到院子门口。刘屠夫扛着菜刀先冲了上去，结果人家是练家子，几个回合下来就被人砍了一斧头，浑身是血的踹飞了出去。王小夏见状，踢飞眼前的敌人。显然，这拿斧头的男人不仅身上有功夫，还有内力。眼见这妇人巧妙躲开自己的几招，他恼羞成怒地将斧头扔到一边，抬手朝人打了出去。王小夏刚刚退后几步，就被他手下那些小喽啰给缠上了。眼看那男人的一掌要拍到身上，他知道自己这次躲不开了。啪！眼看男人那一拳要打过来，被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身影一脚踹飞了出去。哐当！斧头男人吐出了一口血，一脸狰狞地从地上爬起来，接过小喽啰扔过来的斧头，朝来人砍了过去。王小夏看清楚来人，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起身动手去收拾那些小喽啰。孙九收昨晚就带着雷子下山来了，见院子里的人没事儿就没出来。今晚他们原本在山脚下帮忙，发现那些人突然往半山走，便是意识到爹娘他们有危险，赶紧带着雷子上来。王小夏赶忙把姐夫给送回院子，快速的给姐夫伤口收拾干净，让小团子照看着姐夫，他又快速的冲了出去。七周看着浑身是血的刘大哥，站原地就开始不停的颤抖。王氏一耳光招呼到七周脸上，骂道：“没用的东西，
你嫂子都冲在前面保护家人，你在院子里还能吓成这样？周氏见到自家男人这么胆小，也有些生气。他手里拿着棍子，跟公公婆婆说道：“爹，娘，我去。三婶，我也去。”此时，孙九州看到三弟媳妇儿带着老三冲了出来，他赶紧加快速度，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王小夏见那斧头男似乎在想什么阴招，解决掉手中的人靠了过去。那斧头男发现自己不是眼前这人的对手，一只手偷偷地摸出了飞镖飞了出去，哐啷！王小夏用棍子打掉飞镖，速度极快地冲过去，给了斧头男一脚。该死！他速度冲上去，在那把斧头没砍到女人身上之前，咔嚓一下扭断了斧头男的脖子。斧头男倒下的那一刻，他眼前晃了一下，直接扑在了女人身上。王小夏还没有来得及站起身，被眼前的男人扑倒在地上。他用力地将男人掀翻到旁边，看着四周的小喽啰被处理得差不多，他坐在地上吐了口大气，起身去帮忙把剩下的垃圾给清理干净。雷子见将军晕倒，踹飞面前的人之后过来查看情况。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奶奶，爷爷，这个是山上的那个邻居，幸好他们出现，不然娘刚才就被那人给砍死了。老二见奶奶看那两位叔叔异样的目光，赶忙给好好解释了一番。孙青毛看了两人一眼没吭声，扭头看向七周，见七周点头，让他们把人送到老大那个屋子。如今那些小喽啰是群龙无首，在斧头男被干掉的时候，好些人都跑了。别去，娘累了一个晚上了，她得好好休息。别忘了，天亮我们还得搬家。老大看向对面一直不吭声的男人，这张脸为何感觉那么熟悉？好像……不，怎么会？不可能的。孙九州对上老大那探究的眼神，没有吭声地躺了回去。他也需要小睡一会儿，等早上好帮着搬家。大半夜的时候，孙七周和雷子在院子里烤着火守着，其他人全都回去睡觉。经过这一波，这一晚上应该不会有人再赶上来。一路上，他偷偷看了孙九州好几眼。小伙子，还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呢？他突然问了一句。雷子嘴快地回道：大叔，叫我雷子就行。孙九州则是想了想，回道：我叫老九，喝酒的酒。叔叔，你爹肯定是个酒鬼，不然怎么会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哎，不可无礼，叔叔是你的长辈。老五淘气地吐了吐舌头，小跑着跟上二姐的脚步。王小夏下意识地看了孙九州一眼，心里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奇怪。老九，老九，不会吧？他想到了那个人身上，又觉得不可思议。辛苦啦，花跟班，走，赶紧上去。此时，花花和老花已经在山洞口候着，看着他们上来，都高兴地迎了上来。他们若是要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山洞还得做个门，里面还得隔出几间小屋子，不然那么多人住起来也不方便。吃过午饭之后，王小夏跟老二去附近挖一些药材，其他人开始忙碌捡柴火、砍树，大家都没闲下来。就连刘屠夫和张姐都在旁边捡起了柴火，想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唯独老大坐在火堆前，他想不明白，爹既然回来了，为何不直接回家？孙九州找了机会凑到老大身边，爹。小子，你认错了，我不是你爹。若是爹不认我，我就让爷爷他们过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儿子。好吧，这小子还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孙九州只能妥协地看着老大，却是很无奈地说道：哎，你这倔脾气该改改了。你那个态度对待你后娘，实属不孝。爹，
您是不知道，后娘她以前……老大见终于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噼里啪啦的把之前他们兄妹受的苦都说了一遍。可孙九州也不是吃素的，在那女人上山的第2天，他就偷偷下山打探了关于那个女人的事情。爹，一个人就算再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骨子里的东西。若是那女人不是装的，那就有可能……老大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他满心恐惧地看着爹。那女人不是爹娘给定亲的那位？怎么会？除了之前被花掉的抚恤金，家里可谓是一贫如洗，还得带上那么多个拖油瓶，哪个女人会甘心做来顶替这样的身份？你最好还是实话实说，她嫁到孙家期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老大知道爹的厉害，犹豫了一会儿，把那女人成亲那晚被他们打晕的事情说了出来。失忆？孙九州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位周章而失忆的人。那真是我错怪他了。知道错怪他了，找个机会道个歉啊。道歉？跟那个女人道歉？老大的脸憋成了猪肝色。孙九州站起身，看到老大的脸色时，厉声地教训道：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若是连个道歉的胆子都没有，就没资格做我孙九州的儿子。儿子记下了。诸位，山上不比山下，今晚大家轮流休息，晚上必须有人巡夜。明天白天的时候，我叫大家设置一些陷阱，防止有些野兽晚上出来觅食。多谢老九大哥。二虎虚心地听着，对于做陷阱的事情，他以前也经常在林子弄，只是他的陷阱获得的猎物很少。我明儿也跟你们学学。孙七周经过山下的事情也很后怕，他告诉自己要学点手艺，不然到了关键时刻，不仅保护不了家人，连自己都有可能去送命。孙青毛扒的2口旱烟袋子，偶尔偷偷瞄上老九一眼，却只是听着他们说话，不吭声。王小夏今天还得给小蝶下第2次针。老九大哥，能不能借你们的地方用用？我要给这个小丫头下个针。听到女人的声音，他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看向她。王小夏见这个男人打量自己，可惜原身没见过那个男人，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是不是孙九州。不过只要他们没有恶意，他不介意交多几个朋友。好。孙九州的声音有几分沙哑，他的声音真有磁性，像是大提琴的音弦。孙九州昨天没注意看，今儿认真看看这小姑娘，怎么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图图见老九叔盯着小丫头，他赶忙上前挡在了小丫头的面前，像大哥哥一样防备起来。孙九州把视线转移到图图的脸上，这孩子脸上有块那么碍眼的疤，可看着他也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老九哥认识他们吗？孙九州认真的想了想，终究没想起来什么，他摇了摇头说道：感觉像见过，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图图一听，担心的拉住了娘的手。王小夏防备的看着老九，都把小团子脸弄成这样了，怎么还能认得出来？除非这老九是小团子家的亲戚。我们走南闯北见的人多，很多就只是一面之缘，想不起来也正常。走吧，别耽搁了孩子。小蝶乖乖地躺在那里，手里拉着图图哥的手。王小夏担心小蝶会受不了，下针的速度会尽量快些。一盏茶的功夫不到，王小夏汗水密密麻麻地渗了出来。小蝶因为痛开始不安，图图拽着她的手，没办法给娘擦汗。见状，孙九州只能上前用袖子给女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她一脸通红的模样，他问了一句：要不要把火灯小一些？不行，太冷，小丫头受不了。
王小夏说完，吐了口大的浊气。山洞里只有老大跟花跟班在那儿。眼见爹过来，他张了张嘴，对上爹的眼神，立马换了称呼：“老九叔，有事吗？”你娘给那小丫头下针，脸色很不好，我给她倒碗热汤过去。老九说着话，倒上一碗热汤。老大想了想，说道：“我记得好像图图会给他嘴里含一块木头，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孙九州想了想，老大嘴里的木头可能是人参，想不到那女人手里居然有人参。他愣了一下：“爹，是不是这药真的有毒啊？”他连人参都拿出来给你养身体，以后对你这个娘好些。人参？老大几乎不敢想象后娘会给他药里放人参。老三有一次被一群孩子打伤，差点也丢了性命，他就跑到镇上去求过那位大夫。那大夫说人参能吊命，可是那价格他连想都不敢想。后来还是老三强撑过那一晚上。第二天，明东爷爷过来开了点药，养了很久才活过来。后娘居然拿人参给他养身子，那得多少银子呀？大哥，你有什么不高兴冲着我来，小丫头不懂事，你别放在心上。对不起，以前是我误会你和娘了，我错了，我给你道歉。图图惊讶地看着大哥，老二跑过来的时候也傻眼了，他揉了揉耳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老二，对不起，这些日子劳烦你跟娘撑着，是我这个大哥太不尽责了。老大也给老二道了个歉，这段时间他太任性，让老二也跟着受了不少气。大哥，我的亲大哥终于回来了。他冲过去抱住了大哥，哭着发泄这些日子受的委屈。图图见二姐哭成了这样，想着娘一直想让大家和谐，不计前嫌地说道：“我原谅你了，大哥。”这里有野兽，小心一些。他看到了双藏在草丛后面的眼睛，透过细密的叶缝，甚至能够看到灰色皮毛。狼！孙九州拿出身上大刀，朝那头狼砍了过去。王小夏正打算帮忙，很快意识到狼是群居动物，肯定还有其他狼在附近。刚抬手，藏着的白狼立马冲了出来。该死！王小夏使劲给白狼脑袋一锄头，白狼受到攻击，呲牙咧嘴，一只爪子凶狠地朝王小夏手臂拍了下去。小心！孙九州一个分神，手臂差点被灰狼来了一爪子。你管好自己就行，暂时不用管我。王小夏看他动作迟缓，猜测他有内伤，心中有些担心。孙九州意识到自己大意了，赶忙回过神来，用心对付眼前的灰狼。唰！王小夏往后连连退了几步，感觉自己的体力有限，他居然出现了重影，一股血腥味传来，他的手臂挨了一下，往后连连退了几步。糟糕，这女人这个时候发什么呆啊？孙九州意识到王小夏不对劲儿，连连挥舞几刀之后，想要去那边帮忙，可眼前这头灰狼已经杀红了眼，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他暗恨自己身上内伤未愈，还中了一种奇怪的毒。刚才一番剧烈活动，体内的毒性竟然又要发作。王小夏察觉到自己不对劲儿，他拿出藏在头发里的银针，在痛穴上扎了一下，视线又恢复了正常。他扔掉锄头，搬起地上的石头朝白狼砸了过去。哐啷，石头落地，白狼跳到一旁，随后猛地朝王小夏扑了过去。妹子！孙九州吓得大喊了一声。千钧一发之际，孙九州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连体内的毒都忘了，手起刀落，力寒万钧。白狼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倒地不起。灰狼同样回应着嚎叫一声，兽瞳血红。王小夏正好抓住了此空档，努力集中精神，朝旁边的一棵大树上爬去。孙九州见王小夏上了树，吐了口浊气，担心自己伤势反复，连忙解决灰狼。灰狼依旧凶猛，可终不是孙九州大刀的对手。嗖嗖几刀下去，
灰狼倒在了血泊之中。王小夏看到2头狼被搞定，下了树后，坐着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你伤得怎么样？他稳了稳心神，说道：谢谢，我还好。孙九州见女人很疲惫的样子，他弯腰想背着她先回去，至于2头狼，之后再背回去也可以。不，这里有我需要的药，等我喘口气再找找。他说完话，从背篓里拿出了一些止血药递给老九，把这些用石头碾碎敷到伤口上，等回去再处理。孙九州应下声来，这点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倒是有些担心女人手臂上的伤。王小夏没再说话，稍微处理了一下伤口，休息一会儿，起身朝水边走去。孙九州见他起身，也赶忙背上背篓跟了上去。一条小沟里还有潺潺的流水，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在这种大雪地里很少见到。王小夏在小沟边到处找了找，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药材，还意外地看到几朵人参花。有人参，太好了！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把这些人参给挖出来。为了不让老九看到数量，他交代他把旁边的另一种药草给挖出来。孙九州不懂药材，听话地拿着小锄头帮忙挖旁边的药材。王小夏挖完之后，发现里面有1根100年的，还有3根几十年的，把100年的收起来，3根几十年的留下2根。这段时间用来养身子算是足够了。这地方有人参，他还得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灵芝。上次若不是太缺钱，他也不会把那些好的都卖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老九，这家伙还挺认真的。我要再到附近看看，挖到2根人参，够我们几个把身子养养了。人参？居然挖到了人参！孙九州有些感慨，这山上很多宝贝，只是他们这些不懂的都当成了草根。他越发觉得爹娘给他找的这个媳妇儿真的是找对了，不仅能照顾几个孩子，还懂医术。他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不少好事，这辈子才能有这个福气。只可惜他现在身份特殊，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就是那素未谋面的夫君，真是委屈他了。王小夏见他看着人参发呆，看了一眼之后，背着背篓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小会儿，他看到了灌木丛，上前翻了翻，居然真是有意外惊喜。这次受伤看来是值得的。一窝黑灵芝，一朵大的，至少是个200年的，一朵100年的，还有2朵普通的。他没有急着蹲下身来，而是用同样的方法支开老九。孙九州依旧是听话照做，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蹲下来挖药。王小夏动作快速的先把200年的给挖了，然后是100年的，最后2朵动作慢下来。这2朵是要让老九看到的，也让他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这一挖就是1个多时辰，孙九州担心停留时间太久还会遇到狼群袭击，他只能劝说他回去。啊，时辰不早了，那些孩子会担心的，走吧。好，今天收获太大了。他高兴地抬起头来。孙九州看到女人脸上都是泥，忍不住上前给她擦了擦，已然忘记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王小夏愣了一下，居然没把人给推开。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早就把手拿开了，脸红的活像焖熟了的虾子。啊，回去吧，我背1头狼走。之前娶那个媳妇儿是义父做的媒，而他们虽然都住在边关，终究是聚少离多，没有太多的感情，所以他也是第一次对女子真正有那么点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王小夏背上背篓，跟在老九后面，看着他轻而易举地背起1头大狼，就像看到老二动手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孙九州则是1步3回头的看着这个女人，他怕女人跟不上，这才把脚步放慢下来。出了林子之后，王小夏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脚步也放慢了不少。察觉到老九也放慢速度，他感激地朝他笑了笑。孙九州却感觉无比温暖。不仅如此，他还回了一个笑脸。这男人恐怕是个闷骚，是不是对所有女人都这样？王小夏有些不自在地搓搓耳朵，叹了口气。孙九州见他别别扭扭的，说不出来的有趣，竟然还有那么几分可爱，忍不住又多看了几眼。正当他想要跟他说话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老二的声音：“雷子叔，我娘他们在那边。”王小夏正尴尬着，听见老二的声音，连忙挥手：“老二，我们在这儿呢。”孙九州把人放下的时候，王小夏已经睡了过去。他实在是太累了，只想好好睡上一觉。娘怎么了？图图冲过来，发现娘身上还有伤，他一边喊着，一边起身把药箱给拿来。大哥，你也受了伤，赶紧包扎一下。老大看到爹娘身上都有伤，再看图图有些生气的样子，多半是怪爹没有保护好娘。可这个时候得给他们包扎伤口要紧。图图，劳烦你帮两人都收拾一下伤口。二姐，把娘搬到里面去一点。三婶，你和二姐帮忙拉张床单。小心翼翼地给娘处理身上的伤口。王小夏感觉伤口痛了一下，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小团子皱起小脸紧张的样子，他嘴动了动：“没事儿，就是太累了。图图，把弄回来的药都放好，给老九治伤。”娘放心，图图一定好好收好。刚才在娘的身上发现2根人参，他就猜到背篓里还有好东西。王小夏吩咐完之后，放心的再次闭上眼睛。图图确定娘没事儿之后，给娘穿好衣服，乖乖的出去给老九叔看看身上的伤口。雷子虽然也经常包扎伤口，终归不是专业的。看看将军眉头一直紧皱着，他的手有些抖。我来吧，他这伤口太大，光涂抹药膏恐怕不行。图图上前查看了一番，发现有一处伤口见骨。娘说这样的伤口最好还是缝合。老二他们是见过娘缝合伤口的，但是没有见过图图做这事儿。我给你帮忙。图图点点头，先把伤口重新处理一下，又让雷子叔按住老九叔，随后拿出针线。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在伤口倒上一些麻醉粉，再按照娘教的法子开始下针缝合。雷子看到那针戳到肉里都觉得疼，而将军却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任凭那小子下针。孙九州不仅不觉得有多痛，还认真地看着这小子缝合伤口。之前他们受伤都是伤口上放药，却不会像现在这样操作，而且也不知道上面撒了什么药粉，这药粉居然让他减轻了伤口的痛，太神奇了！说是军中没有这样的药，多少将士可以少受苦呀！小子，伤口这药哪来的？你先放手！老二也吓得破口大骂起来：“你干什么？还不把手放开！”孙九州愣了一下，赶忙把手松开。他这个闺女那么凶，以后该怎么找婆家？老二见老九叔瞪着他，很是生气地埋怨道：“没本事就别吵闹，娘都受伤了，你还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图图很忙的，一会儿还要为我大哥和张瑶瑶。”哼！老二哼了一声，起身过去给图图帮忙。孙九州无辜地看了一眼老大，老大咽了咽口水，不敢说话。毕竟这段时间家里除了后娘就老二说了算。收到老大无奈的眼神，孙九州也只能灰溜溜的带着雷子去门口帮忙把狼肉给剁了。孙青毛带着其他人回来的时候，山洞里已经清理干净，看到他们又弄来了狼肉，几人赶忙过来帮忙。今儿个妹子去采药，就遇到狼了。遇到狼了？九州媳妇呢？孙青毛一听，急忙问道：“她受了点伤，图图说
睡着了。孙九州一脸惭愧地说道。孙青毛对上这小子的眼神，大概可以确定心中的猜测。不过想着这小子身份特殊，也就没有当面说什么，赶紧让老婆子进山洞看看。睁开眼，看到婆婆满脸担忧地擦着眼泪，她一下就坐起身来。醒了，有哪里不舒服吗？图图，图图，快来看看你娘。图图听说娘醒了，放下整理的药材跑了过去。娘，你还有哪里不舒服？伤口还疼吗？他担心的先去检查娘的伤口，没见伤口裂开，才放心的坐下来。王小夏挤出了一丝虚弱的笑，看向大家说道：都放心吧，我就是有点累，没什么事儿，这些伤口都不深，倒是老九大哥的伤口要好好处理，可别弄得严重了。娘，他都没保护好你，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呀？说不是他帮忙，我也不能挖到那么好的东西，你们几个还得靠那东西养身子呢。王小夏想到这次的收获，心情是极好的。她扶着图图站起身来，又看向旁边担心自己的婆婆，说道：娘，我没那么弱，放心吧。是我们孙家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苦了。娘，这些话以后别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只要大家好，我就高兴。王小夏感受着家人的嘘寒问暖，比起前世拿多少金银珠宝，吃多少山珍海味都要高兴。就按九州媳妇说的，这狼是人家打回来的，若不是老九护着，九州媳妇今天恐怕是凶多吉少。是啊，今天是冒险了，不过还好没白去。娘，今儿挖到2个野山参，够我们几个这段时间用药了。后面的话王小夏刻意压低了声音，毕竟公公婆婆不会把老九和雷子当作自己人。一听挖到了人参，王氏脸色就没那么难看，那可是人参。他也是听九州二娃说的，老大和张氏的药里都放了人参。九州媳妇身体不好，最近也开始吃药，里面也放了这东西。而这东西他之前在明东那儿听过，那是死贵的药材，想不到居然在山上能挖到。他现在总算明白为何九州媳妇要冒险上山了。他抬头看着九州媳妇，点了点头。娘明儿就动手给他们做，你忙，我去收拾收拾。山洞口做好围栏之后，没有昨天那么冷，一群人围坐在2个破旧盆子前，破旧盆子上放了2口锅，锅里是香喷喷的狼肉，可惜少了酒，不然这顿饭吃的就舒服了。老九啊，你们上山多久了？孙九州有些心虚，不敢看爹。好一会儿，他抬头说道：有大半个月了吧，外面太乱，现在到处都一样。我和雷子身上有伤，最后决定躲到山里来，等过了这个冬天，再看看出去找些什么营生。孙青毛大概明白了，这小子虽然没死，在外面是遇到大事儿，得在山里躲过这个冬天，再找机会出去。眼见爹不再吭声，孙九州又埋下头继续吃饭。雷子总觉得将军对这一家子特别好，对这老头也格外尊重，不过他也没多说，反正将军这么做肯定有一定道理。这2日估计就会下大雪，明儿我们得早些起来，把能收集的木材都堆到山洞里面，不然等雪下来，我们就走不远了。老爷子真厉害，还会看天呢。在这山上待久了，自然就会了。大姐夫，你也是个好样的，以后肯定有大出息。我就一个杀猪的，没啥大出息，倒是这几个孩子是又懂事儿又识字，以后啊肯定有大出息。那都是你那妹子的功劳。如今图图和老四啊，还懂得不少药材，我们也是沾光了。孙青毛想着家里多了那么个识字的，心里那是非常高兴。周氏觉得也是沾了大嫂的光。最近
儿子女儿跟着图图也学会了好几个字，等时间长了，肯定还会认识更多的字。王小夏坐在旁边不插嘴，突然间听到外面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他起身走到山洞口看了过去。狼群，居然是悄无声息靠近的狼群。老花和花根班原本靠在石壁边上睡觉，眼见王小夏走到山洞口，即刻跟了上来。带头的狼仰头一吼，呲牙咧嘴地做出要进攻的模样。有狼群！爹娘，带着孩子们往里挪挪，其他人操家伙！一听有狼群，七周腿又软了，其他人手里都操起了家伙。刘屠夫虽然身上有伤，依旧站在最前面。孙九州和雷子听到了动静，已经操起家伙了，二虎也跟在后面。别愣着了，那可是狼群。至少5、6头狼在那边的草丛里，看了那么久也没见他们行动，倒是有些奇怪。老花在地上磨了磨爪子，一双冷眸直盯盯地瞅着站在最前面的头狼。头狼也盯着老花，似乎他们是2个山头老大，互不相让。王小夏看出了端倪，上前拍拍老花的脑袋，低声说道：“老花，跟他去谈判。”老花精明地看了王小夏一眼，似乎也听明白了意思。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那头狼面前。头狼浑身灰毛，毛色亮堂，看样子平时吃的挺好。眼见老花过来，头狼像是有些害怕的往后退了几步。一群人站在这儿看着2头猛兽谈判，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出这样的馊主意。而此时王小夏发现雷子和老九不见了。他们要做什么？难不成要从后面偷袭？可他们只有2人，现在能看到的有5头狼，还不知道草丛里是不是藏了更多。姐夫，你和七周准备一下，老九哥他们可能绕到后面去了，5头狼他们2人对付不了的。王小夏知道今晚一战避不开，那就只能迎战。花花一下子窜了出去，花花，图图吓得也跟着冲了出去。王小夏看到这场景，脸都绿了。而就在图图冲出去的时候，一只白狼从侧面冲过来，张嘴朝图图咬了过去。不！王小夏的脸从绿变白，他手中的棍子用力地朝白狼脑袋砸过去。刘屠夫反应极快地跟着飞出一把菜刀，一把菜刀和一根棍子打在白狼的身上，白狼身上挨了一棍子，脑门挨了一刀。图图吓得跌坐在地上，还不忘伸手捞起旁边的花花。刘屠夫反应极快地抢过老二手上的那把柴刀，冲到白狼面前。王小夏趁机将图图拖开。曲周反应过来之后，手忙脚乱地上前帮忙把图图给抱回山洞。王小夏捡起棍子，打算上前去帮忙。草丛里突然窜出另一头白狼，那头白狼跳起来，一抓在他的手臂上。娘，大嫂，九州媳妇儿。几个声音突然响起。王小夏看了一眼手臂上的伤口，眉头微微一动，转头朝那头白狼一棍子打了下去。白狼叫唤一声，草丛里又冲出了一头狼。见状，老二和七周提起棍子冲了上去。此刻孙九州和雷子在不远处的地方正跟3头狼进行厮杀。林子里根本就不止5头狼，前后后至少10来头，一个个彪悍的从草丛里窜了出来。动作快点儿，这些畜生太精明了，那边情况恐怕不好。知道了，大哥。雷子应下声来，全心应付眼前的狼。孙九州听到那边传来的哭喊声，心里咯噔一下，他飞身跳到其中一头狼的身上，速度的解决掉之后，又冲向另一头。雷子眼前的是一头灰白杂毛，这头狼似乎比其他狼要精明。雷子几次差点要砍到这杂毛的脖子，最后都被他给避开了。10几回合下来，雷子没讨到半点好处，还被杂毛给抓伤了好几处。雷子被逼得连连败退，退到一片草丛里的时候，
刚好碰到跟一头白狼交手的王小夏。杂毛不知为何突然转头朝王小夏冲了过去。狼王，他没有回头，而是转身朝侧面飞奔。那杂毛紧追而来，他一口气跑到一棵大树下往上爬。咚咚咚，杂毛用力撞击那棵大树，呲牙咧嘴的朝上面又是一顿吼。不远处的孙九州也听出了狼王的吼叫声。他搞定另一头狼过来的时候，看到狼王居然是那杂毛，他这才意识到刚才判断错误。而雷子这会儿又被别的狼给缠上了，根本顾不上王小夏那边。此刻王小夏那棵大树下面围着2头狼，杂毛一直撞那棵树，看上去力气很大的样子。另一头狼跳起来，用爪子一爪一爪的将那棵树的皮给抓烂。孙九州冲过来之后，第一目标就是杂毛。杂毛意识到有人靠近，凶猛的一转身冲了出去。这就是狼。王小夏一直都很喜欢狼的灵敏反应，说是他也能做到这样，身手一定会提升很多。只可惜这具躯体实在是太弱，根本无法应对肉搏，但他也不是那种任凭宰割的鱼肉。杂毛被弄走，他从树上跳下，手里的棍子硬生生地敲在狼头上。那头狼一心扒拉树皮，被这么一敲，在原地晃了晃。他趁那头狼还没有反应过来，敏捷地近身，他抽出身上的匕首，用力一把割破了那头狼的喉咙。那头狼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1刀、2刀、3刀。看着那些狼的尸体，王小夏地上一坐，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王小夏，你醒醒！王小夏！孙九州赶忙跑过来把人抱起。王小夏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眼睛微微睁开，看到是老九，他又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孙九州赶忙把人抱回山洞，看着娘被抱回来，图图放下手上的事情，赶忙迎了上来。老九叔，我娘。外甥，赶紧给他包扎，拿一些参片给我去给大家煮个参茶。孙九州刚才查看过，女人身上没有致命的伤，但是伤口不少。孙九州身上的伤也不少，他没忙着收拾伤口，而是给大家煮了一锅参茶。一个晚上的战斗，不仅身上受伤，身体也到了极限。老五看到老九叔身上还有伤，赶忙抢过他手上的东西。老九叔，你先去给4哥处理伤口，这些我来做就行。好。老九看着老五这般懂事，欣慰一笑，伸手摸摸他的小脑袋。老五怎么感觉老九叔像老父亲那样的眼神？找了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老四上前给他收拾伤口。老四对这些不熟练，动作有些慢，处理着伤口。包扎伤口速度要快，这样受伤的人会少受很多痛。孙九州见老四居然对医术感兴趣，又是一脸欣慰。娘也是这么说的，可我不熟练，我以后会多加练习。老四一边说着，一边低头加快速度包扎伤口。那个女人把几个孩子都教得很好，如今还让她多了个干儿子。那干儿子看上去还有几分眼熟，就是怎么也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见过。花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四把他的伤口包扎好了。虽然包扎的不太好看，可这是他亲儿子包扎的。他亲儿子会包扎伤口了，这是让他觉得骄傲的事情。包扎好之后，他扶着墙站了起来。老九叔，你不能到处走，还是坐着休息吧。老四看他似乎还要出去，我得把那些狼都收过来，免得被其他野兽给啃了。孙九州可不会把用命拼回来的东西便宜了林子里的那些畜生。那我和二姐给你帮忙。花了大半个时辰，附近的狼都被他们扔到了山洞口。刘屠夫喝了碗参茶，休息一会儿，感觉好了些。
拿着刀片在山洞口把狼皮给剥下来。山上冷，冻僵了，到时候剥狼皮可就没那么容易，所以趁着猎物没有完全僵之前，先把皮子给剥下来。张姐留在山洞烧火，把馒头蒸上，肉熬上，一会儿大家吃饱，再好好睡上一觉。忙碌到天亮的时候，大家总算去睡了。孙青毛这次伤得比较重，到中午还没有醒来，这让王氏有些着急起来。可看到九州媳妇儿睡得那么熟，也不好去把人叫醒。王小夏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梦里再次出现爆炸时候的场景，她才满头大汗地坐起身来。娘，你怎么了？图图，你快过来看看，娘醒了。听说娘醒来，她赶忙跑了过来。王小夏被老二这么一声喊，脑子清醒过来，看到几个孩子那担忧的眼神，她微微一笑，说道：睡了一觉，好多了，倒是辛苦你们几个了。娘没事就好。图图激动地拉着娘的手。王小夏目光扫了山洞一眼，好几个都还躺在那里。她还记得昨晚伤得最重的就是公公。翻身起来，她来到公公身边，看到婆婆眼睛都哭肿了，知道伤得肯定很重，可婆婆却没把她叫起来，这是心疼她。暖流涌入，她安抚婆婆道：放心，爹一定不会有事的。她说完，开始认真地给公公把了把脉。公公的身体一直不错，没伤到根基，身上有处伤口比较重，但是不会伤及性命，是失血过多才会迟迟不醒。他又查看了伤口的缝合，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缝合的还算不错。他很是欣慰地看向小团子：娘，爹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失血过多，加上上点年纪才会迟迟不醒。这伤口缝合得很好。娘，缝得不好看。这么短时间你能学到那么多，已经很厉害了。娘，我也想学缝合伤口。老四一脸期待地看着后娘。当然可以，到时候先弄些烂布学习，差不多了就去给你抓兔子回来试手。王小夏一开始没看出老四有这方面的天分，还是小团子另外花时间教了老四一段时间，老四的天分才表现出来。嘿，图图哥，我也能学缝合了。我们老四那么聪明，一定能学得很好。谢谢图图哥，我太高兴了。老四开心地在山洞里到处跑，引来所有人的目光。周氏太累，也是这会儿才醒了过来。听到老四的说话声，他看向和儿，问道：和儿，你想不想跟着大伯娘学医术？娘，我想，这样可以救很多人。和儿昨天看到图图哥和老四给大家治伤的时候，就很期待自己也能帮助大家。去吧。周氏高兴地摸摸和儿的脑袋。和儿听完，高兴地跑到大伯娘的身边，然后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和儿这是想跟你学医术。王小夏倒是挺喜欢和儿这丫头的，人小心细，还做得一手好的针线活。不过要学医，她还是提醒了一句：学医不容易，女子做大夫可是要很好的胆量，你可害怕面对那些指指点点？和儿不怕，和儿觉得能救人就是好事，而且还能挣钱养活爹娘，和儿想学。和儿一脸坚定地看着大伯娘。王小夏看到和儿眼中的坚持，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和儿给师傅磕头。和儿一听，马上变了称呼，是个机灵的小丫头。王小夏很喜欢和儿的精明。不必拜师，你还是叫我大伯娘，以后跟着学东西就好。谢谢大伯娘。都是自己人，不必见外。你先跟着图图学学基础，等过些日子我好些了，就教你们其他东西。王小夏觉得真要把这身体给锻炼起来，不然再遇到昨晚的事情，恐怕是必死无疑。随后他又去查看了山洞里所有人的伤口，最后才来到老九的身边。此时
孙九州还在熟睡，他不仅累，而且脸色看上去很不好。王小夏把了脉，查看了伤口的情况，几处见骨的伤都不是要害，人却没有醒来，应该还有别的原因。难道是中毒？之前一直没有往这方面想。他拿出银针扎下去，然后拿着针走到山洞口。光线好了之后，他看到了银针的顶端有些泛蓝的颜色，还真是中毒，而且这种毒似乎有一定的隐秘性，一般人不注意还看不出来，因为银针试毒一般都是黑色的，而这是蓝色，那种泛黑的深蓝。这样的毒前世他遇到过，是变异的毒，要解开恐怕不太容易。另外，这是一种慢性毒药，不会让人马上死，但是会让人的五脏六腑提前衰竭。能下这样的毒，应该是身边人干的。雷子吗？他看了一眼那边的雷子。雷子见嫂子看过来，以为是将军有危险，赶忙拖着沉重的身子跑了过来。嫂子，我大哥怎么样了？看到雷子眼中的着急，这不像是装出来的。王小夏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就是伤口太多，身体太过疲惫。他底子挺好，好好养着就行。”那就好，那就好。我大哥身上有旧疾，上次被人打伤，就差点没了性命。多谢嫂子了。旧疾？王小夏又仔细给老九把了把脉，老九身上的确有旧疾，但是不致命，还是那毒的问题。嫂子，我大哥的旧疾可有法子治？有，就是需要时间。有些药材我这里没有，还得去林子里找。王小夏给了雷子答案，随后走过去给雷子检查了一下。雷子身上也有旧疾，不过没有老九那么严重，也没有中毒的迹象，调理起来容易很多。雷子不敢说话，静静等嫂子说话。你这身体差不多1个月能好，只是我们这里的药恐怕不够。他嘱咐了一声，扶着地站了起来。好，到时候您说话，我去挖，劳烦嫂子了。雷子恭敬地给王小夏拱手行了个大礼。不用如此，昨晚若不是你和老九哥帮忙，我们恐怕会伤得更严重。我都听大哥的，大哥说你们是好人，得帮。王小夏余光看了老九一眼，他怎么觉得这家伙已经醒了？娘，您去休息，我弄饭给您吃。老二生怕娘给累坏了，看到娘停下来，赶忙过来把娘给带走。不远处的老大看着老二对爹的防备，苦笑地摇了摇头。若是老二知道那人是爹，不知道会不会后悔现在这样防贼的态度。没错，老二现在就是把亲爹当成贼一样防着。那可是他们的娘，不能被别的男人拐跑了。他之前看到村子里很多没了爹的孩子，娘也嫁人离开，那些孩子后来爹娘都没有，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娘对他们多好，养活他们，还教会他们很多东西，这样的娘上哪儿也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他必须看好了，不能让任何坏心的人把娘给拐走，谁都不行。爹，儿子对不起你们。胡说！孙青毛瞪了他一眼，在他眼里，九州是最心疼他们的孩子，也是家里最争气的孩子。爹，行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这么哭。我和你娘不是挺好的？你那媳妇虽然长得不好看，心却是最好的，你可不能嫌弃她，她很不容易的。谢谢爹，给我找了个这么好的媳妇儿。只是我现在遇到了些事情，身份不能公开，只能暂且委屈她了。不过爹你放心，儿子一定不会辜负她的。孙九州把实话跟爹说了，也免得他心里太过担心。孙青毛满意的点点头，大儿子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
爹，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有什么要做的。孙九州见娘往这边走，不敢再继续停留，他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把身份给暴露了。孙青毛应了一声，看着大儿子离开的背影，心里犹豫着那件事要不要告诉这孩子。你们都给我盯着一点那个老九，我觉得他要拐走我们的娘。真的吗？我觉得好像不是。怎么不是？我觉得二姐说的没错。几人都小声地议论着，图图却没有吭声。老二见图图不吭声，推了推他，问道：图图，你怎么不说话？你们觉得娘养我们累吗？图图紧皱了一张小脸，反问他们。图图，你该不会……老二惊讶地说道。图图抬头看向二姐，想了想，说道：我会尊重娘的决定，只要娘开心，我都支持。你……老二生气地瞪了图图一眼。图图看看他们，转身回到山洞。下午睡了一会儿，他现在精神很好，得去帮娘整理那些药材。王小夏把药材全都摆在草席上。娘，我来帮你。图图上前开始帮忙。等着把药材分好之后，他发现缺少的药材不是普通的多，那是非常多。看来明天就得出去挖药。娘，我们用了很多药材，好几种没有了，其中有2种药材娘和大哥还有张姨都需要，这下该怎么办？是啊，还有一些止血药也快用完了，另外就是麻。王小夏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图图听明白娘要说什么，突然想到什么，低声说道：娘，老九叔好像对那麻醉散很有兴趣。很有兴趣？王小夏扭头看了那边一眼，之前那个猜测又上了心头，他决定找个机会再试试老九。孙九州眼见媳妇儿看过来，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了下去，随后他用手肘推了推雷子，雷子发猛地看向将军。去看看他们需要帮什么忙。孙九州低声吩咐道。雷子听话的赶紧跑了过去。王小夏看到雷子，灵光一闪，等雷子到旁边之后，他随口问道：你们以前在军营用什么法子伤口包扎？只是敷药，但是碰到伤口深的，稍微动一动就会崩裂。嫂子和图图的缝合之术就不一样，缝合之后，那伤口即便是折腾，也不会像之前那样裂开。雷子一口气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却不知道把身份给暴露了。不远处的孙九州听完，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这个雷子是被媳妇儿下了套，轻而易举的就把身份给暴露了。王小夏得到答案，余光看了老九一眼。老九，孙九州，难道真是他提前回来了？不，应该是巧合，书里的情节没那么快，一定是搞错了。嫂子，您需要去挖什么，使唤雷子就行。雷子这点伤没事了，我大哥也没事了。多谢嫂子和图图为我们处理了伤口，还给我们医治救急。王小夏回过神来，微微一笑，说道：雷子兄弟客气了，明儿还真要劳烦你们带路，所有的药材都要补。哎，雷子应了一声。王小夏又开始琢磨这2人在军营里的官职。雷子比较憨厚，似乎很听老九的话。老九的身手他见识过，像那样的身手，即便不是将军，也会是个副将。如今外面正在战乱，身为军人居然躲到山里避祸，可见是出了什么大事。难道真的是他？他停下手中的动作，不管什么身份，绝对不能暴露从军的事情。如此，他偷偷看了雷子一眼，这小子确实有点憨，他还得提一嘴，免得到时候给大家惹来是非。雷子，不管你们之前是什么身份，最好不要透露出去，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压低声音交代了雷子一句。雷子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连忙应道：嫂子提醒的是，雷子记下了。
把雷子打发走之后，王小夏又在心里琢磨了一些药方。等他忙完的时候，已经到了午夜。娘，以后离老九叔远点儿，男女授受不亲。娘，以后离老九叔远点儿，男女授受不亲。这若是在村子里被人看到，又要被长舌妇嚼舌根了。知道了，管家婆。老二嘱咐好之后，背上2个背篓，又去找来了一些干粮，这才跟着图图他们出了山洞。王小夏担心遇到危险，让花跟班跟上，说是遇到危险可以把2个孩子先驮回来，也回来报个信儿。王小夏又去看看山洞的粮食，天冷，大家的食量也大，剩下的粮食最多能吃上1个多月，1个月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下山。说是这样，是不是得把空间里的粮食弄出来一些？可如今去哪儿都有人跟着，还真不方便。这该怎么办呢？九州媳妇，别站在门口吹风，图图有老九他们跟着，不会出事的。孙青毛被王氏扶着在山洞里来回走动，看上去气色还真是好了不少。爹，您恢复的挺好。王小夏见公公能起来走动了，那就代表恢复的很不错。孙青毛微微一笑，说道：老了，年轻的时候受个伤，几天就能好起来，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了。没事儿，能走就好。老头子，老九他好像对九州媳妇……孙青毛应了一声，然后将老婆子拽了过去，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王氏听完眼眶红了，捂住嘴，怕自己哭出声来。好了，都多大个人了，记住，谁也不能说。傍晚的时候，孙九州他们回来了，只装了2个背篓的草药，其他都是空的。即便是这样，王小夏也很满意，总比出去一无所获的好。其实他空间里还囤了一些药材，但也不多，加上现在带回来这些，只要不再像前2天那样的伤势，应该能熬过这个寒冬。老二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怎么了？看你回来闷闷不乐的样子。娘，图图就是个叛徒，明明知道老九叔心怀不轨，还对他那么好。他能明白小团子的心思，那小子是见他带着几个孩子太累，希望他能找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作为一个好儿子，他的出发点是对的，只是老二他们不同，即便不是孙九州亲生的，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希望他这个娘一直守着孙九州媳妇儿这个名分。娘，您该不会……老二紧张地看着娘。王小夏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老九就是孙九州，而且即便是他隐姓埋名藏在山里，定然是出了很大的事情。剧情没按照书上的再继续，那又会变成什么样？老九这人话少谨慎，要知道关于更多他们的事情，还得从雷子入手。娘，您是不是觉得太累了，所以……老二突然想起图图说的话，不想娘太累，不管娘怎样决定，他都会尊重娘。此刻想着过往的种种，他们的确是给后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算后娘找到心仪的男子离开，其实也算是正常。可他们不想再成为没娘的孩子。娘，您别走，别不要我们会听话，乖乖的给您挣很多钱。放心吧，娘哪儿也不缺。至于老九哥有什么想法，那是他的事情。不过有一点你记住了，现在我们都需要他们的保护，关系不能僵了。我还打算这2天跟他说说，让他带着你们几个习武。过完年下山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点防身的本事终归是好事。我们跟娘学就行，不要他。不，他们很厉害。娘现在身子还没有恢复，不能耽误你们。等年后看情况，下山之后娘再教你们。老二，你记住，即便是敌人，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本事，那也是好事。老二觉得后娘说这话貌似很有道理，
把敌人的本事学好，让敌人对自己无可奈何，这样才是聪明人。娘，我明白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娘，那些狼是不是都没了？我们已经把他们狼王都干掉了。这山上狼很多，但都是各占山头。这2天大雪，应该暂时不会有了。哎，老九叔你真厉害，你能教教我们功夫吗？老四瞪大了一双眼睛看着老九叔，已然忘了二姐说过的话。老五掐了四哥一把，然后看着娘说道：等娘身子好了，娘能教我们，何必去麻烦别人？孙九州看着老五，老五越长越像他娘，可惜了，那个女人红颜薄命，而他也不是个好父亲，没能把这些孩子都给养好。他眼底有深深的内疚。王小夏见老四既然开了这个口，索性也把自己的想法给提出来，看看人家愿不愿意。老九哥，现在天寒地冻，大家也干不了什么，说是可以，能不能教几个孩子些功夫？不，娘，我们跟二虎叔学。老五立马反对起来。二虎听到他们说话，也从山洞里走出来，他很是谦虚地说道：老五，我都想跟老九哥学本事，你能跟我学些啥呀？老五接不上话，他又不瞎，怎么看不出老九叔是所有人里最厉害的？可是他不能背叛二姐，这可怎么办？老五悄咪咪地进山洞把二姐给拽了出来。老二虽然已经把娘的话给听进去了，可想到这个男人对娘图谋不轨，他看老九叔的眼神依旧是对待仇人那般。老九叔那么有本事，那就教我们最厉害的。好。看到老九叔脸上的笑，这明显就是挑衅，赤裸裸的挑衅。老二就更气了。王小夏被老二那撅嘴嘴的小样儿给逗乐了。若是药还是不够，明儿我再另外找个地方看看。不必了，现在大雪封山，很多地方应该都看不到绿色，即便是去也没有什么收获。只要我们没太多人受伤，这些药可以用上一段时间。王小夏觉得大家待在山洞没危险，那才是最好的。可孙九州担心媳妇儿的身体需要调养，他还是想给媳妇儿找些药材回来。王小夏对上他关心的目光，有些不自在的笑笑。孙九州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慌忙把头给低下，说道：我就是担心你养身子的药不够用。没事，弄回来的那2根人参能用不少时日。王小夏淡淡的回了一句，他性子清冷，不太习惯被男人这么关心。孙九州觉得媳妇儿这明显是说谎。那日每人都分了参片，1根人参就那么点儿，他们的人可不少，估计1根已经没了。好。差不多1盏茶的时间，他来到了那个山洞口。他记得之前看过这个山洞，山洞还不小，他担心里面有危险。左右看看，确实没人跟来，他闪身进了空间，从空间里查出山洞里的情况。空间敞亮得很，等了一会儿没听到里面有动静，他又拿了个石头砸进去，哐当，石头落地，依旧是没有别的声响。他从空间里拿了支蜡烛点燃，烛光微亮，能看到山洞里空空的一片。他速度地将几袋粮食还有面粉找个地方放下。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听到了老九的声音：妹子，妹子，你在哪儿？孙九州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面就跑了出来，没想出来就没看到人了。听到老九的声音，王小夏吓了一跳，回过神之后，他把蜡烛放到空间，从山洞里走了出去。孙九州远远看到一个身影，他冲过来之后，拉住媳妇儿的手，上下打量一顿。有没有哪受伤了？王小夏挣脱被他拉住的手，这关心是不是有些过了？他不自在地转过身去，淡淡地说道：我没事儿，突然想起之前在这个山洞藏了粮食，
便是过来看上一眼。王小夏回到山洞之后没有睡，她躺在被子里看着老九和雷子，把那些粮食都搬到了山洞里面。这些粮食能让大家可以多吃上1个月，空间里还有不少，但是他不打算拿出来那么多，反正山上山洞多，到时候再找个山洞放粮食就行。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这晚他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梦到老九浑身是血的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抬手想摸自己的脸，他害怕地往后退了几步，身后突然传来小团子的声音。他回头发现后面没人，把脑袋转过来的时候，老九躺在地上，身边出现了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他拿起长枪朝老九胸口刺了下去。不！他大喊一声醒了过来，躺在旁边的团团被娘的声音惊吓，他赶忙从被子里爬出来，过来摸摸娘的额头。王小夏看了小团子一眼，拉着他的手摇了摇头。没事儿，就是梦到那晚打狼时候的情形了。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片场景，他眼睛一亮，说道：“我得去一趟大孙山。”哎，娘，您去大孙山做什么？老二好奇地问道。王小夏看了大家一眼，说道：“我记得我们挖刺藤的地方有好几种药材，我想去一趟。”娘，就算要去，也不是这个时候。您的脸色好差，我给您熬些药，好好休息休息。图图不同意娘这个时候出门，身体本来就弱，说是再去吹风，回来肯定要生病的。我也不同意。其他几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这声音把不远处几个大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孙青毛拄着棍子走过来，看向九州媳妇儿，说道：“你真要挖药，明让老九陪你去。”大孙山下住了很多村民，王小夏不让老花和花跟班跟着，怕吓着人。陆华他们下山的速度很慢，一路上孙九州一直小心翼翼地跟在媳妇儿身边，二虎偷偷盯着。如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老九哥这是对九州嫂子有意思。他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却又不能说什么。这几天若不是老九哥和雷子护着他们这些老弱妇孺可能早就被狼给啃了。王小夏感觉被人盯着特别别扭，好几次他都想说几句，看到人家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下去。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己装瞎吧。几人绕出小孙山之后，来到大孙山脚下。如今的山脚盖了不少的木屋，看上去也有10几户人家。孙理正让每户人家隔一天出个人，被选出来的人每天绕着他们住的木屋巡逻，一旦发现有野兽就大喊一声。消停了2天，晚上没听到狼嚎声，大家睡得好了，白天精神也就好了不少。远远看到有人朝这边走来，巡逻的明东大儿子孙磊子大声嚷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啊？来这里干什么？”“磊子哥，是我，二虎。”孙磊子凑了过去，看着二虎还带着2个人，便是打量起了2人。“这是九州嫂子，还有我老九哥，我们有人生病了，九州嫂子说要去山上挖药。”二虎把他们的来历告诉乡亲们，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一听挖药，跟在旁边的孙老根儿就笑出了声：“哼，挖药？就那个婆娘也能认识药？哈哈哈，二虎啊，你别说笑了，是不是山上藏了宝贝呀？若是有，也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也去找找。”王小夏一看说话的人是孙老根儿，阴阳怪气的来了一句：“蛇胆是好东西，你们敢去抓吗？”蛇？众人听了有些发怵，他们都听说过九州媳妇儿打蛇的事情，虽然都想赚这个钱，但是怕没命花这个钱。屋子里，孙理正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他推开房门走了出来。“李正叔，您还好吧？”二虎懒得理会孙老根，上前给李正叔打招呼。孙理正看到是二虎和九州媳妇儿，后面还跟了个年轻人，他咳嗽了2声，说道：“
还行，就是这地方啊太冷了，身体有些受不了。说完，他咳得有些喘不过气来。王小夏想着，之前李正书帮过他们不少，上前拿了李正书的脉。孙老根呸了一声，嘴里骂道：“呸！什么玩意儿？还以为自己是大夫呢，装模作样给谁看呢？”啪！孙九州一颗石头弹在孙老根的小腿上，孙老根直接单膝跪在地上，捂着突然犯疼的腿，在那儿叫唤起来。孙老根媳妇儿正好出门，看到自己男人单膝跪在九州媳妇儿面前，顿时火气上升的冲上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始骂人。好你个不要脸的贱人，居然敢勾搭我家男人，看我今天不弄死你！孙九州脸一下黑了，他记得老根是个老实人，这媳妇儿怎么是这德行？王小夏见老根媳妇儿冲上来，抬脚就把人给踹了出去。扑通，老根媳妇儿趴在地上啃了一嘴的血，抬头就哇哇大哭起来。哎呦喂，快出来看看呀！九州家的这个贱人又在这儿勾三搭四了。闭嘴，老根儿，看好你媳妇儿，若是再敢胡说八道，就给我扔到山里喂狼。孙李正气得咳嗽得更厉害了。王小夏见是李正书是老毛病犯了，可能是因为天太冷，身体弱了的缘故，必须得找些药喝一段时间，不然这么咳下去，迟早是要出问题。二虎也很生气的把老根哥骂了一顿。老根哥，你真是要说说嫂子了，一天到晚的乱诬陷人，别哪天惹来祸端。孙老根一脸郁闷，恶狠狠地瞪了自家媳妇儿一眼，脸都被他给丢光了。这么多人能做啥？真是个蠢货。老根媳妇儿也意识到错怪了人，不过他就是看那丑八怪不顺眼，只要找到机会就想咬上一口。时间不早了，再不上山就没法挖药了。好，先上山把药材挖下来，回来的时候我再给李正书看看。王小夏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却不想看到这么好的李正熬不过这个冬天。孙李正也早听过明东说起九州媳妇儿会医术的事情。明东一家前2天被他媳妇儿带回娘家去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他们这些人没人懂医术，他这病没人给治，似乎严重了。先他们从林子这头走到那一头，他看到了一小片显眼的绿色，有戏。他小跑着上前，却被老九哥给拦了下来。别急，我先去看看。孙九州担心里面有蛇，拦下媳妇儿拿刀在草丛里戳了戳，确定安全之后才让他进来。王小夏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貌似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前世不曾出现过，让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九州嫂子，我们挖吧。一会儿下山，劳烦给李正书看看，我发现他身子好像差了很多。二虎有些担心李正书的身体，若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们村子可就没有主心骨了。倒是有好几个想着那个位置，可那些人私心太重，一旦坐上那个位置，估计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好，王小夏淡淡的应了一声，拿着锄头进去寻找药材。小绿林子太少，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倒是挖到了几株小丫头需要的那种草药。即便是加上这些，药材还是不够的。看来明天还得去其他地方看看。不过，灵芝，真是灵芝啊！他高兴地走过去，把灵芝给挖出来，1朵2朵，其他的都还太小，暂时还不能挖。妹子，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人参？孙九州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人参，他激动地喊了一句。王小夏起身想要过去看看，却发现脚下踩到了什么。这是，他一脸欣喜地把脚移开，然后拿着小锄头往地下挖。
挖了大概1尺多深，从里面扒拉出了一根红地根。太好了，有了这东西，李正书的救急就有救了。等他刚把人参收起来，就听到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随后几个人冲进了草丛里。哪里有人参？他妈的，就一堆草根嘛！老根，你脑子有问题了吧？几个村民看到这情况，对孙老根一顿指责。孙老根见什么也没有，很是火大地看向九州媳妇儿。肯定是你藏起来了，快交出来！孙九州想不到孙老根现在是如此混账，他迈步挡在媳妇儿面前，一身戾气暴涨。孙老根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牛高马大的，他有些害怕，可是想到身边有那么多乡亲，还是壮胆地说道：哼，九州兄弟才死多久，这婆娘居然敢带着姘头出来，真是够不要脸的。二虎听到孙老根这么说，发火了：老根哥，你太过分了！老九哥是我兄弟，他是护着我们上山挖药的。孙九州哪容得下别人如此诋毁自己的媳妇儿，一脚将孙老根给踹了出去。闭上你的狗嘴！下次再敢说我妹子的不是，我拧掉你脑袋！他气呼呼地骂道：若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他今儿会下死手。孙老根则是不知悔改地继续说道：偷人就偷人，哪那么多理由？孙九州气爆了，上前就要再把孙老根给教训一顿，却被孙二虎给拦了下来。老九哥，你消消气，我们一个村的，真若是打死了，对九州嫂子也不好。二虎知道老九哥的本事，也看得出他喜欢九州嫂子，但是这样一来，不就对外坐实了老九哥跟九州嫂子有问题？孙九州觉得二虎说的没错，媳妇儿以后还得在村子里生活，确实是他想的不够周全。王小夏很厌烦这些喜欢八卦的人，近墨者黑，听说这孙老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走吧，别耽误了挖药，李正书的药还差一些。他无奈地说完，背着背篓往旁边走。孙九州和二虎赶忙跟上，懒得再理会孙老根他们。孙老根捂着肚子，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其他村民上山没捞到好处，都在骂他。这一片小绿洲收获还算可以，除了人参，还挖到了一背篓别的药材，虽然都不稀罕，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还能用得上。不得不说，这孙家村是块风水宝地，两座山上的药材资源丰富，到了春天就能有不少财富出现。差不多2个时辰以后，这一小片地方被收割完毕，他揉了揉酸疼的腰，站起身来说道：这里差不多了，下山吧。二虎和孙九州的背篓里也装了不少，里面有不少杂草，回去才知道有多少能用得上。孙老根他们一直跟在后面，生怕挖到什么宝贝分不上，结果折腾了几个时辰，就挖了一堆的草。王小夏和孙九州没理会那些人，往林子口走了。二虎想着一个村子的，还是好心的劝了一句：赶紧走吧，山上狼多，这种还绿的地方最危险。危险？你们还上来做什么呢？肯定是要找什么好东西，你可别想骗我们。孙老根不死心的回道。二虎给了他一个白眼，懒得理会他们，小跑着追着老九哥往林子里走。村民们都知道二虎的人品，既然他都这么说，大家知道命要紧，才懒得管什么宝贝，赶紧跟了上去。孙老根看着这人跑得那么快，气呼呼的在后面骂道：一群没用的东西。之前李正媳妇儿可不太喜欢九州家的人上门，每次上门都是从他们家拿东西，可自从知道九州媳妇儿会治病，态度一下就好了不少。王小夏也感觉到李正婶的态度变化，不过也怪不了人家，毕竟他们一直都帮助九州家的孩子，只出不进，久了都会有意见。九州媳妇儿啊，老头子就劳烦你了。他微微一笑说道：
之前你们帮过我们不少，我都记着呢。说完，他上前给李正书又认真地把了把脉，确定了之前的诊断，便是将药配好，然后把一些需要注意的交代给李正婶。李正媳妇认真地把话给记了下来，知道这是老头子的老毛病，开口问道：那你们什么时候还会来呀？说是天好，明儿就会来一趟；说是不好，那就得等天好了才能来。我姐家的孩子有病，我们一直在找药，会经常上山。王小夏如实的跟李正婶他们说了说。眼见时辰不早，他们也得回去了。放心吧，他是癸水来了，身子不舒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孙九州一听，这才明白为何媳妇儿不让他背，原来是怕太过尴尬。不过娘怎么跟他说这些？王氏看着傻儿子笑笑，什么也没说，又去忙活起来。孙九州明白了，爹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娘了。他心里有些难受的看着娘忙碌的背影，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转身跑出了山洞。天黑没多久，王小夏渐渐醒了过来，睡了一觉，总觉得身体有了点劲儿。看到九州媳妇儿出来，王氏去烧火，把东西给做好，然后端到了九州媳妇儿面前。来，快把糖水蛋给吃了，一会儿就能吃饭了。蛋？他们山洞里哪有蛋？王小夏低头看了看，碗里是几个鸟蛋，他顿时明白的抬头看向老九哥。孙九州见媳妇儿看过来，傻傻一笑。王氏看着自己的傻儿子，无奈的说道：老九给你掏了几个鸟窝，弄几个鸟蛋，快吃，冷了就没那么好吃了。王小夏没矫情，端着碗里稀里哗啦的把糖水蛋给吃完，汤也喝光掉。王氏端着碗走到山洞口，他看了一眼傻儿子，上前低声说道：那是你媳妇，以后一起过日子的，抽个时间跟他说说，他是个有主意的，这么瞒着，以后怕是会怪你。哎，知道了，娘。孙九州小声的应下声来，他也想告诉媳妇儿自己的身份，不然他老是这么避着自己，他越发的觉得不舒服。他刚刚躺下来，老二就把被子搬到旁边睡了下来。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跟老九叔混在一起，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你可别被他给拐跑了。他想着今儿老九叔一直都在盯着娘，很是不爽的在娘面前唠叨起来。放心，谁也拐不走。王小夏很是无奈的看着这个护犊子的女儿。不知道爹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回来一定会保护娘，保护我们的。老二突然想爹了，很想的那种。爹若是没死，一定也会对娘很好的。说是他不回来呢？娘，是不是爹不回来，你就要跟老九叔离开了？老二一听娘这么问，急坏了。哥，小蝶伸出小手摸摸图图的小脸。娘，他叫我哥，娘，你听到了吗？图图激动地看着小丫头。听到了，看得出这小家伙很喜欢你。王小夏看了小蝶一眼，本该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被病痛折磨得快没了人样。不过这些日子倒是稍微养好了点儿，至少那张脸看上去稍微饱满了几分。图图很喜欢小丫头，拍拍她的背，哄了一会儿，她就乖乖地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娘，我总觉得这小丫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还是想不起来。娘，我会不会一辈子都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她心里怕自己记不起来，又怕记起来了，得去面对很可怕的过去，所以她小小的心很矛盾。王小夏觉得图图是脑子里淤血没散开，这些等以后施针，再配合一些药，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不过失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病人去就地重游，可惜他都不知道图图是什么地方的人，这一点恐怕是做不了。娘，我还觉得老九叔很熟悉，也不记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说
我跟老九叔会不会也是亲戚什么的？图图见娘不说话，又急着说道。王小夏几乎可以确定老九就是孙九州，说他真见过小团子，要么就是营地里熟人家的孩子，要不然就是某个大城市里有钱人的孩子。可小团子说孙九州可能是他的亲戚，那就有些奇怪了。娘，我只是说说，可能不是的，您还是早些睡吧。图图见娘皱起眉头，这才把话给收了回去。大孙山脚下哀嚎阵阵，因为昨晚的雷电暴雨，木屋子倒了好几家，村里有好几户人家都遭了殃，有2户人家里还死了人。经过昨晚那样的情况，好几户人家嚷嚷着要搬回去住，哪怕真被流民抢了，也总比被雷劈死要强呀。于是一大早趁着天晴，那些人就搬走了，剩下的那些都是对李正比较拥护的。不过李正家也有屋子被掀翻了，刚好是他住的那间。此时他躺在大儿子屋子里咳得难受。这可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孙老根蹲在门边上，他是个怕死的，知道留在这里至少能活命，回去应付那些流民会死得更快，就留了下来。孙阳明真想骂人，老父亲都成这样了，孙老根怎么就一点也不消停，非得把人给逼死了不成？不想等死你就回去，没有人要你留在这个地方。孙阳光不爽的直接对了一句，他和大哥都在想着上哪儿给爹找个好大夫看看。外面传来一阵的哭泣声，没一会儿，一个孩子从外面跑了进来。李正爷爷，我爹不行了。那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孙李正吃力地爬起来，赶紧穿上鞋子去看看。早上已经有个伤得太重的去了，怎么又来了一个？这可咋办呢？如今他们一个大夫都没有，全都是干着急。哎呀，造孽呀！若是能找到九州媳妇儿就好了，他连九州大娃都能救，说不定啊，还能把人给救活了。孙老根听完讽刺道：就那个婆娘还会医术，这娘儿俩该怎么活呀？江氏看到李正叔过来，赶忙上前给他磕头。李正叔，求求你想办法救救我家男人，他死了，我也不活了。孙李正一急又开始咳嗽起来。你别求我爹了，我爹也不是大夫，现在只能听天由命。若是你不怕死，就背着你的男人去镇上。孙阳光看着爹咳得喘不过气来，心里也急了。爹是他们家的顶梁柱，若是爹有个3长2短，他们2兄弟的日子谁都不好过。江氏虽然知道阳光说的没错，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镇上如今那么乱，可能他们在半路就被人给弄死了。他爹坐在地上哭得厉害，孙李正眼眶都红了。这样下去，大亮多半是活不了，这可咋整呀？外面小雨依旧下得厉害，孙九州和二虎用最快的速度下了山，来到大孙山脚下的时候，看到一片狼藉，听到有女人的哭喊声，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到了门口。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二虎先一步进了屋子，听到二虎的声音，孙李正眼睛一亮，回头却没看到九州媳妇儿，他脸上浮现出失望之色。昨儿突然狂风暴雨，我们……孙阳光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跟二虎他们说了说。二虎听完，抬头看向老九哥。孙九州立马有了决定，低沉的声音说道：跟我们上山吧，至少山上有山洞，不用怕这样的雷雨天。上山？你们不会就住在小孙山吧？孙老根想到那个地方，全身发怵。没错，我们就住在上面，怕李正叔担心才一直没说。二虎很是坦然地说道：小孙山上的野兽更多，上去不是找死吗？除了孙李正之外，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二虎他们。若是你们不去就算了，大亮嫂子我九州嫂子就在山上，若是你想赌一赌，那就跟着我们上去。二虎看大亮这个样子，恐怕撑不了太久。去，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姜氏斩钉截铁地说道，而后给孙九州跪下祈求道：还请这位大哥把我家男人背上山去。行，马上走。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跟二虎上山。我先把人背上去。孙九州说完，背上人，出了门就往小孙山上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开眼了，雨停了，风也停了，他背着人沿着下山的路往上爬。因为下山的路他们刚才用棍子给敲打过，不会像新路那么滑，走起来的速度比下山时候快多了。山洞口远远看到儿子的王氏大喊起来：老九回来，身上背了个人，快准备一下。另一边山洞口听到消息，王小夏赶忙把药箱拿出来，又让老四他们把火升得大一些，一会儿好给病人救治。不一会儿的功夫，孙九州把人背到了这边山洞。他伤口流血不止，再不救就快没命了。他把人放下之后就在旁边等着。王小夏让老九给拽住大亮的衣服，又让图图给这人塞了一块参片，这才动手帮忙清理伤口上的碎屑。清理完毕之后，把伤口缝合，又抓了一副药让老五去煎熬。为了不让人睡过去，他又给下了针。忙完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坐到了地上。如何？可还有救？孙九州满脸着急地问道。还好，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有伤到要害，体质也好，熬过今天，明天就会慢慢好起来。得把药灌进去，才能让他休息。王小夏说完，想站起来去外面把手给洗洗，发现头有些晕。孙九州上前把人给扶起来。何儿和图图看着这里，他扶着媳妇儿出了洞口，趁着没人跟上来，低声说道：辛苦你了，媳妇儿。王小夏身子一僵，随后推开孙九州，头也不回地跑到那边的厨房，弄些热水把手给洗洗。糟糕，媳妇儿早就发现了，这是生气了。孙九州有些懊恼地抓了抓脑袋，哄女人这事儿他真的不擅长，这可怎么办？爹，您还愣在这儿做什么？快去啊！老大在旁边看了干着急。爹？图图傻眼地看着大哥，不是说那个爹已经战死沙场了吗？原本打算去那边山洞拿药材的图图以为自己听错了，看到老九叔跑出去，他还愣在原地。老大回头看到图图傻傻地站在那儿，知道刚才的话可能被图图听到了，他走过去低声嘱咐道：别告诉其他人，爹的身份得保密，不然就活不成了。哦。图图小鸡吃米的点点头，不知道怎么走出这边山洞的。孙九州就跟在媳妇儿的身后，媳妇儿做什么他就在旁边打下手。整整1个时辰，王小夏一句话也不说，一个眼神也不给孙九州。他也不知道为何会生气，明明就是个从不相干的人，那几个孩子是相处久了才会有了感情，可他生什么鬼气？难道原主的情绪影响了他？抬头看着那可怜巴巴的眼神，他冷冷地说道：别跟着我。对不起，我……孙九州很想解释点什么，发现山洞里还有人，只能把话咽回去，灰溜溜的去门口帮忙。刚刚出到山洞，就见二虎带着村民上来了。二虎身上背着孙礼正，旁边跟着大亮的媳妇儿和孩子。孙青毛和孙清江赶紧过去搭把手，王氏和方氏也跑了过来。孙九州也跑过去帮忙，把人带到旁边的山洞安置。一下来了5户人家，一个山洞恐怕住不下。哎呀，想不到这里那么好，你们还盖了木屋子。我怎么还闻到肉香味了？这可比我们好过多了。可不是嘛，
上来享福也不告诉我们。行了，都闭嘴吧！让你们来，你们敢来吗？孙礼正听到那些人说话来火，直接吼了一声，这一下才算是清静下来。大兄弟，我男人怎么样了？孙九州指了指旁边的山洞。哦，在那个山洞里，血止住了，好好养着就行。其他人听完都往那边的山洞跑。老根媳妇儿和孙石墨媳妇儿袁氏则是吧嗒了嘴，想看看那边厨房里放了什么。还不走？看什么看？就算有肉也是人家的，敢想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我滚下山去！老根媳妇儿一听，不能跟李正书他们住在一起，想到那边厨房有肉，生怕他们吃不到，立马站起来反对。我不同意，为啥我们要去那边住啊？我也要住这边山洞。这山洞是你找的，还是你打扫的？没人让你上来，来了就得听指挥，不然就滚蛋。崔兰花一听老根媳妇儿作妖，立马一顿反驳。老根媳妇儿被这话冲得直接接不上话了。袁氏见崔兰花说的那么好听，憋了憋嘴说道：说的那么有道理，你怎么不去那边住？这里是我安排的，不满意的都滚蛋，别在这儿影响病人休息。王小夏讨厌看到这些人在这里闹，也会影响病人。听到九州媳妇儿说话，崔兰花高兴地扬了扬嘴角，回头叫自己男人：杆子，带着孩子去找柴火。这么冷的天儿，没柴火不行。好的。孙杆子听话的带着孩子站起身来。老根媳妇儿和袁氏瞅着九州媳妇儿，气得牙痒痒，也不敢说什么。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二虎，带他们去那边山洞歇脚，记得在门口挖个小沟子，免得雨太大水渗进山洞。从今儿开始，我们给大家供2天的饭，2天之后你们自食其力。山上冷，趁着没下雨，都去捡柴火堆在山洞口。王小夏一脸严肃地把事情吩咐下去，那口气就像这里的头，不容谁人有半点反驳。孙礼正看着九州媳妇儿那么霸气的样子，忍不住笑着叹了口气。哎，好啊，以后啊，我们都听九州媳妇的。你看，他把青毛他们几家安排得好好的，他们现在呀，可比我们过得好。李正老哥说的没错，这地方就是九州媳妇之前上山挖药找到的。一开始我们也不敢上来，你们不知道，前几日那些狼啊……三屯儿把前几天打狼的事情给大家说了说。他们2口子若不是跟着上来，多半得死在山下，所以他们都默默地做事，不给大家惹麻烦。孙九州见媳妇儿出了山洞，便是悄咪咪地跟了上去。王小夏记得这山洞后面还有一片林子，那时候看到也有绿色，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没走多久，发现后人跟着，不用想就知道是孙九州。孙九州大步地跑到媳妇儿跟前，一脸真诚的道歉：媳妇儿，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是怕我身份一旦暴露，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一口气把发生的事情跟媳妇儿说了一遍。王小夏听完止住步子，好奇地看着孙九州，心里却想着原文的情节。原文记载着孙九州故意投敌，是为了去对方卧底，最后拿下一个很大的城池，立下战功，凯旋归来。现在投敌这件事儿居然发生在他副将的身上，他还因此差点丧命。剧情真的是因为他的出现被改写了吗？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时间也琢磨不透，冷冷地看着孙九州问道：难道你打算一直待在山里？自然不会，我身上有伤，还中了毒，只能等开春下山再去看看情况。孙九州发现媳妇儿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
说出来说不定还能给自己拿个主意。你身上的确中了毒，要完全清除毒素还需要一些药材，这些药材只有春天才有。说是你没事儿，就多教孩子们习武、练剑、练刀，免得出去送死。王小夏说完，继续往前面走。孙九州心中窃喜，媳妇儿是担心他的安全，这是想留他下来住上一段时间。看来娘说的没错，媳妇儿跟他一样，也是个外冷心热之人。王小夏自然不知道孙九州怎么想的，他想的是剧情变了，他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既然孙九州能活下来，那就好好活着。等那些小崽子可以独立的时候，他也可以离开，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许有什么机缘还能让他回去。总之，他要让自己羽翼丰满，可以独立的活在这个渐渐熟悉的鬼地方，而不是需要依附谁活下来。另外就是等强大之后，他还得去把女主真正的身份拿回来，可不能便宜了那朵恶心的白莲花。等他们背着背篓回到山洞的时候，午饭已经做好了。因为人多，中午吃的是稀饭，但是肉却做了不少，都是一个村子的。孙青毛知道大家肯定好些日子没吃上肉，所以做了不少。孙礼正他们没想到上山逃难还能吃到肉，一个个都非常高兴，连那2个找茬的婆娘也都闭上了嘴。中午过后，王小夏又给孙礼正熬了一碗药，让他吃了就躺下休息，剩下的事情等着年轻人做就好。孙礼正见有人带头做事，也安心地睡了过去。李正媳妇儿见老头子总算是睡安稳下来，忍不住在旁边抹了把眼泪。九州媳妇儿，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若不是有你啊，你李正叔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说哪里话，都是一个村子的人，你也好好休息，我回去睡会儿。王小夏有些累了，中午不睡会儿，她也有些顶不住。这天是越来越冷，也不知道大家还能在外面活动几天。看到媳妇儿走了，孙九州跟了上去。孙阳明看着孙九州的背影，总觉得有些熟悉，而且这人怎么老是跟着九州媳妇儿？二虎，这人怎么老跟着九州媳妇儿？他忍不住问了二虎一声。二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旁边的孙青毛开了口：那是我们认的干儿子，我那大儿子没了，这孩子不错，若他们真能走在一块儿，也是好事。既然孙青毛他们没有意见，其他人自然也不会多嘴说些什么。不过老根媳妇儿和袁氏就不一样了，刚才听他们说是那叫老九的带着他们去杀狼，而且人家还会功夫。他们心里妒忌王小夏，那么丑个女人怎么会被那么好的男人看上？老根家的，找个机会跟那老九说说。袁氏小声地跟老根媳妇儿说道。说什么啊？老根媳妇儿一时没反应过来。你说呢？袁氏坏坏一笑，他就是不想看到那个丑八怪过得太好。哟，你们家现在可是富裕了呀，还养着一只猫呢。哈哈哈。孙老根看了一眼花花，嘴里一点没客气。小丫头看着那人一脸厌恶，上前把花花抱在怀里，生怕被坏人抢走了。老根媳妇儿则是转悠着眼珠子，等着吃饱饭之后，她故意留下来帮忙收拾。然后她偷偷地看看2间木屋，厨房里挂了不少的狼肉，那边木屋子里挂了不少猪肉，看得她心痒痒的。等那些人离开之后，孙青毛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会。人多眼杂，你们也看到了，白眼狼哪个村子都有。以后大家若是有钱财什么的，可要收好了。还有那些狼皮子，千万不能被他们看到，那都是大家用命拼回来的，我们谁都不送。他首先表了态，出手只是不想看到李正老哥没个落脚的地方。
至于其他人，他原本是不想管的。王氏也同意老头子的话，叮嘱七周媳妇儿和方氏，大家身上的褂子都做得差不多了，白天就别弄了，晚上稍微赶一会儿，再有几天就好了。方氏和周氏都点头答应下来。孙清毛又看向刘屠夫一家，说道：村子里的人没见识，小肚鸡肠的太多，你们也别往心里去。青毛叔，您放心，我们不是计较的人，只是那2个妇人真不是好东西，以后大家还是小心些。张姐跟刘屠夫在镇上摆摊儿，形形色色的人看了不少，一眼就看出那2个长舌妇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啊，那2人有些心术不正，反正大家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可别让他们钻空子就对了。睡吧，今晚也不知道还下不下雨。昨天那样的雷雨天，我活了这么多年就见过2次。孙清毛说到这儿，似乎想到了什么，可他并没把想到的事情说出来。王小夏很有兴趣听下去，见公公没有继续说，也不会追问下去，只能以后再慢慢打听打听。而且他发现公公说这事儿的时候，二叔和三屯叔的脸色很不好。他猜想，恐怕上次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发生过什么。孙九州也发现了爹的不对劲儿，这件事儿他得私下问问，或许这个村子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清毛嘱咐完就去睡了，他觉得自己要好好养着，尽快让身体好起来，这样才不会成为大家的拖累。王小夏忙了一天也有些累，不过他还是带着小团子去了一趟那边的山洞，看看大亮的伤口，再看看李正书的情况。他说爹那样的情况最好还是让九州伯娘看看，又不好再去麻烦人家，所以他一直在山洞口等着。听说九州媳妇儿过来，大家停止了说话。王小夏带着小团子进山洞的时候，感觉气氛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没有多问，先过去看看大亮的情况。九州嫂子，大亮睡过去一直没醒来，会不会有事儿啊？袁氏很是担心，晚上有肉也没吃几口饭，还把肉都给留了下来，想等着自家男人醒过来之后给他吃。王小夏过来给大亮把了把脉，随后扎了几针，就见人缓缓地醒了过来。醒了，我家大亮醒了！九州嫂子，你真是太厉害了！袁氏高兴地大叫起来。图图，你先去把灶上的粥端过来，吃了东西休息半个时辰才能喝药。王小夏吩咐小团子一声，拍拍激动的袁氏，微笑地起身去给李正书看看。袁氏连连点头，吩咐豆子跟图图一块儿去帮忙。没一会儿的功夫，豆子端着温热的粥回来了，母子俩给大亮喂下了一碗粥。大亮看上去精神好了些，但还是因为太虚说不出话。九州嫂子，他还不能说话呀？袁氏又担心的过去问了一声，流血太多，身子太虚了，说是晚上发现他额头发烫，你一定要过来找我，今晚是最难熬的。王小夏知道伤口太深，这里没有消炎药，晚上大多都会发烧，还是给他们提了个醒。谢谢您了。袁氏连连给九州嫂子道谢。没事儿，都是一个村的。王小夏回了一句就回去了。有人鬼鬼祟祟的躲在小厨房那儿，不过看身形像是老跟媳妇儿，他装作没有看到的去了厨房一趟。小团子在里面熬药，走到门口就闻到了药味儿。娘，大亮说这药快熬好了，一会儿我就给端过去。您累了，回去休息吧。图图见娘回来了，催促娘赶紧回去休息。好，你也小心一些，娘去睡了。王小夏从厨房出来，刚好碰到往门口走的孙九州，他直接无视的往里走。孙九州想把人给叫住，见他很累的样子，张了张嘴，又把嘴给闭上。随后他去厨房看看能帮上什么忙。老九说：“您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把药端过去就好了。”
图图看到老九叔，不，应该说爹来了。孙九州蹲下身来，认真的看看图图，那种熟悉感又上来了。他之前听娘说了，这孩子是媳妇儿捡回来的，而且还失去了记忆。我去端药。图图有些不习惯，因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怪了。孙九州没有阻拦，因为他察觉到外面有人，即便是有话要问图图，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等着图图把药端出去的时候，他也故意走出厨房。看到图图走远之后，他低声说道：出来吧。老跟媳妇儿听到这话，从厨房后面走出来，随后一脸狐媚地看向这个男人。多么精壮的男人，怎么会看上那个丑八怪呢？哎呦，老九兄弟，我跟你说，你可别被王小夏那个坏女人给骗了。那女人跟村子里面的张秀才不清不楚，估摸着早就不是姑娘了。他一脸献媚地说着，还不停地给人家抛媚眼儿。张秀才，媳妇儿能看上那个文弱书生？孙九州皱了皱眉，显然不太相信老跟媳妇儿这话。你可别不信，这事儿呀，估摸着你干爹干娘都知道，不信你回去问问。总之呀，我也是为了你好。大兄弟，不如……老跟媳妇儿说着，想要挽住他的手，却是扑了个空。想不到老跟媳妇儿如此不守妇道，自己男人还在附近，就想勾引别的男人。孙九州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这位嫂子，九州媳妇是哪里得罪你了？需要你这么来说她的小话？可不是，他……老跟媳妇发现自己差点被带进沟里，反应过来之后，他马上把嘴闭上，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道：爱信不信，反正又不是给我戴绿帽子。哼！孙九州原本还按捺住怒火，听老跟媳妇这么一说，真想一巴掌把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给拍死。收到孙九州那杀人的眼神，老跟媳妇咽了咽口水，比兔子还快的赶紧溜了。孙九州有些后悔把这样的长舌妇带上山，他郁闷地转身回了山洞。孙老跟媳妇想着自己刚才想要勾引那男人，人家不仅没上钩，还一脸厌恶地看着他。他摸摸自己的脸，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道：好歹老娘是姑娘的时候也是个大美人儿，这都什么眼光啊！袁氏迎面走过来，刚好听到了老跟媳妇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被人听到，老跟媳妇有些恼怒，不过看到是袁氏，他倒是没生气，而是阴阳怪气地说道：那小哥儿估计是被九州媳妇儿给迷了心，老娘说的话一句没听进去，有本事你去试试。袁氏眼珠子滴溜溜地转悠着，那叫老九的确不好忽悠，只能找机会再去说说。现在去做这件事儿，他怕挨锤。嘿呦，别去了，估计现在正是刚刚开始。当初你跟你男人的时候，不也只会觉得你男人最好，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等机会吧。他劝了劝满脸怒火的老跟媳妇儿。老跟媳妇儿那是有苦说不出，她是童养媳，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家男人好。她觉得谁家男人都比自家男人好才是真。不过这话她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被人笑话，而且还会让自家男人暴揍。她坏坏地看了袁氏一眼，问道：你就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天天被他们欺压着？还得看他们眼色才能吃到肉。我都看到了，那2间木屋子里面挂满了肉，真是小气。你确定2间木屋子都挂了肉？可不是，看得真儿真儿的。老跟媳妇儿很是确定地说道。袁氏听完，哈喇子都出来了，拉着老跟媳妇儿回山洞，他们要商量商量，再从长计议。午夜，
按照平时一样换班守夜。今晚上是二虎和雷子，两人坐在木屋子里烤着火，饿的时候就烤些肉来吃，肉香味扑鼻飘了出去。屋子外面4个脑袋鬼鬼祟祟的在附近藏着，闻着肉香的时候，4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老根媳妇儿一脚将孙老根踹了出去，孙老根则是把孙石墨给拽了出来。2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来到木屋子前面。谁？二虎警觉的喊了一声：“是我呀，二虎兄弟。晚上不是要守夜吗？我和石墨睡不着，就过来看看。”孙老根说着话，凑了个脑袋进去，看到是孙老根，二虎把嘴里的肉给咽了下去，淡淡的说道：“不必了，今晚我和雷子就行，回去吧。附近有陷阱，若是有事我们也能知道。”雷子看这2人就知道来者不善。没事，反正我们也睡不着。孙石墨看着雷子手上的烤肉，恨不得扑上去咬2口。雷子听二虎说他们又懒，心眼又多，对他们一点好感都没有，3两口把烤肉给吃了，把串烤肉的棍子扔在旁边，棍子上还沾着肉末，闻着香味儿，孙石墨都想去舔2口。孙老根儿用手肘撞撞孙石墨，随后又开始找别的话题，2人像门神一样站在门口东扯西聊。二虎倒没觉得什么，可雷子已经意识到不对劲儿，因为他听到旁边有了动静，不过他也不吭声，反正到时候倒霉的肯定不是他。果然，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外面传来尖叫声：“豹子！哎呦，救命啊！他爹，快来救我！”两边的山洞听到叫喊声，纷纷出来看个究竟。月光下，孙老根媳妇儿和袁氏手里拿着2块大肉，身后跟着2头豹子，吓得他们哇哇大叫。看到这一幕，谁还不知道这2个婆娘都干了什么？孙礼正气得直咳嗽，随口大喊道：“快把手上的肉给扔了！”扔肉？孙老根媳妇儿不舍，可他也害怕，手用力一甩，大肉被扔了出去。袁氏眼泪都快出来了，看着手里的肉不甘心，为保命也只能扔了出去。孙礼正这边山洞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另一边山洞的人也不吭声。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2头豹子叼着肉回到厨房的门口，把肉扔进去之后，又朝孙老根他们2个吼了几声：“老花，花跟班，回去睡觉。”孙九州喊了一声，老花和花跟班乖乖地走过去，在孙九州身上蹭了蹭，被拍了拍脑袋，乖乖地进山洞睡觉去了。这2头豹子是你们养的？是啊，怎么了？难怪你们敢住在山上，原来有豹子守着你们。孙石墨咽了咽口水，今晚他们是失策了。孙礼正看着这4个人，气得身体颤抖。孙阳光给爹手里塞了个棍子，那4个人就该好好的揍一顿，居然去偷人家的肉，那可是人家用命换回来的食物，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你们这4个不要脸的，实在是太可恨了！绑起来，给我绑起来！孙礼正气得喘着大气，还是扯着嗓子吼了一声。甘子和孙阳光几人听话的拿了绳子过去，先把孙老根和孙石墨给绑起来。风呼呼的吹，下半夜更冷了，4人被绑了，跪在门口的草地上。青毛兄弟，这4个人你们看着发落吧，若是要赶下山去，我们也不会有意见。孙礼正都觉得脸臊得慌。不要赶我们下山呐！求求大家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老根一听说要被赶下去，吓得在地上猛磕头，还大声地哭了起来。山下什么状况，别说能吃到肉，什么时候没了性命都不知道。村子里不能住，大孙山下更不能住，
保不定哪天雷大就像那2个人一样被劈死了。他就算是死也不会下山的。不去，我也不去。你们爱怎么罚我们就怎么罚吧，求求你们了。孙石墨也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心里痛恨地看向旁边的2个婆娘。老跟媳妇儿低头不敢看那些人，跟着自家男人磕头，袁氏也是一样，磕头不吭声。孙青毛看了九州媳妇儿一眼，说道：九州家的，你看怎么处置他们？王小夏根本不想管这事儿，可是看着大家信任的目光，他也只能好好思考一下。把这几个人弄下山，他们随时会死在下面，不是他热心肠，这些人若是死了，会败坏他的名声。可说是要把这些人留在山上，那就不能让这些人闲着。如今山上也没有什么事儿需要他们做，倒是有些为难了。图图见娘为难的样子，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道：娘，让他们做苦力吧。老九叔说后面还有很多笋子，让他们去挖笋子、劈柴火都行。王小夏摸摸小团子的脑袋，觉得这样也不错。他便是看着4人说道：要想留在山上，必须听从安排，你们可愿意？不愿意行吗？4人脸色都不好看，却也只能乖乖答应下来。二虎，明儿开始你带他们去后面挖笋，挖回来的一半给他们留下，另一半我们收了，作为他们留下来的租金。王小夏把自己的心思跟大家说了说，老跟媳妇儿怕吃亏的赶紧接了话：那他们呢？他们不是也住了你们的山洞，不用给租金吗？孙阳光看得火冒三丈，正要大骂的时候，却被爹给止住下来。我们也叫阳光、阳明、杆子，明天跟着二虎他们一起干活。这块地方是青毛老弟他们用命拼回来的，能收留我们，还给我们看病，我们不能老占便宜。孙礼正即刻发了话，他觉得这样挺好，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心里会舒坦很多。王小夏见李正书如此大义，心生敬佩，他上前扶着李正书：天冷，您还是回去睡吧，明儿我会让二虎安排大家做事的。在这山上不比山下，很多事情都得提前做准备。还是你想的周到。好，以后大家都听九州媳妇的，不满意的就滚下山去。孙礼正这火爆脾气，是啊，不听话就让他们滚下山。走吧，回去休息。今儿天晴了，王小夏想出去碰碰运气。他把脑袋包得严实，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王小夏走出来没多久，脑海里的地图闪现出不少药材。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岔路了，一直穿过一片林子，来到另一片林子面前。这片林子看上去已经枯萎，可为何空间地图却显示里面还有药材？难道是系统出错了？他满心好奇，怕遇到危险，便是进了空间。从空间进入林子，林子很深，即便是很多树叶枯萎，光线还很不好，越往林子深处走，就越觉得有种不安。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他来到一条小溪边，小溪边上搭建了几间木屋，几个男人正在溪边收拾猎物。莫迪，里边住了不少人，要不要把那些人都杀了？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手里拿着锋利的匕首，正在给狼开肠破肚，他手上沾满了鲜血，看上去凶神恶煞的样子。别胡闹，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这山又不是我们家的，再说他们那么多人，身边还有2头豹子，光是对付那2头豹子就够呛了。莫迪很头疼森木这家伙，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杀杀。溪边还有一个男人，男人从背篓里拿出了不少药材，将这些药材洗干净，然后放在旁边的筐里晾着。男人叹了口气说道：哎，怎么办？主子的药还是不够啊，这边地方我都看过了，就是找不到。格桑、莫迪，我们可能还真得去他们住的那片地方看看。可是
莫迪有些迟疑起来。什么可是不是的？哈尼都说药材不够，我们不去弄回来，主子的病怎么办？走走，现在就去。森木是个急性子，一说这话就要站起身来。糟糕，他们若现在去住的地方，剩下那些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王小夏认真地分析了一下，他们敢在这片山上住下，而且明明知道有2头豹子还敢去冲，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很强。这可怎么办？他有些心急地在心里想主意，却见一间屋子的门被推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着华服的男人。男人像是一个病人，脸色苍白无色，看上去状态也不太好。格桑慵懒地打了个哈欠，看向3人说道：不用去了，只不过是老毛病，如今这样就挺好。不过我们还是得找个山洞，免得像那晚的大风，实在是有些吓人。是啊，那简直就是妖风啊！若不是我们的屋子用藤子围了一圈，估计屋顶都没了。莫迪觉得主子说的很有道理，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他又嘱咐了一声：你在家保护好主子，我去看看就行，别再胡思乱想。出门在外，我们尽量平和一些，别老做那些没脑子的事儿。主子，你看他就知道长他人志气，灭自家的威风，幸好没有让他带兵上战场，若是真的去了，绝对丢脸。森木不满地冷冷说道。格桑看了2个随从一眼，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说道：莫迪说的对，出门在外收敛点好。去吧，早些回来。是，主子。莫迪领命，背着剑出了林子。王小夏没有继续停留，他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林子，努力跑在莫迪的前面，找到孙九州他们。怎么了，小夏？孙九州觉得，既然让媳妇儿知道了身份，不能叫媳妇儿，那就叫名字。王小夏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跟他说起了林子里看到的情况。孙九州听完，意识到情况严重，回头喊雷子带着这些人小心一些，他则是跟着媳妇儿回去看看情况再说。雷子知道肯定有什么急事，干脆不再干活，而是留意着附近的情况。孙九州和王小夏往回没走多远，便是看到一个身影从不远处窜了出去。孙九州拉着王小夏赶紧躲了起来。不远处的莫迪突然扭头看了一眼，感觉有人跟着，却没看到人影。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一段路，随后一个闪身跳到一棵大树上。他想要看清楚到底是谁跟着，可惜他的2个对手都不是善茬。王小夏早就注意到四周的情况，也猜到那人若是要藏，只能藏在树上，所以没看到那人，就下意识地拽着人躲了起来。孙九州看着被媳妇儿拉着的手，羞涩地从脸红到脖子，身体也都僵了。王小夏不敢说话，这年头有内力的人几乎都是顺风耳，很小的动静都能听得到。只是他扭头看了一眼孙九州，吓得赶紧把手给收了回来。明明都已经娶了一个媳妇儿，搞得像小黄花一样，这还真能装。媳妇儿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孙九州想要解释什么，却是怕惊动那人，不敢吭声。王小夏受不了这个男人看自己的眼神，立马转头看向莫迪所在的方向。不对，人走了。他意识到这一点，赶忙冲了出去。孙九州这才回过神来，在后面追了出去。2个人跑了一段路，发现人真的跟丢了，他们也不敢耽搁，先跑回山洞那边看看情况如何。你再不跟他说实话，当心哪天你睡着的时候，他会拿斧头直接把你脑袋给剁下来。孙九州一阵无语，他的女儿有那么残暴吗？答案是有。老二昨天已经把斧头给磨好了，说是这个不要脸的男人再继续如此纠缠后娘，他就一斧头砍了他。孙九州对上老二的眼神，长长的叹了口气。说话就说话，叹什么气呀？
老二怂了一句。孙九州这回真是有些上火，看着这个丫头实在是有些欠揍，黑下来脸问道：你这丫头对你亲爹也这个态度吗？我亲爹当然不会，是。老二没说完，心里咯噔一下，他看看老九叔，又看看后娘。九州，老九，不会吧？娘，是真的吗？他扯了扯后娘的衣角，王小夏看着老二无奈地说道：娘也是刚刚知道，你们聊吧，我去附近看看。老二好受伤，心口好痛啊，小心一些。孙九州担忧地说道：我不会走远。王小夏回了一句，沿着几个山洞附近走了一圈，暂时没有发现有陌生人，他就进山洞看看大亮的情况。而莫迪一直藏在暗处，观察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很勤劳，这画面让他觉得很是舒服。他没打算打扰这画面，悄悄地离开。他在附近找了条路可以绕过这片地方，回去给主子复命。傍晚的时候，大家在山洞外面集合，之前他们都没有多想，以为山上除了他们不会再有人，若不是王小夏误打误撞，他们都不会发现这些。孙九州刚刚把话给说完，就听孙老根猴急地说道：啊，还有别的人？什么人啊？他们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啊？我们住在这里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不安全啦，老根叔，你下山吧，这山上除了有人还有熊瞎子，当心哪天熊瞎子把您给拍没了。老二今天因为爹隐瞒身份的事情本来就很上火，听到老根叔这么一说，直接对了一句：下山？下山可能死得更快，这里至少还有2个会功夫的，还有2头豹子，至于那2只狗崽子可以忽略不计。孙老根脑子飞转，已经想得明明白白，如今被九州二娃一怂，他赶紧把嘴给闭上。孙李正听说还有别的人有些头疼，赶上小孙山的都不是普通人，一旦发生抢地盘的事情，打架是很正常的。只是他们大多都是老弱，哪会是人家对手？好不容易找个安身之所，这可怎么办？这是我藏起来的粮食，既然你们来了，我们去把剩下的都搬到山洞里去。辛苦了，媳妇儿。孙九州想不到媳妇儿那么聪明，把粮食分散了那么多个山洞。谁是你媳妇儿？别胡说！王小夏不满地瞪了孙九州一眼。老二一听，着急地问道：娘，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没有的事，别胡思乱想。既然你是我娘，当然是我爹的媳妇儿，除非你不要我们了。老二说的那是头头是道。老二性子耿直，倒是弄得王小夏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孙九州心里偷笑，高兴地摸摸女儿的脑袋。真是爹的好闺女，去把你雷子叔和二虎叔找来，若是其他人问起来，就说这边还有一些笋子，你娘说挖完再回去。老二应了一声，先把娘的背篓给背了回去。现在他们离山洞不远，王小夏也不会不放心，只是剩下他们2人站在这里有点尴尬。孙九州见媳妇儿沉默下来，支支吾吾地说道：媳妇儿，我不会说话，不过我保证，等我的事情处理完了，一定给你一个交代。交代？交代什么？王小夏满脸不解地看着眼前这彪汉子，为何这么容易脸红？我一定不会让你再过苦日子了。等我把这件事办妥了，不说荣华富贵，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我要给你买最好的衣裳，住最好的宅院。孙九州见媳妇儿狐疑的目光，说出心中的许诺。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主还没出现呢，人家长得漂亮还有权有势，
王小夏可不相信这样的许诺，实在是太没有信任度了。媳妇儿，我发誓。孙九州见媳妇儿不信，又举起2根手指。不用，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王小夏立马止住他的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声，说完之后有些后悔。明显这男人看自己的眼神变得含情脉脉起来，这误会到底是有多深呢？媳妇儿真好。孙九州还真觉得媳妇儿是心疼他，所以才不让他发誓。哎呀，这媳妇儿多好呀，又能挣钱，又能护着孩子，对爹娘也孝顺。他真是积了几辈子德，才会有这个福气。王小夏看着傻笑的孙九州，不敢再解释什么，免得越说人家误会越深。反正等到光环女主出现，他就会成为路人甲，到时候……算了，想那么多费脑子。他懒得继续想下去，就是觉得两人站在这里像2个傻子。主要是那傻子还红着脸，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出来偷情呢。没一会儿功夫，二虎和雷子来了。如今大家都知道孙青毛认了孙九州做干儿子，也知道老两口是要撮合2人。即便是他们真的出来干什么，也觉得是正常的事情。不过雷子看着将军脸红成这样，倒是让他很想偷笑。王小夏带着他们来到竹林深处的那个山洞，把几袋粮食背上，又把扔在地上的那些竹笋给装好背回去。然而这次他们却有些大意了。等他们离开没多久，几个衣着普通的男人从暗处走了出来。他们进了山洞，很快又从山洞出来了。跟着他们看好位置，晚上带人把粮食给抢了。发话的是他们的老大郭13。他们原本是附近金银山上的土匪，奈何这世道太乱，很多流民被迫上山，他们原本的地盘昨晚被另一个狠人给占领，他只能带着一群土匪换地方。老大，那边林子那几个怎么搞？独眼龙问了一声。郭13想着那些人穿着很不一般，肯定是有钱人，绝对是肥羊。这样的乱世，肥羊可不多，遇上了自然不能放过。那今晚就先抢他们，我看他们都带了兵器。耗子，你去准备一下，那几个人可不能硬来，上半夜搞定他们，下半夜咱们再去抢粮食。他心里很快有了打算。老大放心，我身上的药可不少，即便是毒不死他们，弄晕也是没问题的。耗子一脸自信地说道。这耗子长得很像他的外号，一双3角眼，身材矮小，这形象给人就是贼兮兮的感觉。独眼龙去打探消息，我们先回去。郭13说完带着耗子走了。独眼龙沿着这一条路往前走，很快找到王小夏他们住的山洞附近。他没有急着靠太近，而是在附近打探情况。看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身离开。而出来帮主子挖药的莫迪刚好看到这么一幕。昨晚他们就听到动静，知道肯定是有人上山了，只是他们不愿意招惹是非，所以就没有去多管闲事。现在看来，那些人恐怕是附近的土匪，这是看上这些村民的地盘了。他很喜欢这样的画面，不想被那些土匪给破坏了，可他又不想暴露身份，于是他便纠结地站在了原地。啊，瞧瞧，瞧瞧！小六滚着手中的藤球，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山洞。突然，有人用脚踩住了他的球球，他瞪圆了漂亮的大眼睛，抬头看着眼前的陌生叔叔。哎，赶紧回去，外面很危险。莫迪微微一笑，将藤球拿起来，拍了拍上面的泥土，才给了小家伙。小六坐在地上抱着藤球，想要把人家的脸看出花，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小六，你怎么跑出来了？图图转身就没看到小六，赶紧跑出来找。
小六虽然能走路了，但是晃晃悠悠的，很多时候他就在地上爬。通过爬行的痕迹，很快找到了小家伙，却发现小家伙面前有个陌生叔叔。你不要伤害我妹妹。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把小六给抱在了怀里。莫迪看着这孩子脸上的疤，皱了皱眉头，解释道：放心，我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只是帮他捡球。你去告诉你们家大人，刚才有土匪来踩点，你们晚上可要小心了。图图半信半疑地看着眼前的陌生叔叔，眼见这人没欺负小六，他还是感激地给叔叔鞠躬感谢。谢谢叔叔，我这就告诉我娘。说完，他抱着小六赶紧跑了。莫迪看着这孩子十分礼貌，倒是多了几分喜欢。不过他背着背篓没有继续停留，转身就投入了林子里。图图抱着小六直接找到了娘，把刚才见到陌生叔叔的事情告诉娘。娘，刚才有个陌生叔叔说我们被土匪盯上了，让我们晚上小心一些。土匪？王小夏这才想起来，战乱四起，土匪猖獗，四处抢夺，也有很多流民因为缺吃缺喝，便是落草为寇。这小孙山对附近村民来说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真要出现土匪不足为奇。他让图图形容了一下看到那人的长相、身材还有穿着，听完之后他就能断定来的人是莫迪。说是那叫森木的，即便是有土匪要攻打他们，恐怕还想坐收渔翁之利。至于那个叫哈尼的，未必会多管闲事。娘，这个怎么办？来了2群人，我们要对付起来恐怕很吃力。图图像个小大人一样，满脸担忧起来。王小夏回过神，摸摸小团子的脑袋，微微一笑，说道：别太担心，我们外面挖了那么多陷阱，想要攻打我们不容易。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得去准备一下。不用去找我，一会儿我就会回来。娘要小心。图图知道娘有秘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王小夏背上背篓，拿上一把小锄头，从山洞里出来之后，绕着去了后面，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进了空间。他想过了，说是土匪太多，他现在的人手肯定不够用，所以他必须配出一些毒药，到时候可以给孩子们拿上，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于是王小夏失踪了1个下午。孙九州回来，发现媳妇儿不见，又要出去找，却被图图给拽住。娘说了不用找，等着他回来。可是附近太危险了，你娘太弱了，不能让她一个人带着。不，我相信娘，娘很厉害的，比你还厉害呢。图图可不许这个便宜爹说娘弱，在他心里，娘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娘，谁都不能比。看着图图眼神中的坚毅，孙九州突然明白媳妇儿为何待这孩子那么好了。这孩子说到媳妇儿的时候，眼神中是尊敬、崇拜的光芒。好，你娘是世上最厉害的娘。那我们到路口等她好不好？他安抚了图图的火气，拉着他走到那条路口等着。众人还没有看到王小夏的身影，就连图图都有些担心起来。娘回来了，嘿，是娘回来了。老四在一棵树上远远看到了娘的身影，大喊起来。孙九州听到这话，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没跑多远，看到媳妇儿背着一背篓的东西回来，他上前把背篓接过来，心疼地看着他说道：媳妇儿辛苦了，我背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还能走，先回去，我有事跟大家说。王小夏可不想承认自己是个弱鸡，虽然身体不如前世，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比刚刚来的时候好了不少。老二他们看着爹娘如此恩爱，也都完全放心了。唯独图图看出娘眼中的不快，他紧了紧小拳头，心里想着，即便是亲爹都不能逼迫娘，更何苦不是亲爹。山上来了2窝土匪，
除了土匪，还有几个功夫很厉害的人。从今天开始，大家要打起12分精神。王小夏下午把药配好之后，又到处转悠了一圈，没想到又发现了一窝土匪。孙石墨听到这个消息，土匪还是2窝，这消息可把所有人都给吓怕了。周氏有些担心地说道：若是实在不行，我们回村子住吧。孙清江立马反驳道：不可，你们想想，其他地方的土匪都被逼着上了小孙山，那山下这得有多乱啊！显然孙清江的话是对的，既然连其他地方的土匪都被逼了上来，山下恐怕是不能看了，说不好村子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呢。孙礼正叹了口气，心里难受地说道：即便是那一次大乱，也没到这个程度，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孙九州和雷子眼底划过深深的焦虑，他们其实猜到山下发生了什么，恐怕不止边疆暴乱的问题那么简单。那个畜生多半是想多制造一些混乱，到时候才能拿到皇上更多的赏赐。可怜了那些平民百姓，等他身上的毒解开，第一件事就是除掉那个畜生。王小夏察觉到两人脸色的异常，他心里也有了一些猜测，不过也得等着这些人离开之后再问。好了，大家稍安勿躁，反正都是乱，要在乱世中活下来都不容易。我下午出去找了药，做了些药粉，这些药粉我会分给孩子们，说是碰到有陌生人靠近，孩子们可以拿这些药粉防身。他把下午做出来的药粉拿出来，然后让图图和老二分给孩子们。当然，像小六就没有了，小六太小，怕小家伙会误食。老跟媳妇儿见孩子都有，可他们家没有孩子，连个防身的东西都没有，觉得吃了亏，便是不满地说道：像我们这些没有功夫的，难道不分点儿？你还要点脸吗？没看到老人现在都没有，你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即便是一拳打不死老虎，打趴下一个男人那是没有问题的，亏你还能说得出来。孙阳光开口就对出了口，老根这媳妇儿真是个懒货，做事的时候没见人，怕死绝对是第一个。孙老根也觉得他们没有孩子吃亏，可没有媳妇儿那么大胆。听到孙阳光这么说，他缩了缩脖子：可不是，做事的时候没见你出力，才做多久，就在那儿坐上半个时辰，要点脸吗？崔兰花也忍不住了，这2天干活她都有些火大。老跟媳妇儿像鹌鹑一样缩在那儿不敢再吭声。王小夏也想每人身上都有药粉防身，可是他手上能做毒药的药材有些少，之前主要是采摘治病需要的，现在看来他得另外找一些回来，关键时刻这些药粉可以救命。等我这2天出去挖些药回来再做一些，大家尽量在山洞里别出来，还有就是积极把门口的陷阱给刮多一些。我今天去偷偷查看了一番，那2窝土匪都是20来人一窝，我们未必会战胜不了。至于另一个地方的那几个人，只要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他们多半不会对我们出手。他继续说了说今天打探到的情况，众人听完又是身体一紧，2窝人加起来那就是40多个，还不加另外的那些。孙礼正倒吸了一口凉气，咳得那是更加厉害了。李正说：不用心急，从明儿开始，老九带大家习武，所有的人都要学些防身的本事，那都是为了你们自己，偷懒就是找死。王小夏说着这话，看向孙老根儿和孙石墨，说是他们还听不进去，那就怪不得他了。众人听完连连点头，就连女人们都决定明天早上跟着孙九州好好练练，说不定有可能需要自保。这天晚上所有人几乎都没睡着，到了半夜的时候，在树上放风的雷子看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朝这边走来。今晚守夜的是二虎和雷子，还有阳光和孙石墨。
其他人看到雷子跳下树，知道肯定是有情况发生的。二虎，我们去前面看看。阳光、石墨，你们在门口看着，也都小心一些。雷子嘱咐了一句，让二虎带着弓箭往敌人来袭的方向悄然而去。孙阳光有些害怕，还是操起了家伙在附近查看。嗖嗖，拉弓射箭，黑夜之中尖叫声划破长空。姐夫，你带着他们，我和老九带着老花他们过去看看。刘屠夫应下声来。九州嫂子，我也去。孙杆子拿着一根木棍冲了过来。好，其他人都记住要在一起。若真是有敌人，你们手上还有药粉。王小夏最后叮嘱了一句，带上老花和花跟班过去了。孙杆子有些害怕，却还是勇敢地跟在了后面。前方几个土匪中箭，独眼龙带着另外几个人又冲了上来。二虎杀野兽还行，但是杀人却从未有过，所以这些土匪他只是打伤，可那些被打伤的土匪很快又爬了起来。才一会儿功夫，二虎就觉得有些吃力。二虎，对敌人手软就等于是自杀。王小夏看得火冒三丈，想不到二虎如此不懂保护自己。听到九州嫂子的话，二虎顿悟，手中的斧头朝其中一个土匪砍了过去。被砍伤的土匪身上血淋淋的，看上去有些可怕。孙杆子看到这一幕，腿有些软。杆子，去帮二虎，别愣在那儿。你不动手，到时候死的就是你。想想你媳妇儿，还有你的孩子。王小夏说完，朝不远处的一个土匪砍了过去。孙九州征战沙场多年，即便是现在不能动用内力，他手上的功夫也不差，拿着大刀对那些人一顿砍。外面的林子里，郭13并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如何，他刚带了一群人把不远处林子里的人给抢了，因为他们手上有毒药，那些人被他们打伤，可惜还是让人给跑了。此时他回来打算跟独眼龙会合，没想到他们的人还没杀进去，就看到一男一女骑着豹子杀了过来。老大，他们骑着豹子，那是豹子呀！一个胆小的喽啰浑身打着哆嗦，直接就被吓尿了。王小夏挥舞着手中的斧头，上来都砍了。看到不远处的土匪头子，他大喝一声：“老九哥，抓住那个尖嘴猴腮的，那是土匪头子！”郭13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他长得如此英俊，这个丑八怪是瞎眼了不成？知道那是土匪头子，孙九州干掉旁边的土匪，从花跟班身上跳下，骑着刀冲了过去。郭13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转身就打算逃跑，却被人从背后一脚踹在了地上。让你的人住手，不然现在就废了你。孙九州轻而易举的就抓住土匪头子，可他没想到自己大意了。哼，好啊！郭13阴险一笑，抬手撒出了一把粉末。孙九州只觉得眼睛一阵火辣，他闭上眼睛，被人踹了一脚。该死，这小子使诈！他意识到这点，拿着大刀一顿砍，还是让人给跑了。王小夏眼见孙九州被土匪头子给阴了，他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石头飞出去。咚！郭13后脑勺被打了一下，他踉跄几步子摔了一跤，他则是跑过去拽起地上的土匪头子。不想死就让他们停下来，不然先割你的脑袋！不要杀我！都住手！住手啊！郭13吓得大叫起来，土匪们都停下了手，耗子却是悄悄地溜了。土匪头子被逮住，他则是逼着土匪头子要解药，把解药交出来。我没有解药，解药都在耗子手上。耗子……郭13扫了一眼，哪里还有耗子的影子？那小子多半是溜了。完了，这下他死定了。这些人看上去好凶猛，
王小夏一听没解药，让二虎他们先把其他人都绑了起来，然后拉着孙九州回去清理那些药粉。幸好这不是很厉害的毒药，他手上的药可以配出解药，若是孙九州的眼睛瞎了，那可就麻烦大了。回到山洞坐下之后，他就像个木偶一样任凭摆布。老九怎么了？孙青毛和王氏担忧的都跑了过来。幸好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毒，休息1个晚上应该就没什么事儿。老五，你看着他。图图，拿着药箱跟我过去帮忙。王小夏没有多做停留，干练的带上图图去给二虎他们包扎伤口。20几个土匪跑了7、8个，剩下10来个不是被砍死了，就是被砍伤了，场面非常血腥。可王小夏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们的人必须要保存实力，还有一窝土匪随时可能进攻，而且乱世之下落草为寇，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保不定明天后天还有新的土匪上来。图图看到这场景，吓得脸都白了。老四跟在后面，吓得在原地打颤。终究是孩子，这么血腥的场面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别怕，该死的人没什么好同情的。来，先帮我们的人处理伤口。2个人异口同声地应了一声。老二跟在后面，他也看的是心惊肉跳，却是比老四和图图要镇定许多。他上前帮忙把活着的土匪都绑起来，那些要死不活的先扔到一边，总之是不会浪费他们手上的药材。就在王小夏刚刚站起身的时候，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眼熟的身影。那人浑身是血，吃力地朝他们跑了过来。那人摔了一跤，倒在地上，久久没有爬起来。虽然这人满脸都是血，可图图看到这身打扮，便是认出了此人。娘，这就是白天给我报信的那位叔叔。王小夏听完，上前把人给翻过来。这人伤得很重，他本想给他止血，却见这人猛然睁开了眼睛。求求你们，求求我家主子，求求你们了！他们在哪儿？就在前面，我主子旧疾发作。莫迪硬撑着站起身来，捂着身上一处很深的伤口，一步步朝那个方向走去。王小夏叫了一声二虎和阳光，然后才跟着一起往前走。走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果然看到身受重伤的3人，其中2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而那个清醒的森木手里拿着宝剑，看到有人过来，还是很护主的挡在前面。别动手！莫迪害怕这个憨憨乱来，赶忙大喊了一声。看到是莫迪，森木提到半空的心落地，整个人都跌倒在了地上。起来，别给恩人添麻烦。莫迪吃力的又喊了一声。是。王小夏看着森木身上伤口可不少，能支撑起来不容易呀，倒是条汉子。二虎、阳光，把他们先背回去再说。一行人回到山洞口之后，王小夏把他们安排住进了一间木屋。终究不是熟悉的人，多少还得防着点。能有个地方疗伤，莫迪已经很是感激。为了能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躺下，王小夏还让图图回去搬了床单和被子过来，这是他们闲置下来放在里面山洞的。老二不明白娘为何要浪费东西救一个外人，不过娘说的话他还是乖乖去办的。二虎、阳光，你们去把那些活着的土匪赶到附近绑到树上，死了的残了的全都往山下扔，我们不能浪费手上的东西。王小夏吩咐完老二，又吩咐起旁边的二虎和阳光。二虎愣了一下，很快就想明白九州嫂子能有这样的心思，也是为了大家着想。阳光之前没有经历过杀狼的环节，刚才看到杀人心有余悸，
如今九州媳妇儿还把他们的尸体和受伤的土匪都扔下山，他有些反应不过来的傻站在了原地。傻愣着做什么？听九州媳妇儿的。孙阳明回来拿东西的时候，刚好听到九州媳妇儿说话，一巴掌拍在弟弟后脑勺上。木屋门口站的何止是孙阳明，老跟媳妇儿和袁氏也都站在那儿听着，他们脸色都很难看。想不到九州媳妇儿那么狠心，受伤的也全扔下山。你们两个婆娘还愣在这做什么？过去帮忙收拾，不做事，一会儿把你们也扔出去。孙阳明看着这两个不省事儿的婆娘，真想趁机把他们都给扔出去算了。去，我们马上去帮忙。老跟媳妇儿嘴角抽了抽，拉着袁氏就跟着二虎他们去身后帮忙。另一边的山洞里，孙九州听老二说媳妇儿救回来了几个人，他想要去看看，却被老大给拦了下来。爹，你这样过去只会帮倒忙，别到时候惹娘生气了，得不偿失。老大赶忙拉着爹又坐下身来，可孙九州还是不放心媳妇儿，执意要过去看个究竟。王小夏先给他们主子查看了伤口，发现他除了身上的伤的确有旧疾，其实他的旧疾跟李正书差不多，只是他因为身上还有其他的余毒，所以在治疗旧疾之前还得把余毒给清了。这位嫂子，我家主子怎么样了？莫迪心急地问道。图图在旁边给他包扎伤口，见他动作太大，赶忙喊道：叔叔，你别动，一会儿伤口又得流血了。辛苦了。暂时死不了，先把外伤处理了，其他的得慢慢来。王小夏说完，开始处理他们的外伤。这几个人的外伤都有刀口，需要缝针。他让老四给图图打下手。门口，孙九州已经过来了。他见媳妇儿在给那些人处理伤口，没有吭声，等着他弄完之后，才把人给叫出来问个究竟。这些人来路不明，为什么要救他们？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看到图图处理伤口那个人了吗？是他报的信，不然今晚我们也会死人。王小夏这话说得很大声，让大家都能听得到。如此一来，大家便是明白了九州媳妇儿出手相救的原因。孙礼正让老婆子也去帮忙，反正谁能帮得上忙的都去帮着。王小夏看着李正书还在这儿，赶忙催促道：李正书，你还是回山洞里待着，外面风大，血气太重，对你也不好。放心吧，今晚应该没什么事儿，我们会处理好的。辛苦了，九州家的。孙礼正真的很感激九州媳妇儿，说是没有她，这里就像是一盘散沙，别说是抵抗外敌，恐怕山上的那些野兽都能把人都给啃了。王小夏扭头看向孙九州，语气有些不太好的说道：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就赶紧滚回去。哎，我这就滚。孙九州知道了那些人对大家有恩，心里倒是放心了不少，赶紧听话的回山洞躺着。屋子里的格桑慢慢醒了过来，他看看四周，看到好几个陌生人，而他们四个全都躺在了地上。莫迪一直撑着，看着主子醒来之后，终于顶不住疲惫，睡了过去。睡吧，诊金等好了会给你们结算的，当然那个小哥就不用了，你们三个都得给。王小夏看到他们的主子醒来，冰冷地说了一句。格桑嘴角扬了扬，能活命就好，至于银子他有的是。旁边的森木则是很不服气地说道：为什么他就不用诊金，我们就需要？没等王小夏开口，图图就给了答案。因为那个叔叔白天的时候告诉我们被土匪盯上了，我们做了准备，他救了我们。娘说知恩图报，不收他的诊金不是很正常吗？听到这孩子说话像个小大人那般，格桑不免多看了一眼。行了，现在你们最重要的就是睡觉，先休息好了，伤口才好得快啊。
王小夏把最后的伤口处理好之后，让李正婶子和和儿看着，他和图图拿着药箱出了木屋。打扫战场的事情对王小夏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别说这些完整的尸体，以前那些被炸得稀巴烂的他都见过不少。如今留下来的土匪还有6个，这些人身上也有伤，不过都是小伤。他和图图把他们的伤口处理了一下，随后看向他们说道：想要活命，自己去砍树盖木屋子，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为我干活，还有去把你们的粮食搬过来，不然你们也会饿死。给他们松绑吧。郭十三看着眼前的妇人，他居然还放过了他们，这不合理啊。果然身上的绳子刚被解开，就听王小夏继续说道：你们可以一去不回，反正我这毒有点厉害，一般人解不开，不信你们可以试试。还有你，把你们那个会下毒的找回来，不然第一个死的就是你。下毒？最毒妇人心，果然他们被下毒了。滚吧，天亮之前不回来的，即便是回来也只有死路一条，我这里可不养废物。王小夏踹了郭十三一脚。是，我们一定回来，一定回来。郭十三做了那么多年的土匪，第一次被人打劫，这若是传出去，他哪还有脸出去混呢？不过现在命比面子更重要，他得尽快把耗子找回来。于是他带着自己剩下不多的小喽啰灰溜溜地跑了。天亮了，除了郭十三之外，剩下的5个小喽啰回来了。为了让大家好使唤他们，王小夏给他们取名：奴1、奴2、奴3、奴4、奴5。现在赶紧自己去把房子盖了，盖在我说的那个地方。吃过早饭，王小夏又挨个的去看了看所有人的伤口，眼见大家都没事儿，就开始安排所有人分批休息。他们那个叫耗子的，还有没回来的郭十三，说不定会去请外援，搞不好下午就会来偷袭，所以他们必须保存实力。娘，您去休息，我不困。昨儿睡了一会儿，我给大家定时去检查伤口。图图乖巧地看向脸色不好的娘。好，辛苦了。王小夏没有推辞，关键时刻他还得跟着那些爷们儿去杀敌呢。对了，娘，那个土匪头子会不会不回来了？图图有些担心地问道。王小夏一脸淡定地说道：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中午的时候，郭十三灰溜溜的一个人回来了，因为他没有找到耗子，整个人看上去像斗败的公鸡。听说那位姑奶奶去休息了，他也不敢去打扰，只能乖乖地跟着手下那些喽啰扛木头。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奴一好奇地问道。那个死耗子跑了，不回来等着毒发攻心吗？郭十三一肚子苦水，这个土匪头子咋就做得这么窝囊呢？小喽啰们都苦着脸，而奴武说了让郭十三更想吐血的事儿。老大，你若是早回来半个时辰就好了。刚才他们发饭，我们都吃饱了。奴武是个憨憨。咕噜咕噜，郭十三肚子早就扁了，听小喽啰这么一说，更饿了。没饭吃，他只能去讨了几碗热水喝。王小夏之所以给那些小喽啰们发饭，是怕他们动作太慢，晚上若是没个屋子睡觉，他们这些人就算不饿死也会冻死。另一窝土匪还不知道是什么实力，他们需要人手。晚上的时候，除了格桑之外，其他3个人都醒了。哈尼的伤是最轻的，而且他懂医术，起来之后就给大家查看伤口。你别动，我大伯娘说了，你们的伤口不能乱动。和儿看到有个叔叔起来，赶紧在旁边喊了一声。哈尼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微微一笑，说道：没事，我也是大夫。和儿一听这叔叔是大夫，那是一脸的好奇。
看到小姑娘的眼神，哈尼有些受伤的说道：“我功夫不好，所以也受伤了。就算叔叔是个大夫，现在也不能动。娘说了，你们至少得养几天。”荷儿还是上前把人压着躺下。哈尼无语了，好吧，那就躺下再睡会儿。不过他现在很饿。正想着，门口就有人送饭过来了。年轻人，醒了就吃些东西，这天太冷，不吃东西会受不了。王氏说着话，把一碗饭端给了荷儿。谢谢。哈尼满心感激的道谢。吃吧，荷儿。若是一会儿其他人醒来，你到厨房来端饭，他们的饭都热着。王氏说完，端着剩下的饭去了旁边的山洞。大亮今晚没吃饭，孙礼正也没吃，他端着进山洞之后，就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夜渐渐深了，郭十三他们的木屋终于盖好了。虽然有些丑，至少能挡风避雨，锅碗瓢盆被褥都有，只要用得上的，他们也都搬了回来。此时大家累得一塌糊涂，全都在地上睡着了。王小夏站在木屋子前看了一眼，就这做工，若是风大一些，雨大一些，崩塌率可谓是100%。媳妇儿，你在看什么呢？孙九州发现媳妇儿站在木屋面前发呆，很是好奇地问道：“明儿让雷子带着他们把这屋子给固定好了，崩了可就浪费我们的粮食了。”王小夏吩咐了一句，转身走了。孙九州看着媳妇儿还是对自己冷冰冰的，心里很是不好受。老二见爹愁眉苦脸的样子，上前低声说道：“娘就这样，外冷心热。以前我们也会误会他，其实他真的很好。是爹做的不够好，爹会努力做得好点儿，让你娘态度改改。”孙九州说这话，心里却很茫然。他也没哄过女人开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哄。爹，我知道你肯定行的，我们都帮你。老二给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父女俩人都笑了起来。不行，他不能这么放弃。说是真能把老九这样的男人搞到手，到时候想办法把老根给做了。反正现在是乱世，死人也很正常。袁氏当然不会知道老根媳妇儿是个很可怕的狠人，他单纯的是不想看到那个丑八怪好过罢了。今晚守夜的多了不少人，只要不睡觉的全都两个一起在附近查看，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就大喊。午夜的时候，放风的刘屠夫发现有几个人靠近，所有人都警惕起来，可那些人并没有往里面走，只是在外面晃悠一圈就离开了。到天亮的时候，另一个方向也来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同样是在附近转了一圈，然后就离开了。看到这情况，刘屠夫去找了一下老九，把情况给老九说了说。孙九州觉得另一窝的土匪可能不太好对付，他们来回踩点儿，有可能那个逃跑的耗子去投靠了那些土匪。他跟刘屠夫出了山洞之后，来到土匪住的屋子，一脚把郭十三给踹醒。郭十三直接跳起来要骂人，看到是那个杀神，立马把脖子给缩了缩。两位老爷，你有什么事儿吗？说说吧，另一窝土匪到底什么来历？敢说谎，我现在就砍了你。孙九州一言不合就要砍人。郭十三一听，害怕的双手合十，祈求道：“老爷，我真不知道啊，我们上来的时间不多，我都不知道还有土匪在山上。”奴三一听，问另一窝的土匪，战战兢兢的开了口：“我就知道一点，说了以后能不能少打我一些？”没做错事，不会有人打你们。说白了，现在不过是抱团取暖，想活下来就有个活下来的样。刘屠夫把妹子的话给他们重复了一遍，
孙九州看向刘屠夫，想不到一个屠夫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刘屠夫见老九这么看着自己，开口解释道：“这是妹子说的。她说，在这种乱世，单打独斗往往都是找死，只有抱团取暖，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媳妇儿真是个村妇啊！孙九州脑海里又浮现出老大曾经说过的话，或者这就是一具换了灵魂的壳子。这个媳妇儿果然不一般。挺好啊，我们家姑奶奶都这么说了，你们照做就行。他差点就说漏嘴了。姑奶奶？刘屠夫忍不住笑出声来，很是赞同地说道：“那确实是他们的姑奶奶。”是，姑奶奶的话我们会听的。郭十三连连点头。行了，说说吧，你都知道多少？孙九州把视线转移到奴三身上，奴三认真的想了想，说道：“他们是金火山上的土匪，头子叫张大开，他们多半也是被其他土匪给赶了才上山的。”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我昨天出去的时候碰到他们的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我看他们在林子里找东西，也不知道在找什么，然后就藏起来了。奴三如实的说道。孙九州看他不像是说谎的样子，但是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他可不了解附近山上有多少土匪。郭十三一听是张大开的人，一拍脑袋说道：“糟了，那张大开可是个狠人，之前干掉了我们不少同行，连他都被赶下山来，那外面都有多乱啊！”他想到这些，缩了缩脖子，显然是心里很害怕。你可知道那张大开的弱点？他有个弟弟叫做张瑜，兄弟两个武功都高得很。对了，他们好像还去过战场。孙九州听到后面的话，眉头拧了起来。若真是上过战场的人，先不说武功多高，反应都会比一般人强。行了，你们睡吧。他说了一句，若有所思的转身要往外走，却见媳妇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了门口。王小夏早就来了，他们说的话他全都听清楚了。一个上过战场的土匪头子，不仅懂得武功，恐怕还懂得战术，这确实是个头疼的敌人。走吧。他吐出2个字，转身离开。孙九州是上过战场的人，他知道若是厉害的士兵能做的事情很多，像这种2次的试探不进攻的，恐怕不是善茬。几人没走出来多久，王小夏突然说了3个字：空城计。空城计？孙九州好奇地看着媳妇儿。王小夏也是突然灵光一闪，有了这个想法。不过具体方案他还要好好想想。孙九州见媳妇儿不再说话，也不去打扰，乖乖地跟在后面。刘屠夫没有去打扰他们，悄悄地去跟着其他人巡逻去了。王小夏绕着附近来回的走，看看陷阱，又拿着棍子撩开旁边的草丛看了看。孙九州不知道媳妇儿要做什么，也学着媳妇儿的样子到处看看。2个人转了1个多时辰都没有发现什么。图图突然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说道：“不好了，那个穿得很好的叔叔好像要死了。”穿得很好的叔叔不就是莫迪那个主子？王小夏记得早上去看的时候人还没事儿，他转过身去看个究竟。图图确实好奇地问道：“老九叔，你们在找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娘在找什么，没发现什么东西。孙九州如实地告诉图图，他知道图图聪明，或许能想到什么。图图拿起棍子在树林里到处杵了杵，孙九州在后面跟着，大家就看到这一大一小都在扒拉草丛。不一会儿功夫，雷子他们也过来，都拿着棍子到处看。另一边的屋子里，王小夏查看完状况之后，很生气地问道：“你们给他吃了什么？”哈尼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给主人吃啊。”莫迪也跟着摇了摇头，
然后两人的目光看向森木，森木满脸着急地看着主子。那主子还有没有救？是你给他吃了什么？王小夏大概猜到就是这个傻子喂的。森木一脸自责地说道：我看主子很虚弱，就把身上的那参片给主子吃了。哈尼一脸要气死的样子，冲着森木就吼了起来：森木，你就是个蠢货！主子身体太虚，根本就不能吃这大补的药物。你身上那片参片可是500年的老参，我真想弄死你！他吃力地爬起来，跪在地上给王小夏连连磕头。起来吧，死不了，诊金加倍，下次别作死。还有一窝土匪就在附近，危险性很高，你们最好别在这里添乱，不然都赶出去。王小夏说完，起身就走出房间。有蛇，这里有蛇！图图看到几条小蛇在草丛中，他害怕的大喊起来。孙九州一听，立马把图图抱到旁边。可正当他要动手去打蛇的时候，却被媳妇儿给止住了。等等，别打，全都去山洞口集合。王小夏似乎明白了什么，回头看了姐夫说道：姐夫，去把郭13那些人也叫上。好，我这就去。九州家的人都到齐了，发现什么你就说吧。孙金毛查看了一下人数，全都来了。王小夏拧着眉头，虽然脸上围着布，旁边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似乎在生气。娘，您说，刚才郭13告诉我们，另外一窝的土匪头子从过军，而且功夫了得。昨晚上他们来探路了2次，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那怎么办？跑吗？孙阳光听完追问道：跑哪儿去？连这些人都被逼到了山上，你觉得我们下山还能有活路吗？孙九州听完摇了摇头。孙阳光顿时没了声音，有些人眼神中也出现了绝望。王小夏看着这些没经历过大事的村民，他们都很淳朴，应该过平静的生活。可是人逢乱世，大家都没得选择，只能好好的去面对。大家别那么悲观，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少，所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他一脸坚定地说道。孙九州看着媳妇儿眼中的坚毅，很是期待地说：你说，我们都听你的。刚才我们在附近发现有蛇，郭13，你说说看，你们家那个耗子是不是很会用药？姑奶奶这么一提，郭13马上激动地站起身来。耗子那小子抓蛇可是一流啊，他很会配置这样的药。那就对了，敌方很厉害，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一网打尽，还想不浪费人力，所以估计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有很多蛇。昨晚来的那2窝人不是来踩点的，而是来放引蛇用的药粉。王小夏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大家。看来这个张大开是个人物，连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得出来。这也太歹毒了。孙李正听完有些激动起来。王小夏安抚地看了李正书一眼，然后又说道：既然他们那么能动脑子，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了。大家收拾一下，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害怕跑了。记住，只要收拾包袱，其他的都别带，匆忙的情况下是顾不了那么多的。他觉得只要敌人上门，他们也可以守株待兔。毒药是吗？他也可以做，到时候看谁能拿到好处。此时哈尼和森木都过来了，他们感激恩人，想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听到恩人这么说，哈尼马上就站了起来。恩人，我那里有毒药，若是需要，我可以帮忙的。众人看向哈尼，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大夫。多谢了，说是可以帮忙最好。王小夏觉得有个大夫做帮手的确很不错。顿了顿，王小夏又继续说：你们现在回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先装作逃出去，等天黑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包抄。关门打狗总比我们天天神经兮兮的好。哈尼和森木一听，眼睛亮了，想不到恩人居然这么厉害，居然还会用战术。孙九州深深地吐了口浊气。
这个媳妇儿到底还会给大家多少惊喜？居然连战术都会。王小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什么，他又给大家说了一些细节。说完之后，就让各自回山洞收拾东西。等其他人都离开之后，孙青毛又问了一句：“那山洞里的那些肉要带上吗？”“爹，我们还要回来的。走的时候，我会在这2个山洞都撒满药粉，带上包袱就行。”王小夏说了一声，先出了山洞口。走到山洞口，他扯着嗓门大喊：“快跑！这边好多蛇，不能住了，大家快跑！”听到王小夏的声音，山洞里的人都跑出来了。王小夏让大家都大声喊，要让对方在附近的人知道，他们是因为怕蛇，所以跑了。王小夏告诉姐夫，让姐夫带着他们往挖竹笋那个方向跑就成。那边有个山洞，伤员能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他每个山洞都去了一趟，把空间里留下来的一些药粉撒在几个里面。做完之后，他小跑的追上去。挖竹笋的地方很近，回来也比较容易。他们把人送出去之后，王小夏留了新人守着，他和孙九州还有雷子去打探消息。果然，没等他们离开多久，那边就有了动静。之前有2个人在四周转悠，现在多了不少。他们似乎是想确认山洞里的人是不是真的都走了。媳妇儿，你真厉害，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孙九州在旁边一脸崇拜地看着媳妇儿。王小夏察觉到孙九州的眼神有些怪异，这才意识到貌似自己又暴露了什么。唉，为了活命，他只能装傻。别看着我，再看把你眼睛堵瞎了。他冷冷地回了一句。孙九州不怒反笑，媳妇儿生气的样子很可爱。老二也说了，媳妇儿是个面冷心善的人，肯定不会真的生气。王小夏发现警告完毕之后，某人还盯着他看，他只能无奈地离他远一些。他们蹲在一处草丛里，用那些杂草做了伪装，即便是要闪开，也不能从草丛里出去，免得被发现，所以他们的距离还是很近。而他们在前方打探消息，那边山洞可就没那么消停了。所有人都进了竹林的山洞，确实有些拥挤。孙老根他们几个本来就不招人喜欢，这会儿都被挤到了山洞口，几人干脆坐到了外面。妈的，早晚有一天，老子要弄死孙阳光那个蠢货！孙石墨低声骂道，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袁氏用手肘撞了撞自家男人，低声说道：“闭嘴吧，大头还在里面呢，一会儿给他们听到，把大头也扔出来。”孙石墨看了宝贝儿子一眼，不得不说，那些人讨厌他们，对儿子还是很好的。豆子有的，大头也都有。这2天，大头跟豆子住在那边山洞，这也是怕出了事儿，那些人不救他们，故意这么做的。孙老根眼中是满满的痛恨，他们没孩子，什么便宜都占不了，只有被奴役的份儿。他不想再过这样窝囊的日子。孙老根媳妇儿心里也有恨，恨自己肚皮不争气，也恨山洞里的那些人。他眼珠子滴溜溜转悠着，突然站起身来说句小姐，然后转身往林子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孙老根心情不好，也懒得理会自己婆娘，他想着跑出来了，一会儿能吃什么。孙老根媳妇儿小跑着出了竹林，他决定去给那些土匪告密，看看能不能换得自己平安。反正家里那个男人也是个废物，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在土匪窝里找个年轻力壮的。哼，什么破玩意儿，谁稀罕？他整了整自己的衣服，心里想着一定会找个更好的。他心情变得好起来，也没那么胆小了。可惜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却不会那么容易实现。这位嫂子是打算去哪儿啊？没等老跟媳妇儿得意太久，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面前，
是那个带回来的大夫。老干媳妇儿咽了咽口水，找了个借口说道：“小哥，我想下山，这山上呀，实在是不能待了。这位嫂子若是要下山，可以等着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回去吧，不然死在这里可就不好了。”哈尼根本不相信这村妇说的话，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啊。老干媳妇儿听说这些人身上都有功夫，她可不敢乱来，只能乖乖地跟着回去。山洞口，所有人都看着老干媳妇儿被哈尼给带回来，都很好奇地站起身来。山洞里有人也出来了，看到这一幕，大概明白了什么。孙阳明看向哈尼，客气地问道：“哈尼兄弟，发生什么事了？”“哦，这位嫂子说山上不能待了，想要下山。”哈尼把原话告诉他们。孙阳明一听，哪能不明白老根媳妇儿的真正用意？恐怕是要去给那些土匪报信，换些什么好处上来。他满心怒火地说道：“老根家的，你们若是要下山，等这件事情之后就滚吧！”孙老根发猛地看了孙阳明一眼，随后上前一个耳光抽在媳妇儿脸上：“你个蠢婆娘，要找死不成？要死你自己去死，别带上老子！看老子我不打死你！”老根媳妇儿被一顿暴打，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可见老根媳妇儿的人缘是有多么的差。最后还是哈尼看不过眼，才在旁边喊了一声：“哎，行了，一会儿打残了，遇到情况你还得背着跑。”孙老根这才停下手，看着婆娘鼻青脸肿的样子，他一肚子火气，一拳头打在石壁上。孙礼正长长的叹了口气，这几个不省心的，确实是个麻烦。可终究是一个村子的，他不忍心。不过为了不拖累大家，他还是开了口：“这件事情之后，老根，你就带着你媳妇下山去吧。都是一个村子的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就没商量的余地了。”李正说：“这不关我的事啊，我一直都在门口蹲着，不信你可以问石墨。”孙老根一听说要被赶走，上前跪在了李正面前。他即便再傻也不会去找死，这个婆娘既然不愿意跟着，那就随便她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对，让他们滚！九州家的为了我们那么辛苦，又是给我们诊病，又是给我们吃饭，那婆娘实在是太可恶了。孙阳光直接开口就骂了起来。老根媳妇儿身体颤了颤，这该死的男人在关键时刻居然敢丢掉他，即便要死，他也要找个垫背的。我只想下山拿些粮食，你们为什么这样啊？还有你这个没良心的，不是你让我去的吗？说完，他坐在地上嗷嗷大哭起来。孙老根又懵了，他什么时候叫这个婆娘下山拿粮食了？哎呀，我怎么那么命苦啊！老根媳妇儿见老根似乎在想什么，她又继续哭了起来。听到这哭声，众人脸色都不好看。孙阳光实在是受不了，大喝一声：“要哭死出去哭，别在这里祸祸大家，免得大家忍不住一会儿在这里直接把你打死，扔出去喂狼。”老根媳妇儿瞬间闭上了嘴。山上喂狼的可不少，即便是真把他打死扔出去，恐怕也没人会作声。行了，你们找人看着他，等这件事结束了，我问九州家的怎么处置吧。孙礼正有些疲惫地说了一句，闭目养神起来。孙阳明听完爹的话，上人把那4个人都看住，其他人分批开始休息。此时，另一边的草丛里，王小夏蹲的腿有些麻，可对方放风的人就在不远处，他也不敢动，最后直接就跪在了地上。孙九州见媳妇儿是顶不住了，小心翼翼地把身体挪了挪。
确定不会引起外面人的注意，他心疼的给他揉了揉小腿。王小夏愣了一下，想不到这5大3粗的男人居然也有这么细心的一面。他的小腿确实酸疼难受，而他揉捏的力道刚刚合适，让他觉得渐渐放松下来。大概过了半簇香的时间，附近的盯梢的人总算是离开了。孙九州赶紧让媳妇儿坐下来，又给他揉了揉膝盖。你以前经常伺候你媳妇儿？王小夏突然问了一句。没，之前那个是我义父做的媒，我们一直聚少离多，所以我不会哄媳妇儿。信你个鬼啊！孩子都生了6个，还装成这样。王小夏拿开了他的手，依旧是冷冰冰的声音。那些人应该也差不多来了，去把其他人叫来，要会拉弓射箭的不要靠近，他们身上估计都备有毒药。好，我这就去，你小心些啊。孙九州听话地退出草丛，跟旁边的雷子打了个手势，让他好好的保护媳妇儿。不一会儿功夫，孙九州把刘屠夫和森木还有哈尼和莫迪给带了过来。森木和莫迪身上都有重伤口，能够顶着那样的痛出现，王小夏不得不怀疑这2人身经百战。他从草丛出来，带着大家埋伏到山洞上面的草丛里。等了大概半个时辰，那些人果然来了。孙九州看着心痒痒，但媳妇儿没开口，他也没有动，大家就趴在上面静静地等着。森木看到那些人就要动手，被莫迪压了下来。森木有些不情愿，却还是乖乖地趴下。老大，他们山洞里肯定有很多好东西。耗子一脸谄媚地跟在张大开的身后。张大开眼睛如同老鹰，他四周查看一番，并没有急着往山洞里走。这的确是个落脚的好地方，2个相邻的山洞都能住人，那边还有一个，附近还有现成的陷阱，即便是猎物靠近，他们对付起来也容易许多。你那些药不错，等搞定这里，老子有赏。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耗子，他们身边确实缺个懂医术的人，这样兄弟们可以少吃些亏。没一会儿的功夫，张大开带着人进了最大的那个山洞。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被褥居然都铺在地上。章鱼看到这一幕，笑呵呵地说道：哈哈哈哈，这是被蛇给吓跑了。耗子，你可以呀，真有一手啊。耗子点头哈腰，一顿奉承道：还是二当家厉害呀，把那些陷阱都识破了。章鱼大声地笑了起来，张大开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居然还有人连皮褂子都没有带走。这年头，皮褂子可值不少钱，即便是要跑，也不会把这东西给丢了。糟糕，他们难道……意识到了什么，他大喝一声：走，赶紧离开！而此时没有内力支撑的几个土匪身体摇摇欲坠，随后跌倒在了山洞里。这是上当了，快跑！章鱼见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带着人跑出了山洞。嗖嗖嗖，王小夏手一挥，朝那些跑出来的土匪乱箭射去。土匪们着了道，眼睛都是花的，虽然都跑了出来，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耗子连忙从身上拿出了几颗清毒丹，自己吃了一颗，剩下的给了2位当家的，还有几个身边的人。吃了清毒丹之后，张大开感觉稍微好了一些，带着人麻溜地往外跑。王小夏他们则是趁热打铁，把身上的剑用完之后，沿着旁边滑下来，然后冲了上去。女将啊！森姆一脸崇拜地看着这个嫂子，简直比男人还要猛。张大开见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带着弟弟朝之前看好的路线一路奔跑。孙九州和森木上前拦截，孙九州对上张大开，森木对上章鱼。奶奶的，居然还敢跑！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们！森木说着话，手中的宝剑挥了出去。张大开他拔出剑，
朝孙九州袭了过去。孙九州手里拿着大刀，一边应付着张大开，一边努力回想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没错，他可以肯定这人见过，就是记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你之前在哪个军营啊？他干脆直接问道。张大开愣了一下，想不到对方居然知道他从过军。他努力回忆着自己见过的那些人，对眼前的人却没有什么印象。孙九州见对方不吭声，手中的剑更密地朝张大开袭去。张大开冷冷一哼，一脸高傲地看着孙九州。老子做什么的，干嘛要告诉你？除非你能打得过老子。孙九州见这是个硬骨头，也就没再啰嗦。十几招过去，他觉得有些吃力起来。因为内力不能使用，而对方的内力貌似不弱，再这样下去，他恐怕要吃亏。而且他发现张大开的手下还有几个厉害的，似乎都有功夫和内力，不太好对付。王小夏看出了孙九州的吃力，他的内力因为中毒的原因几乎是被禁锢，要对付有内力的人定然不容易。他干掉身边的土匪之后，快速冲了过去。让开，我来。他说完，将他推到一旁。孙九州傻愣了一下，随后动手对付旁边功夫好的土匪，但是他不敢离得太远。张大开有内力，媳妇儿即便是身手敏捷，恐怕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他稍稍喘口气，还要继续上。张大开没有小看眼前的妇人，因为他发现所有人都在听他的，恐怕也不是个简单人物。王小夏不会这个年代的武功套路，但是他练过一段时间的剑。他用脚尖勾起地上的一把剑，挥舞着朝张大开袭去。奇怪，这是什么剑法？张大开很好奇，这剑法很快，越来越快，快得让他接不住。孙九州和其他人也傻眼了，想不到王小夏居然还会舞剑，那剑法还十分神奇。不过很快王小夏就顶不住了，因为对方有内力，内力化成剑气之后，他根本抵挡不住。喉咙里一阵辛辣，他摔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小夏！孙九州见媳妇儿受伤，也不管是不是中毒，拿起大刀再次冲了上去。你小心些！王小夏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就好像心口憋着气，只觉得把血吐出去才会舒坦起来。张大开也意识到眼前这妇人没有内力，说是有内力修为，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在打败他之后，他麻溜地跑了。孙九州追了一段路程之后，担心媳妇儿又跑了回来，看着媳妇儿无力地躺在地上，他赶忙把人给抱起来。媳妇儿，你哪里难受啊？跟我说说。他看他的脸色越发的苍白，有些担心。哈尼见状过来查看了一番，随后说道：他是被剑气伤了，需要内力逼出剑气。内力？孙九州立马把人扶着坐起来。不行，让开！王小夏知道这个家伙要做什么，说是动用内力毒气乱窜，在没有找到其他药材之前，那就是死路一条。孙九州看了媳妇儿一眼，媳妇儿这是在担心他，他心里很感激，可是他不能看媳妇儿难受。我来试试。莫迪说完，走到王小夏身后坐下。孙九州扶着人坐稳身体，莫迪抬手一掌附在王小夏背上，王小夏感觉到一股舒服的气息入体，他迷迷糊糊的想要闭上眼睛，却又想起山洞里的毒解药还没给大家，咬破了嘴皮子撑着。他身体前倾，再次吐出了一口黑血，浑身松了下来。好了，让嫂子休息好，很快就能恢复过来的。莫迪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他本来身上就有伤，使用内力之后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多谢。孙九州满心感激地说道。王小夏从身上拿出了3包药粉，交给莫迪，吃力地张了张嘴。每个山洞里烧堆大火，把药粉撒在火里面，出来等半个时辰再进去就可以了。啊，放心，我这就让人去弄。莫迪说完，拿着药粉转身离开。终于把要交代的交代完了，王小夏眼睛缓缓闭上。小夏，海妮，她怎么了？孙九州看到媳妇儿晕过去，十分担心地看向哈尼。把其他人叫到山洞，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好。哈尼把老跟媳妇儿下午逃跑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二虎听完一肚子的火，他们在前面对付敌人，这个娘们儿居然还想着逃跑。我看那娘们儿是想要去给土匪报信吧。刘屠夫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王小夏觉得老跟媳妇儿很有可能是去给土匪报信，看来还是对那个女人太仁慈了。九州家的，你看怎么处置吧。孙礼正提到这些人就发愁，暂时让人看着，我们先把别的事情处理完了再说。王小夏现在可没有精力去理会那个女人。孙礼正让阳光把老哥他们几个都赶出了山洞，孩子们也全都去外面等着，留下的人商量下一步要做什么。等着那些人走了之后，王小夏把心里的想法跟大家说了说。没事，好好休息。哦，对了，这个给你，等他醒来给泡水喝。这是参片。孙九州自然是见过这东西。这是500年的参片，很适合被剑气伤到的人修补元气。哈尼认真的解释道。说完之后，有些惋惜的叹了口气。唉，可惜了，被那些土匪袭击的时候掉了一些，如今就剩几片了。啊，多谢了兄弟。孙九州之前去置办过药材，自然知道这500年以上的人参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他们愿意拿出来，倒是出乎他的预料了。哈尼摇了摇头，回道：若不是你们出手，我们几个可能都死了。我去看看其他人。王小夏感觉自己睡了好久，醒来之后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今天这一战，他们恐怕也元气大伤。走，老九，今天这一战，他们的损伤不小，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来。不过，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毕竟他们那边好几个有内力的高手。是啊，若不是他们进山洞闻到那些毒药，我们可能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莫迪觉得嫂子分析的没错。森木很是窝囊的一拳头打在地上，气呼呼的说道：若是老子身上没有伤，肯定砍了他们那些王八蛋。可不是，孙九州心里也很郁闷。若不是身上有毒未解，张大开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没法子，谁让他们都是些病号伤员。王小夏见他们郁闷的样子，一脸微笑地说道：大家准备一下，晚上我们去偷袭。偷袭？二虎满心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对，趁他病要他命。若等他们恢复元气，我们就更加没有办法收拾他们。而且今天我还在他们的身上做了手脚。王小夏早准备了让土匪全身无力的药粉，今天才能成事，不然还有的斗。众人听完眼睛一亮。司慕认真一想，这个妇人能和懂武功的交手确实不一般。莫迪则是伸出了大拇指一顿赞：嫂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您是给他们下了毒吧？没错，这也算是礼尚往来。不过这毒的药效只有12个时辰，所以今晚我们必须动手。王小夏用的是在那本医书上刚刚学会的毒药，无色无味，就是药效有些短。一直没吭声的格桑好奇地看向王小夏，这真是一个山野村妇，即便是带兵打仗的将军，恐怕也不一定有这样灵活的反应。他忍不住欣赏他，
多看了几眼。雷子同样很震撼，想不到将军的眼光如此独到，这村妇简直就是个神人。眼见众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王小夏反倒是有些心虚起来。你们看着我做什么？以前我师父给我讲过很多的话本，就有这样的情况。不过那毒药我第一次炼制，倒是担心药效不够。孙九州相信媳妇儿的话，更不想让其他人怀疑媳妇儿的身份，连忙说道：时间紧迫，大家收拾一下，我们现在就去弄死他们。哈尼给大家检查了一下伤口，除了二虎身上又有了一处比较深的刀伤之外，其他人都是小伤。二虎，你身上伤口太深，一会儿让图图给你重新处理一下。王小夏发现二虎的伤口还在渗血，肯定是包扎不好才会变得如此。二虎想要跟着去对付土匪，孙九州也开了口：山洞也需要人看着，我们不能所有人都去。万一土匪窝还有帮手，你们的人那么少，他们还有功夫在身上，这可咋整啊？二虎想到那些人连老九哥都不是对手，说是人太少，恐怕会有危险。人少？王小夏瞟了山洞外面一眼，嘴角扬了扬。这不是有现成劳动力吗？这个时候正好用上。郭13，带着你的人跟我们走。郭13战战兢兢地问道：去干嘛？当然是去打土匪了，还不赶紧抄家伙走！森木吼了一嗓子，郭13吓得跌坐在了地上。他哪敢跟张大开对着干呢？那不是找死吗？他哆嗦着两条腿，哭丧着脸。哎呦，我就一菜鸟！森木直接把剑架在了郭13的脖子上。不去，我马上就弄死你！去，现在就去！王小夏在山洞口看到这一幕，差点没笑出声来。郭13是个欺软怕硬的蠢货。他突然想起孙老根他们，扭头看向二虎，说道：你把那2个人带上，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偷懒。若是他们有歹心怎么办？二虎担心地说道：放心吧，孙老根怕死，孙石墨最宝贝他那儿子，我们把他儿子养好了，他不会去做蠢事。王小夏把2人的情况给二虎分析了一遍。二虎觉得九州嫂子说的很对，便让刘屠夫过去把人给带上。孙老根和孙石墨听说要去打土匪，2人都脚软的不行，可被二虎吓唬了几句，2人也只能乖乖的拿起2把斧头跟了上去。王小夏站在山洞外面，把人数清点之后，就把人分成了2组，一组他和孙九州带队去打前锋，另一组进去帮补刀。森木，你带着郭13他们去补刀。王小夏看着一脸等待号令的森木，森木一听不满地说道：九州嫂子，我更适合打前锋。闭嘴，服从安排。格桑在旁边喝了一句，他一直在观察这个妇人，他不仅脑子转得快，而且很快能摸清对方的性格。他猜想着不让森木打前锋的原因是怕那小子太过冲动，而森木虽然受了伤，可功夫不错，用来带着那群菜鸟补刀最合适不过。是。森木见主子发话，心里再多不满也不敢再吭声了。王小夏看了格桑一眼，发现这人看自己的眼神有几分奇怪，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继续安排其他人。整装待发之后，他带着人朝之前土匪离开的方向寻找。不到半盏茶的功夫，果然看到有个山洞，山洞口有2个土匪在门口巡逻，他们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一边来回的走着，一边打着哈欠。王小夏给大家打了个手势，大家蹲下身来。他认真的回忆了一下这个山洞的情况，里面很大，石壁时常有水落下，到春天的时候，这样的地方最容易有蛇出现，所以他觉得不太适合居住。再细看周围的情况，
洞口树砍了一些，地上有火烧的痕迹，说明他们不仅住在里面，还在里面做饭。此刻恐怕他们还在里面疗伤。他给孙九州和莫迪打了个宰杀的手势，两人偷偷都往旁边走开。走到了山洞口的时候，出手将2个要昏昏欲睡的土匪给打晕。2个土匪连叫喊的机会都没有，就倒在了地上。王小夏让其他人在原地等着，他悄悄地来到洞口，朝里面看了一眼。山洞里点着火，耗子在给那些人收拾伤口。张大开一脸发黑的坐在旁边，吃着兔子肉，阴沉的没有说话。大哥，那些人太强了，实在不行，我们还是换个山头吧。张瑜觉得他们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可张大开却是满脸愁容的摇了摇头。恐怕不弄死他们都不行了。为什么？难道……张瑜看大哥脸上的表情，似乎也猜到了几分。他顿了顿，又冷冷一哼：又不是我们的错，都是那些混蛋，不然我们也不用落草为寇啊。大哥，我们还是走吧，现在世道那么乱，只要我们换个地方隐姓埋名，不会有人发现的。但愿如此吧。若是要走，现在就离开。张大开说着就站起身来，却感觉浑身无力，眼睛还有些花。不对，他怎么感觉有中毒的迹象？糟糕，对方肯定是个很厉害的大夫，不然之前在山洞他们也不会集体中招呀。现在马上走！他使劲咬破舌头，让脑子清醒一些。好，我叫他们一声。张瑜说完站起身来，却见门口一道身影闪过，他顿觉不妙地喊道：他们来了，快走！李彤、许宁，你们护着大哥往里面跑。李彤和许宁都站起来，李彤没事儿，可许宁一个踉跄，差点摔在地上，显然他也中毒了。李彤，带大哥先走！张宇喊了一嗓子，举着宝剑朝迎面来的敌人砍了上去。李彤点了点头，上前背起摇摇晃晃的老大往山洞里跑。其他几个土匪见状，在这边挡着，为老大拖延时间。王小夏看到这一幕，倒是挺佩服这张大开的本事，至少手里有一群效忠之人。嫂子，您休息，剩下的交给我们。莫迪上前踹开眼前的土匪，尽量留活口，一会儿让他们把山洞里的粮食全都搬回去。王小夏吩咐了一句，在旁边找地方坐了下来。莫迪有些没明白嫂子这是要做什么，但是主人说了，出来之后全听这位嫂子安排。孙九州看着媳妇儿坐在那儿发呆，上前问了一声：那2个可能跑了，我带着人去后面看看。不用了，把东西搬回去，我们回去吧。王小夏回过神，有些事情他还需要证实一下，现在人太多，很多话不好说。王小夏带着人在外面的木屋开了个会。王小夏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有个想法，看看你们怎么想。九州嫂子说就行。孙木发现这个妇人简直就是个天才，他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女子。对，你说就是了。二虎也在旁边搭了一句。王小夏见大家都期待的眼神，便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现在山下情况，无论谁也说不清楚。张大开他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厉害的，我想着要不要拉拢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冬天我们就不用再害怕再有人来跟我们抢地盘了。孙九州眼里一抹金光闪过，他觉得自己这媳妇儿简直是不得了，这脑子转得真快。格桑也是好奇的看着眼前这妇人，这样的人才说是领军杀敌，那得多厉害啊！同意。孙九州第一个举起手来，几乎是每个人都举手，哈尼却是有些担心的说道：那个张大开也是个聪明的，他不一定会同意，而且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找人呢？放心吧，
他肯定会回来的。嫂子为何这么肯定啊？莫迪不解地问道。王小夏看了大家一眼，说道：你们想想当时我们进山洞的时候，他那些手下是如何护着他的，说这个人没有点义气，怎会如此得人心？更何况他亲弟弟还在我们手上。其实他心里还有个猜测，那几个有功夫的都是逃兵，他们是不能见光的，若是被人举报，等这次战乱过后，照样也会没有好日子过。大家回想了一下之前在山洞里的情况，确实像九州嫂子说的那样，全都认同的点了点头。你们谁有内力，一会儿我给做个小玩意儿，你们喊两嗓子，就说若是明天中午之前不出现，就把人都杀了。啊，行，这件事我和森木去办吧。莫迪把事情给担了下来，剩下的事情王小夏也没有再多说。孙九州留下来把今晚守夜的人分工出来，等把一切都吩咐好之后，他们从屋子里出来。王小夏已经把东西拿了过来，这是之前在别的山洞里捡到的坏锅，锅底有个大窟窿，不能用了。他找来一个竹筒做成喇叭状。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这个东西，等待着一个解释。被这么多好奇的目光看着，王小夏淡定地说道：这其实是按照喇叭的样式来做的，说是有内力可以起到扩音的效果。什么是喇叭呀？莫迪嘴里问着，似乎想到了什么，偷偷地看了一眼主子。格桑满心惊讶，这妇人居然知道东洋国的东西，他到底是什么来头？王小夏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喇叭，只能找来炭笔，在一张纸上把喇叭的图案给画了出来。众人看完更加的惊掉下巴，想不到他居然会画画，而且还用的不是笔。王小夏心累，弄一个东西出来，得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借口，不然以后还会露馅儿。这是我师父教的，他教的很多东西我现在也没有搞明白，而且很多都想不起来了。他挠了挠脑袋，装作很努力去想的样子。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免得一会儿头又该疼了。孙九州心疼地看了媳妇儿一眼。王小夏借梯子就往下爬，大家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各自忙活去了。等其他人都走了，王小夏又把孙九州给叫了回来。你一会儿把那3个人先带进来，我猜他们可能是逃兵，说不定以后你能用得上。他低声地跟孙九州说道，这才是他留下那些人的最终目的。孙九州听完，眼睛一亮，激动地拉住媳妇儿的手。媳妇儿真好，什么都替为夫着想。王小夏吓了一跳，怕被其他人看到，赶忙甩开他的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胡说八道什么？我只是不想老二心中的英雄没用武之地。说完，他转身进了山洞，心却是砰砰乱跳的厉害。孙九州看着媳妇儿渐渐消失的背影，站在原地傻傻地笑了起来。雷子见将军这副模样，凑上前竖起大拇指说道：将军眼光果然独特，这妇人实在是个高明之人。哼，那是自然，赶紧干活，收拾完这群兔崽子，我们应该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孙九州一脸高兴，干劲也足了不少。王小夏刚进山洞，就见小团子高兴地跑了过来。娘，您看他们也有不少好东西，我们的药材不用去挖了。图图把从敌人手里缴的药材捧过来，里面有不少好东西，还有一些药材他都不认识。王小夏接过来翻开一看，还真是有不少好东西。耗子是昨天才跑的，这些药材不可能那么快能找到。看来这个张大开还真是有2把刷子，不仅智商高，有武功有内力，居然还通晓药理。这样的人若是能留在孙九州的身边，那绝对是如虎添翼。不对，他干嘛老为那家伙着想呀？是因为几个孩子吗？对，肯定是因为那几个孩子。
不然他操这个心干嘛呀？图图不知道娘在想什么，他也不敢打扰，静静的在旁边等着娘有什么吩咐。此时老二一蹦一跳的从山洞口跑了进来。哇，娘，您太厉害了！莫迪叔叔的声音让整座山都能听到，那个土匪头子肯定也能听得到。他一脸崇拜的看着娘，越发觉得这个娘是无所不能的。王小夏把里面的一些新药的药效和特点跟图图说了说，说完之后他有些累了，回去躺着睡了下来。天差不多亮的时候，张大开带着李彤来了。张大开惦记着弟弟的伤势，他们等着人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来了。两人背着剑，身上拿了不少的药粉，可他不会想到，他的心思早就被孙九州猜到了。看到天快亮的时候，孙九州就把章鱼和其他2个会功夫的挂在了大树上。章鱼被堵着嘴，脸上身上都抹了不少血，这些都是兔子血。既然要用人家，他没打算真动重刑。张大开看着浑身是血的弟弟，还有另外2个兄弟，气得整个人都有些暴躁起来。李彤见老大发怒，上前拉着人摇了摇头。张大开稍微平息了怒气，他知道现在不是救人的时候，他得去下毒，毒倒那些人，他们才有机会把兄弟们救出来。孙九州看到张大开出现并没出来，而且都找地方藏起来，看看张大开想要做什么。张大开带着李彤来到厨房的门口，看着里面挂的肉，他们还真是羡慕。这样的时候，这些人还能囤下那么多的肉。这些肉很多没有皮，他们不免怀疑这些是不是人肉。想到这个可能，两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战乱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见过吃人肉的，现在想来还心里有些发怵。孙九州见他们进了厨房，冲上去撒了把药粉，然后把门给关了起来。张大开不会想到，原本想要对敌人下毒，现在反倒被人下了毒。老大，他觉得没力气了。李彤说着话，跌倒在柴火上。张大开努力摇了摇脑袋，可这药实在是太强了，他想从身上把清毒丹摸出来，却是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就晕了过去。晕了，都晕了。雷子从窗户看到里面的情况，高兴地喊了一声。听到雷子的声音，孙九州打开房门，拿着绳子把两人绑着扔到旁边的木屋，又让人把挂在树上的几个人放了下来，可别真的把人给冻死了。黎明到来那一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突然多了那么多人，木屋子还得盖。吃过早饭之后，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王小夏把那些俘虏都喂下毒药，然后让二虎赶着他们盖房子。如今人多，房子得盖大一些。郭十三见这个妇人那么厉害，非常积极地带着人动手干活。那几个小喽啰也很听话，不过那叫耗子的就倒霉了。没做到一会儿功夫，郭十三就带着人去找茬儿。一个早上下来，耗子挨了2顿打。对于耗子这样的叛徒，二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把人打死，他也不会管。木屋里，张大开和章鱼兄弟几个还昏迷着。昨晚吹了那么久的冷风，章鱼发起了高烧。张大开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他发现自己能动了，看看身边的弟弟，连忙大喊起来：“来人，快来人！救救我弟弟！快救救我弟弟！”外面的人干活都忙得热火朝天，这屋子门口就王氏和方氏守着。他们一边守着这些人，手上还在忙着编藤篮。听到里面的人喊，王氏起身走过去，摸了摸章鱼的额头，还真是滚烫的厉害。九州媳妇儿说了，这些人对九州有用，不能死了。张大开发现内力还在，
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似乎他中毒了，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苦苦哀求：“大娘，求求您帮帮我弟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既然是唯一的亲人，为何要做土匪，害人害己呀？王氏好奇地问了一句：“大娘，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会落草为寇的。”张大开无奈地说道。王氏叹了口气，之前媳妇儿也说了，很多也是被逼着没吃没喝上山做了匪。他看了一眼这小伙子，站起来说道：“你等着，我让我大儿媳妇儿给你弟弟看看，我们也只是山下的村民，想找个地方过冬，居然会惹来那么多破事，这年头真是太折磨人了。”张大开有些不相信大娘的话，山下的村民能这么厉害，莫不是这村子里以前出了很多人才？没一会儿的功夫，王小夏带着药箱子过来了。他不仅查看了章鱼的情况，还把其他几人的伤口都检查之后，然后把抓好的药交给老四：“你这伤口不处理会很麻烦的，躺好别动。”他说着话，让小团子过来帮忙。这是昨天带头攻进山洞的那个妇人，她居然还是个大夫。张大开有些惊讶，回过神之后，他着急地问道：“我弟弟怎么样了？我弟弟他……”“死不了，普通风寒罢了。”王小夏淡淡地回了句。“怎么可能？他身上都是血。”张大开不相信这话。图图在旁边笑了起来：“那个叔叔身上的伤，我娘早就处理好了，他身上抹的是兔子血。”“那旁边厨房里被剥了皮的肉呢？”张大开不相信这些人会对弟弟他们手下留情。王小夏好奇地看了张大开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些是狼肉，皮剥下来做袄子了。你们该不会觉得那些是人肉吧？那得多可怕！图图脑子里回荡着一幅画面，随后打了个大大的哆嗦，跌坐在地上。王小夏察觉到图图的不对劲儿，怀疑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他担心地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图图皱着小脸低声说道：“娘，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可那画面一晃又不见了。”“是不是很害怕那个画面？”王小夏又问道。图图小鸡吃米的点了点头，虽然没有看清是什么，可是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害怕就别想了，不管以前怎么样，现在你有娘，娘不会让你再被人欺负的。王小夏知道很多失忆的人都是受到一定的刺激，有些刺激还是致命的。既然小团子那么恐惧那些回忆，那就干脆别想了。娘，图图扑到娘的怀里，他安心地说道：“只要娘在身边，图图什么都不怕。记住娘的话，等你真正强大的时候，就能无所畏惧。”王小夏低头看着小团子，严肃地说道。图图把娘的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他拽了拽小拳头：“娘，图图一定好好跟娘学本事，等有本事了，以后保护娘，让娘过好日子。”真是娘的好儿子啊！老天给的这个儿子真的是个宝。老大他们几个都在门口等着，看着他们从里面出来，老二第一个上前询问：“娘，图图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被张大开的话给吓到了。”王小夏平静地说道。老四上前拉住图图哥的手，很是贴心地说道：“图图哥，你若是哪里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那些活我们来做就行。”“图图，我看你这几天也累坏了，得好好休息休息。”老大看着这些天图图跟着娘忙里忙外的，比大人做的事情还多。“对啊，好好休息。”老五和老三也跟着说道。图图见大家都关心自己，抬头看看娘，然后高兴地笑着说道：“谢谢你们，我没事。刚才张大开说我们厨房挂的是人肉，我觉得有些恶心罢了。”“那些都是狼肉，
没人睁眼瞎。就是，怎么可以乱说话吓人？我去给你揍他！王小夏看着小家伙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这可能就是真正的家庭和睦吧。傍晚的时候，孙九州找到了王小夏，张大开张嘴了。不过他们的身份对他来说却是个打击。张大开是先锋营的，他们营地带头的是个副将。那晚发现有人偷袭，他们想要出去对付敌人的时候，发现都被下了药，动弹不得。张大开从军之前拜过一个山村大夫，学了医术。他看到他们的人很多被杀，带头的人他还认识，他只能带着自己的弟弟还有身边的3个兄弟装死，才逃过一劫。那带头的正是出卖孙九州的高人。高人除了是他身边的副将之外，也是带领先锋营的先锋官。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他们很害怕被官府抓到，宁愿世人以为他们死了，也不想因为这个秘密牵扯更多人受连累。听完孙九州的话，王小夏问道：“那你可有把你的身份告诉他们？”“没有，我还想观察观察。若是他们愿意跟着我，真是帮了个大忙。媳妇儿，谢谢你。”孙九州说着，激动地拉住了媳妇儿的手。“松开！”“不，我这辈子都不会松开你的手。”孙九州含情脉脉地看着媳妇儿，看来雷子说的死缠烂打还是有效果的。媳妇儿对自己真好，再不松开，别怪我不客气。王小夏生气地瞪着这个男人，这是那个神勇严肃的将军吗？怎么像个无赖似的，真让他上火。孙九州嘻嘻一笑，说道：“我知道媳妇儿心疼我，舍不得动手的。”王小夏一阵冷笑，随后举起拳头朝孙九州的脸上招呼上去。揍完之后，拍拍手上的灰尘，冷冷地警告道：“再敢得寸进尺，我不会手下留情。”孙九州被揍的脸都肿了，却没有半点生气，还傻傻地朝媳妇儿笑笑，说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闹不恩爱。媳妇儿，我知道你的心思了，你好好休息，别气坏了身子啊！我干活去了。”王小夏一阵无语，他好像没打脑子，怎么连脑子都坏了？这些话被孩子们听到就不害臊？他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去厨房帮忙去了。孙九州看着媳妇儿离去的背影，心很暖，脸是真疼，媳妇儿下手真重。他摸着被打疼的脸，转身又干活去了。不远处的屋子后面，几个孩子冒出了脑袋，看到爹那张脸，他们都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外面还在电闪雷鸣。这边经常会有这样的天气吗？实在是有些不太对劲啊。格桑坐在火堆前，看着山洞外面的闪电，太不正常了。孙清江偷偷地看了孙青毛一眼，孙青毛咳嗽了几声，叹了口气：“这种妖孽的天气10几年前出现过一次，天灾人祸，也不知道山下面成什么样了。”战乱确实很可怕，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平民。可惜自己能力有限，若是可以，他真想。格桑想到这里，心里有些难受，却没注意到旁边孙九州一直看着他。孙九州第一次见到格桑就觉得眼熟，这人身上带着贵气，就算不是皇宫贵族，身份也肯定不一般。格桑兄弟，你这个姓氏很少见啊。他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格桑回过神来，微微一笑，说道：“是啊，这的确是很少见的姓氏。我是随母族的姓，母族是个隐姓，很少涉及江湖的事情。这次出来也是为了找药。我这身体前些年被人动了手脚，恐怕……”主子，您别胡说，你身上的病一定能好的。
哈尼想到主子这些年吃的苦，心里难过的又说道：是哈尼没用，一直没能找到治好主子的药。病？那不只是病，还有毒。王小夏走过去坐下身来，他再次认真的给格桑诊脉。主子什么时候中毒了？慢性毒药，加上格桑大哥身体本来就有顽疾，才会久治不好。王小夏可以断定格桑的情况，这毒其实不算难解，就是忌口的东西比较多，才会比较麻烦罢了。哈尼一脸崇拜地看向王小夏，两手合十拜了拜。九州嫂子，请您救救我家主子，我家主子被这个病折磨了好久了。起来，快起来，我又没说不救，沈金欠着就行。王小夏可是一点都不客气。格桑被逗乐了，他从身上拿出张银票递给王小夏。妹子，这是定金，等山下稍微消停一些，我再另外给你一些可行。王小夏看到是100两的银票，很是干脆的收下，然后笑眯眯的说道：那就多谢格桑大哥了，你的病我能治，就是还差几味药材，需要等天好之后去另一边的山上找。哈尼一听主子的病能治，直接跪在地上磕头。嫂子，你收我做徒弟吧，这样以后我家主人就不怕再被下毒了。王小夏可没想过要收徒，教图图和和儿完全因为是自己家的孩子。娘，可以收钱。图图在旁边小声地提了一句。王小夏想想，觉得也对，收点学费也不错。山下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即便是到时候下了山，需要银子的地方也很多，他可不会嫌弃钱多呀。这孩子说的没错，你要拜师，怎么能不交学费呢？莫迪凑了过来，把身上的银子塞给了哈尼。哈尼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接过莫迪的银子，又把自己身上的银子拿出来，双手送到了王小夏的面前。王小夏又是很干脆的把银子给收了，然后淡淡的说道：收徒弟太麻烦，你可以跟着我学东西，这是学费。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哈尼高兴地给王小夏磕头，格桑很满意地笑了笑，让哈尼跟着这妇人多学学本事，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孙九州怎么觉得这小子对媳妇儿居心不良呢？孙九州见媳妇儿看向格桑，他心里很不舒服。老二见爹脸色不好，赶忙上前拉着娘离开。娘，时辰不早了，您早些休息吧。到中午的时候，天又下起了雪。孙青毛愁眉不展地回到了山洞，孙九州和孙七州都好奇地迎了上来。爹，怎么了？孙七州很怕又发生什么事情。没啥，李正老哥担心山下的田地，若是村里不能耕种，村子里的百姓这一年也不知道要怎么糊口了。孙青毛随便找了个借口，这只是他们发愁的原因之一。王小夏听到了公公的话，庄稼人都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年到头最大的盼头也就是那些田地。若是错过了春耕，很多人一年可能都吃不上粮食。孙九州长长的叹了口气，若不是他大意了，或许事情不会变成这样。雷子在旁边也不好受，他知道将军肯定自责了，可这也不怨将军，将军也是受害者。爹，这事儿您别太烦恼了，那些地不能种粮食，到时候可以种点别的。王小夏想到了几种比较容易的草药。还能种啥？孙青毛种了一辈子地，知道村子里的田地本来就不是良田，每年种出来的粮食只是勉强够温饱。种草药呀，爹，走一步是一步，这事儿等下山再说吧。总之，只要人勤快，都饿不死。王小夏安慰了爹几句，随后走到山洞口看看天，雪还在下，但是变小了不少。不知道明天的情况如何，现在雪不算厚，他去山下看看，
也去大孙山上看看。要下山等明天吧，今天一来一回的，根本做不了什么事儿。孙九州看出媳妇儿的心思，王小夏点头应了下来。好。说完之后，他出了山洞。孙九州不放心地跟了上来，他心里很烦躁，等着只有两人的时候，便是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也不知山下那个叛徒到底想搞什么，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想，什么也不用想，你现在连内力都用不了，打也打不过人家，势力也比不过人家，去了也是送死。王小夏能感觉到孙九州在心里自责，原本事情不该变成这样。说起来，或许也有他的原因，若不是他穿书了，情节也不会更改成了这样。孙九州见媳妇儿似乎不高兴，很是自责地说道：是我没用，不仅没让你和爹娘还有孩子过上好日子，还连累了大家。媳妇儿，我……闭嘴！我讨厌懦夫，更讨厌只会硬闯送命的蠢货。王小夏恶狠狠地怂了一句。孙九州呆呆地看着这个媳妇儿，她长得不好看，脾气还不小，有种很奇怪的吸引力，让他越来越喜欢。第一次，他觉得一个人不好看也能如此有魅力，所以他必须做好自己，不然他真会嫌弃他的。行了，回去吧，我四处走走，放心，我带着他们不会有事的。王小夏见刚才的语气太重了，改变了不少。孙九州也已经摸透他的脾气，说一不二，有时候觉得他的脾气像个男子。这个时候下山不合适，但是他可以在附近转悠一圈。快要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偷偷过去看了看，发现这片林子里也住了人，看那长相和打扮不像山下村子的人。他怕被发现，他也进了空间，靠近那些人去打探情况。哎，老大，琥珀山那群人怎么也上来了？不知啊，大云山的人也来了。哎，没法子，最近流民越来越多，听说青龙国的大将已经拿下望城，恐怕很快就会打到这边来了。哎，若是孙将军在就好了，怎么会让青龙那些混蛋这么嚣张？得了吧，你姓孙的都成叛徒了，若不是他，我们做土匪也不会做得那么悲惨。可不是嘛，都是那个姓孙的混蛋，这该死！王小夏听到这里，心里莫名的生气，可真实情况知道的人太少，更何况这些人就是土匪，土匪有几个是讲道理的？这些人说还有其他土匪也上了山，对他们来说又是一种麻烦。他没有多做停留，又去附近到处转转。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从这里到山下居然发现了4窝土匪。这些土匪人数也都是20来人，越往山下情况就越糟糕。若是再出现那样的狂风暴雨，山下有2窝土匪没有山洞住，很可能会往山上走，到时候抢谁的地盘就说不好了。打探完消息，他就赶紧回去了。是啊，你娘若是男子，肯定不得了。你们以后要多跟你娘学本事。孙九州有感而发地说道：爹，还要走吗？老二听出了弦外之音，孙九州摸摸老二的脑袋，一脸难过地说道：爹是战场上的，没有国哪有家呀？等爹好了，还是要回去的。爹，我支持你。老二很想爹在身边，可爹是英雄，英雄就应该在战场上。王小夏靠近的时候，听到了父女俩的谈话。没有国，哪有家？光是这份大义都不是普通人能够比的，难怪他是光环男主。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这个男人很有魅力。等着所有人都坐下来，王小夏把今天看到的情况跟大家细说了一下。完蛋了，王城一失守，很快就会打到这个地方来，到时候村子根本就不能住了。
孙立正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过去。李正说：“你也别太悲观了，那么多人都想活着，肯定有办法应对的。”王小夏只能这般安慰起来。他发现孙九州的脸很黑，他紧紧拽住了拳头，估计很自责。雷子则是一拳头打在了地上，满脸愤怒地骂道：“这些不要脸的，简直太可恶了！”王小夏怕他们暴露身份，伸手拍拍孙九州：“老九，你得打起神来。如今你可是我公公婆婆的义子，得带头好好保护大家。家国，家也很重要。对，家也很重要。”他从上战场之后，一心就扑在战场上，多年来都是七州他们在爹娘跟前尽孝。孙九州感激地看了媳妇儿一眼，自我打气地说道：“没错，家国，家也很重要。我会带着大家守好我们现在这个小家，看好我们的粮食，大家都好好的活下来。”格桑看向王小夏，这个妇人真的很厉害，短短几句话，似乎就让眼前的汉子找回了信心。嫂子若不是女子，定然是位好将领。他忍不住赞了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总有一天，女子也能顶半边天。花木兰替父从军，上阵杀敌，不也是个女子？”王小夏忍不住就顶了出去。格桑眼睛闪着金光，盯着王小夏许久，移不开目光。这真是世间的奇女子，他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女子？孙家真有福气，能有这样的媳妇儿，如此年轻就守寡，也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了。哈尼则是好奇地问道：“哎，师傅，花木兰是谁啊？”“是画本里的，我师父给我说过一个画本，这花木兰。”王小夏只能拿画本来说事，心好像有点累。众人听完花木兰这个故事，顿时觉得对世上的女子有了另一份的见解。薛兰花则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九州嫂子，坚定地说道：“九州嫂子，我也想做花木兰。”老跟媳妇儿听完，直接笑了出来：“连功夫都不会，还想上阵杀敌？我看呀，你是上去找死吧！”“你闭嘴吧！之前不是说要下山去，现在怎么不去了？兰花有这个志气，也总比你这种缩头乌龟强呀。”孙阳明媳妇儿实在是看不过去了，直接就怂了把老跟媳妇儿：“就是现在去啊，山下人多呢，看看哪个土匪头子愿意收留你。”张姐也生气地说了一嘴。孙老跟媳妇儿把头又缩了回去，闭上嘴，再也不敢说话了。孙青毛看着九州媳妇儿，那是满脸自豪地说道：“行了，都别说了，九州家的，你有什么安排就跟大家说吧。”王小夏其实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主意，只能把一些之前的安排又跟大家说了一遍。从明儿开始，早上分一批人出去打猎，不要走太远，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剩下的人就在附近收拾柴火，继续布置一些陷阱。等到了下午之后，老九带着所有人习武，哈尼、耗子还有我们3人也配置一些药出来，一旦我们的实力不如敌人的时候，也会多一种可以活命的资本。他安排完其他人，也给他们几个安排了事情。耗子这段时间已经被虐得不敢有歪心思，郭13虽然混了点儿，却也不是那种心思特别坏的，而且自从看到王小夏的睿智之后，他们都对王小夏心服口服。九州嫂子说干嘛我就干嘛。耗子很是情愿地表了态：“我都听师傅的。”哈尼这师傅叫的是非常自然，图图和和儿还有老四都瞪着哈尼，那是他们的师傅好不好？这人真不要脸。听着王小夏井井有条地给大家分工，格桑是越来越欣赏他，看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别的光芒，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孙九州看格桑的眼神也越来越凶狠，他知道这家伙身份肯定不一般，这种危机感让他心里很不爽。不爽也没办法，
如今他的身份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孙老根他们4个都不是什么好人，一旦被捅出去，会连累这里的所有人。忍着，孙九州只能心口疼的忍着。他知道他们也需要像森木和莫迪这样有内力的人一起守护这块地盘。张大开几兄弟一直忍着，听着王小夏的分工，他早就被这妇人的厉害弄得心服口服。现在即便是他们身上没有被下毒，也都心甘情愿地被留下来，因为这些人让他们感觉到失去很久的人情味，他们都很喜欢这里的小家。老九哥，我们这几个你安排就行，其他没有武功的人就跟着大家在这里做别的事情。若是山下的日子不好过，从今儿开始大家就别吃早饭了，省下一顿是一顿吧。他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粮食会是个大问题。孙礼正同意张大开的话，连忙点头说道：大开说的没错，早饭大家都省了吧。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王小夏却提了一句：其他人可以不吃，去打猎的得吃，没力气，脑子会转得慢，也会跑得慢。娘，您看这是什么？图图突然的从地上挖出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王小夏接过来翻看了一下，这不是铁吗？不，这是铁矿石。原来如此，难怪山上的雷那么猛，原来是因为有矿石。他抬头往山顶的地方看了看，带着图图往上面走了走，在路上又捡到了不少这样的原矿石。娘，这些有什么用？图图很是好奇地问道。娘暂时不能告诉你，捡了带回去就行，这东西娘有用。王小夏觉得这是件大事儿，而且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孙九州会有用处，或许能成为他拿回权力的筹码。具体还得问问在他们这里铁矿的注重程度。图图见娘这么说，也就没有再问，乖乖的一路捡着这些小石头。王小夏一路不仅捡矿石，还挖了不少的药草。不得不说，越往山上走，药草越丰富。这是一片还没有开拓的天然药田。不知道大孙山上会不会也是这样？若真是如此，那可真是风水宝地了。孙九州见媳妇儿和图图这么久不回来，有些担心，沿着往山上的路找去。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母子俩背着满满2筐，正往山下走。这是什么？孙九州在背篓里发现了一些小石头，你仔细看看。王小夏说着话，把图图抱到花跟班的背上，让老花和花跟班先跟图图回去。有些事情暂时不让孩子知道，免得到时候不小心说漏嘴。他们现在是真的人多嘴杂。这里离林子不太远，孙九州拍拍老花的脑袋，吩咐道：别太快了，图图，你抱住花跟班的脖子，别被甩下去。知道了，娘，你们也小心。图图知道娘这是保护自己，这些石头可能很值钱。等图图离开之后，孙九州又仔细看看那些石头，很快就看出了名堂。这是铁，山上有铁矿，这就是爹他们的秘密。这些铁矿会形成天然的磁场，一旦打雷就会比一般地方要猛。王小夏喃喃地说道。孙九州好奇地问道：什么叫磁场？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就是会形成一种引力，把雷电往这个地方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王小夏简单地解释了一下。孙九州大概听明白媳妇儿的意思，若有所思地看着媳妇儿说道：我小的时候，村里面有人就去过山顶，碰到打雷下雨，好几个被劈死的。后来越传越玄乎，说是山里有鬼怪。再后来，有人在半山腰碰到过秋瞎子。从此小孙山便没有什么人敢上去。铁矿对玄武国重要吗？当然重要，铁可以做很多东西，兵器、用具什么的。我们国家的铁矿并不多，
说是……孙九州似乎也想到了什么，媳妇儿这是要提醒他，这铁矿可以作为得到皇上信任自己的筹码。只是如今皇上恐怕听信谗言，要进宫面圣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王小夏知道孙九州肯定想明白了他的意思，又在旁边提醒了一句：这件事你还是装作不知道，爹他们不愿意说出来，多半也是不想给村子里招惹麻烦。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宁可埋没了，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孙九州见媳妇儿处处为自己着想，又是一阵感动。不过这一次王小夏有先见之明，把事情说完赶紧走人。孙九州背着背篓默默地跟在后面。回到山洞口的时候，发现格桑视线落在媳妇儿身上，他故意走在前面挡住。格桑再次看到孙九州的敌意，他却毫无畏惧。见状，孙九州走到格桑的面前，他努力克制住心中的敌意，语气平淡地问道：一直盯着有夫之妇，可不是一件礼貌的事。你不也一样吗？格桑反问一句。你……孙九州懊恼，明明他就是媳妇儿的男人，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家伙天天盯着媳妇儿，他好气啊。公平竞争，她是个好女人，即便是没有一张绝世的脸，却有着睿智的头脑。这样的女子，只要是眼睛不瞎的男人，相处久了都会喜欢。格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而这番心思也是昨晚才琢磨出来的。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再喜欢别的女子，可自从碰到了她，便是再次让他平静多年的心起了涟漪。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非常吃惊。既然真的在这种时候碰上了，他决定好好的努力一番，即便是人家不答应，也总比有一天后悔来得好。孙九州茫然地看着格桑，格桑的话没说错，只要真正不瞎的男人，相处久了都会喜欢媳妇儿。媳妇儿这张脸根本就不是问题，看来只有让大家看到他们成了亲，才会减少这样不必要的麻烦。你不会有机会的。他冷冷地说完，背着背篓进了山洞。不远处，哈尼傻眼地站在原地。他听到了什么？他们家主子居然喜欢师傅，师傅可是有妇之夫，而且……听到什么都给我埋到心底，干活去！格桑看到哈尼，心里不快地吼了一句。哈尼一阵无语，他只能乖乖地背着背篓进山洞去帮忙。等哈尼走了之后，图图走到格桑的面前，很是好奇地问道：你真的喜欢我娘吗？我娘带了那么多拖油瓶，你不嫌弃？格桑被图图的话给逗乐了。不过是几个孩子，而且他发现这几个孩子都很优秀，若真是要养活，他也有这个能力。不嫌弃，你们都很好。他蹲下身来，摸摸图图的脑袋。图图见这人说话眼神不闪烁，应该是没有说谎。若是娘可以多一个选择也挺好的，谁知道那个便宜爹真要是再上战场是死是活呀。你不喜欢老九说？格桑又问道。图图眨了眨眼睛，一脸严肃地说道：我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娘自己喜欢。娘是个有主意的人，她不喜欢，谁也不能逼她。这真是山村里养大的孩子。不过这性子倒是有些像那个女人，做事冷静，还有一定的小聪明。格桑从身上拿出了一块玉佩，塞到他的手里。这个给你，收好了。你还想收买我？我可没那么好收买，有本事让我娘认可你。图图说完就跑进了山洞。格桑看着这小小的背影，那么小的孩子都能经得起诱惑，身边还有个那么厉害的娘，长大以后多少能成为个人物。关于铁矿的事情，王小夏和孙九州只字不提。这一天晚上，张大开手下巡逻的时候，发现草丛中藏了人。是，赶紧给我滚出来，不然我弄死你！张大开听到消息跑了过来，
草丛里的人慢慢的爬了出来，一共来了2个。2人害怕的看着这些拿着刀剑的人。说，什么人？来做什么的？张大开拿着手中的剑架在其中一个人的脖子上，那人瑟瑟发抖的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大人饶命啊！我们是莲花村的村民，被那些土匪给抓上山，他让我们上来打探情况，没想到山上还住了人。张大开无法辨别这话的真伪，只能把二虎给叫过来。他是山下村子的，对附近村庄比较熟悉。二虎叫上孙九州和孙七州，3人过来之后，二虎问那人：莲花村的王三岁你认识吗？认识。那人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二虎听完，一脚就把人给踹翻了过去。莲花村的人都姓刘，上哪有姓王的？撒谎也得有点脑子。那人被踹翻之后，意识到没法继续撒谎，只能说出了实话。我们是莲花村旁边山上的土匪，莲花山被官兵给缴了，我们被迫逃到了这座山上，没想到山上来了不少土匪，如今连猎物都打不到了。老大让我们来山上探探路。僧多粥少，山下一来下了那么多土匪，再过些日子，恐怕连土皮子都能被吃完了。孙九州想到这一点，眉头紧了紧，看来他们得尽快去打猎囤着，没有粮食，至少还能吃上一口肉。老九哥，这人要不要宰了？让他们滚吧，回去好好说话。若是下次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小命那就别要了。孙九州尽量不杀人，可说是他们要找死，那就没有办法了。2个男人连连点头，赶紧从原路溜了。张大开不明白老九哥为何把他们放走，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孙九州看出张大开的疑惑，平静地说道：若是这2个人不回去，明天上山的会更多。可若是他们看着这里好，也会把那些土匪带上来。张大开觉得应该直接把人给杀掉才是最好的。若真是这样，那就是他们找死。明天把圈子缩小一些，在这些草丛里多装上陷阱，一旦有人靠近，我们就能发现，范围尽量扩大一些。一旦发现有敌人靠近，我们能多一些准备的时间。孙九州吩咐了一声，以后白天晚上都得警惕起来。好，明天我就让兄弟们配合。张大开应声下来，他对这个老九设置陷阱的本事还是很服气的，很多小陷阱还是第一次见到。不仅是老九，还有九州嫂子，这2人不仅懂得很多设置陷阱的小技巧，似乎很会摸懂对方的心思。有时候他甚至有种错觉，觉得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继续看着，该睡觉的回去睡觉，若是太困了，不要硬顶着，换别的兄弟巡逻。孙九州又说了一声，转身回山洞休息了。出来了，娘出来了，娘，你快坐下。老四上前扶着娘在旁边坐了下来。没事，比之前好很多。王小夏看着几个乖巧的孩子，他要尽快把身体养起来，不能让孩子们为自己担心。哈尼走到旁边蹲下，好奇地问道：哎，那丫头平时看着挺好的，她这是怎么了呀？娘胎里带出来的毒，这毒不好解，现在只是压制，还差一味很重要的药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得到。王小夏随口说道，说完之后又问哈尼：哦，人身上的穴位你可清楚？清楚的，师傅，刚才您的针法很特别，我能学吗？哈尼恭敬地问道。王小夏还是有点累，等着图图出来之后，他让图图去把之前画的穴位图给拿过来给哈尼。哈尼看到这穴位图之后有些吃惊，因为好几处穴位他之前都没有标识出来。他激动地看向师傅：师傅，这个我能拿回去画出来吗？当然可以，你是交了学费的。王小夏挺喜欢哈尼这小子的，热心好学，
是真的不耻下问，经常私下请教图图一些知道的知识。这样的人其实挺少的。不懂的问我，或者问图图，他学东西很快，我教的应该都会了。王小夏一脸宠溺地看着小团子，这过目不忘的本事确实厉害。他们家的小团子绝对是天才儿童。等图图和哈尼他们离开之后，他只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哈尼走到王小夏的身边，然后从身上拿出个纸包，将纸包送到他的手上。这是什么？王小夏好奇地问道。这是上好的参片，至少有上百年。这是500年的，你好好收着自己用。格桑看着他脸色不太好，知道肯定是夏真费了心力。太贵重，我不能收。王小夏知道这500年的参片，那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一下给了他3片，那得多少银子呀？格桑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我这条命都是你救了，这点算什么？放心，诊金我以后会另外付的，这算是利息。这家伙居然那么上当，他很是好奇地看着他。情节乱了，他很难猜测出这人的身份，但是他身边跟的几个人都不简单，他的身份多半是非富即贵。听说你男人已经死在了战场，你们还没见过，你有没有想过找个真正对你好的？格桑鼓起勇气问了出来。王小夏愣了一下，随即无奈一笑。我带着那么多个孩子，谁会要我这样的女子？若是有呢，你可愿意？格桑追问道。王小夏对上格桑的眼神有些意外，万万没想到这个男人会对他这样面相丑陋的已婚妇女感兴趣。他不相信高门之弟不会介意女子的出身，这男人也不知道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他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反问道：有钱人家要的是门当户对，高门之弟能接受一个克夫且带着拖油瓶的寡妇？这几个孩子都被你教得很好，至于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家我说了算。格桑十分霸气地回应了一声，他不能让他有后顾之忧。王小夏傻愣地看了格桑一眼，这男人真霸气，该不会是什么王爷或者皇子吧？他猜不透。不过他现在对男人没兴趣，他虽然想尽快摆脱现在的生活，但是绝对不是靠男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现在的本事，可以让几个孩子过上好日子。自由多好，干嘛要去做金丝雀啊？格桑大哥，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我公公婆婆待我像亲闺女，我不能丢下他们。没事，我们地契多，能很好的安排娘老。若是他另一个儿子媳妇要跟着也可以。格桑可谓是爱屋及乌，孙青毛这一家子人都还不错，到时候置办一处别院就能安排好了。王小夏差点掉下巴，他摸摸自己的脸，又伸手探探格桑的脑门。没发烧呀，这小子怎么尽说胡话？罢了，可能是他脑袋晕，耳朵也不好使了。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摆了摆手，说道：我头晕，去睡会儿。你身体不好，别太累了，免得说胡话。格桑忍不住笑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有趣了。我没说胡话，你慢慢想想，等想好再答复我也不迟。他没想到一直沉稳的女人居然也有慌张的时候。王小夏只当是没听到，万万没想到这么丑的脸居然还有人看得上，是这里的审美观念不太一样，还是这人脑子进水了？等着格桑离开之后，他拍着胸口找地方坐下身来，屁股都没坐热，有人就靠了过来。小夏，我看那个叫格桑的挺不错，你其实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张姐刚才听到两人的说话，等着格桑离开，她就过来了。
王小夏见是张姐，微微一笑，说道：“有钱人家的夫人哪是那么好当的？先别说到时候人家3妻4妾，光是家里那些规矩都能让我发疯。我能挣钱有孩子，干嘛要去受那样的气？自己挣钱买大宅子住不好吗？等过些日子能下山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生意。你和姐夫原来的院子也别住了，我们就住隔壁，大家也有个照应。”他说着话靠在了张姐的肩膀上，他会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张姐细细一想，觉得小夏这话挺有道理。她不是没看到过那些有钱人家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得宠的时候体面，不得宠的时候过的也不是人的日子。正室还好，若是小妾，那些夫人还尽找茬儿，有些甚至被卖到窑子里自生自灭。小夏，你……他还想跟小夏说上几句，扭头发现人已经睡了过去。傍晚的时候，其中一只狗叫得特别凶，随后他们布置的陷阱被人动了。叮铃铃，陷阱有藤条连着，上面挂了几个铃铛，这是森木用铁皮做的，铁皮不多，铃铛也就那几个，分别挂在不同的藤条上面。来了，去看看多少人。孙九州吩咐二虎和雷子两人上树，在树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叮铃铃，另一边的铃铛也响了，这些人还不是往一个方向进攻，这让孙九州和王小夏不免担心起来。这下麻烦了，山下的土匪可能联合起来进攻了。格桑也想到了这一点，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众人听完脸色大变，说是这样，今晚可就事情大了。孙九州听完带人出了山洞，走之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格桑一眼。格桑微微点头，然后守在了王小夏的身边。山洞外面的树丛里已经有人拿着刀冲了出来，那人没跑几步就被冲过来的豹子吓得腿软地跪在了地上。就这点胆子也敢做土匪，死去吧！张大开上去直接一刀砍了下去，那人直接人头落地，躺在了地上。后面的几个土匪眼睛都大了，想不到那些人那么凶残，原本还打算往前冲的几人都吓坏了。说，你们带了多少人？张大开拽起那人，瞪大了眼睛，恶狠狠地问道。那人看着眼前这凶狠的男人，战战兢兢地说道：“啊，不知道，我只是探路的。”探路的？孙九州听完感觉很不好，他下意识地看了张大开一眼。张大开也想到了什么，他比孙九州更加慌张。若是遇到军营里逃出来的，他们兄弟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孙九州上前拍拍张大开的肩膀：“剩下的交给我，你们几个去保护山洞里的人。”好。张大开点了点头，踹了那人一脚，带着兄弟往山洞那边走。王小夏看到张大开带着手下来到这边山洞门口，便是知道出了情况。他支开其他人问起了情况。张大开对王小夏没有隐瞒。王小夏听完之后把他叫进山洞，没一会儿的功夫，张大开出来了。大家发现人变了样。去吧，把其他几个人都叫过来。王小夏摆了摆手：“谢谢嫂子。”张大开深深地鞠了个躬，赶忙把其他的几个人都找回来。没一会儿的功夫，几个人也变了样的走出山洞，又继续去前面帮忙。格桑看着王小夏这一手，微微扬了扬嘴角：“这女子到底还能给大家多少惊喜啊？”主子，你应该不会……格桑在旁边低声地问道：“不该管的事情别管。”格桑冷冷地说了一句，大步走开，给孙九州他们帮忙去了。这里虽然不大，环境也不好，可如今他觉得就是世外桃源，即便是情敌，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一致对外。等着主仆离开之后，王氏有些担忧地拧紧了眉头。放心吧，
九州媳妇儿是个懂分寸的。方氏知道嫂子的担忧，像九州媳妇儿这样优秀的女子，即便是没有美丽的容颜，也会有男人惦记。王氏心里还是不放心，他找在旁边给大家消箭的老头子，把刚才的事情跟老头子说了说。孙青毛却是一脸自信地说道：放心吧，九州家的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我们不是还有老九吗？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即便是娶了2房媳妇儿，王氏觉得那小子还是个愣头青。不行，等明儿他得找儿子好好说说这个事情。另一边，孙九州看到张大开回来变了样，心里对媳妇儿又是一顿赞。媳妇儿真是心灵手巧，这辈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他实在是太幸福了。老九哥，我们又来了。张大开换了张脸，也自信多了。行，看好了，一共2个口子，你带一队人守一边，我带人守另一边。司马和莫迪2位带几个人随意走动，但也注意一下，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人。孙九州把自己的部署说了出来，大家都很配合的跟着自己的领队，就连郭13也都绝对服从的跟着大家去布局。差不多凌晨的时候，2个口子果然来了不少土匪。土匪们本来以为自己人多占了不少优势，结果冲进去之后才发现人多起不了大作用，对方实在太猛，他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最后2个土匪头子带着手下的残兵落荒而逃。经过这一仗，大家也都打出了经验，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加强陷阱，哪些方式能够更快地把敌人引进陷阱里。孙九州把昨晚的情况简单地给大家概括了一下，大家总结出了不少教训。我觉得大家还得考虑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现在不少，粮食一天比一天少，山下的土匪越来越多，可能战事发生了变化，除了守着我们的地盘，还得考虑粮食的问题。格桑等孙九州把话说完，一针见血地说出另一件马上要面对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吃一顿，就算去山上打猎的人也不能吃早饭。二虎跟着提议道。王小夏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估计这个情况再过半个月，山下的土匪就熬不住了。这个季节还能有什么吃的？他脑子里仔细想想，大自然会有什么样的馈赠。对了，板栗，上次在大孙山上就看到了不少，估摸着小孙山应该也有。明天可以让大家到处看看，他还得下去摸摸情况。实在不行，我们去抢那些土匪。森木给大家出了个主意，他们若是真的有粮食，就不用跑到这山上来，别到时候扑了个空，我们的人还伤了。格桑当即否认了森木的主意。孙九州也觉得这样不妥，若是这样去抢，他们跟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行了，明天森木带些人去后面林子看看有没有笋，老九你们几个继续带人去打猎，什么时候猎物没了再说，顺便四周看看有没有板栗树。王小夏得把他们支开，才有机会带着老花出去看看。格桑安静地看着王小夏，他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在故意把大家支开，她该不会是有什么冒险的事情要去做吧？接下来又说了一下习武的事情。习武的事情也不能耽搁，白天把活干完，带着不会功夫的人练上1个时辰，等真正不能出门的时候，大家再把多些时间用来习武。事情定下来之后，孙九州带着人忙活去了，山洞里又剩下老弱妇孺。你明天想去做什么？我可以陪你去。格桑等人都走了，凑到王小夏的身边低声说道。王小夏愣了一下，不可思议地看着格桑。这个男人难道还懂得读心术？我猜对了吗？格桑微微一笑，不必，我会让老花跟着，你不准跟任何人说。好，你不喜欢的事情，我不做就是了。格桑宠溺的眼神看着他。
王小夏觉得这个格桑挺难缠，他已经说了不会考虑那些事情，他怎么就不肯放弃呢？格桑大哥，你就别浪费心思在我身上了，我是不会跟你走的。他很是直接地说了一句，起身离这个男人远点。他心里再次怀疑，这个地方男人的审美观绝对是有问题。他都那么丑了，居然还有男人馋，这不合理，太不合理了。格桑看着王小夏匆忙逃离的背影，饶有兴趣地扬了扬嘴角。深宅大院的女子哪会这么有趣啊？而且他怀疑那张脸都是他故意整出来的。第二天一早，按照昨天的安排，孙九州带着老花和花跟班要出门。格桑记得王小夏今天要带老花出去，随便找了个借口。把老花留下吧，他鼻子比较灵敏，在附近巡逻很不错。孙九州想着，老花他们主要是帮忙找猎物的洞穴，有花跟班也行，便是把老花给留了下来。王小夏看着这一幕，什么也没说。王小夏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下山打探情况，看看那些土匪到底有多少人。另外，他还有个想法，就是下山看看村子里的情况。若是这里真被敌军攻陷，他们也得尽快想想后路。按照记忆去找那些土匪住的地方，其中2窝不见了踪影，他猜想应该是昨天攻打他们的土匪。其他3窝土匪依旧待在原地，他们的人看上去并不精神，估摸着没什么食物。快到山下的时候，他把老花收进空间，离开林子，他就回到了村子里，从山坡下到山坡上，再到他们住的家，整个村子居然一个人都没有。若是晚上回到这里，估计能把人给吓出毛病。看到这场景，他跑出村子，发现很多流民往一个方向跑。他上前打听了一下，得知望城果然被攻陷，青龙国的军队还在往这边靠近，听说已经到了离他们不远的十里镇。十里镇离桑木镇并不远，马车大概1天的行程，这么说很快就会打到这边，这下真的麻烦了。好不容易占下一片地方过冬，看情况他们也要继续搬家。他没有继续停留，转身往村子里跑。那些流民看到他往回跑，还觉得这人是不是傻子。王小夏一刻也不敢停留，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孙九州，看看他有什么主意。若是大军进攻，他们这些人就算再厉害，也会变成渣渣。他赶紧去叫孙九州和几个带头的去山洞里开会。这一回他还把孙礼正还有爹他们几个老人都叫了过来。等大家坐下之后，他把下山看到的情况说了说。孙礼正听完激动地咳了起来。李正叔，你别急，这事儿谁急都没用。我想说的是，李正叔、爹、二叔、三屯叔，你们对附近了解多少？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我们现在必须要提前做打算了。留在这里不行吗？二虎一脸期待地看着九州嫂子。孙九州紧了紧拳头，眼眶瞬间红了起来。那些狗娘养的，怎么会把事情搞成这样？王小夏拍拍孙九州，果断地回了2个字：不行。必须另外找地方，要么往山上走。这地方在半山，若是有人通报，青龙的军队很可能杀上来，在军队面前，我们会被虐成渣。格桑知道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个地方不上不下，其实很容易出事儿。孙礼正和孙青毛2人对视一眼，他们都想到了山顶。孙九州看明白爹和李正说的意思，在他们说出来之前就先说了话。山顶不能去，雷太厉害，很容易出事。看看附近有什么山坳，一守不一攻就好。孙青毛对上大儿子的眼神，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也赶忙附和着说道：对，想想附近的山坳。阿虎，你经常去打猎，有没有什么好建议？二虎脑子有些乱，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吓人了。
他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众人不再说话。二虎打猎经常在山里钻，比孙礼正他们看的地方可能要多。二虎许久没出声，倒是三屯叔突然想到了什么，满心欢喜的开了口：我记起来一件事儿，之前我陪明东去隔壁村给个猎户看诊，那猎户说莲花村附近有个山坳，里面野果子很多，那地方在一座山顶的交汇处。那猎户说里面有瘴气，他也是只去过一回，第二次去的时候就遇到了熊瞎子，便是再也不敢去了。三屯叔将那次听说的事情给大家说了说。听三屯叔一说，二虎也想起来了，接着话继续说道：是有这么个地方，之前跟其他村子猎户碰面的时候他们说过，但是那瘴气我们应付不了，另外就是有熊瞎子，即便是大家都知道里面有好东西，也不敢去啊。熊瞎子？他们那么多人还怕什么熊瞎子？森木一听马上就说道：熊瞎子其实并不难对付，只是你们没有找到诀窍罢了。这话倒是真的，森木以前经常打熊瞎子，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传授经验。格桑对森木的勇猛还是很认同的，这小子就是有时候虎了点儿，这是性格的问题，很难改变。二虎一听，崇拜地看向森木，这熊瞎子以前可是害过不少猎户，想不到这人居然如此厉害。二虎，你能大概把地图画出来吗？王小夏觉得瘴气不是问题，他们以前去山里训练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瘴气的林子，只要做出一些清毒丹，大家就能顺利进去。但是具体还得去看看怎么回事，毕竟他在很多小说中见过，很多山里的瘴气会跟阵法有关，说是阵法，他就没办法了。这一点格桑和孙九州都想到了。关于阵法这东西，只有去看了才知道什么情况。如此一来，他们只能等着二虎把图纸给画出来。提到战乱，孙清江不免担心起了大虎的情况，哀叹一声说道：唉，也不知道大虎怎么样了。二叔不要担心，出了这样的事情，衙门的人估计早就撤了。孙九州随口回了一句：是啊，衙门的人向来跑得快，清江叔莫要太担心了。莫迪也在旁边搭了一句。格桑没吭声，因为这是事实，一旦有军队介入，衙门的人大多会成为旁观者，会直接撤离。二虎也早就想到了大哥的事情，听老九哥这么一说，才放下心来，把附近的地图大致画了画。二虎的本事很多是大虎教的，两兄弟也都识字，虽然写得不好，大家倒是能看得明白。这地方那可不近呐。孙礼正看了之后有些担忧，他们现在带着老弱妇孺，最快的法子就是往山下走，可他们带着粮食，一旦往山下走肯定会被抢。的确不近，这一路可能还会碰到流民，根本不知道路上有多少危险，这样做似乎有些过于冒险。王小夏看完地图也愁眉不展，老人、孩子，还有粮食、皮子、锅碗瓢盆，要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南也得走，实在不行就晚上往山下走，提前找好一条路，尽量避开山下的那些土匪。格桑觉得，若是青龙国的军队真的那么近，他们的时间会变得非常紧迫，已然没有了别的退路。众人觉得格桑这话没错，他们没有时间了，若是不在军队赶过来之前撤离，他们谁都活不了。沉默少许之后，大家开始收拾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落下，不然到了新的地方，他们连做饭的家伙都没有。连夜赶路，大家都累坏了，只能暂时找了个猎户们经常歇脚的山洞休息。山洞在半山不算大，容不下那么多人，只能先让老人、孩子、伤员在里面休息，其他人在洞口坐着恢复体力。又是一个煎熬的夜晚过去，黎明到来的时候，王小夏和孙九州还有二虎和格桑
以及耗子和哈尼，他们一起来到那片山坳。天都亮了起来，可山坳里依旧漂浮着白雾，让人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格桑和孙九州都懂一些阵法，并未看出什么名堂。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的大树下找地方坐下来休息。这些红蘑菇全都是毒，树枝和树叶上也残留下毒素，我们吃的清毒丹对这些瘴气还是有用的，至少没有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我想再往里走走。此时山坳里的瘴气明显比早上要清淡不少，而且越往里越暖和，也挺奇怪的。孙九州也喃喃地说道。王小夏却是想到了一个问题，这里面可能有温泉，若真是如此，那就太爽了。上山那么久根本就没法洗澡，他身上都快难受死了。这么一想，他带着大家沿着现在站的一条直线横着走。不远处不知道哪里窜出一只梅花鹿，那梅花鹿没走一会儿便是陷入了沼泽之中。看看能不能拉上来。王小夏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要救那梅花鹿的念头，他也觉得这念头很奇怪，说完就加快了往前走的速度。两人好不容易把梅花鹿给拉上来之后，梅花鹿甩甩身上的泥土，精明地看了看他们，随后他转身往林子里跑。跟上，小心一点。王小夏跟哈尼和耗子讨论完之后，给了大家一个结论。格桑则是开口说道，我早上看的地方暂时没发现异常，我也没看出来有阵法什么的。孙九州也没有看出问题，这可能是天然形成的屏障，说是这样会好办很多。一会儿大家拿着火把进去，一旦火把的火突然变小，就不要往里面走，可能会很危险。说是火把没事儿，我们继续往里面走着。耗子和二虎在外面等着我们，说是我们遇到危险，你们可以去找人过来帮忙。王小夏觉得他们不能所有人都进去，至少得留个后路。二虎和耗子点头答应下来，哈尼却是有些担心自己保护不了主子，可见主子执意要跟着进去，也不好再说什么。中午每人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些水，解决掉午饭的问题。他们就点着火把继续往里走。王小夏感觉这是只有灵性的梅花鹿，他紧紧地跟着梅花鹿后面一直往前走。说来也奇怪，梅花鹿往前走一段，回头看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在等他们。穿过那片沼泽之后，他们的速度加快了。这是一片林子，林子里有很多的果树，果树上硕果累累，空气中还弥漫着花香和药草的香味儿。这难道是真的世外桃源？王小夏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到这一幕，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似乎一下就忘了身后还有人。他的步伐变得更快。木屋，老头，原来这里有人居住。小梅啊，你别到处采了，老头子手上的药都要被你采完了。哎，你搞什么呀？一个老头子用扫把赶着那只梅花鹿，梅花鹿像听得懂那般调皮的在药田里来回采。老头气得把扫把都扔了，吹胡子瞪眼站在那儿。老伯，您住在这儿吗？王小夏客气的打了声招呼。老头惊讶的抬起头，看到一下子来了4个人，防备的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敢闯老头子的地盘？你们找死吗？孙九州上前想要解释，却被王小夏给拽了回来。老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的地盘？你有地契吗？这可是莲花村的地盘，现在山下暴乱了，我们要进来躲一躲。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动您老的东西，会另外找一块地方住下来的。王小夏根本就不给眼前这老头拒绝的机会，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堆。老头听完一脸惊讶，最后还问了一句：暴乱了？下面打起来了？可不是吗？很多人都跑了，我们带着老人和孩子根本就不敢跟着跑，所以只能在山里找地方躲起来。我看您这里有瘴气，也有沼泽，
叨扰您了，说是以后有需要，您可以尽管说。王小夏在猜测这人的身份，他脸上的惊讶不是装出来的。看来这老头真的是世外高人，隐藏在山里清修。老头抬头看了一眼4个人，最后目光落在格桑和孙九州身上。你们中毒了。行吧，反正老头子也无聊，你们去那边自己找地方住下，不要有孩子哭闹的声音，不然我就毒哑了。老头捡着他的扫把，拽着梅花鹿回去了。王小夏深深地吐了口大气，转身看向孙九州和其他人。他们赶紧返回去，天黑之前把大家带进来，不然明天一早瘴气起来的时候，又得等到第2天下午。1天时间，山下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去等。往回走的路快了很多，而那头被老头拽进屋子的梅花鹿又跑了出来，他快速地跑到了他们前面，给他们带路。到了地方之后，他们全都在原地等着，大概又等了半个时辰。莫迪回来了，却没有看到王小夏的身影。小夏呢？格桑和孙九州同时问道。莫迪愣了一下，把嫂子的话重复了一遍。嫂子说让老九和主子带着大家找地方歇脚，哈尼和耗子照顾好几个老人。那他呢？孙九州着急地问道。莫迪看着2个大男人的脸色，心惊胆战地继续说道。他说一会儿就能进来，让大家谁也别去找他，不然谁去谁要倒霉的。孙九州和格桑听完，相互看了一眼。格桑心急之下咳嗽起来，孙九州迈开步子就要走出去一趟，却被老二给拦住了去路。你最好听我娘的。老二瞪大眼睛看着爹。可是你娘现在很危险。孙九州就差没有大声吼出来，老二却依旧是坚持地说道：娘最讨厌被打乱计划，你等着，不然我打晕你。好家伙，这是亲闺女。老大也是担心娘的安危，可他又觉得老二这话没有问题。娘是个很有主意的人，而且娘似乎有秘密，这个秘密他们谁都不知道。老九说，我娘的话要听，不然会被赶出去的。爷爷和李正爷爷他们都还病着，他们再不带头找地方，回来娘会骂死你们这2个没用的男人。他突然想到画本上的那些词，一口气把2人都给骂了。孙九州、格桑，没用的男人，好小子，这真是王小夏养的好儿子。王氏也同意老二的话，上前劝了一句：听九州媳妇的，赶紧找地方，几个老头子身体有些受不了了。孙九州和格桑不敢在原地站了，他们担心地看了入口一眼，最后都硬着头皮带着人往旁边的林子走。那老头说了，只能去旁边的林子，不能打扰老头的生活。一群人经过老头的屋子时，梅花鹿停了下来，他上前拱了拱门，咯吱，门开了，老头从里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煤油灯。我的那个乖乖，居然那么多人，好像还有3个病了的老头。老头伸长脖子看了看，嘴里还嘀咕着：打扰前辈了，我爹和2位叔伯生病了。孙九州还是礼貌地上前去打了声招呼。格桑看着老头拿着煤油灯，故意在那儿说了一声：青龙的官兵上来了，若是点灯，会不会被发现？就算这里面着火，外面都不会发现。这外面包裹了一层瘴气，这瘴气白天弥漫在林子里，晚上的时候就会往天空升，就像一团云包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不然老头子我怎么可能那么安心的在这地方住那么多年？老头子跟他们简单的说了说情况，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林子。去那边吧，原本我是打算在那儿盖屋子的，后来想想我就一个老头，就不浪费地方了。多谢老人家。老人家如何称呼？我姓李，
叫我李老头就行。管好你们的孩子，没事别哭，不然我会发疯的。李老头说完之后，拍拍梅花鹿的脑袋，一脸生气地说道：你再来撞门，我就把你鹿角给割了。梅花鹿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快速地往前面的林子奔跑过去。孙九州带着人跟着梅花鹿往前走。梅花鹿来到一片空地停了下来，大家就在这里停了下来。这地方没有外面那么冷，真是奇怪啊。森木觉得挺怪异的，以前他们不是没有去过山坳，从来不会像现在这么温暖。找柴火，该做饭的做饭。哈尼、耗子，你给他们看看。大家都动起来，记得别走远了，就在这一片。孙九州吩咐完之后，满脸愁容地看向入口的地方。王小夏来到莲花村的时候，看到不少官兵在这里安营扎寨。村子里的房子不够住，说明来的人不少。他去听了听那些官兵的聊天内容，大概找到了他们将军所住的院子。若不是现在不能动手刺杀，他可以在空间里动手解决2个。但是他现在不能，一旦动手，这些人势必会在附近到处搜寻。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可就不安稳了。不过不能杀人，偷点粮食还是可以的。他找到他们的粮草库，粮草库在一座院子里，几间屋子都装满了粮食。看来敌军早就提前囤粮，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粮食。他为了不做得太明显，每个房间偷偷搬了3袋，6间屋子18袋子，也够大家吃上一段时间。除了搬粮食，他还在后面院子发现了面粉、小米，照样一个屋子搬上3袋，同样的数量，这可不少了。他没有休息，到了山上就开始往上爬。空间起了个隐形作用，但是要往前还是一样得走路，除非坐到别人的车上。等他爬到山坳口子的时候，天快亮了。他在附近随便找了个山洞，把里面的粮食都放到山洞里，又把老花叫出来，让他去找孙九州他们。不要急，小心一些，我在这里等你。他拍拍老花的背，老花仰头叫了一声，跑了出去。豹子的鼻子很灵敏，走过的路大概都能记下。这些王小夏对老花和花根班进行过考验，他相信老花不会出问题。等了1个多时辰，老花出来了，跟着出来的还有孙九州和莫迪，还有张大开几个兄弟。孙九州看到王小夏，激动地冲上前，上下一番打量。有没有哪里受伤？一点事都没有，我们一直藏着，况且我身边有老花和花根班，能有什么事？王小夏看到孙九州眼神中的担忧，微微笑了笑。嫂子，上哪来那么多的粮食啊？森木看到这些粮食有些不可思议。王小夏知道不能说是原本在山洞里的，不然这些人肯定想着是那些百姓留下的，他便吐出了2个字：偷的。偷的？你怎么能冒这个险？那些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敌军啊！孙九州一听急坏了，口气都是深深的指责，眼神中却是满满的心疼。王小夏看在眼里，他撇开视线，找了个理由：我本来想下山去打探情况，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马车在山脚下掉进了坑里，我趁他们回去搬救兵，把这些粮食搬到丛林里藏着，等那些人离开之后，才让老花叫来他的同伴，一起把粮食给背上了山。听到这话，众人多少相信一些，毕竟王小夏的身手他们也都看到过，绝对不输给男人，加上有老花和花根班，真的把粮食偷上来还是有可能的。粮食全部被搬进了那片小林子。此时天渐渐亮了，半空中的迷雾渐渐下沉，那片沼泽再次恢复了神秘的色彩。折腾了1个晚上，王小夏困得不行，也不管大家要忙什么，他需要好好睡一觉回血，连早饭都没吃，找地方就躺下钻被子里了。天亮之后，李老头闲着没事过来了，知道他们手上有几个病号，他也过来看看。哈尼和耗子见老头还会医术，
而且会的还很多，都很好奇的跟在旁边，看能不能学点什么。李老，多谢你了。孙九州满心感激的向李老头拱手行礼。不谢，你们早些安顿下来，省得晚上太吵，弄得我晚上睡不好。李老头黑着个脸，给几个老头扎完针，又扫了一眼。哈尼知道李老头这是在找师傅，刚才都见李老头问了好几次。他在旁边说道：我师傅身体不好，他累了，能睡很久。身体不好还逞能，简直是找死。走，我去看看。李老头说到这话，就到处寻找那臭丫头的身影。孙九州见这是个倔老头，只能带他来到媳妇儿躺下的地方。王小夏睡得很熟，即便是不远处有人在砍树建房子，他也没醒过来。图图一直守在娘的身边，看到李老头过来，礼貌地站起身打了个招呼：李爷爷好。李老头不喜欢小孩，看都没有看图图一眼，便是蹲下来给王小夏把脉。就是身体太虚，好好养着就是了。他收回了手，又看了一眼这沉睡的丫头，起身往自己的屋子里去了。王氏还想留李老头吃顿饭再走，李老头摆了摆手：我要回去睡觉，不要来吵我。等着李老头离开之后，哈尼在旁边嘀咕道：婶子，这李老头的脾气有些奇怪呀。李爷爷貌似很不喜欢小孩。图图也意识到了。那你们以后就别去他那边转悠，毕竟这是他先找到的地方，肯让大家在这里住下已经很不错了。王氏摸摸图图的脑袋，像图图这么懂事的孩子还不喜欢，是那老头眼瞎。王小夏这一觉睡了个对时，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这才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睁开眼，发现睡在了木屋子里。孙九州就在外面守着，听到里面的声响就赶紧进来了。看到媳妇儿醒来，他赶忙凑了过来。屋子里放着火盆，光线微暗。王小夏看到他担忧的脸，头发有些凌乱，一双眼睛还带着几分浮肿，眼眶里布满了血丝，看上去是好久没休息才会有的样子。我没事儿，你去休息。你看看你的眼睛，再这样下去，你会变成瞎子。他低声说着，语气中带着自己察觉不到的愤怒。孙九州听完，傻傻地笑着说道：你这是在关心我？别急，我这就去睡。现在去睡觉，马上！别以为你的身体是铁打的，说是你倒了，他们该怎么办？王小夏觉得孙九州现在就是这里人的主心骨，他若是病倒，那些老的会很担心。是，听媳妇儿的，马上去。孙九州连连点头。娘和爹好像和好了。是啊，他们只要在一起，我们就不会有后爹后娘啦。老二高兴地说道。图图闭着眼睛，他也听清楚两人的谈话，但是他觉得这个便宜爹迟早还是要走的，到时候又是娘一个人扛起这个家，娘太辛苦了。他倒是觉得格桑叔比较靠谱，至少人家有钱，不用娘为了3餐而忙碌。老大脸上还是有些担忧，这个后娘以前没发现如此优秀，现在大家都知道后娘的优秀，爹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公开，恐怕以后想要追求他的男人更多。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图图，眼见图图闭着眼睛，他就知道那小子是在装睡。上次图图跟格桑叔说的话他也听到了，其实他也能理解，图图是不想后娘这么累，可他们现在很需要后娘，他得想办法改变这小子的想法，让这小子能跟他们站在一边。晚上的时候，他们烧起了篝火，把李老头请过来，跟着大家一起烤肉。李老头在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人，要说不寂寞那是假的。如今
多了那么多好客的邻居，他的心情很好，还将自己酿制的酒拿出来给大家享用。李老，您还会酿酒啊？张大开好久没闻到酒味了，只是喝上一口，他就觉得浑身舒坦。这酒是秋天酿的果酒，这山里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野果子，我老头子一个人吃都吃不完。对了，前面还有一片板栗树，也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打了囤着慢慢吃。李老头表情冷冷的，却是个很健谈的老头。多谢李老，明儿我们过去看看。格桑感激的笑了笑，随后偷偷看了王小夏一眼。王小夏尝了一口果酒，味道一般，说实话没他的手艺好。不过这李老头还真是什么都懂，听他刚才说的天气、山里的果子、温泉，还有很多山里有的东西。他很是好奇地问道：李老，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多少年我也忘了，至少4、5年了吧。李老头努力去回忆，他之前出过山坳，去山下的村子溜达过，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数。看来这是个不甘寂寞的老头，真正避世的怎么会去山下溜达？那这避的多半不是江湖人士，而是某些达官贵人，因为那些达官贵人可不会在小山村溜达。李老，哎，吃肉，这是我的儿媳妇做出来的烤肉酱料，刷上去烤的肉味道很好。孙青毛看上去精神了不少，此时也能跟大家坐在一起烤肉了。李老头可是一点都不客气，接过一只兔子腿，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一边吃嘴里还一边赞着：好吃，好吃。老头，我好久没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了。你们不知道一个人的饭多难做，做多了浪费，做少了不够吃。最重要的是，我手艺不行，只能是勉强填饱肚子。王小夏嘴角扬了扬，这老头真是够狡猾的，这是想跟他们搭伙吃饭，省得自己动手做饭了。几个老头都是知恩图报的人，李老头收留了他们，多双碗筷他们自然不会反对。李老头如愿的入伙了，为了表示自己不吃白食，他扛来了1袋米，还说过明天带大家在山里找食物。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虽然补充了不少粮食，但是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会维持多久，他们不得不为将来的生计做打算。这一晚，大雨倾盆而下，雷声阵阵轰鸣。明明听到很大的雷声，可这里的树木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坏，倒是沼泽那边有些树木被劈了，那些树木直接掉进了沼泽里。这样的天，李老头无法入眠，他心烦气躁地在屋子里转悠，脑袋的疼痛让他渐渐失去知觉。他发疯一般地冲出了屋子，在雨中到处乱跑乱撞。看，那好像是李老。张大开手下的一个小喽啰指了指在雨中奔跑的李老头。张大开看清楚，还真是李老头，连忙冲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李老头捂着脑袋往前跑，突然间撞到一棵大树，头上撞出了一个血包。他依旧是捂着脑袋在地上翻滚，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张大开见状，抬手把李老头给打晕，然后背着人回到他们的木屋。他赶紧让张瑜去把九州嫂子叫来，给李老头看看，把屋子里的火盆子烧大一些，让屋子里更暖和一些。这里虽然没有外面冷，到了晚上还是有些寒意。屋子里不放盆子火，大家很难睡得舒服。他们上山的时候捡了不少烂盆子，现在也都派上用场了。王小夏正做着梦，被图图给叫醒。他发现最近好像睡得越来越沉了。他揉了揉太阳穴，脑子清醒之后看向图图：娘，李爷爷好像病了，张优叔叔让您过去帮看看。图图已经拿好了药箱子。那老头居然病了，
王小夏愣了一下，还是跟图图一起走出了屋子。外面还下着大雨，他们打开伞，小跑着跟着章鱼来到了一个屋子里。王小夏看到昏迷的李老头，他静静地给李老头把了把脉，又伸手摸摸李老头的后脑勺，发现后脑勺有一块凸起的地方，具体情况还得明天问问。李老不会死吧？章鱼担心地问道。王小夏看得出大家还是挺喜欢这老头，他淡然一笑说道：没事了，他应该是有什么救急，只能明天等他醒来再问清楚是什么情况，现在打晕是最好的决定。确定李老头没有什么大碍，王小夏带着图图又回去睡了。张大开让章鱼守着，让其他几个兄弟睡觉，晚些再起来一个给章鱼换班。这老头必须有人看着，不然突然醒来把谁掐死都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李老头醒来发现睡在陌生的屋子里，他茫然地看看四周，心里想着应该是犯病的时候被他们给带到了这里，看来还是左邻右舍比较好，至少病了还有人会搭把手。李老，您醒了，我找九州嫂子给您看看。孙青毛看到李老头醒来，起身就要去找九州嫂子。李老头摆了摆手，道谢说道：谢谢老哥，不必了，我这老毛病治不好，只要不死，第二天就没事了。那怎么行啊？这样太危险了。李老，您可别小看我们九州嫂子，她的医术可好了。之前我那大孙子都被人打得快断了气，他都给救回来了。还有啊，你不知道，我们之前在小孙山上那里的狼。孙青毛滔滔不绝地把山上打狼、攻打张大开的山洞这些事情都给李老头说了。李老头听完有些震惊，他还从没遇到过这么睿智的丫头，不仅会医术，听青毛哥这话，那丫头还懂战术。一个山野村妇懂得这么多，实在是不太合理啊。您就听我一句，让我家大儿媳妇看看。孙青毛也是看中李老是个有本事的，懂医术，还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这些泥腿子。李老头听完，眼中燃起了希望。他这毛病好几年了，这些年来他知道自己忘记了很多东西，他怕有一天真的忘了自己是谁。你等着，我给你叫人去。孙青毛见李老被说通了，我得回自己屋子去，昨晚叨扰到大家了，估摸着那几个小兄弟都没睡好。李老头说着话也慢慢地站起身来，他摸了摸额头，额上被包扎好了，但是他还是有些虚弱。每次打雷的晚上都把自己折腾得要死不活的，这一次恐怕是最轻的了。娘，爷爷叫你给老李看看。老四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他四周看看，没发现耗子和哈尼。耗子叔叔和哈尼叔叔挖药去了，林子里有很多药材。哈尼叔叔说爹他们挖的没法看。老四低声给娘说了一声，的确不能看，草多过药，不过对于这些不懂医术的人来说，这已经算好了。等这2天完全安顿下来，早上该干活的都去干活，下午的时候让哈尼教大家认字，然后再划一个时辰习武。总之这些都不能耽搁。至于哈尼他们几个学医术的事情，可以放到早上。等一切正常下来之后，少了耗子和哈尼干活也没什么。心里规划着今后的打算，不知不觉他们来到了李老头住的屋子。九州媳妇，你给李老看看，我先回去了。孙青毛见九州媳妇带着图图过来，他也就没留下来打扰他们。王小夏看了李老头一眼，一脸不耐烦地说道：老头，你还治吗？不治我就走了。你这丫头，好歹我也是长辈。李老头白了王小夏一眼，王小夏看了图图一眼，说道：你去忙吧，
他的病不是1天2天的事情，他若是不配合，我也治不了。图图看了李爷爷一眼，乖乖的去帮娘把捡出来的药草分类。他昨晚大概也知道李老头是什么问题，症状其实跟图图差不多，只是图图比他更严重一些。你这病是受了刺激落下了，听不得雷声，也听不得孩子啼哭。每次碰到雷雨的晚上，你就会头疼欲裂，第2天还会忘记些什么。他张嘴就来，道出李老头的症状。李老头眼睛一亮，没想到这丫头居然全都说对了。他想起刚才孙老弟说的话，看来这丫头确实是个天才。他紧了紧眉头，随手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本发黄的书，将书塞到了王小夏的手里。我这病暂时治不了，听说你还有做大夫的慧根，这书你拿回去看看，说不定对你有用。王小夏很不客气地接过那本书，把书揣到身上，不急不慢地说道：“你这病能治。”呵呵。李老头鄙视的一笑，这丫头有点本事，却是有些过于自大了。爱信不信，我忙去了，但愿你以后别来求我。王小夏可没压着别人治病的怪癖，反正来日方长，这次的入侵没几个月不会有什么变化。李老头倔强的冷冷一哼，没把王小夏的话当作一回事。还没等王小夏走出房间，就听外面传来李彤的大喊声：“不好了，老九哥被熊瞎子给抓伤了，很大一道血口子！九州嫂子，快来帮忙看看呐！”李彤人没到，声音却是传得到处，所有人都能听到。王小夏听到声音，赶紧跑去看个究竟。李老头不放心，之前听说过山里有熊瞎子，只不过他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也不曾碰到，怎么就会被他们撞见了？被熊瞎子抓伤可不是轻伤，他也追过去看看什么情况。老二哭着冲到了娘的怀里：“娘，快救救老九叔！”别担心，有娘在，他不会有事的。没一会儿的功夫，重伤昏迷的孙九州被张大开给背了回来，后面跟着骂骂咧咧的张瑜。都是森木，非得去捅那个熊瞎子窝，结果里面有2头大熊。老九哥为了救森木，才伤成了这样。行了，你就闭嘴吧。人家森木也是一番好意，想把熊胆弄出来，给九州嫂子泡酒。张大开瞪了弟弟一眼，老九哥都说了，这事儿不怨森木，人家也是一番好意。王小夏没兴趣听他们在这里推脱责任，他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次很严重，比之前被斗狼的时候严重许多。大开，把人送到屋子里。二婶，劳烦你在屋子里烧一堆火。老二，给我准备煤油灯。图图，把缝合伤口需要的针线给我准备好。他速度的做了反应。是。哎，好的，马上就给您送来。所有人回应了一声，转身照着要求去忙活起来。张大开和张瑜小心翼翼地把孙九州放到屋子里，王小夏只让张大开和图图帮忙，其他人全都去外面等着。李老头刚才听到王小夏说缝合，他静静地在旁边看着。缝合术之前他也尝试过，但是效果根本不行。王小夏认真地查看孙九州的伤口，好几处都能看到白骨，这样的伤口看着就让人发怵。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动作极快地把伤口给清理好，然后拿过小团子递过来的线，熟练地把伤口缝合。一共3处大的伤口，他花了半个多时辰就把伤口全部缝合完毕。李老头看花了眼，王小夏则是忙晕了头。处理完一个伤口，王小夏回头看了一眼：“你不是大夫吗？那么多受伤的，你不去帮忙，在这愣着做什么？”看到李老头还愣在这儿，他有些上火。李老头被骂得愣了一下，回过神，赶忙出去帮忙处理其他人的伤口。这一场忙活下来，就到了傍晚，受伤的人还不少，重伤的3个。孙九州、雷子、森木、莫迪还稍微好点，包扎了伤口还活蹦乱跳的。
为了方便照顾，3人被送到一个房间。王小夏累得够呛，吃了晚饭就去睡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了李老头和图图。哈尼和耗子本来就跟他们一起出门，忙活了半天，早就睁不开眼，只能都回去睡觉。午夜，李老头看图图也困得不行，还逞能的跟他守夜。抬眸多看了这小子一眼，图图知道李爷爷不喜欢孩子，很识趣的跟他保持距离，靠在门边上打起了盹儿。这孩子还挺会看人脸色。李老头又看了一眼，发现小家伙睡着之后，偷偷的把人抱到一边，放在草垛上，还把被子给盖上。原来你也不是完全讨厌孩子呀。王小夏慢悠悠的声音传来。李老头顿时有种被抓包的感觉，他冷下一张脸，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恶狠狠地瞪了王小夏一眼。累成那样不多睡会儿，来这里做什么？他低沉着声音说道：怕你一个老头不能熬夜。他其实是怕晚上又打雷下雨，到时候李老头犯病，伤到这些人可就麻烦了。毕竟犯病的人是没有轻重的，这一点他以前可见过不少。李老头表示怀疑地看了王小夏一眼，又贼兮兮地问道：丫头，你那缝合之术哪里学的？你想学？王小夏之前就听小团子说了，这老头看他缝合伤口的时候眼睛都直了。想？李老头没有说出来，感觉有些丢脸，可他的缝合之术实在是太烂了。刚才他就偷偷看了几个人的伤口，那伤口缝合的真漂亮，而且他之前看到他的速度很快，对这些非常熟练，简直让他妒忌。王小夏看得出这老头是拉不下这个脸，既然这样，那他也装傻的打了个哈欠，道：李导的医术超凡，估计也看不上这些玩意儿。说完，他起身去查看几个人的状况。孙九州开始发烧了，脸涨得通红，整个人不安的来回摆动脑袋。他给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给他扎了2针。你帮看着点儿，我给他们熬点药。你那针法没见过，看上去挺有意思。李老头刚才一直盯着王小夏下针，想学？王小夏坏笑地看着老头，想。老头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冷冷一哼，撇过脸去。王小夏瘪了瘪嘴，也不理会这骄傲的老头。他回到房间抓好药，打算去厨房把药给煎了。刚刚走出屋子，却见格桑送来大碗的烤兔子，兔子肉被切好，还把骨头给剥了。吃点吧，我去给你烧火。格桑把大碗塞到王小夏的手里，转身去了厨房。老四心里担心的看了娘一眼，格桑叔叔真暖心，这点爹有些跟不上，等爹好了得多提醒提醒，可不能让格桑叔叔占了上风。他跟着走出屋子没多远，好奇的低声问娘：娘，爹为何不能是爹呀？这……王小夏脑子有些发懵，他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老四这话的意思，认真想了想，说道：那是因为你爹太优秀，想害他的人很多，所以不能表明身份。你记住了，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你三叔，他的嘴不严。这事儿大哥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老四认真的说道。王小夏摸摸他的小脑袋，加快步子往厨房走。娘，你会不会不要爹呀？老四突然问了一句。王小夏该怎么回答？他停住脚步，看着老四认真的样子，好一会儿才说道：只要你们听话，我不会不要你们的。老四听完眼睛一亮，之前他们都好怕娘跟别的男人走了，听娘这么一说，他高兴坏了，屁颠屁颠的跟着去了厨房。王小夏到厨房的时候，格桑已经生了2炉子火，这里没有专门熬药的瓦罐，
只能用锅来熬。旁边的地方放着2口锅，锅里没有放水。格桑一看就是有钱人家出身，没想到也会做厨房的事情，这倒是让他有些惊讶。不知道要放多少水，锅已经洗干净了。格桑说着话，又从身上摸出了一把板栗，塞给老四。吃吧，我来看火就行。谢谢格桑叔叔。老四接过板栗，礼貌地道歉，然后找了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里。他可得好好看着娘，不能让娘被格桑叔叔给卷走了。王小夏似乎看出这小子的心思，看来憨厚的老四被其他几个孩子给带坏了。他把药放到2个锅里，在里面放好了水，把锅放到灶台上，再跟格桑说了说火候。格桑听完，搬了张凳子放在老四的身边。你坐，我来就行。王小夏不客气地坐下身来，看着格桑一边看火，一边关注着锅里的药，很是好奇地问道：看你的样子应该出身富贵，怎么会做这些？昏暗的光线下，格桑好看的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格桑其实长得很好，高挺的鼻梁，狭长的凤眼，感性的唇天然上翘，皮肤细腻白净。王小夏看着这张脸，她的温柔一笑估计能迷死万千少女。可惜她不是懵懂少女，已经从少女越过某些环节变成了少妇，而且还是拖了一串的少妇，所以她也就是赏心悦目罢了。格桑叔叔，你看着我娘傻笑做什么？我娘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老四故意来了一句，想用眼神给娘传情，那是不可能的。格桑看到坐在那儿安静的王小夏，愣住了。之前很多女人说她的笑很迷人，可为何就没有迷到她？他心里有些失望，只能回答问题。那是因为我家一直有病人，后来轮到我变成病人，为了找药四处奔波，有时候风餐露宿，自然会了不少事情。你身边不是有森木叔叔他们吗？老四有些不相信。他们也有受伤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格桑能感觉到老四这是在试探他的身份。这几个孩子都有小九九，一个比一个精明，他觉得都很不错。老四不甘心的又问道：等这里不打仗了，你是不是就要回家了？说不好，看情况。格桑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你是担心身上的病吗？娘说能治就能治，你不用太担心。老四很是直接的说道。王小夏发现老四是真的学坏了，连人家想要留下来的借口都直接给堵了。他有些想笑，却还是努力克制住了。然格桑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看出小家伙的用心，他故意的说道：除了治病，我这次出来还有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啊？老四一脸期待的看着格桑叔叔。格桑很是直白的说道：我爹说我得找媳妇了，这次出来打算找个媳妇回去。你那么有钱，得好好选选，大户人家都要门当户对，听说城里很多姑娘未出阁，你可以去看看。老四一听这话，心里急了，把大哥给他们说的话本里的话都给说了出来。我家不讲究这些，而且在我家我说了算，找个喜欢的就行，不用门当户对。格桑也借着老四挖的坑表明自己的态度。你那怎么行？两人相差那么大，肯定合不来的。老四说到这里，激动地站了起来。黄小夏再也忍不住，老四这小大人的模样也太可爱了。咕嘟咕嘟，灶上的药滚了，格桑赶忙抽出几根柴火，让火势小一些。娘，我说的事实，话本上不是这么说的吗？有钱人家要门当户对，穷人家出身的姑娘也适应不了那么多礼数，迟早还是要分开的。
老四一脸认真的看着娘。王小夏表示认同的点点头。对对对，我们家老四呀，越来越有学问了。这2个人生活环境相差太大，的确很需要精力去适应。反正我是受不了那些大门户的套路。他可不傻，怎么会听不明白格桑在对他表白呢？他也就跟着套路完就行了。格桑听到这话，有些话想说，却碍于有个小家伙在这儿，话到了嗓子口又咽了下去。他灵机一动，看了老四一眼，说道：老四，你能不能去把莫迪叔叔叫来？这些柴火好像不够了。好。老四没多想就跑出去了。老四一走，格桑拉了个凳子坐下来，一脸好奇地看着王小夏。他虽然很优秀，可他无法给你安稳，无法给你锦衣玉食。王小夏探究的眼神看了格桑一眼，瞬间明白了什么。你知道他的身份了？他有些担忧地问了一句。格桑微微点头，算是猜到了8、9分。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给不了最起码的安稳，你为何不考虑换一个？因为我从未想过靠男人。王小夏认真地回了一句。格桑第一次听女子有这样的想法，惊讶的同时对王小夏又多了几分欣赏。那也可以找个齐头并进的。暂时没这考虑，我只想过好现在的日子，看着孩子们能读书，老人们能过得安逸，能偶尔找几个朋友喝上几杯，这样的生活就挺好。王小夏扭头看着窗外，曾经他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平静，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贫如洗的平静，而是口袋里有钱，看中喜欢的买，看上好吃的吃，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活。我不急，可以等。格桑含情脉脉地看着王小夏，王小夏却是非常果断地说道：还是不必了，我们注定不是一路人，能认识虽然是缘分，可是有些缘分却是没有盼头的。格桑温柔一笑，没有半点生气。此时老四回来了，身后跟着莫迪。他们走到门口，刚好看到格桑含情脉脉地看着王小夏。糟糕，上当了！格桑叔叔太精明了，什么还这么温柔地看着娘。娘，外面还挺冷的。哎呀，这里昼夜温差比外面要大很多，晚上出来得多穿些衣服。王小夏摸摸老四的手，还真是有些冷。他给他哈了哈气，不放心地看向格桑，说道：麻烦先帮看着火，我带这孩子去加件衣服。好。格桑应下声来，王小夏拉着老四出了屋子，莫迪则是给主子竖起了大拇指。还是主子高明。高明什么？把药给那边端过去。格桑语气中带着几分生气，这些小崽子真不省事儿。莫迪不敢多问，大概猜到主子的表白多半是失败了。主子那么高傲的一个人，之前身边多少女子都围着他转，如今被人拒绝，心里有火是肯定的。他赶紧帮忙上去找了个托盘，把2碗药一起端过去。莫迪走了之后，格桑坐在厨房里发呆。表白失败，他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对自己感兴趣呢？一晃到了大年30，没有了家园，大家的思乡心切都很重，只是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表现出来。喝上几口酒，男人们的心情都好了不少，唯独李老头黑着一张脸，一个晚上都盯着王小夏。李老弟，来喝点儿。孙青毛高兴地端起了碗，这酒来之不易，他可是一滴都怕洒了，端酒的时候十分的小心翼翼。李老头觉得最近头发都快掉光了，那个死丫头就是不松口，难道真要让他拜一个小丫头为师傅？这事若是传出去，他的脸往哪儿搁呀？我们家那边向来都是以能人为尊，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做老大，这种事儿可没有什么丢不丢脸的，只要能学到本事，那才是最厉害的。森木跟其他人聊着天，
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森木说的没错，我们家乡那边哪怕刚刚说话的孩童，只要有本事的都能做老大。”莫迪同意的在旁边补了一句：“是啊，我走过很多地方，一些部落族里也是这样，强者为大。”格桑说完，喝下碗里的酒，余光瞟了李老头一眼。李老头怎么感觉这些人有点像是在说他眼瞎吗？他想要学缝合术这事儿早就不是秘密。王小夏也偷偷看了李老头一眼，这个死要面子的臭老头，继续憋着，反正难受的不是他。等过了年，我们可以找机会下山看看，孩子们都得读书，到时候找个有私塾的地方安家。最近辛苦各位兄弟了，来喝酒。他说着话也举起了杯子。我们都听嫂子的，来来来，喝酒。二虎在旁边跟着起哄。李老头见大家都站起来，这是同意要一起下山。那缝合术怎么办？他还没有学到手呢。还有那针法，那么微妙的针法，这丫头到底拜了个什么逆天的师傅？他好歹也是药王谷的谷主，怎么就不知道哪里出了个这么厉害的大夫？李爷爷，这可是我娘好不容易弄回来的酒，您可别浪费了。若是您喝不了，那就给我三叔喝好了。说完，他就把那碗酒给抢了过去，把酒顺手给了三叔。那就多谢老李了。咕咚咕咚，说完他就一口气把那碗酒喝了个底朝天。李老头看着那个空碗，吧嗒了一下嘴。本来酒就不多，每人一碗勉强够，他一口都还没喝呢。王小夏看着李老头便秘一样的表情，心情倒是不错。小夏，我身上解毒的药一定得到春天吗？孙九州很想快点解毒，想尽快改变山下的状况。王小夏点了点头，这个季节你需要的那些药都没法找，就连格桑大哥需要的药，恐怕现在也没有了。他们需要的药我有，不过想让我拿出来有个条件。李老头早就看出这两人身上的毛病，他珍藏了不少好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拿出来，这或许是个机会。可惜这些人都没给他这个机会。多谢李老，不必了，我等得起。孙九州很是客套地回道：多谢李老，我也等得起。格桑也没打算给王小夏丢脸。李老头脸好黑，黑得大家看着都想笑。王小夏看着李老头再次憋屈的样子，实在是忍不住了。王小夏，我拜见师父。李老头再也顶不住，手一拱，拜师了。王小夏则是躲开李老头，一脸淡然地说道：我可不收徒弟，不信你问问这些孩子，他们都是知道的。对，娘说了，不收徒弟。是呢，娘说收徒弟麻烦。几个孩子很不客气的在旁边煽风点火，李老头被气得捂着脑袋，然后直接晕了过去。王小夏见李老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还真担心把这老头子给直接气死过去。这李爷爷不会是嗝屁了吧？李老头早就醒了，听到老二这话，差点没气得跳起来，给这小丫头2个耳光。王小夏也看出来李老头早就醒了，之前是不愿意低头，现在想做老赖，那就吃点苦头好了。老五，去把你奶奶缝衣服的大针拿来，这些针对李老头没用了。他扭头给老五使了个眼色，老五动了动眉毛，机灵的去奶奶屋子里找了根最粗的针回来。王小夏看着老五这么上道，嘴角微微一扬，看着那根针直接朝李老头的痛穴上戳了上去。行了，嘿嘿，行了，师傅，您怎么才肯收我为徒啊？格桑见李老头也是个人才，看了一眼哈尼，哈尼明白的上前给李老头一个台阶。师傅说了，他不收徒，不过可以跟着学点，就是需要交学费。哎呦，这个有，师傅等着，哈尼，你跟我来。
李老头一听有戏，赶忙拽着哈尼往自己屋子跑。王小夏回头看了格桑一眼，不明白格桑为何要这么做。李老是个人才，若是一直待在这里，太可惜了。王小夏不得不承认，李老头是有点本事。这些日子听他唠叨了不少外面的事情，他很好奇这四国到底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既然来了，不能白来一趟，他也想以后有机会到处走走。不过他决定收李老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以后若是开个药铺什么的，让这老头做个掌柜的也不错。李老头是不知道王小夏的心思，若是知道让他堂堂药王谷的谷主做掌柜，估计他还得气急攻心的晕一回。不多时，李老头和哈尼抱着2个箱子回来了。2个箱子放在地上，李老头把箱子都打开，里面放着不少的好药材，其中500年的山参就有2根，另外就是上百年的灵芝，其他那些珍贵药材就不用说了。孙九州和格桑需要的药材也都在里面。我去，这老头眼光真好，都是些极品呐。不过这里面林子的确有很多好东西，就是最近忙着照顾这几个病号，没办法去找。看来在离开这里之前，他真得放开胆子到处看看。师傅，这可够？李老头见师傅皱着眉头不吭声，小心翼翼地问道：还行。王小夏一本正经地应了一声，心里却在喊着，这回可是赚到了，光是这些药材，只要下山之后能找到有钱的买主，一套房子，一个铺面，那肯定是没问题的。成了李老头见师傅终于答应下来，总算是眉开眼笑起来，所有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这算是新年收的第一份礼物吗？收了个老顽童徒弟，王小夏也不知道多了藏了故事的徒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李老头的心事了了，笑声也爽朗不少。虽然没有那么多酒能让人一醉方休，大家却高兴了大半夜。可所有人都高兴的时候，有张脸是一直黑着。不远处屋子里，老跟媳妇儿摸摸自己被打得红肿的脸，咬牙切齿地看着那些人高兴的样子，他吐了口唾沫。呸，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就是几只兔子和野鸡吗？等下了山。下山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想到这儿，他突然就更蔫巴了。山下这个情况如此糟糕，天天在这里看着他们高兴，这种折磨他快受不了了。不行，他得找机会出去看看。这个地方那么多好药材，说不定把这地方告诉那些官爷，能得到不少好处。可他一个妇道人家说话，人家未必会听，而且山上还有狼，一个人去也太冒险了。如此一想，他眼底划过了几分恶毒，或许还能有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得到好处，还能把那个该死的孙老根儿给处理干净了。今儿早上刚好是老跟媳妇儿守着，他有些犯困的打了个哈欠，看到王小夏的身影带着2头豹子往外走，他们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们也不再怕那2只豹子，但是也不敢靠得太近。他们不敢凑得太快，保持距离地跟在王小夏的后面。王小夏没走多久就发现有人跟着，不用看他都知道是谁。他盯了2人很久了，今天出去不仅是为了探情况，更为了引蛇出洞。既然他们那么想找死，那就成全他们，故意放慢速度，免得人家跟丢了。等出了山坳，来到山顶的时候，他将2只豹子放到空间，随后拿出匕首把2人都解决干净。搞定2人，他想着要把山下的人引上来，便是来到半山的地方，放了几把火，在火堆里放了些东西，烟雾会比较浓。这样一来，
就能把山下的士兵引上来一些。果然，很快有士兵发现了山上有浓烟，主将安建带着手下的人很快上了山。王小夏看着这一幕，嘴角一扬，他们上山，他就下山，这一次他要干一票大的。来到山下，进了村子，看着那些士兵陆续冲上山去，村子里的士兵非常少，从进村子到仓库，10来个士兵在巡逻。他要往村口地方看了看，那边也是10几个士兵。他先去仓库看了一下，这么多东西，他那100平米的空间可装不下，再升级需要1000两，他也没有那么多银子，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偷。这么大个营地，不可能连1000两都没有。而且刚刚打败了玄武国的大军，肯定有赏赐。他眼睛一亮，先去了主帅的营帐。帐篷外面有人巡逻，他在空间也没人看到。进入营帐之后，他小心地把东西翻了翻，看到上面有一张地图，还有不少信函。他把这些也收到空间里，说不定拿回去孙九州能用得上。做完这些，他又从一个包袱里搜出了800两银票，还有50两碎银。搞定一个营帐，他又去了2个副将的营帐里，里面也都有收获，只是那陈妥比较穷，只有120两。边延昭居然有530两银子，加起来1500两银子。若不是要把粮食都装走，他还真舍不得一下花那么多银子。可是想着有粮食大家才能活，他还是狠下心来，把偷来的这1500两开辟空间。原本100平米的房间，加上这另外的150平米，一共就是250平米。250，这个数字为何听起来那么别扭？他郁闷了一会儿，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卷入空间，然后把空间稍微整理了一下。升级完空间，他拿出匕首，他开始灭杀留在村子里的士兵。有空间做掩护，10几个人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搞定这些之后，他去马圈把马都给放了。搞定这些，他把仓库浇了些油，再给点上一把火。他点完仓库，又把主帅和副将的帐篷都给点了，然后就是往村子里一路放火，帐篷都点上火。他吹了一声口哨，将马都引出了村子。此时山上的士兵看到山下起了火，赶紧往山下跑。王小夏看到这一幕非常满意。虽然空间拥挤的厉害，他要站住脚都有些难，但是看到那么多粮食还是挺高兴的。带着满满的收获，他一刻也不敢停的赶忙往山上跑。他很害怕孙九州担心从山坳里出来，这一来一回的折腾，天已经快黑了。此时不仅是孙九州在那儿等着，格桑带着森木和莫迪也过来了。他们全都爬到树上往外面看，心情也都十分的紧张。天都快黑了，九州嫂子还没回来，该不会……森木终究忍不住把心中的担忧说了出来。胡说八道什么呢？九州嫂子一定会没事的。莫迪真想一脚把人给踹下去，没看到主子和老九脸都黑了。孙九州很愧疚，危险的时候没能保护自己的媳妇儿，只能在这里做个缩头乌龟，实在是太窝囊了。格桑也一拳头打在了树上，他的身体比老九更糟糕，真要跟着出去也能成为他的拖累。森木见两人脸色太过难看，又在旁边安慰道：放心吧，九州嫂子那么厉害，肯定不会死的。闭嘴！孙九州和格桑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现在最不想的就是听到那个死字。王小夏进了山坳就现身了，带着2只豹子迅速进了瘴气林。回来了，九州嫂子回来了。格桑眼睛比较厉害，已经在朦胧的雾气中看到了人影。王小夏听到声音加快了速度，看着孙九州和格桑他们都在口子等着，他赶紧跑到他们住的那片林子。为了遮掩自己偷粮，他只能嫁祸给孙老根2口子。出事了，孙老根和他媳妇儿下山投青龙国去了。哐啷，孙石墨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想不到他们2口子居然那么狠，居然不吭声的去投敌。
那可怎么办呢？若是敌人杀进来，我们就完了。孙阳明媳妇儿听到这话，脸都白了。这可咋办？他们可是有军队的，这下我们死了，肯定完了。袁氏听完，心里把孙老根两口子骂了很多遍，要跑了，怎么不带上他们？孙李正也害怕的黑了一张脸。他们死了倒没事儿，这些孩子们才那么点儿，说是这么死了，多冤呢。哈尼，去把李老头叫来。王小夏知道李老头能在这里这么多年，肯定不单单是因为瘴气和沼泽，他早隐隐看出这里有阵法，才肯在山下来一票大的。今儿早上李老头见师傅不在，跟着他们去了那边林子，挖了不少药回来，正高兴地把药材整理好，放到他的小丝库。李老，不好了，出大事了，您快出来啊！哈尼跑到李老头门口大喊起来。李老头被吓了一跳，打烂了手中仅剩不多的一个瓦罐，他气得跳起来，冲出门对着哈尼一顿吼：喊什么？什么事如此大惊小怪的？哎呀，当然是大事儿，您快来，大家都等着你呢。哈尼拉着李老，一路把孙老根他们投敌的事情说了说。李老头听完一脸黑线，这两个不要脸的蠢货，居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众人看到李老头到来，全都看向了王小夏。他们现在人也不多，根本是无法跟军队对抗的。看到李老头到来，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有什么法子能改变我们进来的那条路？那条路上肯定留下了脚印，即便是没人带着，看到脚印也会发现。我们的时间不多，他们可能会很快就上山了。李老头点点头，也没有解释太多，转身往林子口走去。老九哥、葛三哥，你们跟来，其他人回去收拾东西。遇事要不急不慌，不然还没找到法子，大家就把自己给气倒了。莫迪，你们留下来看着点。王小夏吩咐完，转身跟着李老头往林子口的地方跑。李老头等他们到了之后，启动了之前布置的一个阵法，将入口调整了位置。只要他们走原路进来，就会全部掉到沼泽里面。既然你设置了阵法，为何我们来的时候不开启？或许这就是缘分吧。你们来那天，我犯病昏迷了2天，若不是你们出现，估计我可能会继续睡下去。原来他们无意中吵醒李老头，还救了他一命，难怪当初进来的时候，李老头没对他们动手。王小夏觉得，即便是没有这阵法，以李老头对毒医的熟悉，那时候发现他们也能对他们下毒，而李老头没有，所以他一直怀疑李老头有什么瞒着他们。原来是因为救命之恩，这老小子真够狡猾的。师傅，您莫要生气，我是后来把这事儿给忘了。李老头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王小夏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看着面前的林子，原本淡下去的瘴气居然渐渐地变得多了起来。孙九州和格桑一时间没看明白这阵法，而且之前他们在外面也查看过，并未发现阵法。王小夏看出两人的疑惑，故意开口问道：之前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并未发现阵法存在，这是怎么回事？李老头淘气一笑道：嘿嘿嘿，这便是这阵法的玄妙之处，只有在里面的人能察觉到，在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是阵法，看上去就像一般的瘴气和沼泽罢了。不错，贡献出来。阵法对孙九州和格桑以后都有用处，他也想多学习下，好和现代的阵法融会贯通。这可是在山里的逃生法宝呀。师傅开口自然没问题，只是这种阵法一定要天时地利。李老头没有反对，他看得出来老九和格桑两人的身份很不一般。既然师傅发了话，他做个顺水人情自然没问题。听到李老点头，格桑和孙九州一脸期待起来。师傅，我们还是做2手准备，
若是真有高人能破了老头子的这个阵法，那可就麻烦了。我们可以去之前找到熊瞎子的地方躲一躲，那个地方很多狼，若是他们攻进来，那些狼也能帮着抵挡一下。这个可以有，走，赶紧去收拾收拾。李老头，记得把小梅给带上。王小夏活了2世，第一次见到那么聪明的梅花鹿，可喜欢了。李老头说了一声，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孙九州说要去帮他，他担心李老头速度太慢了，他的包袱有雷子帮忙，李老这边东西估计不少。李老头没有推迟，他屋子里的东西确实不少，他什么都不想落下，有人帮忙可是好事儿。半个时辰之后，往上次发现熊瞎子的那个山洞走去。那个山洞，第2天张大开就带人去扫了尾，确定里面没有小瞎子，就在里面点了药草熏了熏，这法子也是在王小夏这里学的。路上，莫迪听说主子要跟李老学阵法，也是眼中有光。雷子和张大开也是如此，能学一点本事，出去可是有大用处。李老头突然又回到了骄傲的时候，眼见这些人一个劲儿的拍马屁，他便是答应下来。愿意学的都跟着，学多学少是你们的本事。王小夏想不到李老头居然如此大气，看来还真是患难见真情了。娘，我也想学。老二听的耳朵都快竖起来了。李老头不是说了都能学，等这件事情完事儿之后，你们就去学。王小夏倒是想老二多学点，毕竟这丫头以后可能会成为武将。当然，这只是按照原剧情走，他其实不愿意让老二上战场，自己辛辛苦苦养的苗，他自然是舍不得。老二听完一脸高兴，众人却是没有注意到图图嘴角也微微上扬。在图图看来，只要是本事他都要学，懂得越多，长大了才能找到更多发财的机会，以后才能让娘跟他享福。眼看他们要走到熊瞎子的山洞，突然出来一阵尖叫声传来，所有人都马上闭嘴，眼底露出了惊恐之色。不怕不怕，没事的，动作快点，躲起来再说。王小夏知道肯定是那些人闯进了沼泽，他得过去看一眼。另一边，王小夏来到沼泽边，树林子的路已经调换了位置。他走到旁边那条路上，看到有人掉进沼泽。将军，有沼泽的地方不太可能住人。陈妥觉得这好像是敌人故意设置的陷阱。旁边的另一名副将则是认真地看着四周，他总觉得这里像个阵法，可刚才在外面什么也没发现，这真是奇怪了。看出什么了吗？安建他们的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前面敌情不明，随时那些人会打回来，所以宁可错杀不愿放过。边延昭摇了摇头，回道：将军，外面看过了，没有阵法，这里好像是天然的沼泽和瘴气，刚才外面进来并未发现阵法迹象。听到边延昭这么说，陈妥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浊气。若是真发现有奸细，他肯定会受罚。安建不解地说道：若是没有其他人，刚才附近那2个死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将军，我们再看看，实在不行就等到明天早上。晚上过沼泽危险太大，而且未必里面有人，很可能只是陷阱。边延昭认真想了想，觉得今晚还是莫要继续往前走的好。安建觉得边延昭说的很有道理，大喝一声道：带人去搜山，那人肯定还没走远，还可能有同伙。是。陈妥领命，带着人往山里跑。边延昭则是好奇地看了一眼那片林子，总觉得这林子有什么古怪。可夜里危险，他们现在不能贸然进去。你若是还觉得有问题，明天一早带人再来看看。安建也怕里面真的藏了人。是，将军。边延昭领命走到了旁边，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有士兵匆忙来报：将军，不好了，我们营地被偷袭了，村子里面的士兵全死了，粮草
陈妥听到粮草二字，一把拽起了士兵的衣领，凶神恶煞地问道：粮草被烧，马匹被放走，帐篷也被烧了。该死，居然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安健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句，带着人赶紧往山下跑去。王小夏知道今晚的麻烦解除，他也赶紧回到里面，免得那些人着急。果然没走多远，就发现孙九州带着人往这边走。别说话，赶紧离开。王小夏迎上前，低声地说了一句，拉着人就往前跑。这里虽然有阵法，可是外面有可能听到声音，所以他还是留了个心。看到了王小夏，孙九州提在心头的大石头落了地，反应过来，拉着人往山洞的方向跑。山洞口，格桑望眼欲穿地看着前方，终于看到王小夏的身影，他快步迎了出去。没受伤吧？他担忧地说道。放心，只是去打探消息，不会受伤的。啊，李老头呢？我有事要问他。王小夏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安全，他们恐怕又得搬家。李老，九州嫂子回来了，找您呢。孙阳光过来喊了一声。李老头收回心思，起身跟着来到洞口。师傅，有什么用得着徒弟的地方吗？刚才敌军大将安健带2位副将来过，那副将一个叫陈妥，一个叫卞延昭。王小夏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来回的在张大开和格桑几人脸上划过。格桑听到这个人，好看的眉头紧了紧。张大开显然是有些慌神，他有些着急地看向孙九州。孙九州也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紧了紧拳头，说道：安健是青罗的猛将，陈妥的武功了得，英勇善战。那个边昭言不仅懂得阵法，还是个不可多得的智者。只可惜这人心胸狭窄，对敌人从不手下留情，是个十足的小人。格桑抬眸看了孙九州一眼，能这般了解倾国军中的情况的，这个孙九州的身份不一般，即便不是玄武主将，也会是军中要职。如今两国交战的那么厉害，孙九州中毒，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张大开也惊愕地看着老九哥，总觉得老九哥此时很像一个人。他冷冷地抽了口气，心里却告诉自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那个人不是已经投敌了吗？王小夏听完，嘴里又说道：安健说之前看到2具尸体，估计就是孙老哥2口子，不过边延昭对里面还是有所怀疑，他们明天还会进来。李老头，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阵法，可以把外面稍微加固一下？有，你们跟我来。李老头听说是这个情况，加快步子往回走。王小夏让张大开带着人镇守原地，他们几个过去看能不能帮忙就行。来到林子口，李老头熟练又布下第2道阵法，一边布置，他一边给大家解说。这也是一个利用瘴气布置的阵法，绝妙之处就在于阵眼会随时间变动，每个时辰会变动1次。你们看我那屋子门口的那棵树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那个入口就在什么地方。若是他们进来，会被直接带进另一个方向，那边什么也没有，等他们看完应该就出去了。李老这阵法真是妙啊！格桑忍不住惊叹：是啊，李老您太厉害了。森木也是一脸崇拜地看着李老。李老头昂了昂脑袋，像只骄傲的公鸡。师傅，徒儿这招还行吧？你若是没有本事，我还不收你了。走吧，折腾一个晚上，大家回去睡觉。明儿早上那边延昭多半要带人进来探路的。娘，我们还要搬家吗？老五低声地问了一句。还说不好，我们住的地方离开入口太近，明天看看那些人是否能破得了李老头的阵法。若是破不了，我们回去住就行。李老，您既然能布置这样的阵法，我们为何还要逃跑呢？那个地方离入口那么近，若是被敌人攻破阵法，
我们要在那里等死吗？李老头啃下一口肉，不急不慢地说道。老二一听，追问道：那你为何当初选在那个地方盖房子？你是傻吗？李老头差点被噎死。李老，您别激动。九州二娃，你别没大没小的，当心把李老给气坏了。孙青毛瞪了一眼九州二娃，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老二瘪了瘪嘴，他问的也没错，既然知道这里面这么危险，为何还只在路口住下？那地方我一进来就看上了，而且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更何况我就一个人，里面凶险不定，我干嘛去找死？角落里，孙石墨和媳妇儿两人瑟瑟发抖，那么多人也不敢说话，想着孙老根两口子就这么没了，两人心里都很庆幸没跟出去，不然他们肯定也会死在外面。第二天刚刚亮，王小夏就起来了，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林子口看看，而这次孙九州怎么都要跟着，他实在是甩不掉这跟屁虫，就只能任凭他跟在后面。来了，他们还真早，而且还挑在雾气最重的时候。这王小夏有些怀疑，那个边延昭的阵法是不是学得不精？边延昭带着人来了，走的并不是昨天那条路，而是一步步往前探路。大人，这边。一直等到天亮之后，林子里的瘴气才稍微稀薄一些，他们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王小夏紧了紧眉头，静静地等着那些人。孙九州也有些担心，毕竟这边延昭是有点本事的，若是真把李老的阵法给破了，那可就麻烦了。庆幸的是，他们闯过了第一道阵法，第二道阵法还是被骗了，走了另一个方向。等了大概1个多时辰，那些人就出来了。看来又被骗了。边延昭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折腾了1个早上，无功而返。等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危险暂时解除，王小夏觉得另一件事他很好奇。昨晚把他们的帐篷和粮食都烧了，他们不急着去囤粮，居然还来里面搜查。难道他们藏粮食的地方不单单只有昨天那个院子？王小夏找了个机会，把拿回来的那些图纸塞给了孙九州。孙九州认真看完之后，一脸激动地说道：这是他们的布防图，媳妇儿，你太厉害了！有了这张图纸，对我们打仗可是方便多了。你现在可有法子恢复身份？若是没有，这布防图对你来说也没有用。王小夏很不客气地给孙九州浇了一盆冷水。孙九州即刻冷静下来。王小夏说的没错，即便有了这布防图，军营里不会有人相信他，他也见不到皇上。格桑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们的身后，把他们的话听了进去，加上之前的推测，现在可以完全确定猜测的是没错的。是。孙九州回过神，喝了一声。格桑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还没有走进王小夏，脖子上就被架了一把大刀。住手！像格桑这么精明之人，恐怕早就怀疑孙九州的身份。既然人家没动手，说明人家念在这段时间的生死逃亡，是真心想帮忙的。我没有恶意，或许还能帮你一把。格桑大哥什么时候猜到他的身份的？王小夏好奇地问道。格桑微微一笑，说道：一般人不可能对敌方主将如此了解，我就猜想老九肯定是大营里的人，而且还是要职。之前听他们说孙九州就是去当兵没有回来，而孙九州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结合起来一想，便是知道他就是孙九州，传说中玄武的叛国主将。不，我从未叛国，只是被身边的人陷害出卖。孙九州激动地反驳道。格桑看了孙九州一眼，微微一笑。危难之下不会放弃老人和孩子，还有这些兄弟的人，又怎么会做出背叛国家的事情？孙九州咬紧了牙根，一拳头打在大树上。
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却因为那狗东西的出卖，很多人都死在了大营里，而不是战场上。若是信得过我，我可以给你去引荐一人，那人一定能帮你。格桑拍拍孙九州的肩膀，被人诬陷叛国，那可是多么痛心的事情。若不是现在战乱，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会陪葬。想到孙立正，还有青毛叔他们这些日子对他们的款待，还有这个女人对自己的救命之恩，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些什么。那个人是谁？孙九州好奇地问道。玄武的右下，公孙明阳。格桑说出个很有分量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孙九州眼睛一亮。说是真能见到右相，事情就好办多了。看到孙九州的眼神，王小夏知道这个人对他有用。他努力回忆了一下，书里好像是有这么个人物，后来也是被身边的人出卖，被罗相陷害，再后来玄武朝中就只有一个相爷，那就是女主的爹罗叶庚。不过这个人现在在皇上面前还是很有分量的，真要让他帮忙说话，孙九州的机会很大。孙九州表情严肃地看着格桑。公孙相爷向来不愿意太过结交江湖人士，格桑居然能和公孙相爷面前说得上话，这身份很不简单。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不会害你就行。若是要去，那就得尽快。青龙国的大军既然都到了这里，肯定还会往前开路。若是他们动了，你这份图纸可就没什么用处了。格桑担心因为自己的身份，到时候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孙九州没吭声地站在那儿，心里有些纠结。放心吧，我是看在小夏救了我一命才帮你，好歹你也是他名义上的夫君，我不想看到他难过。格桑说完，含情脉脉地看向王小夏。王小夏心情有些复杂，他还没有心情应付这些感情纠纷，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示爱。眼见王小夏迟迟不吭声，格桑知道自己败了，败给一个身世不如自己的孙九州。孙九州听着情敌的坦白，很是生气地说道：那就不必了，这是你欠小夏的人情，我不需要。被喜欢的女子拒绝，格桑本来心里一肚子火，如今这家伙还为了面子拒绝他的好意，他直接怒了，一把拽住孙九州的衣领，低吼道：不需要，不需要！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小夏和孩子们的安危重要？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货！哼，我就算独自去闯个名堂，也不会还他这份人情。孙九州冷冷一哼，甩开格桑的手。王小夏见两人僵持在那儿也不吭声。男子要能屈能伸，而不是一味的因为面子放弃最好的机会。现在没人能帮孙九州，这是他唯一能走的一条路。孙九州何尝不知道，可面对着想要抢走他媳妇儿的情敌，他内心无比排斥。你！格桑气得深深地吐了口气，他看向王小夏，最后决定退一步，说道：那就当你欠我一份人情，他日你有本事了，再还我就是。答应下来吧，若是再不解决困境，玄武国的百姓还会继续遭受战火的摧残。难道你不想去救救那些百姓？王小夏可不想在这山里待到白发苍苍，简直就是浪费自己的青春岁月。孙九州满脸愧疚地看向媳妇儿，若不是自己的大意，玄武国的百姓也不会处于这水深火热之中。别倔脾气了，难道你想看到小夏带着孩子天天在山里跑？现在我们还有粮食，再过几个月呢，难不成让大家去抢吗？格桑恨铁不成钢地质问道。孙九州终究还是点了头。好，就算我孙九州欠你一份人情，格桑兄放心，这份恩情我他日一定还你。格桑可没有想过什么报答，而是冷冷地甩下一句话：哼，
不管你报不报答，若是有一天让我知道你做出对不起小夏的事，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宰了你。我孙九州发誓，无论是否高官厚禄，有生之年身边只有媳妇王小夏，否则定天打五雷轰。孙九州信誓旦旦地举手起誓。格桑恶狠狠地瞪了孙九州一眼，一脸感伤地看向王小夏。多好的女子呀，偏偏被孙九州这野猪给拱了，他内心好受伤啊。娘，爹是不是要离开了？老二上前低声问道。王小夏点了点头，看着老二脸上担忧的神情，多半是担心失而复得的父爱又会消失，才会如此不安。他见老二眼眶红了，将人搂入怀里，安慰道：放心吧，你爹很强，不会有事的，而且这一次有格桑他们帮忙，一定会扭转局面的。老二听完没有吭声，眼泪还是忍不住的往下流淌。不远处的老大听到这话，不仅没放心，反倒更担心了。他冲过去找到爹，把爹直接拉到旁边说话：爹，格桑叔喜欢娘，不会真心帮你的。孙九州看到大儿子，他倒是相信格桑不会在这件事上有坏心，毕竟那家伙是真心喜欢小夏，是真心想让小夏过上好日子。放心吧，他帮我完全是看在你娘的份上。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心口有点疼，毕竟托了傻媳妇儿的福，才有这待遇。老大不再吭声，知道爹走这一步是逼不得已，他会带着弟弟妹妹们守好娘，不会让格桑叔有机会的。爹，我们会尽快强大保护娘的。他重重地握紧拳头。孙九州知道老大身体不好，从小跟他吃的苦也是最多的，他拍拍老大的肩膀，认真嘱咐道：你若是想习武，也得等你娘给你诊断好了，确定没有问题才可以动手，不然坏了根基，不仅以后不能习武，还会连累他们。是，儿子记住了。老大认真地给了爹答复。他很了解自己的身体，从小底子就差，上次差点丧命，若不是有后娘的妙手回春，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很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一定会等着身体完全好了，再让老二教他习武。回去吧，我还有事儿要跟他们商量。李老头，你过来。他抬头朝李老头招了招手。师傅，有何事啊？今儿开始你带带老大，他之前伤了根基，重活做不了，但是种些药草什么的他还是可以的。王小夏把老大交给李老头，他知道这老顽童知识面很广，即便是老大不跟着学医术，多听些道道，对老大也是好事儿。李老头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又问道：师傅打算什么时候给小老儿治病？明天。王小夏知道他们筹划需要一定的时间，他想在他们离开之前把李老头的病症给治治，能不能完全治好，就要看李老头自己对那些记忆的向往了。若是那段记忆太过痛苦，他不愿意想起来，即便是治，也只能有一半的效果。不过他不会再出现记忆一点点消除的情况。听说明天就能治病，李老头兴奋地跳了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哎呀，太好了！师傅真是个好人呐！他连蹦带跳地跑去跟青毛老哥他们说这好事儿。王小夏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得去准备一下，制作麻醉散的事情可以交给图图。他们前段时间挖了不少这些药草，明儿开始让大家去打猎的时候再挖一些回来。第二天一早，孙九州带着大家打猎去了。出门之前，把媳妇儿需要的药材都带上几株，到时候顺手给挖回来。王小夏见孙九州这么快去打猎，他知道拦不住，他是想离开之前给大家多留些食物，只是厉声说道：去归去，暂时不能有大动作，你这身体至少还要养半个月。行，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挖药。孙九州不敢再违抗媳妇儿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个媳妇儿是真的好。
王小夏说完孙九州，又看向格桑，冷冷地说道：“你也一样，想要恢复的快一些，就别做高难度的动作。”好。格桑温柔地应了一声。孙九州酸了。图图看着两个大男人为娘争风吃醋，忍不住捂嘴一笑。他的娘那么优秀，必须有人争。送走了这些人，王小夏把东西准备好，就给李老头叫了过来。李老头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师傅的训话，慢慢地睡了过去。眼见李老头睡着之后，他拿出准备好的剪刀，刷刷刷将李老头的头发剪了，然后还剃了个光头。老大几个看得眼睛都圆了，这下针怎么还要剃光头啊？头发剃掉之后，大家能看到李老头后脑勺上有个小鼓包，这鼓包不是很大，却能看到上面的黑紫色，这应该就是李老头真正的病症。看到这儿，王小夏很想看看图图的后脑勺。图图下意识地摸了摸脑袋，很是自觉地说道：“娘，要不也给我剃个头？”“不必了，一个个来。说是两个出现症状，娘会忙不过来的。”王小夏摇了摇头，两个出问题他会累死，这种事儿可不能做。图图听完才放弃了自己剃头的想法，他认真地听着娘说的每一句话，把这些都给记下来。王小夏下针很慢，清除淤血的最好办法就是开颅手术，可现在条件根本达不到，只能下针慢慢驱散淤血。1个时辰之后，他拔了针，明显感觉身体不像之前那样疲惫，解了毒果然是有好处的。不过这离他之前标准还差很远。娘，您看上去脸色没有上次差了。图图一直担心娘的身体，眼见娘下针之后没再像以前一样苍白无色，他脸上浮现出了一阵喜悦。王小夏见小团子那么细心，一脸高兴地说道：“娘之前身上中了毒，所以身体一直很差。李老头那里刚好有解毒的药，我把毒解了，身体就好了许多。”“娘，您什么时候中的毒？怎么您从来都不说？”老大在旁边一脸好奇地问道。王小夏摇了摇头：“这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解药，后来我又失忆了，就一直耽搁着，也差点拖坏了我的身体。现在解开了，以后啊会越来越好。”老大一脸愧疚地低下头去，很是真诚地给后娘道歉：“娘，都是儿子当初太过糊涂，儿子知错了。”说着话，老大打算跪下给后娘磕头，却被后娘给拦了下来。“过去就过去了，我早就不怪你们了。你们几个啊，以后要团结，多学新东西，只有这样，娘才会有盼头，我们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王小夏不喜欢动不动就跪下，他也看得出老大现在是完全悔过了。“是，以后都听娘的。”老大连连点头应下。李老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醒来，他们也不敢走远，把需要收拾的药材挪到附近。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王小夏不仅要给他们准备麻醉散，还得准备一些毒药和解药，方便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脱身用。傍晚的时候，孙九州他们回来了，打回来不少猎物，还每人背了个背篓，背篓里都是找到的药材和野草，多少能用的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挖回来就行了。吃过晚饭，王小夏带着图图继续整理药材，孙九州就凑了过来。见状，老二直接把图图拽到旁边，让爹和娘说说话。“我想过了，把张大开他们留下保护你们，我和雷子跟着格桑他们走就好。”孙九州打算等把事情办好之后，再把张大开他们带到军营之中，这之前留下他们保护媳妇儿他们。王小夏忙着手中的东西，头都没抬一下：“你自己安排就好，我没意见。”“媳妇儿，我这次……”孙九州把自己的计划跟媳妇儿说了说，想听听媳妇儿的意见。王小夏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来，却也把事情听了个大概。
这应该是他跟格桑两人商量之后的结果。对于玄武皇族的事情，他了解的不多，但是记得这个时候刚好是太子丢了儿子，皇上大怒，对太子很失望，其他几位皇子蠢蠢欲动。皇帝的弟弟太亲王正在联合手下的那些权臣，想要让那几位皇子自相残杀，而那位右相太过耿直，一直没有站位。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被太亲王的人诬陷，才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而太亲王第一个唆使的就是三皇子完颜拓跋。完颜拓跋野心很大，但是能力不足，正是野心不能跟能力成正比，又太过心急得到某些权利，才会被太亲王轻易利用。哎，媳妇儿，你觉得这样可行不？孙九州把计划大概说了一遍，期待地看着媳妇儿。王小夏扔掉手中的东西，认真地想了想，说道：你要去见皇上，最好避开所有的皇子和王爷，那些人很有可能会是那些叛徒的帮凶，毕竟这种事情没有里应外合，做不到天衣无缝。媳妇儿说的是，之前就是我考虑不够周到，才会被叛徒给利用了。孙九州觉得媳妇儿这话没说错，那样的事情确实需要里应外合，而那些皇子很可能就有人参与了。还是媳妇儿够细心，他之前还真没想到这件事儿，现在把事情记下来，一会儿再跟格桑商量一下。你回去吧，我累了，想早点休息。王小夏摆了摆手，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免得到时候又出了很多为什么。孙九州傻乎乎地答应下来，起身去找格桑。等人离开之后，王小夏去查看了李老头的情况，把李老头弄醒过来。李老头感觉自己睡了很久，睁开眼睛看到师傅，正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发现所有人的眼神都看向他，他觉得怪怪的。怎么了？他坐起身看向捂着嘴的图图，图图摸摸脑袋，直接笑出了声音。李老头也跟着摸了摸脑袋，这一摸吓得他直接跳了起来。头发怎么了？所有孩子都忍不住笑了，小六还淘气地指着李老头：光头，光头爷爷。小六不能如此无礼。孙青毛扫了几个孩子一眼，然后吩咐了老婆子一句：给李老弟做顶帽子，这天还冷，当心着凉了。好，明儿就给李老弟做一顶。说是怕冷，用布先裹着，头上扎针，最好还是把头发给剃了，等过几个月就能长出来。王小夏说完，扭头看向老五，吩咐道：去给他把饭菜端过来，吃饱好干活。师傅，我现在可是病人呐。李老头一脸委屈地看着师傅：不是死人就行。王小夏说完，就把另一个背篓倒出来，把野草和药给分出来。王小夏已经找好了理由，很是淡定地说道：这是上次弄到的，有些在山下没有搬上来，另外一些是他们放在村子外面的。下面不知道被什么人偷袭，他们的帐篷和屋子被烧，一些粮食在新的帐篷里，我就动手弄了点儿。这叫弄了点儿？这些粮食足够他们吃上好几个月。所有人依旧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夏。回来就好，以后这种事情最好交上我们。孙九州觉得媳妇儿这次太冒险了。王小夏应了一声，干完这一票暂时不用去冒险。累一天下来，心里很有满足感。格桑有些生气地看着王小夏，等其他人走了之后，认真地说道：下次冒险之前，想想这些孩子们。知道了，格桑哥。王小夏看得出格桑也生气了，可是不趁着这个时候去把情况摸清楚，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要知道，偷粮草的事情不可能每天都干，一旦引起敌人的注意，这里会变成重兵把守。又过了几天，半夜的时候，突然雷雨交加，雷声一开始，李老头头疼的毛病又开始了。王小夏让人直接把李老头给绑了，山洞里烧着大火，
哈尼他们在旁边搭把手。李老头又开始不清醒了，痛苦地晃着脑袋。王小夏让人帮忙固定好他的脑袋。轰隆隆，雷声四起，心都在砰砰乱跳。唯有王小夏依旧镇定，真起真落，挣扎的李老头渐渐平静下来。大概1个时辰之后，李老头睁开了眼睛，外面依旧是冷声阵阵，而他似乎没有了那种抓狂的状态。放开他吧，算是暂时控制住了。下一次雷雨天再看，没那么快的。这次下了针之后就要开始吃药了。王小夏把大概的症状告诉李老头。李老头缓缓地坐起身来，他两眼无神地看着洞口的地方。刚才有一针下去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李老，您怎么了？哈尼有些担心地用手在他面前晃了晃。王小夏打了个哈欠，有些困地揉了揉眼睛。刚刚坐下，就见孙九州给他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还加了几个鸟蛋。吃吧，吃饱了，好好睡上一觉。孙九州心疼媳妇儿，却也知道李老头这病得尽快治。若是他们离开了，突然出现紧急状况，李老头又犯病，对他们来说逃离起来就更难了。王小夏闻到香味也饿了，吃面条前看了一眼哈尼他们，说道：不用管他，都去吃点东西，他应该是想到了什么。听到这话，李老头眼珠子转了转，一脸吃惊地看着师傅，很快变成崇拜眼神。师傅，您真是神了，小老儿想起了很重要的事情。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说着话，他激动地过来要磕头谢恩。赶紧拉他起来，都老成这样了，我可怕折寿。王小夏看向孙九州，先把人扶起来，然后再说道：你不能激动啊，事情慢慢想。吃面条，吃完睡觉，明儿还得干活呢。是，都听师傅的。李老头对这个年轻的师傅现在是心服口服，听话的跟着哈尼他们去旁边厨房端面条。大半夜的，山洞里的几人吃着热腾腾的面条，看着外面的大雨。好多天没下雨了，也不知道这雨会下多久。此时老花和花根班带着大旺小旺已经睡了。最近2只狗跟花花一样长大了不少，也渐渐开始跟着他们去林子里狩猎。在豹子身边长大的狗还真不一样，反应速度很快，以后下山肯定能更好的看家护院。花花到了晚上也不知道去谁的屋子睡了，反正大家都很喜欢小家伙，他现在跟个流窜犯一样，哪里给一口就在哪里住下。吃了面条，除了巡夜的人，王小夏他们都去睡了。下雨天，就算其他人不需要出去打猎能休息，可是他们手里的活不会停下来。这里没有太多的瓷瓶，只能用竹子做一些盒子给他们装药，所以要做的东西比较多。这一次的雨下了好几天，天晴之后，王小夏又给李老头配了一些药材，之前挖回来的药也都分完了。山洞里放了很多的藤篮，里面放着各种药材，这些药材晒干之后会用麻袋装起来，等下山之后，用不上的药材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财富。孙立正听说这些药材之后会拿去卖钱，便是吩咐儿子媳妇儿他们带着其他人多跟九州媳妇儿他们学学，至少得多认识几种药，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挖些回来，积少成多，以后可能还是他们重建家园的资本。李正说，若是将来真有机会搬回孙子，恐怕那个地方也不能住了。孙九州见他们想着之后的事情，也在旁边提了一句。孙立正点了点头，之前是担心山脚下不安全，但是山坡上也太不方便了，就算不去山脚下落脚，也得搬地方。这事儿还早，可以慢慢去想。不过老九哥说的没错，原来的地方是不能住了，一旦出了状况，前面跑不方便，后面跑也不方便。王小夏觉得村子换地方重建是必须的，
而且经过这次流民的事情，之前的屋子恐怕也不能住了。好，我们几个老的想想，好好商量商量。孙立正说着话，看向了孙青毛他们几个，他们依旧不想公开那个秘密。他和孙九州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没有再说下去。吃过午饭，王小夏让哈尼教大家认字。他希望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脱掉文盲的帽子。看来大家都很好学，等出去之后都能认字了，以后也能跟着做些生意，总比光靠种地强。格桑觉得王小夏这建议真挺好的。王小夏点了点头，说道：很多穷人就是因为不识字，认知少了，才会没有挣钱的途径。等重建家园之后，我会让大家跟着种药材，还要做个加工药材的小作坊，到时候需要有人记账管理，这些都得识字。原来你已经为他们规划好了，他们能有你这样的头，真是他们的福气啊。要不你带我干吧，我把钱都给你，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格桑有些羡慕这些平凡的村民，想得美。王小夏说完走一边去了。老二见格桑吃了闭门羹，满脸高兴地走过去，说道：格桑叔，你就不用想了，我娘可不会轻易被你拐走。格桑被老二气鼓鼓的样子逗笑了，不过他不会跟孩子一般见识，笑过之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格桑一走，老大走了过来：大哥，娘还是比较向着爹的，把他给气走了。老二一脸得意地说道：我看未必，格桑叔可不是普通人。老大觉得格桑叔会是爹非常强大的情敌。老二听完，把老三、老四、老五都找来，让他们都把格桑盯好了。只要看到格桑跟娘单独说话，就在旁边坐着，别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时间一晃又是几天，打猎、挖药、治病，什么也没落下。李老头对记忆的渴望很强烈，在经过第6次下针之后，该记起来的事情也都记起来了。那些痛苦的记忆让他很是心烦，这几天心情都不怎么好。王小夏忙着手中的事情也不理他，还有几天的时间，孙九州和格桑他们就要下山了，他必须在他们下山之前把一些需要的药材给准备好。师傅，我其实挺有钱的。李老头终于按捺不住，决定跟师傅说说自己的心烦事。有钱是好事啊，花不完，师傅给你花。王小夏一听，看着李老头就像看到一个鸡腿，眼睛都放光了。李老头摸摸光光的脑袋，尴尬地说道：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不过师傅放心，等我们离开这里，我就去挣钱，让师傅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滚！王小夏直接吼了一句，让他白高兴一场，这臭老头没事拿他开心呢。吼完之后，他突然盯着李老头，似乎想起了什么。怎么了？李老头被看得有些发毛。你是不是还忘了什么事情？王小夏突然发现，李老头貌似不该是这个年纪，应该是吃了什么才变成这样的。因为这2天把脉明显发现，这不是老头有的脉搏。李老头认真的想了想，一时间没想起来。你这张脸真那么老吗？王小夏见李老头好一会儿没吭声，干脆直接说了话。李老头听完师傅的提示，连连点头。对，之前为了逃命，我吃了衰老丹，不过我手上没有解药，要配出来才能解开，恢复原样。衰老丹？这么神奇吗？王小夏开始对这些丹药有兴趣了。以前他也研究过这些，但是那些所谓的丹方很多都是假的。可现在不同了，这地方肯定有真的丹方，或者李老头手上就有。李老头看出师傅的心思，屁颠屁颠的从包袱里翻出2本关于炼丹术的书。
一本是单方，一本是炼丹需要注意的细节。王小夏拍拍手上的灰尘，接过2本书就看了起来。他看书的速度很快，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一天下来，2本书就被他翻看完毕。一大早，孙九州和格桑他们就要离开。孙青毛看着大儿子又要走，心里很是不舍。可他也知道儿子是干大事的，不能束缚了他翱翔的翅膀。王氏看着大儿子眼睛红了，想说挽留的话，话语到了嗓子口又咽了下去。孙九州什么也没说，跪在梁老面前磕了3个响头。众人也知道他是梁老的义子，也都没觉得什么。孙七周却是察觉到娘的不对劲儿，他偷偷拽了拽媳妇儿，低声说道：怎么爹娘对个义子比对我的感情还好似的？周氏直接白了自家男人一眼，也就是他傻，还没有看出里面的道道。他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一行人把他们送到了林子口，其他人都没再跟着去，只有王小夏跟着他们出了瘴气林，送到了山顶。你们不能直接走下山，必须从山间绕行，山上野兽不少，都小心点儿，出去做什么留个心。王小夏嘱咐了大家一句。这一次孙九州就带上了雷子，但是格桑却是把他的人都带上了。哈尼还没有来得及多学些东西就要离开，他很是不舍得给师父鞠了3个躬。多谢师父这些日子的教诲，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师父学本事。王小夏知道格桑的身份很不一般，恐怕再次相见不知道何年何月。哈尼谦虚好学，是个很好的学生，他也有些舍不得。他从身上拿出了1本本子，塞到哈尼手上。这些是毒药和解毒的药方，你好好拿着，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多谢师父。哈尼双手接住那本子，王小夏嘱咐完哈尼，便是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赶紧离开，免得耽误了赶路。孙九州满脸期待地看着媳妇儿：你就没什么要交代我的？平安归来。王小夏给了4个字。孙九州笑成了傻子，一脸得意地看了格桑一眼。格桑也是满脸期待地看着王小夏，虽然这种期待有些妄想，可就是忍不住。王小夏被这炙热的目光看得无奈，也只能多说了一句：你也一样。格桑也笑了，笑得比孙九州还得意。王小夏转身就走，实在是不想理会这2个傻子。等他们离开之后，他还打算下山看看情况。孙九州心里有些受伤，看来媳妇儿还是没有完全把心放在自己身上，他得努力把事情赶紧处理完，把人接到身边。媳妇儿那么优秀，说不定身边还会出现很多像格桑这样的人。格桑心情也很复杂，他从来没想过除了家人还会有可以牵挂的人。为了他都必须帮忙扭转这个局面，让他重新过上好日子。走吧，不然太阳快要出来了。孙九州回过神，转身往隔壁那座山的方向走。他们不能下山，只能走到半山腰，从半山腰翻到旁边的那座山，一路沿着山往玄武城的方向走。暗处，王小夏到了隐蔽的地方就进了空间。看着他们离开之后，他再次下了山。今儿他打算去一趟镇上，看看镇上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到了山下，有敌军的马车往镇上的方向走，他直接坐在马车顶上，反正空间里也不用担心被风吹、被雨淋。这空间就像是件隐形衣，用起来还真是方便。马车比牛车要快，很快到了镇上。镇上还是人满为患，这里依旧是很多流民，看上去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他在镇上走了走，听着那些路人的谈话，说是今天中午之前，若是不交粮食就抄家。他想起和康药铺的胡掌柜，赶紧去药铺看看，发现药铺大门紧锁。他从暗处出来之后，顺便问了几个街坊，
那些人说，胡掌柜在敌军占领这边之前就去县城了。他想着，多半是城里的莫掌柜收到了什么消息，提前把人给接走了。但愿他们都平安无事。对面的药铺也已经是人去楼空。他又去了一趟张道他们住的院子，如今已经换了人住。进去查看一番，发现这里住的居然是安建的家眷。他没有多做停留，背着背篓在镇上买了很多东西，布料、本子、红糖、笔墨，这些都买了。来来回回装了几次，他才到了村子口。看着有往村子方向走的马车，坐了上去。他发现这些马车里装的都是粮食，估计就是从镇上那些居民身上克扣的。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马车来到莲花村的时候，天快黑了。他穿过村子，狂奔到山脚下，随后一口气爬上了山顶，然后来到了山坳。到了山坳的时候，他把空间里买的东西都放到山洞，再快步回到里面的林子，叫上二虎，带了些人把东西给背回去。九州媳妇，你这是去镇上了？孙青毛看着这些东西，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去了一趟，镇上的跟之前区别不大，他们倒是没有用什么暴力对待镇上的居民。我爬在马车下面跟去的，回来的时候，镇子可有牛车。我说是给村子里的人买东西，雇了那辆牛车，把东西拉到旁边那个村子的山下，搬了好几次才搬上来的。王小夏把理由都已经想好了。莲花村附近有好几个村子，这个借口应该能过关吧。山上的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差不多2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在住的地方挖出了一块地种药材，这是一种常识。种好了，等重建家园的时候就可以马上进行。所以这件事孙礼正很上心，每天带着几个老头认真地看着王小夏会做些什么。王小夏在这件事情上也非常认真，每天出现什么状况都会认真地记载下来，这些以后会成为村民们生活的根基，所以必须做好了。李老头，这些记录你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他把写好的东西递给李老头，他发现李老头对药材这方面很有研究，而且每种药材的特点都倒背如流。李老头看都没看，直接就说道：师傅，您这些肯定没问题。其实村民种些普通药材要打理起来不难，只要苗子养起来，后面就容易很多。王小夏认真地听着，李老头跟他说了一堆关于种植药材的事情，他也全都给记了下来。正当两人讨论着事情的时候，张大开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道：山上好像又来了很多人，我把大家都叫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王小夏觉得这地方不应该看得那么清楚才是。张大开指了指不远处的那个山坡，说道：嫂子，走到那个山坡上面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王小夏好奇地看了一眼，发现那个小山坡其实跟那边山顶几乎持平，只要爬上一棵大树就能看到。你们在这里别到处走，我去看看。他说完朝山坡狂奔而去。小山坡上有许多参天大树，随便找一棵爬上去，还真能看清楚对面山顶现在是什么情况。山上果然有很多官兵，可他们在找什么？怎么突然有那么多官兵搜山呢？这是要做什么？他脑海里突然划过一个念头，随后有些紧张起来。这个时候若是出去打探情况，那些人肯定不放心。可突然出了这样的状况，他有些不安。离开山坳来到山上，到处都是官兵，他认真地听着他们谈话。哎呦，这真邪门了呀！上次被点了一把火，粮食没了，这次又是如此，也不知道这粮食能否接得上啊。可不是嘛，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听说敌军的那位主帅回来了，昨天已经过了县城，随时都会打过来。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人家来要回地盘不是正常吗？都给我闭嘴，认真找，
若是山上真的藏了奸细，我们都不会好过。带头的那个士兵对他吼了一声，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打回来，奸细。王小夏发现自己猜测的果然没错，孙九州他们打回来，那放火的会是谁？作为一军主帅，不可能擅自离开军营，那来的人是谁？他认真地想了想，若不是孙九州，可能就是雷子、森木或者莫迪，肯定不会是格桑。格桑即便是好了，内功修为也不可能恢复得那么快。他下山看了看，发现只有一个地方被烧，就是他们放粮草的地方。来的时候就是1、2个，不然不会只有这样的动作。可他们人在哪儿？他对来的人很担心，但是现在是大白天，也不能做些什么。于是他又返回到了林子里，来安抚大家一下，等天黑之后再出来一趟，不然离开太久，大家还是会担心的。山洞口的人都很紧张，章鱼还爬到山坡上的大树上张望，最后被郭13把人给叫了回来。我们的军队打过来了，有人烧了他们的粮草，大家这2天都在附近活动，尽量别走远了。王小夏把大家召集起来，给他们大致说了一下情况。打回来了，那么快？张大开听完高兴坏了，恨不得现在就带着人去支援。你别那么兴奋，现在什么都别做，老实待在这边。说是他们真回来，会进来看我们的。王小夏也算是给大家一颗定心丸，他没提过有人过来的事情，免得他们担心要出去看看。张大开这才安静地坐下来。王小夏让所有人继续干活，等着天黑之后，他吃了晚饭，嘱咐了几句，又带着2头豹子出去了。所有人都没阻拦，乖乖的该干嘛就干嘛去。王小夏还是跟原来一样，在出瘴气林之前进了空间，来到山顶。山顶上的士兵没有减少，他直奔山下村子，发现居然他们主帅不在营地。他在村子里到处查看了一阵，发现还有2个帐篷有粮食，看来是因为上次的出事，他们不敢把粮食放到一块儿。既然这样，他就不客气了，反正他们的粮食也消耗了不少，补充补充是好事儿。他大手一挥，粮食都收了，然后又点了一把火，把2个帐篷都点燃。附近的官兵刚才他已经解决掉了，等其他官兵看到的时候，也烧得差不多了。搞定粮食，他又去主帅营帐看了看，把桌上的东西卷了，把银子给偷了，也给点上了一把火。然后就是2名副将住的地方，银子带走，帐篷烧了，附近的几个帐篷也干掉。半山腰上，藏在树洞里的莫迪听到外面的喊叫声，等着人走了之后，他爬到树顶上看了一眼，发现敌军的营地着火了。这是谁做的？他心里很是不解。莫迪哥，他们都往山下跑了，我们现在要不要上山？雷子从树洞里钻了出来。走，赶紧上山，免得一会儿他们还会上来。莫迪说完从树上跳下。他们上山之后，先做了这样的伪装，一路前行，还看到有官兵从山上下来，他们都很小心翼翼。那些官兵看到家里又着火了，跑的那是比兔子还快。昨天刚挨了一把火，今天再点一把火，这是多倒霉的事情。王小夏烧了好几座帐篷之后，看到安健和2位主将带着人回来，他觉得也差不多了，转身上了山，一路往山上走，看着士兵继续往下跑，他心里祈祷来的人安全下来。等他到山顶的时候，山顶已经没人了。他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把老花和花根班弄出来，他们身上放了一些粮食，让他们先进去。此时莫迪和雷子2人才走到瘴气林子的半路，突然听到脚步声，2个赶紧往里面跑。莫迪哥，好像是花花和花根班。莫迪回头
看到2头豹子靠近，而且身上还背了粮食，一脸兴奋地迎了上去。山洞口，几个孩子看到娘才放下心来。李老头正在忙着给莫迪和雷子处理伤口。莫迪知道山下那火应该是嫂子点的，嫂子这实力真是太恐怖了。收拾好伤口，吃饭睡觉，先把精神养回来，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王小夏担心现在人多嘴杂，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让一些人知道的好。啊，多谢嫂子。莫迪感激地看嫂子一眼，点了点头。雷子自然也明白嫂子这话的意思，包扎好伤口之后，接过老四递过来的面条，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完饭之后，雷子和莫迪被安排在了一个房间，等着其他人睡了之后，王小夏带着张大开来到了房门口。听到脚步声，雷子就起身去打开房门。莫迪把屋子里的煤油灯点亮，等着他们进来之后，他把门给关上。雷子才开口说话：大哥让我们回来送个信，免得你们担心。我们的大军快打过来了，应该就在这2天。雷子一脸激动地说道。王小夏从身上拿出了一张图纸，这是今天顺手牵羊拿回来的。他将图纸交给莫迪。莫迪看了一眼，惊讶地说道：嫂子，你也太厉害了，这可是敌军最新的布局图啊！顺手牵羊就牵回来了。王小夏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雷子则是兴奋地说道：山下那火是嫂子放的呀，幸亏那把火，不然我们估计会死在半路。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照着嫂子说的法子，在身上穿了树叶衣服才躲开了。白天的时候大开说山上很多人，我就猜到肯定是你们谁回来了被发现了。你们没事就好，只是这份图纸要送过去恐怕不太容易。王小夏看着他们身上的伤不少，特别是雷子有2处很深的伤口。雷子也知道自己还是不行，这次若不是莫迪哥跟着一起来，他这条命可能就直接没了。休息2天，我跟莫迪去一趟。王小夏决定跟着一趟。这怎么想？张大开觉得现在嫂子是大家的主心骨，若是他走了，那几个老人肯定会很担心。他心里立马有了主意。我去，我跟莫迪兄弟去。王小夏还想说什么，却被莫迪先开了口。大开说的没错，您不能去，您若是去了，这里估计会乱的。他认真一想，或许还真是这样。他若是离开，发生什么事儿，几个老头子恐怕撑不住。那你们什么时候走？明天就走。其实这里到主子那边不会太远，就是走山路比较折腾罢了。莫迪觉得，既然是敌人的布局图，那就要在老九哥他们动手之前送到，免得到时候吃了亏。王小夏只能应下来。两军对垒，情报的送达时间关系到是否可以打胜仗。对了，安健的家人住在镇上的红房子里面，你们到时候看看这消息有没有用。他记起来这件事儿，虽然有些卑鄙，但是在对敌方面也算正常。家人？雷子皱了皱眉头，兵不厌诈，做大事不能妇人之仁。王小夏看穿雷子的心思，直接一语道破。嫂子说的没错，白虎国本来就不是用光明磊落的方式打败你们的，你们又何必去做什么君子？莫迪一脸仰慕地看着嫂子，若是让他上阵杀敌，估计会是很猛的那种。雷子咬了咬嘴皮子，说了一句：有时候我也觉得大哥的心太软，不然上次也不会吃了那么大的亏。吃一堑长一智，但愿他能记得那些伤疤，别好了伤疤忘了痛就行。王小夏其实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明明男主要做的事情，为何变成了他副将去做？真的只是因为他穿书的原因吗？若是这样，他好像被扣了一顶罪人的帽子，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第二天一早，张大开和莫迪就起来了。张大开背了个背篓，莫迪身上有伤，就什么也没带。王小夏不放心，把他们送了出去。
山上着火，估计那些官兵今晚会晚些搜山，但是肯定还是会上来，所以趁着天还没有完全亮，他们得尽快离开。看到王小夏回来，孙青毛问了一句：外面什么情况？外面都是官兵，幸好他们走得快，不然今天就走不了了。王小夏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一旦耽误一天，后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众人听完都有些害怕，说是那些官兵闯进来，他们肯定是必死无疑。都听到了吧？所有人都停下手中能发出响声的活，到洞口边上等着，谁也不许乱来。说话也全部把声音压低一些。孙礼正又跟大家伙说了一声，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一连2天都被烧了粮草。敌军恐怕会狗急跳墙了，说不定会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然而王小夏的预料是对的，傍晚的时候还没到山上搜到人，安建一句话，让人直接把山给点了，从山顶上开始烧，看能不能把人从上面逼下来。陈妥带着人一路烧山，一路找人。这天干物燥的时候，一把火能烧一大片，除非是突然下雨，不然整座山都能被点了。王小夏在山顶看着火光，恶狠狠地咬了咬嘴皮子，嘴里怒骂道：安建果然是个狠人，居然放火烧山。嫂子，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跑啊？郭13在树下有些着急。哪儿也不用去啊，我们里面的树都是绿的，加上瘴气里面的水汽，烧不起来。王小夏早就检查过他们住的附近，火是烧不到他们的。不过外面那山烧秃秃了，山坳就会更加显眼。这可怎么办？总不可能出去灭火吧？这么做不现实。他有些烦躁，暴露了这个地方，他们又得另外找地方落脚。眼看孙九州他们就要打过来了，他根本就不想挪地方。回去吧，明天带几个人往里面走走，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他就算再不愿意现在离开，也要考虑大家的安全问题，只能再另外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好的，嫂子。郭13说着，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回去了。这一晚，除了那座山上的大火，没再出什么动静。因为有天然的屏障，他们也没有受到浓烟的影响。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倾盆大雨而至，山上的大火不到半个时辰全都浇灭。这雨一下就是1天1夜，这也阻止了那些士兵们搜山的速度。粮食短缺，奸细还没找出来。敌军大帅安建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在帐篷里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好一会儿，终于有了主意。事情不对，林燕，你带些人现在就往回走，除了粮草，再给我带些人过来，他们随时可能攻打到这边。他多疑地吩咐边延昭先回边界一趟，至少得让那边的人有个心理准备。是。边延昭拱手领命，还没等边延昭离开，手下前来禀告：不好了，将军，发现很多敌军。该死，他们居然用的是连环计，备战。安建见已经走不了，只能带上人迎战。不远处的地方，孙九州挂帅，身边带着雷子，却不见格桑和森木那些人的踪影。此时格桑带着森木他们沿着熟悉的路上山。原本孙九州还没有打算那么快攻打敌军，可看到莲花村上面的山燃起了大火，孙九州担心山坳可能不再安全，跟格桑商量之后，他带着人攻打敌军，格桑带着森木他们回去看看。午夜的偷袭没有号角，没有战鼓，只有猛烈的攻击。大雨之中，孙九州就像地狱里出来的杀神，他手上拿着大刀，用极快的速度狂奔。他要杀光这些敌军，一雪耻辱。杀！山下一片兵荒马乱，格桑知道他们安全了，几人快速往山上走。下雨天路滑，而且因为烧山，很多路也看不太清楚，速度也慢了许多。
花了好几个时辰，他们终于回到了瘴气林外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瘴气林里的瘴气似乎变淡了不少。莫迪记得出来的路，他在前面小心地走着。等他们走进林子的时候，天渐渐亮了，雨还是没有停下来。等他们找到阵眼往里走的时候，发现居然迷路了。这是李老启动了阵法，这下可麻烦了。格桑一看就知道什么情况。那可怎么办？只能在这里等吗？森木擦了擦脸上的雨水，现在只能去那间屋子避雨。可那屋子非常不安全，若是敌军上来避险，第一个被发现的就是那间屋子。猫头鹰的叫声。哈尼突然想起了他们之前去打猎的时候的暗号。莫迪豁然开朗，他和森木两人一路学着猫头鹰叫，3声高的，3声低的，这叫声还是李老头教的。山洞口有人守夜，为了看清楚阵法外的情况，必须爬上旁边的大树。章鱼和郭13每人趴在一棵大树上。突然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唤声，章鱼让郭13在这里等着，他另外带个兄弟出去看看情况。小心一些，若是有追兵，直接往山里跑，绕个圈从后面的阵眼回来。王小夏也听到了猫头鹰的声音，看到有人要出去看情况，赶忙从山洞里跑出来，嘱咐一句。王小夏听完一个大概还算满意，至少孙九州听了他的话，一边攻打敌军的大营，一边让人带着兵去镇上抓人。只要把地盘给拿回来，孙九州之前的罪名会减轻很多。但是要真正洗脱叛国的嫌疑，最好还是能拿下对方的一个城池，这也算是礼尚往来。从身上拿出一份图纸，这是抄下来的一份，把图纸放在桌子上，他拿出一支炭笔，在上面勾出了2个地名。格桑好奇地凑了过去，圈出的2个地方，一个是玄武国的老军营所在地，另一个则是白虎国的营地所在。估计这2处地方都有人，孙九州出来了，有些人就会心虚，势必会想办法打压他，所以他的速度必须快。若是能要挟安建最好。王小夏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安建是个硬骨头，抓了他的家人未必会背叛白虎。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催眠，所以他可能要下山一趟。你想做什么？现在哪儿也不能去。格桑感觉这女人又要做什么疯狂的事情，赶忙开口阻止。王小夏抬头看向格桑，这家伙是不是真的会读心术？怎么他想什么都被看穿了？说是他们打了胜仗，你们可有暗号？他移开格桑对视的目光，这男人太精明了。格桑没开口，森木呼哧呼哧。老九哥说，若是打了胜仗，下面会击鼓示意的。他们对战多久了？王小夏又继续问道。午夜的时候偷袭，我们看到山被烧了，就怕你们在里面不安全，所以就提前动手了。格桑把简单的情况跟王小夏说了一声。昨晚到现在已经1个晚上了，也不知道山下的战况如何。大雨倾盆，也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但是他得下去一趟，一是要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孙九州，另外就是催眠的事情一定要越快越好。你若执意要下山，我陪你去，反正不能一个人行动。格桑很是坚决地说道。你内力都没恢复，下山去送死吗？王小夏刚才进来就给格桑他们几个把了脉。格桑底子不如孙九州，孙九州有的这2个月的恢复应该差不多了，但是格桑不一样，即便是身体恢复，内力也不会那么快。格桑被这一句话堵得接不上来，谁让他弱呢？莫迪见主子吃了仓，在旁边说道：要不我陪嫂子去好了，反正这山下我也熟悉。不必，带你们麻烦，我自己去容易脱身，这件事没得商量。这2天你们负责这里所有人的安全。王小夏霸道地给他们下了命令，
就像他们最高的指挥官，看着所有人的眼神满是震慑之光。格桑有些生气王小夏的任性，可对上那坚毅的目光，最终还是心软地臣服下来。莫迪和森木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他们觉得眼前的村妇像个光芒四射的女王。吃过早饭，等着雨差不多停下来的时候，王小夏就带着花跟班和老花出去了。如今大家也习惯了他的独来独往，只是带上2头豹子，大家还是觉得挺放心的。看着王小夏离开的背影，格桑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唉，终究不是我能降服的女子。主子，你可别灭了自己的威风，我看老九哥不也是听他的。森木第一次看到主子为了个女人那么烦心，而且还是别人的媳妇儿，貌似主子这条追媳妇儿的路走歪了。格桑觉得森木说的好像也对，可他还是没找明白道道。主子，虽然属下没追过女子，但也看过不少话本，女子得宠着，不能对着干，否则会让你滚蛋的。莫迪想到话本上写的，说的那是头头是道，可真让他自己跟姑娘多说几句，脸就能红成屁股。王小夏很快下了山，山下的战场尸横遍野，看来这一战很是凶猛。虽然他没有见过玄武国士兵穿着，但是他认识白虎国的，地上大多都是白虎国的士兵，看来胜利的几率很大。他从空间一路到了敌方原来的营帐，看到了身穿战袍威武赫赫的孙九州。这个男人就像是为战场而生的，穿上这身战袍，气质那是天地之转变。此时他正在营帐里跟张大开分析着战况，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看孙九州的眼神不善，嘴角嫌弃的瘪了瘪，才走进帐篷。杨督军。张大开拱手行礼。你们昨晚都没睡吗？杨督军看他们浑身都是血迹，眼底的嫌弃更深了。是啊，我们想要趁热打铁，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往前打一仗。孙九州是憋屈太久，穿上这身战袍，血液沸腾，毫无睡意。杨督军听完，拿出丝巾捂嘴一笑道：孙将军太急了，即便是要打胜仗，那也得休息好，身体若是坏了，如何打仗啊？杨督军说的是，我这就安排大家休息。那行，我也去睡了。折腾了一天一夜，我这脸呐都要起褶子了。杨督军说着，心疼地摸着自己的脸出了帐篷。他对现在的战况居然没有半点关心。孙九州把人送走之后，脸上的表情冷了下来，低声嘱咐道：这个人小心点儿，他可不是什么好人。皇上怎么派个太监来做禁军？这实在是……哎，这话莫要再说，当心被一些不轨的人听到。是。安建可招了？孙九州问张大开。张大开眉头紧锁地摇了摇头。他是个硬骨头，鞭子也试过了，他的家人也摆出来了，他还是不肯开口。安建是对方的主将，之前他们上阵交过手，若不是各为其主，孙九州还是很欣赏他的勇猛。王小夏听到他们说的话，找了个地方现身，为了不引起注意，他打晕了一个士兵，换上了士兵的衣服，才来到孙九州的营帐。站住！将军正在商议要事，你有什么事需要禀告？门口的守卫上前拦住了王小夏。王小夏换成男人的声音说道：将军让属下按时进来清理帐篷。守卫听完说道：赶紧把里面打扫打扫，别惹怒了将军。是。王小夏快步进了营帐。帐篷里，孙九州正为安建的事情愁眉苦脸，若不能从安建嘴里撬出有用的消息，那这颗棋子就没了。神官在哪儿？我有办法。王小夏进门之后直接开了声：媳妇儿。孙九州听到了媳妇儿的声音，抬头看着媳妇儿穿着士兵的衣服，赶紧起身迎了上来。啊，
你怎么来了？我还想着把事情稍微安排一下，再去接你们下山呢。他有些激动地看着媳妇儿，只要这次能打胜仗，他就能官复原职，他终于不用再躲了。先不说这些，带我去看看那个安建。王小夏可不是来这儿跟他叙话的。好。孙九州说完，带着他们来到一座院子。院子里的几个士兵也都是孙九州的老部下，算是比较放心的。他们进了院子，进了一间屋子。安建已经被用了刑，此时被浑身是伤的架在一根桩子上。看着孙九州进来，他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哼，有本事杀了我，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哼，倒是个硬骨头。王小夏看安建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若是再打下去，估计也活不久。你是谁？安建看向王小夏，敌军里怎么会有个女人？这女人跟孙九州在一起，恐怕不简单。我是来让你开口的人。安建有些嫌弃地看了王小夏一眼，他抬手打了个响指，随后低声地唱起了一首曲子。这曲子会让人沉睡。安建感觉视线有些模糊。王小夏看着状态差不多的时候开了口：安建，你们到底有多少地方有营地？一处在白虎国与玄武国交界处望城，另一处青龙国边城京城。安建如实的回答。两边各有多少士兵？主将又是谁？望城3000，只有副将荣邦；京城8000人，主将常无。荣邦和常无最擅长什么？荣邦就是武将，使刀；常无擅长阵法。他们可会用毒？不擅长。安建回话。王小夏看向孙九州，孙九州点了点头。他手放在安建耳边，打了个响指。安建突然脑子清醒过来，他满脸恐惧地看着王小夏。这人没用了，但脸上这张皮有用，杀之前把这张皮弄下来。他声音低沉，却让人听起来如同阴间的鬼魅，可怕的让人浑身发毛。孙九州看着这样的媳妇儿，这可不是普通女子能够散发出来的气场，即便是上阵杀敌的将军，未必能有这样碾压对方的气场。魔鬼，你是魔鬼！魔鬼！安建对上王小夏眼睛的时候，彻底疯了。王小夏没有理会安建，给了孙九州2个瓷瓶，然后跟孙九州说道：在攻打他们之前，动手的人吃下黑色瓷瓶里的丹药，让这些人将白色瓷瓶里的药粉倒在他们的火堆里，等半个时辰再行动。可刚才安建说常无会阵法，我们未必能靠近他们的军营。张大开担心地说道：若是能破了他们的阵法，自然是最好的。无法靠近，可看当晚的风向，在风向的方向烧上大火，将药粉倒到里面。说是这样，药效会减弱，至少得1个时辰之后再进攻。最好选在天快亮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容易犯困，加上这烟雾的效果会更好。王小夏把这药粉的效果跟孙九州他们说了说。说到阵法，张大开又想起了另一件事，便是提了一嘴：对了，嫂子，你们在山里小心些，那个边招烟逃跑了，我们已经开始在附近搜索，就怕他往山坳里跑。他若是去了倒是好事，我也该回去了，免得家里人担心。哦，对了，别透露给其他人我的存在。那个杨督军不是什么好人，你们要留心，关键的时候还得让人牵住他，免得到时候坏你们的事。王小夏提了一句之后，先一步出了屋子。媳妇儿这是担心他才冒险下山的，他若是不把这件事情做漂亮，真是太对不起他了。将军，您先回去休息吧，既然嫂子……张大开还想继续说，却被孙九州的眼神止住了。这是军营，没有女人，动作快点了，把里面那个解决掉，脸皮给弄下了。山坳口没人，他在附近的山洞又找了找，并没有看到边延昭。他觉得边延昭很有可能进了里面的瘴气林，他赶紧往里走。
到了林子口，不看大树的影子，而是顺其自然地往前走。这是另一片林子，刚刚进来没多远，他便是看到草地上的血迹。看来自己是猜对了，这边延昭还真进了这个地方。他沿着血迹一路寻找，在一处河边找到了身受重伤的边延昭。边延昭无力地躺在草地上，他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突然一把匕首架在了脖子上，他愣了一下，冷笑道：哼，只要你救我，我给你一笔财富。多少？王小夏倒是好奇了，之前他也搜过边延昭，虽然比另一个有钱，但也说不上是财富。边延昭感觉到有人在靠近，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真是个女人，唉，只要不是男人就好，女人哄哄也就行。看来今天不用把命搭在这儿了。王小夏一眼就看穿边延昭那龌龊的心思，就算是要用男色，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尖嘴猴腮，看着就碍眼。不过他很有兴趣知道是怎样的财富。你先说说什么样的财富值得姑奶奶动手救你？他饶有兴趣地说道。边延昭打量着这个女子，猜想这女子多半是山里的猎户。他邪恶一笑，说道：哼，我知道一个金矿的下落，只要你救我，我就告诉你。金矿？王小夏眼睛一亮，这是意外惊喜吗？他嘴角扬了扬，嘴里再次哼起了那首熟悉的曲子，在边延昭耳边打了个响指。边延昭感觉昏昏沉沉的，随后耳边响起了一个好听的声音：金矿在什么地方？可有地图？在望城与金城中间，有地图在我身上。这事儿还有谁知道？暂时没人知道，私挖金矿的那几个小子已经被我弄死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是一个说话阴阳怪气的男人放我出来的，好像是个太监，他们叫他杨督军。边延昭回道。王小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那个死太监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估计来之前就被什么人给收买了，看来他还得下山一趟。他又哼起了另一首歌，看着边延昭亮眼发直之后，在他耳边说道：没有金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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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金矿。边延昭重复着。王小夏用手将边延昭眼睛给盖上，边延昭昏昏睡去。他从边延昭身上搜出了几两碎银，还有一张200两的银票，以及一张皮子地图。打开地图看了看，上面倒是标识得很清楚，金矿就在那一条山脉，只要找到地方就行。他将地图扔到空间，这个人还不能死了，他给他处理伤口，又点了他的穴道，让他暂时变成了瞎子，这样可就方便了很多。弄好之后，他把老花跟花跟班从空间里弄出来，再把这个家伙绑到老花的身上，这才带着他们回去了。这一趟出来的时间可不短，格桑他们几个望眼欲穿的在山洞外看了好几次。回来了，娘回来了，老花身上还有个人呢。老五在一棵大树上突然喊了起来。老五这么一喊，老二狂奔出去，没一会儿看到安然无恙的后娘，他扑进了后娘的怀里。没事，准备一个房间，这个阶下囚要看好了。王小夏拍拍老二的脑袋，小丫头最近好像长高了不少。娘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看着。说着，老二就带着老花去了一个房间。格桑看着王小夏安然无恙，才吐了口浊气。王小夏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急，连口水都没喝，便是把格桑他们召集到一个房间开会。好啊，大获全胜，那大家很快就能下山了。格桑听完很高兴，他心疼王小夏，山上生活清苦，长久以往他是待不住的。老九应该已经知道如何攻打敌军，可
军营里有个奸细，这奸细还不知道是谁的人，也是个心头大患。王小夏觉得，即便是要防备那个死太监，也得知道死太监为谁效力。格桑也知道身边有奸细，那是最麻烦的。如果出问题，那就是大祸。之前老九不正是因为身边的人背叛，才搞得那么狼狈？嫂子，可以把证据送去给天启皇帝啊！森木虎虎地来了一句，结果直接引来莫迪的一顿白眼。谁不知道把证据送到天启皇帝面前最好？可皇上是那么容易见到的吗？王小夏偷偷看了一眼格桑，他知道别人不行，只有格桑有办法。他似乎想到了他的身份，若是没猜错，格桑的身份肯定非常高贵。格桑发现王小夏看着自己，他忍不住勾了勾嘴角。格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可若是他想，他成全就是了。人我给你带回去，这人情有点大，算你的，还是算老九的？格桑对孙九州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当然算他的，又不是为了我的事。王小夏听完即刻昂起了脖子，格桑被王小夏的可爱给逗乐了。莫迪捂嘴一笑，嫂子这是坑老九哥呢，他们家主子的人情可不好还。王小夏看了莫迪一眼，说道：那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人情，怎么还我管不住？我只想快些过点好日子，多挣点钱，而不是天天藏在山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你不怕他用你来还人情？他若敢，老娘拿刀剁了他。王小夏凶悍地回了一句，他最讨厌白眼狼，若孙九州真的是白眼狼，他不介意手上再沾点血。格桑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这么彪悍的嫂子，主子真受得了吗？森木咽了咽口水，想着醒来之后脑袋不见的画面，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王小夏意识到情绪太过激动，低下头，声音压低了几分，唯有背叛，无法容忍。格桑似乎从这话里听出了别的味道，那是痛恨，极度的痛恨。他很想知道他到底曾经经历过什么。若是要送，就趁早，晚些我再下山一趟，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九。让莫迪去吧，你好好休息休息。不，莫迪他们几个还是跟着你们走，你一个人去不安全。王小夏坚持地说了一句。格桑对上那坚定的眼神，心中一暖，微笑地点了点头。王小夏撇过脸看向哈尼，吩咐道：边延昭暂时失明，一会儿我再喂些药，让他变成哑巴。等你们确定能说话，再给他吃解药。辛苦师傅了。哈尼在旁边说了一声。吃饱喝足，王小夏感觉力气又回来了。他把哈尼叫上，两人一起去看边延昭。边延昭醒了，发现眼睛看不见，正在屋子里抓狂，还把屋子里的东西给砸烂了。二虎气得够呛，若不是老二说这个人身上伤口不少，他现在肯定把人给痛打一顿。你最好听话，否则姑奶奶有上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边延昭喊了一声，发现自己说不了话。如今他不只是瞎子，还是哑巴，他慌了，整个人无力地跌坐在地上。看好他，我先走了。王小夏说完，又把哈尼叫出来。你可会催眠术？他问道。哈尼点了点头，说道：师傅，我倒是会，但是碰到厉害点的，催眠术就对他们没用了。里面那个就是个废物，一般催眠术都能搞定。王小夏试过了，边延昭并不属于特殊人群，特殊人群天生意志力跟普通人不一样，催眠术很少对他们起作用，除非用特殊的手法，或者是有什么辅助的工具。哈尼知道了。把小木盒塞给他，交代一下里面的香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说完之后，他又把公公婆婆叫到一个屋子，跟他们说了说孙九州现在的情况，让他们不要太过担心。九州家的，辛苦你了，若不是你，他们也不会帮九州的。孙青毛对这点非常清楚，现在看来这儿媳妇还是向着儿子的。
王氏也很高兴，九州媳妇儿能帮九州，换作是别的女子，不一定会这么做。爹娘，这些话以后就别说了，现在没什么危险了，大家可以正常生活。等山下平静一些，我们再搬回村子就是。王小夏又交代了几句，看时间差不多了，再次下山去了。黑夜之中，王小夏熟门熟路地下了山，他来的正是时候。说是再晚些，孙九州就要带着人往小镇的方向去了。王小夏看着大军集合，也猜到可能是要走了，他速度极快地来到孙九州的营帐外面。大开！他看到了守在营帐外面的张大开。张大开听出是嫂子的声音，赶紧迎上去，低声说道：将军就在里面，我们准备要离开了。你守着，我有重要的事情跟老九说。王小夏说完，钻进了帐篷。孙九州正在整理桌上的东西，听到脚步声，抬头看到是媳妇儿，好奇地问道：是不是山上出事了？没有紧急情况，我才不会过来。王小夏说了一句，也没有说清楚过来的目的。从身上拿出个木盒，他将木盒放在桌上，又在角落里点了一支香。起身之后，他塞了一颗药丸到孙九州的手里，吃了，让大开把杨督军叫来，就说有事商议。他见他吃了下去，又说道。孙九州听话的应下声，让张大开去把人叫来。王小夏看着孙九州都照办，满意的找地方坐会儿。他其实很困，路上吃了些酸果子才没打瞌睡。孙九州不知道媳妇儿要做什么，见他不说也不问，等了一会儿功夫，杨督军来了。他打着哈欠，看得出还很困。看到孙九州也还算客气，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地说道：不是说今天要换地方吗？怎么还不走啊？杨督军辛苦了，看看这个。杨督军看到普通的盒子，不知道孙九州搞什么鬼，动作缓慢地打开盒子，看到盒子里的灵芝，顿时眼睛一亮。他又打了个哈欠，觉得好困，眼皮子有点睁不开。一直站在角落的王小夏看到状况差不多了，哼哼起了小曲儿，随后慢慢走进杨督军。一个响指之后，他开始问话：你收了谁的好处来搅局的？太亲王。杨督军说出了答案。孙九州一听是太亲王，脸色大变。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得罪过太亲王，往日即便是见面也都是恭恭敬敬，而且他也不站队，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他要你做什么？王小夏继续问道。毁掉孙九州自证清白的机会，让他永远不能翻身。杨督军恶狠狠地说着，身体开始挣扎。王小夏见状，把那支香放到了他的鼻子前，他才慢慢平静下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孙九州痛恨地问道。只要不是归顺太亲王的武将，都得死，都得死！杨督军突然一脸狰狞起来，啪！王小夏把人拍晕，随后熄灭了手中的香，扭头看向身边的孙九州。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别让任何事情扰乱你的计划。另外告诉你，边延昭也是他放走的，人我已经抓到了，这2天格桑会把边延昭送到宫里去，到时候即便是扳不倒那位太亲王，你的困境估计也能解除。他拍了拍孙九州，有些害怕这个男人会因为太亲王的强大受打击太大，振作不起来。孙九州的确想不到是这样的情况。太亲王的强大他是知道的，自己根本不是太亲王的对手。行了，这件事情你也急不来，对手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一蹶不振。我再送你一个彩蛋。王小夏说完，想要拿藏宝图，又仔细想想，这个时候太急了。他想了想，又说道：这个彩蛋等你攻破京城，我再告诉你。有了那个彩蛋，皇上定会对你另眼相看。谢谢媳妇儿，你放心，我没那么脆弱，一定会拿下京城，回来见你。
孙九州看着媳妇儿，他的鼓励就像心中的火苗，让他渐渐燃烧起了希望。走吧，记得你说的，破掉京城再见吧。孙九州一把拽住了他的手，然后从身后抱住了他。谢谢。王小夏身体僵了一下，冷冷地喝道：“放开！”不放，你本来就是我媳妇儿，我抱媳妇儿有什么错？孙九州赖皮地说道。可下一刻他就悲剧了。王小夏一招反擒拿，把孙九州摔在地上，而后他潇洒地出了帐篷，跟门口的张大开打了声招呼，从帐篷后面溜了。张大开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将军躺在地上，还一脸痛苦的样子，于是就脑补了。王小夏离开没多久，孙九州从地上起来，他上前晃醒了昏迷过去的杨督军。杨督军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睁开眼看到是孙九州，反倒还不好意思地说道：“哎呦，你看我这是太困了，怎么就睡着了？等一会儿到镇上，我给你找个好地方，好好睡上一觉。”孙九州一脸笑意地说道，他将所有的痛恨都隐藏得很好。杨督军一听，终于能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立马抱着那个木盒子回去收拾东西。把杨督军打发之后，孙九州把张大开叫到身边。如今他身边完全信任的人太少，他想把张瑜和李彤他们几个叫下来，其他没有进过军营的就暂时不带了，免得到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将军，我走一趟，接到人我们就跟上。好，那你去一趟，小心一些。在事情没办完之前，那个地方暂时不要暴露给别人。孙九州吩咐完之后，带着雷子去集合。张大开等着将军带人离开之后才上了山。等他上山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山上的官兵也撤了，他一口气来到山坳口，正好看到格桑他们押着边延昭从里面出来。他上前正要打招呼，却见格桑摇了摇头。哈尼拿东西把边延昭的耳朵堵上，格桑才开口说话：“怎么突然回来了？”老九哥那边人不够用，让我带张瑜他们几个下去帮忙。张大开给格桑大哥说了说大概的情况，这才赶紧进了林子。王小夏原本是想要送格桑的，实在是太困了，一睡下就没有醒来。格桑也心疼王小夏，只是过来看了一眼，便是带着人走了。孙石墨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情况，看着他们带着人进进出出，也不敢问。看到张大开回来，他也热情地迎了上去。大开兄弟，你可回来了呀！张大开看了孙石墨一眼，礼貌地应了一声：“是啊，有些事需要嫂子帮忙，我找她去。”孙石墨见张大开跑得那么快，哼，什么玩意儿？天天被个娘们儿牵着鼻子走，有什么好得意的？闭嘴，当心他们弄死你！原是一巴掌打在自家男人背上。孙石墨心有不甘地低声说道：“等出了这个鬼地方，我们就赶紧离开，免得到时候被这些人灭了口。”去哪儿？你有什么本事养活母娘俩？要走你自己走，我要跟着他们种药，好日子不过我疯了还差不多。孙石墨听媳妇儿这么一说，也蔫巴了。要说挣钱的本事，他确实没有，不然之前家里也不会穷得叮当响。不过种药材也是门手艺，学好了还真不吃亏，学会了再换地方也不迟。石墨，你还愣在这做什么？早上还得起来跑步呢。不远处的孙杆子看着两口子鬼鬼祟祟的，故意大喊了一声。王小夏很困，但是听说张大开回来，还是顶着瞌睡起来了。听说张大开要把张瑜和李彤4个人带下山，他心里也有了别的主意。耗子，你跟着下去帮忙，若是碰到危险就溜，什么都没有命重要，知道吗？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嫂子赏你点好东西。好嘞，我听从安排。耗子现在觉悟很高，耗子成长得很快，
等我们搬到山下之后，到时候商人给你说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王小夏觉得耗子有种蜕变的感觉，心比之前正多了。郭13一听，妒忌地说道：嫂子，也让嫂子给我说个媳妇儿呗，我以后肯定努力挣钱。行，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张宇、李彤、许宁、赵卓，你们之前都当过兵，我就不说了。耗子最好不要独处，你们随时有个人跟他在一起。张大开，你记得要跟老九说这事儿。耗子在我这儿可学了不少本事，会对你们起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攻打长吴的时候。王小夏刻意提到了这一点，张大开似乎明白了嫂子的用意，这是担心给的那些药效果不太好，让耗子去补刀。耗子，军营里的情况一会儿张大开会跟你说。雷子，你的伤还没有好全，做事悠着点儿，记得你们都要活着回来。王小夏看向在座的每一个人。是。那我呢？从今天开始，你负责带上大开还有没跟着下山的那些人一起干活，以后他们得听你的。大开，这件事你要跟你兄弟们说说，说他们愿意去当兵，等这件事情完毕之后也可以跟你们去军营。嫂子放心，我的那些兄弟都会服从命令的。我一直相信你带出来的人不会差的。说完之后，发现郭13有些蔫巴，又鼓励了一番。13，你也不差，加油啊！得到了肯定，郭13脸上露出了笑容。张大开赶着下山，也没再跟嫂子啰嗦，带着郭13去跟那些兄弟们交代，然后跟张瑜他们几个往外走。郭13把人送到林子口，他从身上拿出了2两银子塞给耗子。虽然不多，也是老大的一份心意。老大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耗子知道老大身上没什么银子，拿着2两银子很是激动。行了，走吧，这个拿上，说不定有用，用法我都写上来。李老头将个包袱塞到耗子手里，也算是他尽个心。谢谢李老。耗子给李老鞠了躬，这才跟着大家一起出了瘴气林。春天来临，万物复苏，山里多了很多野菜蘑菇，也多了很多可以挖的药材。他每天带着大家操练挖药，跟李老头研究新药。也不知道山下什么情况了，山上恐怕是不好住了，蛇实在是太多了。听到李正书这么说，王小夏才意识到时间过得有点快，也不知道孙九州他们到了哪个环节。要不明儿我下山去看看，说是我们村子那边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是尽快搬回去比较好。趁着春天，我们回去开荒种点药材。他说着话，把分出来的药材装到背篓里。这些日子他们积攒了不少药材，只要下面平静下来，这些药材可以运到县城卖成钱。对了，老九他们也需要药材，要不给送点过去。李老头随口提了一嘴，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说是需要就给他们送1半过去，价格我给他们算清楚，等他当了大官，到时候再把钱给大家，剩下1半，等着县城里没事了，我拿去卖了分给大家。王小夏想着，这些药材都是大家辛辛苦苦挖来的，不能免费跟孙九州他们。孙礼正一听，摇了摇头。老九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才上的战场，哪有跟将士算钱的？这个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没有他们为我们保家卫国，我们也别想过上好日子。孙干子觉得李正书说的没错。就是这个理儿，挣钱的事我们可以慢慢来，但是他们若是需要药材，我们都愿意送过去。郭13同意李正书的意思，说完之后看向自己的兄弟们，大家也都赞同。这回就连喜欢占便宜的袁氏也觉得是这个理儿，说是不能打走那些敌人，他们就永远得过这样的日子。既然大家决定了，我明天先下去看看情况，到时候先弄2辆马车过来，大家再把药材给背下去。王小夏觉得明儿是一定要下山一趟，
除了要去看看孙九州的情况，还得看看张道他们是否搬了回来。孙石墨蹲在角落里，有些发愁，下山之后上哪儿找钱。等大家都不说话之后，他低声地说了一句：那我们怎么挣钱重建家园？重建家园肯定需要钱。王小夏虽然从敌人那里撸了一些，可他不能拿出来，免得给大家养成贪婪的习惯。我们也不是每次的药材都给他们送过去，等他们打完胜仗，我们就不用管了。下山的路熟悉，如今体力和速度都比之前好很多。他一口气跑到山下，然后沿着熟悉的路往镇上继续跑。经过孙家村的时候，他刻意看了一眼，没有看到人，也没有听到有说话的声音。他又继续跑，跑了一段路之后，居然碰到了一辆往镇上驶来的马车。他扭头一看，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驾着马车迎面而来。哎，孙娘子，居然是你啊！快上车来！赶车的正是和康药铺的伙计田一。田一看到孙娘子高兴坏了，连忙停下马车，招呼他上车来。王小夏以为马车里有人，没想到就田一一个人。他好奇地问道：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胡掌柜呢？胡掌柜最近帮莫掌柜干活去了。前段时间我们的大军打回来了，打仗肯定有人受伤，莫掌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关系，供应军营的药草。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剩下的那些药草都给运过去。田一一边赶着马车，一边继续说道：都需要些什么药材？你可有单子？王小夏追问道。田一从身上摸出了掌柜给的清单递过去。王小夏接过来看了一眼，基本上都是创伤药，还有一些内伤修复的药材。这些药材他们也有不少。他进马车里面，拿出纸币把单子给抄下来。马车很快到了镇上。田一之前回到了药铺门口，要下马车的时候，王小夏突然想起了张道，便是问了田一一句：对了，你们可在县城看到张爷？当初发现不对劲儿，张爷跟我们一起去的县城，听说他家的院子暂时被征用，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王小夏背着背篓去了一趟张道住的地方。什么人？这可是杨督军住的地方。门口的士兵一脸高傲地说道。王小夏看了他一眼，嘻嘻一笑，说道：官爷，我找我家二兄弟张瑜。原来是张仪的亲戚啊，你等着。那士兵一听，态度倒是好了不少，没一会儿把张瑜给领了出来。嫂子就来看看你，过来跟嫂子说会儿话吧。王小夏说完，背着背篓往前走了一点。不等王小夏开口，张瑜就把情况给说了说。原来孙九州怕那死太监碍事儿，故意把人软禁在了红砖院子里，让张瑜和李彤看着。孙九州昨晚已经拿下之前的营地，这2天准备攻打京城。王小夏听完问道：那行，你给我弄辆马车，我把营地需要的药给你送来。可那些药材大家都等着卖钱的，怎么就……这事儿是大家商量好的，不是嫂子一个人的主意。王小夏知道张瑜的疑惑，张瑜一听明白了，张嘴说道：其实这次有了嫂子给的法子，我们的伤员不严重，不过只写那些药材比较缺，若是能有就更好了。行，你去安排一下，不用带别的人，营地到时候我跟你走一趟。王小夏听完，果断地做了决定。一路上，两人吃着野菜包子，喝着山泉水，赶了好几个时辰的路，终于到了望城。李彤拿着令牌，他们顺利地来到了营地。李彤直接找的耗子，如今耗子带着军医掌管着营地里的药材。耗子看到王小夏也激动坏了。嫂，他想要打招呼，却见嫂子摇了摇头。少明，你怎么来了？他反应极快地改了口：给你们送些药材，让人先把药搬下车。王小夏又给耗子使了个眼色。
耗子明白的让2名军医带着士兵把上面的药材先搬下马车，他则是带着嫂子进了自己的帐篷。嫂子，你有什么话要转告将军吗？没有。前方的情况如何？王小夏并不准备见孙九州，这个时候不能扰乱了他的心思。那个阵法很邪门，将军昨天带人想要试试攻破，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过还好，我们没有损失。耗子把情况告诉嫂子，他现在的身份是军医，但是他可以自由出入军营。将军为了他的安全，还把赵卓安排在他身边。敌军的营地离这边有多远？不远，站在城楼上就能看到，只是去的时候根本看不清他们具体的位置。耗子说到这儿，愁眉苦脸起来。这么一说，王小夏倒是有了兴趣。他让耗子带他去城楼上看一眼。此刻天已经黑了，站在高耸的城楼上，能看到不少断断续续的火光，应该是敌方营地燃起的篝火。从这里看不出什么名堂，说是要找阵眼，恐怕得找到口子看看才行。这段时间，他把李老头教的阵法还有现代阵法结合起来，倒是悟出了不少新的东西。什么时候再去探路？这我就不知道了。将军让我看好药，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就行，其他的也没说。耗子摇了摇头。王小夏看了李彤一眼，说道：“我们在这里住2天，你明天就回去吧。”章鱼说了，我跟着您就行。不行，我看那座院子不全是你们的人，章鱼一个人不够，那个人很重要。耗子，你让赵卓现在就把章鱼送回去，赵卓就留在那边。是。李彤服从的拱手应下。王小夏又多看了一眼敌方军营所在处，决定去看看那个阵法。走吧，耗子留下，你跟我去就行了。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只是在附近看看，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们沿着熟悉的路往前走。王小夏心里估算着时间，大概走到的时候，他们就停了下来。嫂子，您这是？张大开看得出，嫂子这是要单独行动，出来就是要服从命令，树上待着去。王小夏低声的喝道：“是。”张大开严肃的应下声。王小夏很快就离开了他们的视线，然后进了空间。从空间里看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照着之前看到的方位，他一直往前走，没走多远，看到一棵参天大树，树上有人，应该是敌方的哨兵。既然哨兵在这里，营地就在附近，他爬上大树，在哨兵旁边的树枝上坐下，坐在这里扫了一眼，便是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敌营。他数了数对方的帐篷，能看到有20多个，估摸着对方应该有不少粮草，或者还能搞到一些银两。想到这儿，他高兴起来，跳下树，照着刚才看到的方向一直往前走。走了大概100米左右，便是能看清楚眼前的大营。他进去找了找，找到常武所在的营地，发现他们正在讨论什么时候进攻。王小夏看了一眼地图，地图很详细，这么详细的地图多半是之前那个叛徒提供的。他听了一会儿，看到有士兵给他们送来大盘烤肉，还有2壶酒。他趁着所有人没注意的时候，将药放到了2壶酒的里面。看着他们喝下酒之后，他进了旁边的帐篷。一般主帅的帐篷离义师的帐篷最近，他就在附近的几个帐篷里翻了翻，把里面的银子都带走，随后拿出几个药瓶，挨个的在篝火里放下药粉。做完这些，他又找到他们放粮草的地方，把里面的一小部分粮食装到空间备用。做完这些，他就照原路离开。酒里的毒药不会太快发作，火堆里的那些药粉会更慢一些，所以等着清晨大家睡得最好的时候动手最合适。而此时，在不远处大树上张望的张大开心急如焚。已经1个多时辰了，嫂子还没有出来，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啊？
他有些等不住，从树上跳了下来。人影渐渐靠近，张大开看清楚是嫂子，一脸激动地迎了上去。赶快回去，清晨攻打敌军大营，不能骑马，不然会惊扰到他们。走，我们得马上回去。王小夏一边说，一边开始朝城门口的方向跑了起来。张大开虽然不知道嫂子做了什么，但是以他对嫂子的了解，嫂子不会拿将军的前途开玩笑。两个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到城门口，去把老九叫来，我就不进去了，喘口气。张大开应了一声，留下其中一个士兵在这儿陪着，免得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士兵好奇地看着王小夏，王小夏自然也知道他因为什么好奇，微微一笑，说道：不用太好奇我是谁，能打胜仗就行了。你说的是。士兵见老大都对这人恭恭敬敬，自然也不敢怠慢。大概一盏茶的功夫，孙九州带着士兵出现在了城门口，他连忙跑了过来。来了。眼见旁边有个士兵，他没有喊媳妇儿，刚巧给你们送药，碰上就看能不能帮忙。走吧，我已经找到阵眼了，天亮之前动手，先把人都带过去，动作要轻，他们有哨兵，靠近之前先锋全部伪装好了再行动。王小夏干脆地把要求给孙九州说了一声。孙九州感激地看着媳妇儿，听完之后让张大开去准备，而后他跟在媳妇儿的身边小跑着往目的地前行。王小夏带着他们到那棵树边就停了下来，再往前走。那么多人，即便是动静再小，也会被放哨的人看到。大开，背上几把弓箭，带着你的人跟我走。老九，你跟其他人一会儿收到信号再来。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官，发话都干净利落。是。众人看到向来霸气的将军，如今对一个人如此言听计从，全都很好奇这人的身份。张大开带着自己的10来个人相互帮忙，找来树枝树叶，做好身上的伪装，这才跟着王小夏往前走。孙九州等媳妇儿他们离开之后，转头扫了一眼，随便找了个理由说道：这是本将军刻意请来破阵的高人，大家静静等着便是。原来是将军请来的破阵高人。众人明白了王小夏的来历，也就没人再大惊小怪。只有雷子知道他们的嫂子是多么厉害的人物，有些本事甚至已经胜过他们将军。王小夏带着张大开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他们分开2个小队，王小夏和张大开每人带一批人。一路上他们不能说话，全都用猫头鹰的声音做暗号往前走。到了那棵大树下的时候，他们找地方集合。王小夏给张大开做了个手势，张大开把许宁给点出来。他们都熟悉，默契程度也很好。许宁先从一个方向朝树上的哨兵扔出一个石头，哨兵低喝一声：谁？树上的2个哨兵都被吸引了视线。趁这个机会，张大开和王小夏从另外2个角度朝上面的哨兵放2箭。砰砰，2人身体落地，没等到他们喊出声来，直接被抹了脖子。干掉哨兵，3个人上了大树，在大树清楚地看到那些帐篷。张大开激动地低声说道：原来阵眼就是这棵树，奇怪，他们好像没士兵巡逻。发信号，这些等打完之后再跟你们说说。王小夏知道张大开对阵法也好奇，拍拍他的肩膀跳了下去。张大开对着下面学着猫头鹰叫唤几声，树丛中的人跟着一起学起了猫头鹰的叫声。寂静的夜，这样的声音很清晰。收到媳妇儿那边的信号，孙九州带着人勇往直前。王小夏等着孙九州他们的人到了地方，带着他们往营帐的方向狂奔而去。此时敌方巡逻的士兵早就中了药，至于长吴那几个早就晕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王小夏想从常无嘴里找到叛徒叛国的罪证，才没有直接下死手。将军，那些士兵好像都中毒了。几个士兵相继来报，中毒就对了，大家先把那些火熄灭，火里面我都放了药粉。王小夏吩咐一声之后，带着孙九州找到常无他们的议事帐篷。孙九州和雷子进来之后，看到的是他们之前的布局图。两人怒火狂燃，不用说，这肯定是那个叛徒给的。行了，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把常无抓到另一个帐篷，我催眠试试。王小夏知道他们的愤怒，孙九州拽紧的拳头松开，上前将如同一滩烂泥的常无扛到肩膀，出了这边的帐篷。你去把耗子叫来，我顺便教他催眠术，以后对你们会有用。王小夏突然觉得把耗子留在军营会是件好事，但这也得耗子同意才行。耗子一听嫂子要教他催眠术，高兴地跟着雷子就过来了。等着耗子进了帐篷，王小夏给常无喂了一颗丹药，强喂下去之后，常无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得出这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而这个时候用催眠的效果是最好的。王小夏看了耗子一眼，耗子明白地点了点头，他才打了个响指，哼哼起催眠曲。常无，你的玄武布阵图是谁给的？敌方副将高人送来的。你们的交易是什么？金矿。金矿？孙九州听完瞪圆了眼睛。什么时候有个金矿呀？为何他什么也不知道？啪嗒，王小夏打了个响指，结束了催眠，因为答案已经摆在眼前。王小夏结束催眠之后把人打晕，随后看向耗子问道：你可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就是那曲子，我……耗子还没有完全记下。这个容易，一会儿我再教你几遍。你记住，人在迷糊的时候最容易被带入催眠状态的。有些人意志坚强，要进入这种状态需要用些药物，比如说特制的迷香。我一会儿给你些，希望你以后能用这些帮到老九。王小夏扔出个诱饵，看看耗子上不上钩。扑通，耗子机灵地跪在地上，先给嫂子磕了3个响头。师父，徒儿一定不会给您丢脸，会好好在将军身边成长的。你当真愿意继续留在军营？王小夏知道耗子是个聪明的，脑子比郭13还好用。师父，在军营的这段时间，耗子想了很多，以前都干些不着边的事情，如今可以做些正事，既能学到新东西，也能帮到将军。耗子是真心愿意留下来的。耗子一脸真诚地看向嫂子和将军。王小夏很满意耗子的悟性，伸手将他扶了起来。既然你想清楚将来的路要怎么走，我就收了你。等把手上这件事情办妥之后，你就回来住上一段时间，我会把一些东西教授于你。多谢师父。耗子高兴坏了，终于能拜师了。行了，你先回去，我有些话要交代将军。王小夏摆了摆手，教授医术的事情可以等等，另一件事要及时处理。好的，师父。耗子听话地走了出去。这一走，孙九州就激动地拽住了媳妇儿的手。媳妇儿，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正经点，接下来的话你可要好好记住了。王小夏甩开孙九州的手，危机还没有解除之前，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是，都听媳妇儿的。孙九州坚定地说道。王小夏无奈地瞪了孙九州一眼，回过神，嘱咐道：你马上带着耗子和许宁今晚就走，把常务送到玄武城，找到格桑，让他想办法带你去见皇上。这是金矿地图，我在卞银昭身上得到的。你要在太亲王之前把金矿的消息告诉皇上，免得他把功劳抢走。金矿的事情禀报完毕之后，你得尽快把高人的罪名坐实，安建那张人皮带上，说不定逼供的时候用得上。张大开要留在营地跟那死太监周旋，你们离开之后，我会去一趟红砖院子，让死太监病一段时间。
等你们的消息回来之后，再看怎么处理那个死太监。孙九州目瞪口呆地听着媳妇儿把计划说完，真想知道媳妇儿这脑子到底是什么做的，所有事情都想为他想周全了。还愣着做什么？走啊！时间就是你的命！王小夏恨铁不成钢地吼了一句：“媳妇儿，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孙九州知道朝中的争斗可不比战场差，更何况他的对手是太清王。这件事儿若是不把控好，即便是手上有足够的证据，也未必能翻盘。王小夏跟孙九州离开帐篷之后，就找到张大开。孙九州离开之后，这里会交给张大开。为了避免特殊情况的发生，他们必须串好口径，免得到时候露了马脚。张大开一听事态严重，留下一批人打扫战场，带着一小批人跟着将军先回营地。这样一来，所有人都看到将军回营地。到了营地之后，才另外安排马车。孙九州连夜带着俘虏离开。有耗子跟着，王小夏不担心常无能搞出什么名堂，他也不能继续待在这里。等着张大开把事情安排好之后，他要了一辆马车，独自回桑木镇。嫂子，要不要？张大开担心嫂子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放心吧，嫂子的身手你难道还不知道？王小夏拍拍张大开，说完之后扫了一眼营地，又低声说道：多发展几个你们真正能够信任的人，一定要经得起考验的。嫂子放心，这些将军都交代过了。张大开低声回了一句。王小夏听完，放心地上了马车。军营里没有什么吃的，张大开就给他带了一些烤肉，还有一壶的水。他回到桑木镇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没有半点停留。他直接来到了红砖小院子。门口的守卫见他来过一次，不用他说话，那守卫就进去把张宇给叫了出来。张宇看到嫂子回来，故意找了个借口说道：你有的东西我让人给你买了，走走走，我带你取去。王小夏明白地跟张宇走到旁边那条巷子。进了巷子之后，王小夏也没啰嗦，把要做的事情吩咐好张宇，又给张宇塞了个药瓶子。哎，嫂子放心，我们一定把那死太监看紧了。张宇知道打了胜仗，心里高兴，一脸严肃地保证道：我先回去了，留意一下院子里那些人，若是发现有死太监的心腹，也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王小夏出来那么多天，得回去一趟。张宇认真地把话给记了下来，又给去院子里搬了2袋子粮食给嫂子带走。王小夏赶着马车离开小镇，他先回了一趟孙家村，逛了一圈，发现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他又去大孙山下看了看，大孙山下居然有人。听到有马蹄声，孙明东赶忙让磊子出去看看。磊子手里拿着木棒，打开门就冲了出去。什么人？想做什么？他凶神恶煞地大吼了一声。王小夏看了一眼，发现是明东叔家的磊子，便是自报家门：我是九州家的。磊子走近一看，还真是九州媳妇儿。他回头大喊了一声：爹，是九州家的。孙明东一听，拄着拐杖出来看个究竟，身边还跟着媳妇儿田氏。田氏赶忙扶了一把，生怕他又摔倒了。真是九州家的，活着就好啊。他说着话，眼睛就湿润了。明东叔，您这腿……王小夏看着孙明东热泪盈眶，其实已经猜到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孙明东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逃难的时候遇到那些流民打劫，不小心摔了跤，差点命都没了。可不是，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还非得回到这里。如今村子也不敢住了，只能住这地方。田氏郁闷地看着自家老头，一脸的伤心。不回来，我们还能去哪儿？身上也没银子，即便是现在玄武的兵打了回来，外面到处还是乱的。
孙明东也想找个好去处，可他很清楚，走出这个地方没银子寸步难行。战事暂时停止，但是战后修复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王小夏扭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村子，虽然他来的时间不长，可村子里有他和孩子们的心血，他心里也不好受。九州家的，你们搬到哪里去了？孙明东问了一句。不远，我们要搬回来的。李正书跟我们在一起，你们不能住在这里。之前有几个村民打雷雨天被雷给劈死了。王小夏看了一眼这些残留的木头屋子，春天雷多，这地方还真不能住下去。若是要盖房子，只能选在这边坡下，至少遇到紧急情况不用翻过山坡。磊子一听吓坏了，赶忙看向爹，说道：爹，那我们搬回村子住吧。别搬到坡上，在山下找个没人的人家暂时住下。这2人我会带着李正书他们回来，我们要另外选个地方把村子给搭建起来。王小夏说着话，目光一直扫着坡下的地方。坡下平坦的地方其实不少，大家把两边围绕起来，把屋子一条直线的盖过去，虽然有点挤，也比在山坡上强。你说的倒容易，如今庄稼种不了，饭都快吃不上了，上哪有银子盖房子？磊子媳妇儿也跟着走了出来，鄙视地看了王小夏一眼，根本就不信他的话。王小夏也不解释，也没有力气对牛弹琴，他要赶回去好好的睡上一觉，再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什么时候回来。闭嘴！孙明东瞪了儿媳妇儿一眼，他知道九州媳妇儿的本事，又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李正大哥回来？尽快吧，你们一定要小心。啊，这个给你们，我要走了。王小夏说完，从马车上拿了一袋粮食下来给明东叔，这些粮食你们收好了。磊子和媳妇儿看到一大袋粮食都傻眼了，那么多粮食，九州家的给他们，这是在哪儿发财了？啊，不，这太多了。孙明东知道现在粮食多贵，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明东叔，你照顾了我们那么久，我还一次人情也正常。王小夏微微一笑，跳上马车，赶着马车往莲花村去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等我想明白再安排。实在是太困了，希望大家能够担待些。王小夏觉得要整理一下脑子里的东西，免得说错话，让公公婆婆更加担心。你说，我们都听着。孙立正看上去镇定，其实是非常紧张。我刚才回了一趟村子，明东叔一家回去了，就住在大孙山下。我已经让他们去山坡下面找地方住下。我们的房子不能建造在大孙山下，那里依旧是雷电地带，即便是我们要建造砖瓦房子也会出问题。我看了一下地形，我们可以把房子建在小坡和大孙山的中间，实现建造房屋，虽然有些拥挤，但是比较安全。王小夏先把建造房屋需要注意的事情说了一遍。孙立正和孙青毛他们都知道山里的秘密，而且他们也见识到大孙山下出的事情，都同意了王小夏的安排。行，那我们明天就回去，还是怎么样啊？三屯叔追问道。明儿早上开始，一小部分人留下，其他人回去村子先盖几间木屋，记得木屋要盖在同一块地方，不用盖太多，一开始大家挤一挤，够我们所有人住就搬回去。回去之后，我们再另外盖需要的房子。王小夏心里考虑着要不要把烧砖的法子告诉他们。之前他没这个打算，怕太过锋芒给自己惹麻烦。可如今大家也见识到他的本事，就没有必要再躲躲藏藏。正说着话，周氏端着热气腾腾的面条进了山洞。闻到面条的香味，王小夏彻底没力气说话了。见状，大家都沉默下来，静静地等着王小夏把面条吃完，汤喝完。李正说，我暂时没有什么要跟你们说的。马车的车厢在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粮食，
你们一会儿安排人先把粮食搬回来。山洞口有棵板栗树，我在树上画了个圈，记得每天回来的时候把车厢放回原来的地方。大家动作要快些，山下村子估计很快也会有人住了，到时候马车就没有地方放了。王小夏把要交代的都给交代好了，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脑子已经犯迷糊了，身体往后躺了下去。娘！老四吓了一跳，别喊了，也不知道这2天他在外面有多奔波，他太累了，给他好好睡上一觉。王氏看着九州媳妇儿那么疲惫的样子，可是心疼坏了。所有人都静静地退出了山洞，如今不用担心外敌入侵。山洞里剩下几个孩子守着王小夏，其他人都跟着孙礼正去外面商量重新建造村庄的事情。郭13见他们要回村子，有些担心地看了孙礼正一眼。他们以前都是土匪，真正安定下来，这些人会不会嫌弃他们？王小夏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3天的中午，这一觉睡得真舒服。若不是饿了，他还能再继续睡。像这样耗体力的事情，以后恐怕还能碰到很多。他得研究一些可以补充体力的丹药，这些李老头可能会知道。走出山洞，男人们大多都不在，连公公和3屯叔都没看到。王氏告诉他，大家都去盖房子去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会回来，估摸着还有2天，大家住的木屋子就能盖好。娘，我看13叔这2天心情好像很不好，也不知道怎么了。老四凑过去说了一句，王小夏仔细想想，大概猜到郭13的焦虑。其他人还好，可他以前是土匪头子，他害怕下山之后这些人不管他。毕竟神心这种东西真的说不好，特别是像孙始末这种人。没事的，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说。王小夏拍拍老四，而后去找李正叔。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孙礼正的身体好了很多。因为要搬回去的事情，他心情好了，脸上还能看到红润。九州家的起来了。孙礼正拿着炭笔在写画画，以前很多字他还认不全，跟着大家读书写字那么久，他现在认识的字可多了不少。王小夏看到李正书画的像是村子里的布局图，上面标得很清楚，却在耕地那里停住了。李正说，那些耕地可以种药材，不过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要勉强。王小夏大概猜到了李正书的心思，话倒是没错，王小夏也是怕万一。放心吧，今晚开会就把这件事提一提。13他们干活卖力，这也是大家看得见的。孙礼正明白九州媳妇儿的担心，他能做的都会做。有了李正书的话，王小夏也不再说什么。他想着烧砖的事情，以后会是个不错的活计。他打算把这活计交给郭13，让郭13心里有些底气。到时候就算在村子里住下来，也没人会说什么。傍晚的时候，所有人都回来了。郭13看上去有气没力的样子，看得出明显是心情不太好。孙礼正和王小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吃了饭过后，孙礼正就开会表明了态度。孙始末原本就担心郭13他们若是住在村子里，会不会分了大家的地。如今李正书说不分，他也就放心了。至于他们怎么生活，他才管不着。郭13心里有些憋屈，没有地根本就没法立足，他们这些人吃什么？平时挖药打猎都可以，可到了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不仅是郭13担心这个问题，刘屠夫2口子也有些烦恼，特别是张氏，他的身体还要养，可他们不能老是依靠王小夏，得找个挣钱的生计。张姐、姐夫，你们不用愁眉苦脸的，回到村子我们还有大把要做的，张姐好好养着就是了。郭13，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王小夏给张姐和姐夫吃了颗定心丸，把郭13叫到别的地方说话。郭13看着嫂子，心中的憋屈都涌了上来，嘴里滔滔不绝地说道：这挖药和打猎虽然都能挣钱，可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没有地，我们那么多兄弟怎么活呀？我教你这个本事，但是你不能说是我教的。这本事能让你们在村子里立足，但是不用靠这些养活大家。等我们安定下来之后，我会开个作坊，做药做香囊，到时候你们这些人就在作坊里干活，不会亏待你们的。王小夏把心里的打算跟郭13透了个底儿，让他安心住下来。郭13一听，眼睛一亮，好奇地追问道：嫂子要教我啥？烧砖。郭13愣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连给嫂子磕头。您就是我郭13的再生父母，以后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我郭13能做的，一定给您做到。烧砖呐，若是学会了，那可不是温饱的问题，完全可以把生意做大起来，比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强多了。行了，起来吧，教你这个不是让你发财，只是让你们能在村子里立足罢了。王小夏又重复刚才的话。郭13抬头看了嫂子一眼，这才明白了嫂子的意思，他听话的点点头。回去吧，人勤快一些，脑子灵活一些，哪里都能活，就看你要怎么活罢了。王小夏说完，找李老头说起那可以提升体力的丹药。李老头听完，认真的想了想，还真想到了一个丹方，他将方子写下来交给师傅看看。王小夏看了丹方上的药材，这只是普通的提神丹方，估计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关于丹药的书太少了。李老头说，他手上那几本已经算是世上少有的，而他想得到更厉害的丹方。小主，空间升级到1000平米，地图第3次升级，能找到灵芝人参品类的药材，会得到1亩灵田、1池灵泉水，以及1本绝妙丹方。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一段文字，让他眼睛一亮。现在的空间只有250，要升级到1000平米，还需要7500两银子。他上哪儿打劫去啊？这段时间倒是瓜分了一些银两，也补充了很多东西，就剩下不到300两银子，连7500的尾数都没到。可是这次给的条件真的很诱人，先别说那本绝妙丹方，光是那灵田和灵泉水就非常诱人。若是空间里能种药材，找些人参灵芝种进去，就不用担心会缺药，而且这东西拿出去都能卖大价钱。可7500两的大缺口怎么填？对了，金矿，他可以去金矿那里看看，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趁着现在玄武这边还没有派官兵过去，他可以趁那些人还没有过去之前捞一笔。就这么安排着，反正在空间里吃住也不会被人发现。不过他得去镇上买一些好点的锄头、匕首什么的备着。有具体的地图，找到金矿所在地不难。有黄金的地方一般都会出现碳金草，碳金草越多的地方，地下的黄金就越丰富。关于这一点，他还是有些经验的，毕竟挖金矿这种事情他也不是没做过。那次被敌人抓住，扔到金矿做奴隶，差点就要了他的命。回来之后，他就带着把郭13带到小孙山脚下，把烧砖的步骤跟他说了好几遍，确定他都记下来，他就让郭13带了几个人过来，一起鼓捣出了一个小砖窑。今晚开始，郭13几个就留在村子里，不用回去了。大家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有人都默契的没问。这晚，他们在砖窑旁边搭建了2间木屋。山脚下打雷下雨的时候别来就行，平时来干活还是没问题的。烧砖这活王小夏算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不管是小孙山还是大孙山，山里都有红泥，这种红泥烧出来的砖颜色好看，而且很耐用。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第一窑砖出土，效果还算不错，5成的砖是能用的，剩下5成都有裂开的地方。王小夏仔细检查了那些裂开的砖，又去看了看那些泥土，一时半会儿没琢磨出原因。不过有一半能用也是不错了，至少不用再担心没砖盖房子。13，方法你自己知道就行，谁也不能说。操作的时候，每个人做什么都必须要分开，明白吗？王小夏把事情跟郭13交代清楚，他暂时可以把控郭13，但是其他人就难说了。郭13明白人心，即便是这些人都跟着他做事，见到银子之后未必不会有小心思。其实他也会，可是他知道嫂子的本事，若是背叛嫂子，光是老九哥就不会放过他。嫂子放心，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记住的。他认真的给嫂子保证道。那就行，去休息吧，明儿一早你就拿着砖去找李正说，该怎么说就不用我教你了吧。嫂子这么相信13一定不会让嫂子失望的。郭13说完，拱手行了个大礼。王小夏见郭13有这样的觉悟，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摆了摆手回去睡了。第二天一早，孙李正就一脸高兴地召集大家，把郭13烧砖的事情跟大家说了。郭13答应给现在的每户人家免费烧砖，至于后面回来的，可以用市场3成的钱在他这里买砖。3成这件事只能保证1年，1年之后，本村的人买砖可以按照市场价格8成卖给大家。听到这些话，大家都很高兴，而且这2天也陆续回来了好几户人家，都为赶上这样的好事而高兴。孙李正让大儿子把每户人家都登记好，人家免费给烧砖，也不能让人家白干活，等以后大家好过一点之后，全都按照1成的钱返还郭13。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反倒是让郭13心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毕竟这活是嫂子教他的，他也只是照做罢了，现在要收钱好像不太好。既然是给你的，你就好好拿着，兄弟们挣到钱了，你这个老大才有意义。王小夏见郭13看着自己，说明这小子不是个贪的。好，听嫂子的。郭13见嫂子开口，这才敢答应收钱。王小夏见大家干劲十足，他打算再拿些粮食出来，然后离开1个月，理由他也找好了。李正说：爹娘，有种药材我一直在找，但是这些山里都没有，我得出去一段时间，少则1个月，多则1个半月就会回来。嫂子，我们陪你去吧，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郭13有些不放心地说道。对呀，娘，我陪你去。老二也跟着附和道。王小夏知道他们肯定是要跟着，也找了别的理由。不了，除了去挖药，我还要去拜祭我师父，还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师父的忌日了。听到这话，所有人就没再追问，毕竟这关系到人家师父的忌日。李老头醒目地看出师父离开恐怕还有别的事情，便是帮着说了一句：师傅，您出门小心一些就行，家里的事情小老儿会帮着看着点。行，一会儿我画张图，到时候家里的院子按照图纸的盖好，另外就是盖个作坊，等我回来去县城看看。李老头也去看看大家的田地适合种什么药材，这个不用等我回来，看好了就种下，当然不愿意的都不勉强。王小夏也说了一声，实在是田地不够，大不了去山里开荒。我们家全都种药材。孙青毛第一个表态。我们家也是，就是我家人手怕是不够用。孙三屯也跟着表了态。不够用可以出租给13他们，可以3-7分，这样他们也有地能种，地也不会闲置下来。哎呦，这法子好啊，我们家的地也多，到时候可以租点给他们。孙大亮也在旁边说了话。第二天一早，他出了村子，到了镇上，他得多买几把挖矿用的工具，还有需要的干粮。
1个多月的时间，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在镇子上逛了好大一圈，把该买的买齐了。他出了小镇，等到一辆往望城方向去的马车，他直接坐在马车上，看看风景，顺便看看地形。反正躺在上面，他也不用担心掉下去。大概1个时辰之后，他来到了山脚下。这金矿就在山坳里，不过他发现山下有营帐，他留心地进去看了看。这是青龙国的兵符，应该是青龙国另外派出来的守将。这守将还真聪明，选在山脚下的扎营。若不是孙九州要去证明清白，乘胜追击京城，恐怕早就拿下来了。不过好饭不怕晚，既然碰上，那就不能漏了。他先找到他们的议事帐篷，这次主帅叫彭虎，5大3粗，身上的气势很不一般，一看就是一个猛将。也不知道这人擅长什么，不管了，先去各个帐篷搜刮一通，再把粮草给卷走，让他们乱一乱，暂时没空攻打玄武就行。但是这种事情白天不好干，得晚上再来。他先去山坳里找到金矿所在地，图纸上标出的地方果然看到了很多金草。金草越茂盛的地方，下面的金矿就会越多，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他又在附近看了看，确定没发现猎户，拿着小锄头开始在金草茂盛的地方开始挖。没挖多深，果然见到了金疙瘩。他将金疙瘩收到一个篮子里，又继续挖。挖完之后，不忘把这些泥土给埋回去，免得太多坑，真有人进来会发现。不远处的地方，他发现了一条小溪，溪水应该是山上流下来的。他进去洗了洗手上的泥，发现溪水里居然也有金矿。看来这地方的出矿率估计很高。哼，真是便宜玄武朝了。空间放了几个藤篮，还有盆子，只能用这些工具把小溪中的矿石给筛一筛。筛了几次，发现里面找到了金疙瘩，大多是指甲盖大小的。他去林子里找些藤条，编制出了一些适用的筛子。第一天的任务就是把工具准备好，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不过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他没急着继续干活，而是去了山脚下的营帐。此时营帐里篝火闪烁，彭虎还在跟他的副将们研究着营救计划。桌面上摆着望城的布防图。王小夏进去听了听，觉得这个彭虎的脑子似乎没有安建好用。哎，将军帐篷刚才是不是有人进去啊？难道是我眼花了？之前那个士兵揉了揉眼睛，皱了皱眉头。好了好了，走走走，咱们喝酒去。另一个士兵说完，转身就出去了。王小夏等着两人彻底离开，才开始翻找银两。找了几个地方，倒是翻出了1000两银票，还有100多两银子。不错，彭虎比安建有钱。放好银票，他又去旁边的几个帐篷翻了翻。等他收工的时候，已经到了午夜。或许是那些人太过疲惫，也没有想过营地里还能有贼，回到帐篷也就睡了。王小夏稍微等了等，等到午夜的时候，他给彭虎下点料，再去杀几个官兵，然后才把粮食给搬空。做完这些，他烧了把火，先烧的就是放粮食的几个帐篷。为了能让火势大些，他撒了些油，让人看上去是从里面烧起来的。闻到油的味道，会让敌军以为有人故意要烧他们的军粮，最好是他们以为是内贼，这样又能让他们乱一阵。只要他们乱了，也就暂时没有心思救人和打仗了。不好了，粮草被烧了！我靠，我的银子不见了！我的银子也不见了，营地里出贼了！大半夜，军营突然一片混乱，彭虎还睡得迷迷糊糊，最后还是副将将他给弄醒的。彭虎醒来，听到副将的话，气得直接跳起身来。他发疯了那般，先去查看粮草，
此时那几个帐篷已经烧完了。将军，很多人的银子不见了，这件事有些蹊跷啊。副将严冰觉得今晚的事情有些邪门，能不邪门吗？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他彭虎身为将军，居然睡成了猪。他向来都比较惊醒，不是有人动手脚，又是什么？是那个家伙，肯定是那个家伙！该死的，居然敢阴老子！他气呼呼的一拳头打在大树上。将军，会不会是敌军的人搞的鬼啊？严冰觉得未必是将军的死对头动的手。不是他还能有谁？那家伙认识不少奇门异事，他明面上争不过我们，暗地里肯定不死心。彭虎可以确定，就是他的死对头林木聪干的。严冰这会儿不说话了，那林木聪的确是个有本事的，就是太过奸诈，妥妥的一个小人。不过他还是不放心，又把在外围巡逻的士兵叫过来问话，确定外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把怀疑的对象定成了林木聪。他娘的，早晚有一天老子要弄死那个畜生！将军，我们现在的粮草都没有了，得先把粮草搞回来，不然我们也没法打仗啊。明儿回城一趟，我找我老丈人想想办法。一听将军谈老丈人，严冰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得出这件事很为难。王小夏看着彭虎的脸色难看，心情极好的趴回山坳。这收获还算不错，碎银加银票一共搞到了3200两，离7500又近了不少。他虽然很想尽快开辟灵田，可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也不能身上一点银子都不留。空间收了敌军的粮食，倒是有些拥挤。他先用掉3000两，增大了300平方仓库。这下仓库大了，他就算再去偷袭敌人的粮仓，也能有地方装东西。不过他还得去一趟军营，把这边军营的情况跟张大开通个气，可不能在老九离开这段时间把地盘给弄丢了。这么一想，他又坐不住了。他看了一眼溪水里的金疙瘩，转身下了山，再去敌方军营查看了情况，还临摹了一份敌方的布防图，弄好了之后才往望城跑。跑到城门口的附近，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一半粮食拿出来藏好，终于在天黑之前进了城门。张大开身边那几个人见过王小夏，看到是高人回来，赶忙去禀告张大开。王小夏很快见到张大开，他也不浪费时间，把外面敌军的情况跟张大开说了说。张大开听完目瞪口呆，一脸佩服地看着嫂子，说道：嫂子，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你太厉害了！走，先带人把粮食取回来，其他事情再说，可别被附近村民把粮食给搬走了。王小夏催着张大开带人去搬粮食。张大开一听有免费粮食，带着自己的几个亲信赶着马车出城，先把粮食给搬回来。王小夏没有继续跟着进城，在城外把敌人的布防图交给张大开。从今天开始，天黑之前必须把城门关起来。他们不知道安建已经不在你们手里，但是他们肯定会偷袭。城门口的守卫千万不要马虎，练兵的事情也不能落下。还有，他把想到的都交代了下去，然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张大开看着嫂子的身影，嫂子简直就是个神人，居然再一次混到人家军营去了。张副将，我们是不是得回去了？跟在张大开身边的小兵过来问了一声。走，从明天开始，天黑之前关上城门，晚上加派人手在城墙上巡逻，粮食分开囤放，以免发生意外。张大开当即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如今将军不在，他就要挺直腰杆把城门给守好，不能让将军失望，更不能让嫂子失望。不远处的王小夏看着他们进去关上城门往回走。这一天来回奔波有些累，可是他心情确实很好。好不容易爬回了山坳，却发现不远处的林子发出了沙沙的声音。野猪？没错，肯定是野猪。
他很快证明了自己的判断。一头野猪正在地上扒拉着什么，他凑近一看，这不是土豆吗？这附近没人，怎么会有土豆呀？难道是野生的不成？他努力回忆了一下，貌似没有看到书里提到有土豆呀。他先解决这头野猪，有空间做掩护，干掉一头猪对他来说太容易了。野猪很快就被撂倒了，扔在了旁边。他拿小锄头在旁边挖了挖，发现这一块地都是土豆，若真是挖出来，估计能有上百斤。我的个乖乖，这下发财了！地里没法种粮食，把这些弄回去可以种一茬啊，到时候留点种子，等下一茬的时候就能有大收获了。哎，这山里的宝贝可真不少。白天的时候再到处看看，说不定还有别的惊喜。王小夏早上在山里逛，下午就到溪边淘金疙瘩，这样的日子一下过去大半个月。这天晚上，他又去了敌军营帐，发现敌军的粮食又满仓了。想到上次安建被偷之后把粮食分开放，他又在军营里逛了一圈，没有发现还有地方装了粮食，估摸着这个彭虎脑子没有安建好用。不过这都无所谓，他先去看看那些战马。站在马棚里观察了好一会儿，他发现敌人的马夫养马很专业，这战马养起来跟普通的马匹还是有区别的。他曾经为了老板赌马可以赢钱，刻意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骑士，跟马夫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所以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看出这里面的道道。这些以后是要跟张大开他们说的。看了一会儿战马，他又摸进了议事帐篷，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彭虎愁眉苦脸的，严冰的脸色也不好。那林木聪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压下我们一半粮食。彭虎说完，一掌拍在桌子上。严冰身体一颤，看着将军发那么大的火，赶忙安慰地说道：将军息怒，若是您动手了，就是着了那老狐狸的道。如今粮草我们还是够用的，您莫要担心太多。话是这么说，我这心里不痛快呀。彭虎郁闷地说着，本来以为是个好差事，只要打个胜仗回去，就好向老丈人交代。这下可好，胜仗还没打下来，倒是先丢了粮食。想到那天老丈人那张黑的不能再黑的脸，他的心都有些颤。严冰知道将军的老丈人有钱，只是那老丈人不好说话，他也不想将军那么委屈，在旁出了个主意。将军，我们这粮食可以分开囤防。如今开春，山里猎物多，我们可以去山里打猎，把一部分粮食省出来。这法子好，囤些粮食，以免会有什么状况出现。林木聪那个老狐狸是盯上老子了，你们也都小心一些，别给他抓到什么把柄。彭虎这么提了一句。空间里，王小夏想着，若是这些人去山坳子里打猎，情况很可能被发现，到时候得加派人手看着这里，那他怎么挖金疙瘩？这可怎么办？他认真的琢磨起来。好一会儿，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个不错的法子。春天山里蛇很多，只要在附近撒些蛇粉，把那些蛇引来，他们多半会搬家。旁边还有很多山，只要不在这边山脚下，去哪里都行。说干就干，这些日子在山里也弄到了不少好的药材。他花了几个时辰把药粉做出来，找地方把药粉给撒了，等着那些蛇的到来，再看看彭虎他们有什么反应。正想着，半空中浮现出了几个字：小主需要用金子增大空间吗？可以吗？王小夏一脸惊喜，若是这些金疙瘩可以直接增大空间，那这些银票就可以不用花了。不对，这些银票不是玄武国的，到时候拿出去花也会惹麻烦。小主可以将银票换成现银，手续费扣除1成。空间又浮现出了一排文字。真黑呀，这个王八空间
居然连主人的银子都坑。王小夏翻了翻，有500两的银票，他把银票换成了银子，然后把这些日子淘到的金疙瘩用来支付那剩下3500两扩建空间的费用。恭喜小主，空间升级到1000平米，地图第3次升级，能找到灵芝人参品类的药材，会得到1亩灵田、1池灵泉水以及1本绝妙丹方。空间上空又浮现出了几个字，王小夏手上突然多了一本书，再看前面多了一扇门，打开门走出去，这儿变成了一个小山坡，而他扩建的房子成了一个小阁楼。门口除了空地，还有一块灵田，灵田不远处有1池泉水。灵山灵泉，这下金手指厉害了，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若是外面待腻了，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灵田还能扩建吗？他激动地问道。灵田扩建1亩需要1万两银子，地图再次升级需要10万两。空间地盘可以使用，每次扩建房屋面积价格不变。这是天文数字吧？现在的地图对王小夏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谁去浪费这个钱呢？空间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上空又出现了一段文字。再次升级地图可以探矿。哦呵，这空间要不要这么牛叉呀？探矿，一个矿挖出来，那就不止10万两银子了。可这地方可不会给你私自开矿呀，貌似对他来说用处还不是很大。想着这么长时间就挖了那么点儿，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也不能告诉外人，这买卖还得小心琢磨琢磨。哎，算了，看看再说吧。他先去看看灵田，看上去跟普通田地差不多。明天去山里找找有没有灵芝人参，弄1两株放到灵田里面试种一下。经过灵田，来到1池清泉面前，他用手捧着喝了一口灵泉水，清甜润喉，喝起来跟普通的泉水相差不大，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以前看过那些小说，有些灵泉可以洗髓，有些灵泉可以治病，有些灵泉可以让田地变得肥沃，而他的灵泉能做什么？小主想要的灵泉都能办的，熬药的时候把灵泉放进去，药效可以增大好几倍。用灵泉沐浴可以洗髓，用灵泉灌溉田地，田地里的植物会比普通的药长得快，直接饮用可以延年益寿。空间上出现了想要知道的答案。哇，这回真的是赚大发了！王小夏高兴地蹦跳起来，这回爽了。他回到山坳里，把一片的土豆挖了，种在灵田里。灵田里面种土豆，也就他那么豪了。他也没办法，灵田里可以加快成长，这些土豆很多还是一点点大，有的还是苗。他想回去之前看能不能给大家种些种子出来。时间一晃又是半个月，算算时间，出来1个多月，他也要回去了。不过羊毛还得继续薅呀。他去了马棚，将马匹全都收到了空间。趁着这些人还昏睡着，他尽快回到望城门口。这2天彭虎来宣战，城门是关着的，这可是有些难为王小夏了。小门里走出来一个士兵，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士兵，正是张大开那天带着一起去探路的其中一个。王小夏从空间出来，直接走到城门口。城门上有人看到了王小夏，便是大喊起来：有人来了！城门上的士兵这么一喊，门口的士兵都警惕地拿起了兵器。张琪，别慌，是我。王小夏喊了一声，去把张大开找来，让他带些人跟我去收东西。王小夏没有多说，吩咐完之后就在原地等着。一盏茶的功夫，张大开带着信任的10来个人出了城门口。跟我来。王小夏说完，转身带他们来到一座林子外，
让他们都在林子外等着。他进林子找了个地方把战马放出来，牵着其中一匹战马走在前面。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正是彭虎的战马飞扬。张大开不知道嫂子这回又要给他们什么惊喜，心情还有些紧张。没一会儿的功夫，见张提激动地喊了起来：“马，好多马！这是战马，这么多战马！”他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张副将，这好像是彭虎的飞扬！天哪，高人，您怎么做到的呀？张提一脸崇拜的目光。回去再说。张大开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战马，嫂子实在是太神了。我说今儿怎么没见他们一早就来叫嚣了？原来战马都被我们的高人给弄走了，高人太厉害了。张提越说越带劲儿，那崇拜的眼睛冒着光。张大开好几天没睡好了，这应战和不应战之间徘徊。不应战会让敌方觉得他们是懦夫，若是应战，将军不在军营的事情就会暴露出来。王小夏自然知道张大开心中的顾忌，这些日子辛苦了，做得不错。我还怕做不好。回去吧，有些事情要跟你说说。走，见你们将军去。将军闭关了，估计没那么快出来。两人翻身骑上马，先一步回城里的军营里。把战马的事情处理完之后，王小夏又把敌军现在的情况给张大开说了一遍。张大开听完更加发愁了。若是那个林木聪跟彭虎联合，那我这里肯定顶不住。放心吧，他们两人水火不容，不会凑到一起的。不然刚才我就直接把彭虎给宰了。留着彭虎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没了战马，一时半会儿不会来叫嚣。说是出了特殊状况，让人去村子里找我，给我弄辆马车。我出来1个多月也该回去了。要不我让张提送您回去，那小子机灵得很。张大开想让张提去认个路，他如今手上的人不够用，信得过的几个都被安排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也觉得他挺不错的，可以培养培养。那个死太监最近没有出什么问题吧？你偶尔要去看两眼，现在是关键时期，可不能出什么差错了。王小夏算了一下时间，孙九州应该已经到了玄武城，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是否顺利。张提早就对王小夏崇拜坏了，一听可以送他回去，高兴的连连点头。有劳嫂子的帮忙了。张大开恭敬的给嫂子拱手行了个大礼。嫂子，这高人还是个女子。张提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傻小子，这是将军夫人，记住，这件事打死都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吗？张大开看了张提一眼，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他很难相信一个妇人居然有这样的神通。我发誓，死也不说。张提立马竖起手指发誓。行了，走吧，一会儿去镇上，我还得买些东西带回去。王小夏说完，先走出了营帐。这个拿着。张大开把自己的军饷扔给张提带上。很快，一辆马车停在营地外面。张大开让人搬了几袋粮食送到马车上。看到粮食，王小夏想起这回算是便宜了彭虎。可若是再把粮食卷走，彭虎可能会因为再度丢失粮草，被林木聪背后捅一刀。换成林木聪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拖延时间了。马车一路狂奔，王小夏有些累，就在上面睡着了。到了镇上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张提叫醒了嫂子，两人去了一趟红砖院子。张提让嫂子在马车上等着，他去把章鱼哥叫出来。嫂子，这是日子过得清闲，两人都发福了。之前让你们练的那些，你们有继续练吗？章鱼知错，从明日开始会继续修炼的。你们都是随时要上战场的人，练好了自己的功夫才能保命，切记不可浮躁骄傲。王小夏又教训了他们2句，再说了说那边的战况，就让张提赶着马车去买东西。等把需要的东西买好之后，他让张提去镇子口等着，他要找个地方把那些土豆拿出来，
回去之后才能把土豆给种上。张提没见过这东西，看着嫂子背着这篓东西，很是好奇地问了一句：“嫂子，这是什么？”“你没见过这东西吗？”王小夏从背篓里拿个土豆递给张提。张提认真地看了看，确定地摇了摇头。王小夏心里想着，可能他们真不认识，把土豆扔到背篓，就让张提赶着马车往回走。回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1个多月没回来，村子里已经多了好几座红砖房子。看来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勤快。听到有马车的声音，老二第一个冲出了院子，然后朝马车跑了过去。老二身后跟着老三和老四。3人看到是个陌生男人，眼底布满了失望。王小夏看到老二他们跑过来，让张提停下马车，然后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娘，是娘回来了，真的是娘回来了。王小夏这些日子也很想念这些孩子，这就是家人的牵挂，这是他前辈子没有过的感觉。娘刚回来肯定累，老四还不快下来。老二说着话，上前把老三给拽了回来。王小夏看着老二像个小大人一样，上前摸摸他的小脑袋，让他们带路回家。跟着老三他们回到家，看着这红砖大院儿，他心情极好的回头看向张提，说道：“马车赶进院子，爹娘，这是大开的兄弟张提，大开让他送我回来的。”孙青毛和王氏听说九州家的回来，也都从屋子里出来了。“大兄弟，进屋，今晚住上一晚，明儿再走。老婆子，赶紧去给他们做饭，2人应该都饿了。”孙青毛说着，把大门打开，让张提把马车赶进院子里。之前九州媳妇儿说了要开作坊，以后肯定还得买几辆马车，所以他们故意做了个大院子，院子里可以晒药材，也可以放车厢。师傅啊，这是照你要求盖的房子。李老头听说师傅回来，也从山脚下跑回来了。王小夏回过神来，看向李老头，说道：“这次出去带了点好东西回来，一会儿给你看看。”师傅捡到宝了。张提见着老头叫嫂子做师傅，嫂子得有多厉害，一个老人都拜他做师傅。老二，先把粮食搬下来，那筐子东西找个地方放好，很快就用得上了。从屋子里出来，王小夏才意识到回来那么久，有2个人没出现，有些担心地问了一句：“图图和老大呢？怎么不见他们人呢？”“娘，村子里的人回来的差不多了，白天跟着李爷爷种药，晚上图图和大哥被请过去教那些孩子识字。”老二一脸自豪地说着，他们家可是出了2个有本事的人。看着老二那自豪的小样儿，王小夏用手指戳了戳他的鼻尖。李老头一直在院子里等着，想知道师傅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看到师傅从房间出来，他就笑嘻嘻地迎了上去。王小夏没把绝妙丹方拿出来，免得这老头太过痴迷。他之前为了增加记忆，把看过的那些页面都抄录了一份，把这份抄录的递给李老头。李老头恭敬地双手接过来，他着急地翻开看了看，看到里面的丹方，脸色巨变。这些都失传了，师傅，您哪儿弄来的？他无比吃惊地看着师傅。这个不用管，反正保证是真的就行了。明天再看吧，等我想起其他的，再给你写点出来。王小夏知道李老头痴迷这些，这完全是对医术的热爱，这种人值得尊敬，所以他才会把这些拿出来给李老头。李老头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如获至宝地抱着本子回屋去了。第二天一早，张提就回去复命了。王小夏嘱咐他，回去让张大开在城门口设置一个阵法，以往万一城门就此关闭，晚上巡逻的人不能减少。张提把嫂子的话给记上，接过他给的几个包子、一壶热水，
赶着马车回去了。张提一走，孙青毛就问起了孙九州的情况。王小夏只能找借口拖延时间，告诉梁老，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敌方还在叫嚣，一时半会儿是没法回来的。孙青毛也知道大儿子身不由己，也没再问什么，跟公公婆婆说了会儿话，他就拿着2个土豆找李正书去了。郭13这段时间都忙着给大家烧砖，一时半会儿走不开。等他忙完手中的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半夜，他只能大早上过来见见嫂子。嫂子，您回来了。他说着话，高兴地迎了上去。回来了。我就说13很厉害，没有你哪会有这些砖瓦房呀，辛苦了。王小夏一脸欣赏地说了一句。郭13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挠了挠脑袋，脸红了。是啊，不是13，我们也住不上那么好的屋子。孙青毛也觉得郭13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走，跟我一起去李正书那边，我有件好事儿要跟大家说说。王小夏想要尽快把土豆给种上，免得耽误了时间。如今大家都在附近搭建房屋，所以住的也都很近，没多久就到了孙李正家里。孙李正听说九州家的回来了，打算亲自去一趟，没想到人家上门来了。到院子里来坐。13呐，多亏了你弄这个红砖出来，不然我们也没这么好的房子住。九州家的还是你有眼光，13是个人才呀。他看到郭13也跟着来，对他那是赞不绝口。王小夏听到李正对郭13的赞赏，知道他在村子里已经立足，心里也替郭13高兴。您过奖了，还多谢李正书的收留，多谢嫂子的帮助，要不然我们兄弟几个真的没处可去啊。这次我出去在山里找到这个，现在正好把这些种下，过几个月就能收获。这是什么？李老头好奇地拿起一个闻了闻，又翻看了一番。这个东西啊，叫土豆，可以当做主食，也可以用来做菜。这是在山里发现的，种起来也比较简单。如今很多人种不起粮食，可以种这个。不过我现在手里的种子有限，这一茬儿估计也就能种几亩地，要等到下次收获之后才能多种些。王小夏将土豆介绍给大家，屋子里的人都没听过这东西，更别说吃了。孙李正也为粮食的事情发愁，虽然现在他们已经种了些药材，可也有不相信的，还等着去种粮食。而种子小镇上有卖，价格却是贵得离谱。村子里有一小半跟着我们种了药材，还有一大半都在观望。而且我们的地现在也没种满，每家留了一些下来，看看能不能买到点种子。他把现状跟九州家的说一说。王小夏也明白，很多人已经习惯种粮食，战乱虽说平息下来，可外面的局势不知道怎样，不少人为了重建家园辛苦地奋斗着。而这种时候不乏那些无良商家，就算不去看，也知道今年的种子得有多贵。相信的人会相信，不相信的人怎么说也不会相信。李正说，剩下的地不种药材，就种土豆吧。不过说是他们不愿意，我们也不去强求，毕竟挣钱这种事情自己不上心的，我们何必为他们上心。他说完看了在座的人一眼。嫂子，你说怎么做，我跟着就是。你不用管，把你的砖烧好。我看村子里还有想要盖房子的，先把房子都盖上，你派几个人出来给我就行。这2天把土豆种上，没事做的人可以上山找些药材，那些药材你们也都认识。我抽个时间把剩下那些药材给卖了，到时候给大家把钱分分。王小夏知道赚钱是刻不容缓，可是他口袋里的银子不会拿出来。人心贪婪，他不可能惯着那些偷懒的人。孙李正见九州家的执意要种这东西，便是让阳光把家里剩下的几亩地拿出1亩地出来跟上。王小夏现在的种子也就只能种几亩地，空间里倒是也种下了一些土豆。
但是这些土豆在没必要的情况，他不会再拿出来。这可是林田种出来的土豆，他得留着给家里人吃。嫂子，村子里的砖估计也烧不了多久，而且很多人都是欠着钱没给的，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不够吃喝啊。是啊，单靠村子里的人养不活大家，而且这战乱刚刚过去，很多人也不敢冒险，所以即便是你们扩大客户，也未必能挣到钱。王小夏一路回来，看到很多村子的人也都住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村子如果不是出现特殊情况，也不会这样大面积的盖房子。说完，他静静地想了想，随后有了新的决定。明天开始，留下几个人看着砖窑，大家轮流带着村子里的人上山挖药。现在是春天，山上的好药不少，但是山上有蛇，上山之前必须都涂上去蛇的药再去。还是跟以前一样，把你们认识的挖回来。这2天我把土豆的事情弄好，就去县城看看药材的价钱。他把新的打算告诉大家，让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李老头站在那儿发呆，脸色还不太好，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王小夏却是一语道破了李老头的心思：你如今这张脸等于是换了个人，估计也没人知道你是谁了。李老头摸摸自己的脸，若不是恢复了记忆，照镜子的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老头。师傅，什么时候去县城，我也跟着您去长长见识。他见自己的心思被师傅看穿，干脆鼓起勇气迈出一步。师傅，其实市面上比较需求的是一些可以安眠的香囊，特别是一些病患常年都睡不好那种，非常需要，做起来也不太难。李老头给师傅提了个建议，王小夏觉得简直是不谋而合。失眠在什么地方都会出现，这样的香囊不愁没有市场。除了香囊，他还想去做一些泡脚的药包。药包可以做有助于睡眠、减肥，还有医治某些疾病的。这些品类可以很多，具体还得看看市场需求如何。从砖窑往回走的路上，他们正聊得高兴，突然碰到了一个大傻子。那傻子一看到王小夏，就满脸热情地迎了上来。小夏，你看个日子，我上门娶你。张秀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还十分不要脸地说出这样的话。郭13几人听了，直接就傻眼了。这是哪儿冒出来的傻子？脑子有坑不成？王小夏几乎忘了这个渣男，没想到他还敢往自己身上凑。不过还没等他开口，人就被踹飞了出去。砰！张秀才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很快砸在地上。幸好这些地上都是泥巴，不然他这身骨头估计得裂几根。什么妖魔鬼怪，居然敢亵渎嫂子，你是不是想找死啊？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张秀才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前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如今这个丑八怪那么厉害。他想着为了能过上好日子，不惜压低的身价把人给娶了，没想到这丑八怪居然翻脸不认人，还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个这么厉害的姘头。你这种人渣也配说这2个字？人家刘寡妇可是为了你连脸都不要了，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王小夏嘴上这么说，心里知道这人渣是想做他的小白脸。一听提到刘寡妇，张秀才还觉得是这个女人在吃醋，便是一脸委屈地说道：都是那女人一厢情愿，我可从未许诺过她什么，你可别听她瞎说。王小夏忍不住笑了。渣男向来都自我感觉良好的吗？若不是老二在这里，这些话他直接就吐出来。老二见张秀才被打了还不死心，上前拽住他的衣领，凶巴巴地吼道：你若是再敢缠着我娘，我就打断你的腿。郭13在心中补了一句：你若再敢缠着嫂子，我打断你第3条腿。可这样的话他不好当着个孩子说出来。你会后悔的，我可是村子里唯一的秀才，你一个带着孩子的婆娘，
难道还要嫁给大财主不成？王小夏觉得张秀才说了个天大的笑话，不用等他说什么，郭13已经上去拽住那个垃圾，来了，走你！啪！张秀才再次被飞出去，他觉得身上的骨头都要断了，顿时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哎呦，来人呐！救命啊！我还想人打死人了！郭13根本不再理会这种人，王小夏更是看都不看一眼，带着人去了田里。张秀才最后是被刘寡妇扶着离开的。刘寡妇这么做，就是要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张秀才如今是她的男人。可偏偏张秀才就是想吃定王小夏。这件事儿一下传遍了整个村子，流言蜚语满天飞。哎呦，原来张秀才喜欢九州家的，看不出九州家的还有秀才能喜欢呢。谁知道呢？或许人家是活好呢。你没看到那身材，前面后面可都不小。可不是啊，人家虽然看上去瘦，前面后面可不差。想多了吧？你们是没见过那叫老九的男人，比这个什么秀才不知道好多少。那个秀才简直就是痴人想梦。最后的话是袁氏说的，他觉得老九又有力气，对王小夏也好，而且还有个贵公子格桑也想着王小夏。王小夏又怎么会看上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张秀才？以前他觉得男子读书就好，可经历过那些生死之后，他觉得男子光读书没用，还得学会自保。如今他就让他们家大头以后跟在老五屁股后头，不仅能学字，还能学功夫，学识别药材。袁氏现在还不知道，让儿子跟着九州家老五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王小夏和张秀才的流言蜚语很快传到了孙礼正的耳朵里。孙礼正听完很是生气，当初收留张秀才只是看中那个小子是个秀才，想让他给村子里的孩子做个榜样。如今看来，这个张秀才只是游手好闲，在村子里胡乱勾搭的混子。他可不想留着这样的混子在村里败坏九州家的名声。爹，要不把那张秀才赶出去好了，反正他也只是个外来户。他有秀才的头衔在那儿，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听到这话，孙阳光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他会告诉郭13那些兄弟们，让大家都留意一下那个张秀才，可别让那混小子乱来。第二天一大早，王小夏带着一家子人下了地。七周，土豆的苗就交给你和弟妹，土豆大概5天左右长苗，到叶子很多的时候，再弄草木灰盖上一层，有肥料就更好了。记住，施肥的时候可别把苗给压弯了。王小夏把看管土豆的事情交给七周，他怕几个孩子有些事情做不了。孙七周认真地答应下来。弄完土豆，王小夏带着人回去了，他要规划一下1天时间大家需要做什么。刚刚把手中的规划写完，就听门口传来袁氏那大嗓门的声音：不好了，九州家的那个张秀才在村子里可闹着要上吊了。袁氏得到消息就赶紧过来报个信儿，毕竟这件事也跟王小夏有关。张秀才上吊，哼，死了不是更好？九州家的，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啊，像他那种渣男，死了更好。哎呦喂，我也想他死了最好，可如今他在村子里大肆宣扬你始乱终弃，他没脸见人要上吊的，连李正叔都去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我他妈的想杀人！张氏听到喊声也跑了出来，想到一个秀才能这么不要脸，他也有些心急起来。我跟你去看看。他拉住了小夏的手。王小夏眼底划过了一抹浓浓的杀气，点了点头，跟着袁氏离开院子。张秀才上吊还选了个风水宝地，村子中间唯一的一棵大树。
树下已经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看到九州家的来了，议论声越来越大。这事儿搞得那么大，差点没把孙李正给气出毛病来。李正媳妇儿走到王小夏的身边，把情况又大概说了一下，恶狠狠地瞪着张秀才。若是眼睛可以杀人，估计已经被他给杀了。凡是受过王小夏恩惠的，都对张秀才痛恨无比。但是很多后来回村没在王小夏这里得到好处的，却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小夏，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怎么能不要我？这是你送我的砚台，难道你不记得了？砚台。王小夏努力回忆了一下袁深之前做的荒唐事儿。袁深还真是送过一方砚台给张秀才，那是张秀才刚刚用花言巧语骗袁深的时候，袁深就想要再嫁个读书人，于是便从那笔抚恤金里拿出2两银子给买的砚台。这袁深也是个傻的，2两银子都能买一些一般的首饰，他却不舍得买，买了砚台送给这渣男。老大看到那砚台，觉得有几分眼熟，认真一想，这砚台之前见后娘从外面拿回去过，难道……王小夏心口有些疼，这没脑子的原主尽做些糊涂事。估计就是因为这砚台，张秀才才如此有底气，而他自然也不能承认，便是故作恍然大悟地说道：“这砚台原本是要送给老大的，怎么会在你这儿？送给九州大娃的？对呀，九州家大娃很早就会读书识字了，做娘的送砚台不是很正常的事儿，怎么就出现在张秀才手里了？原来是偷的！张秀才，你真枉费了这个秀才名号，居然还偷东西！”袁氏立马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生怕其他人不知道。张秀才原本以为有了证据就能胜券在握，没想到居然还被倒打一耙。胡说，我怎么可能偷呢？我娘可不会把这么好的东西送你，你这人太不要脸了。一旁的老大默不吭声。刚才张秀才说的那个时段，正是他们跟后娘水火不容的时候，后娘怎会买砚台送他？说是要送他，那天明明看到他了，为何不直接给他？王小夏察觉到老大眼神中的异样，看来这小子对自己依旧是有所怀疑的。他回过神，不急不慢地说道：“记得那次跟几个孩子吵得很凶，后来冷静下来想想，老大爱念书，为了缓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才去买了这个砚台。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又在家里捣乱，一气之下，我就把砚台收了起来。过了那么久，我几乎都不记得这个砚台了，没想到却出现在张秀才手里。张秀才，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做得出来，你这个秀才的名号也别要了吧。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丑八怪吗？不，绝对不是。那这女人是谁？这实在是太邪门了。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如见官好了。一个唯恐不乱的村妇突然喊了一声。这村妇不是别人，正是刘寡妇家的人亲戚。他们是想刘寡妇嫁给张秀才，好歹也是个秀才呀，以后说不定能为家里争口气呢。见官，那真是好主意呀！趁这个机会把秀才的名号给卸了，没了这名号，到时候看张秀才还能做什么。孙李正看了一眼九州家的，这都是丑事，见官不仅对九州家的不好，对他们村子的名声也不好。可如今这事儿不处理妥当了，这张秀才肯定还会咬着九州家的不放。见官就见官，13，去把马车赶过来，带上李正叔，我们去县衙等着。王小夏一脸自信地说着，丝毫没把张秀才这个人渣放在眼里。张秀才听说要见官倒是不怕了，虽然他在县里不算太有名气，好歹也是个秀才，县官多少还是要给点面子。只是让那些同僚看到他求娶个丑八怪，他倒是觉得挺丢脸面的。可
他也不想放过这个铁饭碗。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张秀才，你……刘寡妇，多谢你对在下一片痴心，只是如今在下心里只有小夏，再也放不下任何一个女子，你还是另找良人吧。张秀才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忘加多一些痴情戏码。刘寡妇一听，哭得那叫一个伤心。王小夏却依旧是冰冷目光，现在扮演的多痴情，一会儿就有多打脸。哼，这场戏也不知道多少人会喜欢。下跪何人？何事鸣冤？民妇王小夏叩见知县大老爷，民妇状告张秀才败坏民妇名声，还请大老爷为民妇伸冤。王小夏的声音铿锵有力，响遍了整个衙门。哦，一个村妇状告一个秀才，县令还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大人，学生张义德，这夫人成了寡妇之后勾引学生，学生觉得愧对于他，便是想将他迎娶过门，他不仅不知感激，还始乱终弃，还请大人给学生做主。张秀才这张嘴还真是厉害，白的也能说成是黑的。这话一出，看热闹的人群可就炸了锅了。这可是秀才，这妇人是个寡妇，人家秀才都说要迎娶她，居然如此不知好歹。可不是嘛，一般人还攀不上秀才呢。寡妇还如此不要脸，真是少见了。听到外面的议论声，王小夏脸上依旧平静，倒是张姐和周氏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名声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他们都非常清楚。这个不要脸的张秀才，红口白牙还敢乱说。我与他并没有太多瓜葛，倒是之前他向我借银子，我没给，他记恨在心，还偷了我送给大儿子的砚台，那砚台如今就在张秀才手里。张秀才突然觉得手中的砚台成了烫手山芋，以前从来都不觉得这丑八怪那么能说。王小夏看了一眼张秀才那张脸，已经有些发白。切，就这点伎俩还想吃定他，这渣男是个十足的蠢货。大人，他胡说，这明明就是他送给学生的定情信物。张秀才立马反驳起来。王小夏听完笑了，大胆，岂可在公堂之上如此无礼？县官大人还是很看好这张秀才的，毕竟一个秀才要娶媳妇儿并不难，而且秀才也是官家的面子。可很快他就发现打脸的有些快。大人，民妇可不会喜欢一个水性杨花的男子。你可知道污蔑秀才是要承受杖责的？县官大人厉声警告王小夏。大人，民妇这么说自然是有证据。王小夏一句话让原本哗然的县衙门口一下子安静下来。你若真有证据，本官一定不会偏袒他。县官大人听完有些吃惊，看着妇人不急不躁的样子，村妇告秀才还胜券在握的样子，实属少见。王小夏看了郭13一眼，郭13点了点头，他微微一笑，说道：“还望大人给些时间，证人已经在半路了。”证人？张秀才听完讽刺一笑：“好，那本官就等着。若是你的证人不到，本官不仅要将你杖责，还要将你收押。民妇若是不能将这个恶人惩治，甘愿受罚。”王小夏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衙门口一下子又炸锅了，全都很好奇，这丑八怪到底找来怎样的证人。半盏茶的功夫，一盏茶的功夫，又是过了大半个时辰，依旧是没有看到所谓的证人出现。周氏和张杰有些心急起来，郭13和那些兄弟也有些按捺不住。明明那些人都已经答应了，为何却不出现？唯独王小夏没有慌，他跪在那儿安静地等待着。王小夏，你还有什么说的？居然敢戏弄本官，该当何罪？大人稍安勿躁，民妇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若今日不严惩这个恶人，以后还会有更多夫人
或者深闺小姐们受害，还请大人再给一些时间。张秀才见丑八怪还不死心，故意恶心的在旁边劝了一句：小夏，你怎么还执迷不悟？若不是因为我们俩有肌肤之亲，我也不会那么急着迎娶你啊。众人听完，全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向王小夏。王小夏则是挺直腰杆说道：清者自清，不是所有人受了欺骗都会忍气吞声。我今天就不信，那些被你欺骗过的姑娘们，愿意看到你这种人继续行恶。郭13握起了拳头，若不是在公堂之上，他现在就想把这个混蛋给一锤打死。人群之中终于有了骚动，几个蒙着面纱的女子陆续从里面走出来，她们齐齐跪在了地上。民女周燕，还请大人为民女做主。张秀才在民女手上前后骗去5两银子，他让民女等他上门迎娶。大人，这里还有他为民女写的诗。民妇陈莲是附近村子的寡妇，张秀才娶了民妇，等太平之后就会迎娶民妇。这是他留给民妇的纸扇，民妇的家人也见过他。民妇王小娟，这是……陆续来了7、8个女子，基本都有张秀才给他们写过的诗。他们本以为这会是个良人，没想到全都上当受骗。如今公堂之上可是哭声连连。王小夏看到这里，又磕头说道：大人，民妇虽然已经嫁人，但是民妇并未跟相公圆房，刚才这畜生故意玷污民妇的名声，民妇请求大人请人为民妇验明正身。他虽然很不想做这件事儿，可他知道人言可畏，即便是张秀才受到惩罚，也控制不住那些嘴，所以他必须自证清白。来人，把周婆子请来。师爷很快找来周婆子，周婆子将王小夏带进后堂，很快两人就回到了大堂之上。周婆子上前给大人行了个礼，说道：禀告大人，这妇人是完璧之身。一句完璧之身将张秀才泼的脏水全部扫净。啪！张得意，你还有什么话说？张秀才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他满脸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丑八怪。他不明白，短短几个月，这丑八怪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大人，学生知错了。张得意，你身为秀才，不好好读书，还敢做出如此丢人现眼的事情，从今日本官就卸了你这个秀才，令杖责20大板，退堂。县官老爷饶命啊！学生可经受不起这20大板。张秀才一听，不仅要革去秀才的名头，还要被打20大板，那不是等于要他的性命吗？哭声还没停止，就听孙礼正大声说道：张得意，当初老夫见你是个人才，收留你在孙家村住下，没想到你这人居然如此不知廉耻。王小夏的男人可是战死的，你怎么就那么没脸没皮呀？原来他男人是战死的，这张秀才实在太可恶了。张得意，你实在是太无耻了，本官会向上面奏明，从此你再也别想踏入仕途。张秀才听到县官大人后面的话，当场晕倒在了地上。可晕倒板子还是要打的。王小夏坐在回去的马车上，一路上打着喷嚏，大家还以为他染了风寒。王小夏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半夜，发现几个孩子都没睡，图图直接冲到了他怀里。娘，您受委屈了。娘没事儿，没事了。张秀才被割去功名，李正把他撵出了村子，以后这个人也不用碍眼了。抬头扫了几个孩子一眼。老大依旧在为砚台的事情对后娘有所怀疑，因为他不相信那个时候后娘会给他买砚台。第二天的时候，他找时间跟三婶问了问昨天的情况。周氏也不傻，知道老大这是对嫂子不放心。
他看着其他人都在忙活，便是跟他认真的说道：“人心都是肉做的，老大，你娘为你们几个孩子做的够多了。若是你们还不能相信她，那就别怪她以后不再护着你，因为她没有这个义务，也没必要护着一个对她有二心的人。”老大错愕地看着三婶儿。之前三婶儿胆小怕事，可是经历了这些之后，三婶儿似乎变好了，变得胆子大了。这话你若听得进去就听，听不进去，三婶以后也不会多说。毕竟这是你们母子之间的事儿。周氏说完起身去忙了。老大摇了摇嘴皮子，想着山上那些日子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怀疑后娘。若是后娘真不想跟爹过了，完全可以答应格桑叔叔，那张秀才只是个废物。后娘是个如此有才之人，她的眼光不会那么低的。他拍了一把脑袋，然后快速跑了出去。今儿刘屠夫跟二虎他们几个运气不错，打了头野猪。刘屠夫带着大家在后院忙活，把猪杀了。老大将一碗水送到后娘面前，恭敬地道歉：“娘，对不起。”王小夏愣了一下，大概明白了老大这句道歉的来源。他接过水喝了几口，也没有说什么。老大知道后娘是生气了，他知道这种不信任很让人伤心。老二不知道大哥为何要向娘道歉，便是凑了过去问了一句：“大哥，你怎么又惹娘生气了？”“我不该不信娘。”“大哥，你真是太笨了，就张秀才那样的蠢货，娘岂能看得上？”“是啊，他就是个蠢货。”老大觉得妹妹骂得对，他一下跪在了娘的面前。王小夏依旧坐在那儿不吭声，也没有把人叫起来的意思。孙青毛和王氏也不过去把人拉起来。九州大娃已经不是第一次不相信九州媳妇儿了，若是一直这样，谁的心都会凉的。倒是张姐不想他们母子以后会出现间隙，上前拍拍王小夏的肩膀，摇了摇头。王小夏最后看在张姐的份上，才不情愿地吭了声：“起来吧，都那么大个人了，想事情别只想着一面，不是所有人都会原谅你第二次的。”“儿子谨记娘的教诲。”老大在地上磕了个头。等过些日子县里平静些，你和图图就去读书，免得天天在家里胡思乱想，浪费家里的粮食。王小夏说完，站起身往厨房走去。老大跪在地上傻眼了，娘刚才说什么？图图也有些惊讶，他还想着这些日子多跟着娘多挖一些草药，为家里多赚点银子。娘真好，大哥，你以后可别做糊涂事了。你娘如此不容易，你这小子居然还怀疑你娘，活该你娘生你的气。都去收拾一下，等着吃饭。爷爷，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一定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图图，你不想去读书吗？图图抬头看着奶奶，又看看晒在走廊上还没收的药材，满脸愁容地说道：“我们两个读书得多少银子？娘现在拿得出来吗？”他大笑一声，走进院子，上前拍拍图图的肩膀，说道：“放心吧，师傅卖了药之后，肯定有钱给你们读书。就师傅那脑瓜子，跟着师傅肯定能暴富。”“对，娘是世上最聪明的娘。可是我也想帮家里挣钱。”图图想着刚刚来的时候，家里吃口饭都紧张，他觉得要多挣些钱，才能让娘以后能过好日子。李老头一脸慈笑的摇头说道：“你和老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读书，把书给读好了，以后做买卖才能看得懂契约，不然到时候被人骗了都不知道。”周氏知道大嫂要送老大去读书，心里也开始筹划着攒些钱，让儿子也跟上。第二天一早，王小夏带着孙老头还有老二几个去了城里，他们装了一部分药材，那些药材都是在山里时候大家积攒下来的，他打算尽快换成钱给村民们发下去。看到有马车停在门口，
陈东连忙放下手上的活儿，迎了上去。多日不见，你们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陈东愣了一下，很快就想起这正是那位孙娘子。掌柜的，孙娘子来了。一听孙娘子来了，原本在柜台里忙活的莫掌柜和胡掌柜都放下东西走了出来。看到两位掌柜，王小夏大概猜了一下，估计这莫掌柜的生意太忙，忙不过来了，直接把胡掌柜给弄到县城来了。果然，没等王小夏发问，胡掌柜就自己开口说了：孙娘子，以后要卖药草，估计得到城里来。莫老哥忙不过来，我买下了隔壁的铺面，后面带院子的，以后就住城里了。这样挺好，反正如今我们有马车，去城里的路程跟去镇上差不多。劳烦两位掌柜的帮忙看看，我们这些药材都什么价，到时给个价格表，回去之后我也好跟村民们收货。一共搬下来6大筐的草药，每一种药材都分好类别。孙娘子，是不是之前说的事情你开始做了？胡掌柜记得之前孙娘子说过，要让村子里的人帮忙收药。对，但是很多事情才只是开始，我还得想想这中间的差价，可不能做亏本买卖。王小夏等着胡掌柜把价格都写上去，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决定每种药材抽5文钱。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一旦做起来就可以积少成多。他又问了一下关于外面收购的药材价格，比他给村民的还要便宜2文钱。这样的价格收药材并不难。把药材的事情谈好，他问起了县城里的书院。东城县城小，私塾可不少，但是真正的书院只有东陵书院一个。别看这只是县城的小书院，书院的院长顾长青那是太子的启蒙老师，若是被顾院长看上，那可就等于比普通孩子多了更多的机会啊。太子的启蒙老师顾长青，王小夏脑海里居然想不起这号人物，看来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他以后一定要改掉跳章看书这个坏毛病。那这东陵书院是不是很不好进？他紧张地看向莫掌柜，莫掌柜微微一笑，说道：我倒是跟书院的秦父子有点交情，若是你真的要送2个孩子进去，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那太谢谢您了，这样我就不用再去外面再到处打听了。王小夏可是清楚的知道，读好学校这种事情那可是拼爹的，可惜他们的爹现在可顾不上他们。若是莫掌柜真能把2个孩子送到这个书院，这份恩情他肯定会记好了。这秦夫子为人正直，我只能是眼见，最终能不能进去还得看2个孩子的资质。王小夏也有了新的打算，既然要让孩子们出人头地，那就要慢慢去接触大城市的繁华。山村生活虽然淳朴，却不是他最想要的归宿，所以一切都要开始打算出来，包括找回原身的那个身份，让那个狂妄自大的替代者得到相应的惩罚。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如今他才只是开始，要夺回原主的那个身份，必须先强大了自己。听说以后能去城里生活，郭13和独眼龙他们几个都乐坏了。他们本来以为有前科，能在村里立脚已经不错了，没想到嫂子的志愿如此宏伟，居然要带他们去城里生活。嫂子放心，我们肯定努力干活。我知道你们一直很努力，不过要去城里，那就得多带几个人出来。李老头，你看看这些日子，村里哪些人比较适合学医，都收了吧。李老头觉得这锅好重呀，不过师傅开了口，他哪能违抗？他仔细想了想，那个孙阳光不错，3观很正，还有那个孙杆子也不错，他虽然没有孙阳光学得快，但是那小子挺勤奋。我相信你的眼光。13，时辰不早了，把人叫来都领钱吧。郭13太过兴奋，带着独眼龙和另外2个兄弟出门，一路喊：
领钱了！第一批卖药材的钱回来了，都到九州嫂子家领钱去啊！声音像是有魔咒那般，让所有村民都好奇的到了王小夏院子门口。那些可以分钱的都昂首挺胸的走进院子，其他人都在院子门口看着。今天领的银子比昨天的多，袁氏高兴坏了，拿着银子还不忘喊上一声口号：跟对人真能发财。以后我袁氏就跟着九州媳妇儿干活，多挣钱，到时候给我儿子读书。对，我也要给我儿子读书，以后肯定跟着九州嫂子努力干活。孙干子也乐坏了，如今爹和大哥他们也都回来了，之前让大哥跟着挖药，大哥还不愿意，这下他们肯定没话说了。院子外面有人按捺不住了，有村民开口问道：九州家的，我们那些药材什么时候能收啊？这2天大家整理一下，不会收第一批，每天的价格不一样，我收药材肯定会赚钱，但是跟市场价格不会相差太大。若是觉得价格不够好，也可以去镇上卖，不过长期给我们提供药材的，以后有好事的时候会优先考虑，这些我们都会让人登记下来。院子外即刻响起了议论声，有些想着去镇上的，大多数还是愿意卖给王小夏，毕竟这条路是他指的，他们都很感恩。孙阳明、孙阳光、孙干子，你们留下来，其他人都回去吧。王小夏见大家好奇，索性直接说明了情况。李老头说看孙阳光和孙干子2人有点资质，想要收他们做徒弟学医。李老爷子要收徒，李老爷子的医术，村子里的人现在都家喻户晓了。孙干子傻眼了，他媳妇儿还惹毛过九州嫂子，之前能收留他们2口子已经很感激了，没想到居然还有学医的机会。当家的，你愣在这做什么？还不拜师？崔兰花一拳头就捶打在自家男人背上，这个傻子怎么还愣在这儿？孙干子和孙阳光对视一眼，2人走到李老头面前，双双跪下，然后给李老头磕了3个响头。这2人是积德了，居然能拜师学医，这以后也是我们村子的福气呀！孙礼正看到小儿子能拜在李老弟的门下，已经笑得合不拢嘴。可九州家的没点杨明的名字，让杨明做什么？杨明哥，你明儿开始跟着13和独眼龙去烧砖。哇，烧砖，那可是赚钱的手艺，这可是把很多人都眼红坏了。多谢九州家的能看中我2个儿子。李正叔，这我可受不起。收徒是李老头决定的，人也是他选的。至于杨明哥，是我和13一起选的，所以您不用谢我，这都是他们自己努力换来的。有时候吃亏也是福，这句话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以后都会明白的。王小夏这话是说给村民们听的，免得大家以为他是单独照顾李正叔一家。村民们听了这话也都深有感触。这些日子为了重建家园，李正家的2个儿子白天黑夜的帮大家盖房子，干活从来也没有说累，也不收他们的钱，甚至连口饭都不会留下来吃。这些亏他们都是吃过的。哎呦，太好了，以后我们村能出2名大夫了。大家都看到了，要努力干活，努力就会有回报的。孙大亮顺着九州嫂子的话大声说道，他是最有感触的。好长一段时间，他躺在山洞里什么也做不了，是九州嫂子和大家帮了他们。下山之后，他就决定要好好报恩。有人喊口号，外面热闹起来。不过也有说风凉话的，比如那些没有参与种药和挖药的村民。王小夏想先让胡掌柜看看这2个孩子，到时候说话也能多一些底气。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几人来到正源药行的时候，秦夫子刚好在店里。这2日，秦夫子头疼的毛病愈发严重，实在是顶不住，只能上门来找莫掌柜下针。胡掌柜看到孙娘子他们到来，把他们安排到了后院，
等着莫掌柜给秦夫子下了针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再见上一面。胡掌柜安排他们在另一个房间喝茶。王小夏把安神香和香囊拿出来交给胡掌柜，先让胡掌柜他们自己试试效果，再决定要不要放在店里售卖。胡掌柜只是拿着那香囊凑近闻了闻，就又连连打起了哈欠。他可以断定这东西能起作用。好东西，这可是好东西呀！他连连称赞了一句。而此时隔壁房间突然传出尖叫声，所有人都好奇地起身出去看了一眼。声音是从莫掌柜的房间传出来的。胡掌柜赶紧过去敲响了房门。门打开之后，莫掌柜冷汗直冒地站在他面前。这是怎么了？胡掌柜担心地问道。好像这针下的不行啊，我刚打算收了针，看看能不能药物调理了。莫掌柜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胡掌柜回头看了一眼孙娘子。我去看看。王小夏带着李老头和图图走了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着。眼前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满脸痛苦的样子。他双手双脚被绑在床上，额头上的针因为他脑袋的晃动就要跌落下来。见状，他先上前去拔了那些针，随后让李老头在屋子里点上一支安神香，并且把安神香直接放在了床头。等着安神香渐渐起了作用之后，他动手给秦夫子把了把脉，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之后，他才动手重新给秦夫子下针。秦夫子已经睡安稳过去，直到下完针，秦夫子都没曾醒过来。莫掌柜激动地上前给把了把脉，发现秦夫子刚才杂乱的脉搏渐渐平静下来。高，实在是高啊！他一脸感慨地朝孙娘子竖起了大拇指。我师父自然是高明，不然老头子我也不会拜他为师。李老头听完一脸得意。孙娘子高人啊，在下真的是眼拙了。莫掌柜一脸佩服地站起身，恭敬地给孙娘子行了个大礼。胡掌柜过奖了，秦夫子这一觉至少得睡上1个时辰。我们先上街去买些东西，一会儿再回来看看他身体如何。王小夏说完收了针，然后带着图图和李老头走了出去。李老头站在床边看了看，看到秦夫子的脸色渐渐好转，师傅的针法果然是不一般。胡掌柜也上前给秦夫子把了把脉。之前进来的时候，他是给秦夫子把过脉的，感受到秦夫子脉搏的变化，他一脸吃惊地说道：孙娘子这医术深不可测呀。王小夏出去之后，带着李老头他们上了街。正源药铺虽然扩大了不少，但是依旧比不上鸿运药铺。鸿运药铺的生意是全城最好的，他们的店铺也是最大的。13，你带老二去把要买的东西买回来，我和李老头去鸿运药铺转转。他打发老二和郭13离开，带着李老头进了鸿运药铺。门口那小二看他们的打扮都懒得理会，随两人进去也没上前去打声招呼。李老头看了那小二一眼，嘴里骂道：狗眼看人低的蠢货！你个死老头，刚才说了什么？掌柜的，你们家这是请了店小二，还是请了个祖宗？居然敢对客人如此无礼！哼，你有钱吗？还客人？来人，把这2个乞丐给我赶出去！乞丐？李老头一听气坏了，正要跟他理论，却被师傅给拽了回来。既然人家生意不做就算了，反正我这100年人参到处有人收。王小夏说着，从身上拿出了一株100年人参，故意拿在手里晃了晃，声音提到了好几倍。这位娘子，在下想买你这人参，我爹命悬一线，等着人参救命啊！那人是城里的陈员外，家里有个卧病在床的爹，求这100年人参已经好几个月了。这位老爷要出多少银子？价格合适我就卖了。
我出500两银子可以吗？陈员外小声地问道。还没等王小夏开口，旁边即刻响起了很多声音。我出1000两银子。我出1100两。我出1200两。我出1500两。而此时，卢大生一听有人来店里贩卖药材，顿时勃然大怒地冲下楼去。他走下去，发现居然是个妇人，身边还带着个老头。看着两人穿着打扮，应该没什么背景，便是开口指责起来：“你是何人？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来我鸿运药铺兜售药材！”这位掌柜的，这也不能怪我呀，我本想卖给掌柜的，可你那店小二要把我们赶出去，我等着用银子，才想卖个好价钱。就是啊，我刚才也看到了，这妇人原本是想要卖药给你们的，那小二还让人把他们给打出去呢。一听这话，卢大生脸色冷了下来。这个蠢货，把那么好的生意都给败了，一会儿就把人给赶出去。这话一出，其他客人也跟着嚷嚷起来：“卢掌柜，若是你觉得这里不能兜售药材，这位娘子啊，我们出去谈价格。”王小夏看着卢大生黑得不能再黑的脸，相信这里很多都是他的老客户，他若是拒绝，那就直接得罪了这些客户；若是不拒绝，让同行知道有人在他店里兜售药材，他这脸也没地方放呀。说是卢掌柜出的价格高，我自然先考虑卢掌柜，毕竟这可是你的地盘。对，若是卢掌柜给的价格高，我们无话可说。他们虽然是鸿运药铺的老主顾，可是这些年来，他们被卢大生坑的银子也不少，有机会坑卢大生一回，大家自然很愿意看到的。是啊，我也同意。刚才最高喊到1500两，卢掌柜打算出多少？我出1600两。卢大生回了话：1800两。最开始说话的那个客人加了价格：1900两。2000两。叫价在不断增高，最后到了5000两。5000两呀！卢大生的心在滴血，可是他不能丢脸，不然在同行面前那是抬不起头来的。这个该死的蠢货，他杀人的心都有了。王小夏知道5000两买一株百年人参，那已经是天价了。看着卢大生那割肉的表情，心里真痛快。王小夏心满意足地带着李老头从鸿运药铺走了出来。走出来没多久，就发现后面有人跟着，又是老套路。看来这卢大生是不做记性的人，不好好教训教训，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师傅，这些人真蠢。李老头察觉到身后的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对，王小夏察觉到后面跟来了2伙人，很快他便是心里有数了。他让李老头把身后的人引到前面的巷子，他则是把另一伙人引到一个转角。李老头明白地把鸿运药铺那些人引开，没多久就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他速战速决地拍拍手，从里面出来。王小夏则是将另一伙人引到了转角的地方。那人跟到转角，发现把人给跟丢了，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可怎么办？若是没有人参续命，爹的命那可就……跟来的正是第一个想要买人参的陈员外。他为了找百年人参，可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王小夏闪身走了出来，他淡淡地说道：“哼，我还以为是来抢银子的呢。在下无意冒犯，还请这位娘子莫要生气啊。”陈员外客套地朝王小夏拱手行了个礼。生气倒是不会，既然有人给我送银子，我岂能不要？王小夏让陈员外将他们送到正源药铺，然后回去把老爷子送过来。这么一折腾，估计秦夫子也已经醒了，他得先看看他的情况。陈员外听话地把马车赶到正源药铺，把人送进去之后，发现这药铺的掌柜对这妇人毕恭毕敬，他连忙赶着马车回去把爹给送来。或许爹的病真的有望能治好。孙娘子，你可回来了，秦夫子已经醒了。
莫掌柜看了好几次门口，终于把人给盼回来了。我去看看。陈东，说是刚才那位客人过来，你给他找个房间，我一会儿再给他看看。王小夏看了一眼在店铺里忙碌的陈东，陈东想不到孙娘子还会记得他的名字，高兴的抬头应下声来。小夏跟着莫掌柜去了后院，在后院的屋子里见到醒来的秦夫子。他睡了1个多时辰，看上去脸色比来的时候好多了。秦夫子，这位就是孙娘子。秦夫子抬头看到一个妇人和老头进来，恭敬地拱手行礼。多谢这位娘子的高深医术，在下已经头疼了好几次，差点就要拿刀自缢了。秦夫子莫要客气，既然您是莫掌柜的朋友，又被我碰上了，自然会尽力而为。王小夏说着，走到秦夫子旁边坐下，让秦夫子将手放在桌上。他先给秦夫子把了把脉，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等了好一会儿功夫，王小夏拿开手，让胡掌柜拿来纸笔，在纸上写下一道方子。妙，实在是妙啊！胡掌柜看到这方子，赞不绝口。秦夫子见胡掌柜对孙娘子赞不绝口，心中燃起了一抹希望。那就有劳孙娘子给在下下针，诊金多少，孙娘子报个数就是了。诊金就按照莫掌柜说的一样就行。等您好些了，还请您帮我看看2个孩子，可否有资质进书院？好，孙娘子家的2位公子可来了，在下现在精神抖擞，去考考他们的本事。去街上了，我让人把他们叫回来，有劳您了。我还得去看另一个病人，一会儿还请莫掌柜安排一下。王小夏说完，没有在屋子里多做停留，说完之后就收拾东西出去了。这些都是陈员外可以给您买的，您就收下吧。胡掌柜见陈员外对孙娘子太过感激，劝孙娘子把东西收下来。既然胡掌柜都收下了，王小夏也没推迟。收下礼物之后，带着2个孩子上马车回去了。之后3天会过来一次，不管是秦夫子还是陈老爷子的病症，他在马车上都给李老头说得清清楚楚，免得哪天他有事情会耽搁2位病人。小老儿都记下来，师傅以后是想要给人看诊挣钱吗？李老头好奇地问道。暂时不会，偶尔碰到2个有缘分的，我才会出手。王小夏还真没有想过靠看诊吃饭。第一，他还不想自己太过耀眼，这么耀眼没有后台会死得很惨。第二，他还要带着家人们发家致富，没有那么多时间。李老头明白了师傅的心思，心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规划。第2天一早，王小夏赶着马车去一趟镇上。他直接来到那片红砖院子外面，发现那边依然有守卫守着，不过那些侍卫似乎换了人。他有些担忧地扯了扯脸上的面纱，走到了院子门口。看什么呢？这里可是官爷住的地方，赶紧走。我找张瑜。什么张瑜咸鱼的，没有这个人。王小夏看了那侍卫一眼，没再多说，上了马车。他先赶着马车出了镇子，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马车放进空间，然后他去镇上找了今早上拉回来的一个村民，让他回去转告一声，要给客人送药去望城，大概去几天才会回去。张提一看是嫂子，把人请到帐篷说话。张提见过嫂子。现在什么状况？红砖那边换人了吗？那个地方住的是上面来的一位大人，那位大人是来负责寻找黄金的。将军也回来了，前2天刚刚打了胜仗拿下的金城，敌军退到了达城县，将军带着人正在那边清理战场。回来也不让人回村子报个消息，真是过分。说是这样，我就放心了。对了，张大开什么时候会回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老大暂时把这边交给我打理。张提摇了摇头。那耗子可回来了？耗子哥回来了，前面打仗他带着2个徒弟去支援了。可以啊，才多久就收徒弟了？听说那2人是之前将军的旧部，那也是将军的意思。王小夏记得之前孙九州提过，
那时候跑出来的还有6个人，以及他之前的副将韩展。看来他身边如今已经不缺人，那他就不用操那份心了。两人正说着话，外面有了动静，雷子和张大开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一批受伤的士兵，外面一下乱了起来。提哥，雷子哥他们回来了，我去把雷子哥和老大他们叫过来。张提听完就要出去，却被喊了回来。不用了，血腥味那么重，估摸着有伤员需要救治，既然碰上了，我也闲不下来。王小夏说着话，起身先走出了帐篷。张提见嫂子这么说，赶忙跟去帮忙。出了帐篷，就见陆续有伤员送到旁边的帐篷。王小夏有些担忧起来。这一天越来越热，帐篷密不透风，空气不流通，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他决定先上去看看那些伤员的情况，再让张大开他们盖个大点的棚子重新安置。张提半路被喊了去帮忙，他就自己过去了。结果还没靠近，就被一个士兵给拦了下来。哎，说你呢？你是谁家的亲戚啊？这里可是军营，还真是无法无天了。来人，把人给我扔出去！你个蠢货，这是我师父。师父，您来的正好。这次虽然我们打了胜仗，但是病人可不少，我都1天没合眼了。耗子累得浑身都没劲儿，若不是看到那些士兵痛得死去活来，他真想倒下就睡了。众人一听是耗子的师傅，全都非常恭敬地让出了一条道。雷子和张大开看到是嫂子，两人可是有太多话想要说，可现在也都闪到一边，让嫂子先去救治那些病人。你去睡吧，给我找个人打下手就行。你们2个也别闲着，赶紧去找木头搭个大的棚子。天热了，帐篷里不透气，病人们不能在里面待着。领命。王小夏一进帐篷就闻到了腐肉的味道，看来情况有些糟糕。还没等他进去，旁边来了个高大的士兵。师祖好，小的是师傅刚收的徒弟，小的叫韩江。韩江提着药箱走上前自报家门。韩江？王小夏回头看了这个人一眼，记得孙九州身边那副将叫韩展，便是随口问了一句：“韩展是你哥吧？”“是的，师祖。”韩江恭敬地说道。他当然知道师傅的师傅就是将军夫人，而且一手的医术那是出神入化，还没见面他就有些崇拜了。跟着耗子好好学，那小子会的东西不少。王小夏说完进了帐篷，先给伤得最重的几个人剃了腐肉。韩江瞪大了眼睛，因为他发现那些被剃掉腐肉的士兵都没吭声。他之前也被剃过，疼得能让人晕过去。这几个人伤得比较重，单独放在一个帐篷里方便照顾，伤口不要碰水。有的10天半个月长出新肉，会慢慢好起来。刚才给你们下刀子的时候放了药，药效过了之后，伤口还是会很疼，大家好好挺过去。王小夏这话也是回答了大家的疑问。至于这药方子，他打算传给耗子，让耗子好好带着他2个小徒弟，让大家少吃点苦。韩江眼神中的崇拜光芒更深了，他照着祖师说的话，赶忙安排这几个去旁边的帐篷休息。等韩江忙完回来的时候，帐篷里的伤员王小夏已经处理完了。听说耗子收了2个徒弟，还有一个呢？王小夏走出帐篷，随口问了一句：“师祖，刘武在那边跟着将军，我们都回来了，那边没有人。”韩江如实的回了师尊的话。王小夏觉得这样的安排不错，孙九州身边的确需要人，他带着韩江又继续给其他病人看诊，这一忙到了午夜，他才疲惫地停了下来。耗子这一觉也到了午夜，他去弄了些吃的给师傅端过来。张大开和雷子也跟着进了帐篷，有些事情还得跟嫂子说说，免得嫂子对将军有所误会。王小夏又累又饿，还想洗个澡，但是在这里洗澡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这个时候凭空消失。坐下来吃着雷子送来的饭菜，还没吃上2口，就见2人走了进来。嫂子，辛苦了。张大开进来找地方坐下，
雷子也跟着坐在了旁边。说吧，什么情况？王小夏一边吃饭，一边听听他们要说些什么。张大开看看雷子，雷子才缓缓开了口。将军也是前几日刚回来，皇上下令，将军不仅要拿下京城，还得把那金矿给开采出来。将军马不停蹄的回来，当天晚上就照着嫂子给的图纸去偷袭。前天晚上大获全胜，总算是拿下了京城。不过我们的人也伤了不少。将军打算把金矿的事情弄好了，再亲自回去一趟，没想到嫂子就来了。原来是这样，难怪连家都不回一趟。王小夏觉得这样没必要再埋怨人家，毕竟皇命难违。放下筷子，他又问了一声：格桑他们呢？格桑大哥没跟我们回来，他们好像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们出城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可能是出门太久回家去了。有次听哈尼说，格桑哥家里好像真是让他娶媳妇来着，可能是去找媳妇也不一定。雷子把事情简单的跟嫂子说说，但是后面的话是另外加上去的。可他真是一番好心。王小夏不傻，一听就知道前面那些是真话，后面那句是假话。不过他也没点破，知道他们的行踪就行了。他打算明天待一天，后天必须回去。等到大后天的时候，还得去城里给2位病人看诊。总不能第2次看诊就让李老头去，这样对客人不好交代。嫂子，您可千万别生气，将军是不想让您担心，才没让我们马上找您呢。张大开见嫂子不吭声，以为是生气了。王小夏抬头看看他们，这几个家伙现在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估摸着都把格桑为他们做的事情给忘了。嫂子，您真生气了？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第2天一早，他又去了城里，这次他还是把李老头带来，下针的时候给他讲解，另外又给陈老爷子开了药，秦夫子则是用原来的药。秦夫子给王小夏带来一个好消息，他已经跟院长说了2个孩子的事情，院长答应让2个孩子进入书院，不过能不能拜在院长门下，还得经过一关关的考核。秦夫子拿来2个孩子的入学邀请函，等到9月开学的时候，就把2个孩子送进书院就行了。现在才4月底，9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秦夫子还给2人带来了一些书，书上的内容可能是之后要考核的，也算是给2个孩子走了后门。王小夏感激不尽，更是用心的给秦夫子看诊下针。这一次主要是给2位病人看诊。到了中午的时候，他就驾着马车回去了。离开2天，孙礼正已经把要建造围墙的事情跟村民们说了，跟着王小夏一起干活的都同意，那些没捞到钱的一个都没答应。果然，等他出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人，连孙礼正也都过来了，他只能找个地方坐下。九州家的，村子里那些没参加挖药的不愿意出钱砌围墙，只能另外想法子了。孙礼正知道大儿子已经把事情告诉九州家的，也就随口提了一句。王小夏开口接了话：既然有些人不想发财，我们也不能勉强。接着话，他让李老头把之前的规划图拿出来，他拿出笔在上面圈了几户人家，其中包裹着他的院子、孙九州的院子、原来盖好用来做作坊的院子、三屯叔的院子、二虎家的院子，以及孙礼正家的院子。这些院子旁边还有空地，他打算把这些都圈在一个大院子里，然后开上2扇门，一扇是正门，平时打开的时候车辆可以进来，另一扇则是侧门，天黑之后正门关上，侧门打开，方便大家进出。那我们呢？孙石墨担心地问道。你们院子离这边有点远，中间那些院子没办法圈进来，我看了一下，这一片还有一些地，到时候会在这里盖上院子，到时候你们几家若是愿意，可以搭伙住进来，说是不愿意就算了，反正到时候都会在这里干活。王小夏只能这么安排，毕竟还有一些村民也想加入他们，
不挨着的只能这么处理。孙石墨听完，看了媳妇儿袁氏一眼，袁氏拍了他一巴掌，瞪了一眼：“就你事多，九州家的知道怎么规划，还有你想什么？别理他，你继续说。”王小夏发现，自从给袁氏委以重任之后，袁氏干活的热情那是明显高涨，这倒是让大家都很意外。院子的事情就交给13，到时候把大家都帮上一把。另外就是开作坊之前需要给大家培训培训，就是教你们一些平时需要做的事情。所以从明儿开始，你们每天下午花1个时辰到院子里来听课。他继续说着规划，还没等他说完，又有人开口提问：“九州家的，我们这作坊打算做什么呀？”孙干子的大哥孙六子好奇地问道。王小夏记得这人是孙干子大哥，听说之前还不愿意跟来干活，看这样子的确是疑问重重。孙干子真想踹大哥一脚，好好听着就行了，急个什么鬼？王小夏也不生气，反正早晚是要让大家知道的。他不急不慢地开了口：“我和李老头前些日子做了些助于睡眠的安神香，还有香囊，如今放在城里的药铺售卖。今天我去给个病人看诊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已经有了客人买了些走。我的作坊就打算做这些。”安神香，让人睡觉用的，那玩意儿有什么用？我干一天活累得要死不活的时候，哪儿我都能睡着。孙六子一听，顿时觉得没什么搞头，泄气的瘪了瘪嘴：“你不想干就滚蛋，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没人求你干。”独眼龙看不惯，直接对了一句：“我不干怎么了？你一个外乡人多什么嘴啊？”孙六子鄙视的看了独眼龙一眼，都一只眼了，在别人的地方嚣张个什么啊？孙干子气得拍了一下脑门，随后上前拉着大哥说道：“哥，你若是真不想干，就回去吧，没人勉强你。不过若是有一天我们跟着九州嫂子发了财，你也别说我没拉你一把。”大家都听得出孙干子是生气了。他们从山坳里出来的人已经完全相信王小夏，此刻都用不善的目光看着孙六子。孙六子这才有些害怕的把嘴给闭上，不过心里想着，孙九州的媳妇儿太邪门了，怎么这些人都像吃了迷药一样向着他？王小夏看了孙六子一眼，平淡的说道：“你没兴趣就回去吧，只要没兴趣的都可以走。赚钱这种事情，没人会逼你做，反正赚到了你也不会分给我，我何必去操这个心？”孙六子原本想马上离开，可一想到弟弟这段时间挣的银子，而他院子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只能按捺住心中的烦躁，又坐了下来。安静下来之后，王小夏又继续说道：“这只是我们的第一部分产品，之后我还会做一些养生的香料、药包，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东西太少会没有客户，这现成的客户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的东西要往大地方卖，那样才能赚钱。”这话一出，很多人觉得九州家的有些异想天开，他们这些庄稼人没有有钱人的后台，能去县城都不错了，去哪儿找更多的客人买他们的东西啊？王小夏没跟他们说营销战略的事情，这些都是后话，先让大家把产品做出来。他那天跟莫掌柜大概聊了一下，莫掌柜之前走南闯北，这一行的朋友还真不少，若是做好了，销路方面还是有的。不说能让大家一年赚几百两，肯定会比现在的收入高很多。只要收入稳定了，到时候再看分出一部分人做些别的东西。你说我们做就是了。孙阳光第一个站出来表态，随后去过山坳里的人都表示支持。其他后面参与进来的村民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是有孙李正一家子跟着，他们心里还是觉得可信的。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下来。第6天的时候，耗子带着韩江回来了。郭13看到耗子那是一脸激动，哥俩来了个大大的拥抱。老大，我没给你丢脸呢，我跟老九哥上战场了。耗子看着老大热泪盈眶，当初若不是老大收留，他可能早就死在了乱世。
虽然他之前做过一些糊涂事，自从新政之后，对老大的收留更加感激。好样的，兄弟！今晚我们好好喝一轮。郭13拍拍耗子的肩膀，他此刻觉得耗子比他有胆量。喝个屁！好好听课，晚上多看几遍。明天若是再答不出来，你就死定了。李老头看了郭13一眼，都是山坳里出来的，居然一问三不知，差点没把师傅给气死。郭13也没法子，他对药材这块反应就是慢，他已经尽力了。王小夏也知道他不是这块料，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但是最基本的东西他是必须要记下来的，不然跟别人怎么谈生意？行了，今晚他们兄弟重逢，让他们喝一顿，明天老实给我上课。珍惜我给你们上课的机会，以后我很少会有这样的空闲了。他说完去了厨房。耗子他们在军营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他知道他要回来，每天都让姐夫留点肉下来，免得晚上回来吃不上好的。耗子回来了啊！我给你收拾屋子去。刘屠夫听说耗子回来了，跟媳妇儿说了会儿话，就去收拾屋子。多谢姐夫。耗子他们原来都跟着师傅称呼，喊了一声又觉得好像不对。就这么叫吧，大家也都习惯了。李老头知道耗子是啥意思，没一会儿的功夫，王小夏就做了几道美味的小菜，端到院子里，桌子一摆，小酒一放。先把院子门给关上，不然一会儿院子里的人会越来越多的。王小夏也没打扰两兄弟说话，把饭菜摆好之后，他就回房做自己的事情去了。而这晚半夜的时候，院子里有了动静。大半夜的，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居然翻墙进来了。王小夏听到声响之后爬起来，他在门缝边看了看，看身形像个男人，那男人手里还拿着东西。等了一会儿，他发现这人居然往一间屋子戳了洞，随后还朝里面吹了一口气。该死，这人到底想做什么啊？那个房间里住的是韩江，韩江是个练家子，居然没发现有人靠近。若不是他天生耳朵比较灵敏，估计也不会发现。来人是个高手，嗖嗖，他动作快速地打开房门，飞出几支银针。那人手臂上被戳了一针，他想要翻墙离开，却被冲上来的王小夏给拦了下来。啪啪，几招下来，这人都轻易地避开。而且王小夏发现这人还有内力，内力还在他之上。扑通，他被拍了一掌，动静也引来其他人。耗子则是上前撒了一把药粉，可惜人家还是跑得太快，翻墙溜了。今天这事儿太蹊跷了，说是不查出来，大家会提心吊胆。院子里，王小夏让李老头去看看韩江。韩江这2天太累了，刚才又吸入毒烟，如今昏迷了。李老头稍稍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毒药，他跟耗子把人从里面背出来，去了一趟药房，把解药配置出来。王小夏感受到刚才那一掌的厉害，幸好他也修炼了内力，不然刚才就直接被飞出去了。是谁要对他们下手？显然那人不熟悉院子的地形，不然不会对个客人下手，除非这人是跟着耗子和韩江来的。可韩江只是个小兵，就算要动手也是杀耗子才对，这是怎么回事儿？